大小姐，姑爷来了。国公爷先盖头吧，可别错过了吉时。九弟，快呀，大家都等着看九弟妹呢。是啊是啊，九弟别不好意思嘛。在众人的注视下，轻轻挑起了挡住贺知然视线的红盖头。贺知然本能地看向面前之人。看够了吗？看够了，也就那样。哎，九弟九弟妹，你们新婚燕尔，可不要误了吉时啊！喝了交杯酒就早些休息。是啊，你们可得加把劲儿啊，多多给咱们墨家添丁才是啊！九弟妹别害羞，以后和这些嫂子们熟悉就好了，她们就是喜欢开玩笑。我没有害羞。国公爷，皇上派人传口谕，宣您立刻进宫。眼看着莫九夜已经转身出门。巧玉，现在是什么年月？大小姐，你连自己大婚的日子都忘了吗？今日是顺元19年7月初8呀！糟糕！贺知然倏地站起身，提起裙摆追了出去。莫九夜，你等等！有事？你要做什么？我有种预感，你这次进宫怕是会遭人算计。你听说了什么？其实莫九夜从边关回到京城这段时间，就隐隐有种被人针对的感觉，尤其是皇上和他讲话的时候总给人一种虚伪感。我说过了，我只是有种不好的预感。他松开拉着莫九夜的手，跑到花轿里面，然后取出一个厚厚的软垫。相信我的话，你就把这个垫在身后，也许可以帮到你一些。还有，若是有人以皇上在后宫召见你的借口带你过去，你也千万不要去。他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么多，至于莫九夜能否逃过皮肉之苦，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天色已晚，你不用等我，早些休息吧。别忘了把垫子垫在身后啊！九弟妹，你别着急，皇上这么晚叫九弟进宫，肯定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想必不会耽误太久的。是啊，九弟一定会及时回来与你洞房的。看了看8位都很年轻的嫂子，贺知然有那么一瞬的心酸。各位嫂嫂，我这几天一直做一个怪梦，说是咱们国公府会被抄家流放。九弟妹，这话可不能乱说。咱们护国公府世代忠良，怎么可能会被抄家流放呢？呸，这不吉利的话可不能乱说啊！九弟妹，这话咱今天就当没听见。嫂嫂们，我也不希望这是真的，可是这个梦太过于真实，所以我觉得咱们宁可信其有，提前做些准备，也不会损失什么。嫂嫂们，我害怕，这一定不会是真的。寒月别怕，人家都说做梦是反的。时候不早了，九弟妹今天辛苦，让她早些休息吧。大小姐有什么吩咐？不是，我睡不着，去看看嫁妆，你不用跟着。嫁妆今日刚刚抬进护国公府，还没来得及收起来，此刻全部都摆放在耳房内。就在他抱怨穿越大神不公平的时候，忽然感觉眼前的场景变了。出去，果然他的身体就再次出现在了存放嫁妆的耳房内。只要他脑中想着将什么收进空间，那个东西就会迅速原地消失，然后出现在空间内。这个空间还挺人性化的，一切只需要他的意念即可。夫人，国公爷受伤了，属下先将人送回来，立刻就去请太医。说着话，2名侍卫已经将莫九夜从门板挪到了床上。大小姐，国公爷刚才出去时还好好的，这么一会儿怎么就不省人事了？你先去门口守着，太医来了第一时间带过来。是。他的手刚刚伸出去，莫九夜便睁开了眼睛。我没事。到底发生了何事？你是从何得知我今日进宫会遭到皇上陷害的？我一连几日都在做同样的梦，梦到你有此劫难，不管你信不信，我都是这个解释。你是不是受伤了？我懂一些医术，可以帮你看看。从背后将他给的垫子拽了出来，垫子上有多处破损，上面隐约可见血迹。你还是进入后宫了，然后被打100大板。我没有进后宫，皇上给我安了个抗旨不遵的罪名，
打了我50大板，多谢你的提醒和电子，才让我逃过此劫。你的梦中可还有其他事情发生？我还梦到护国公府被抄家流放。抄家流放？如果时间不错的话，就是明早。明早？就是明早。早朝开始后会有言官弹劾，还有他们提前准备的你通敌卖国的证据。你现在就派人去通知母亲和各位嫂嫂，就说我从皇宫回来重伤昏迷，他们一定会来这里看我，到时候我会跟他们提及此事。好，我这就命人去请他们过来。你心中可有了什么好的安排？你和嫂嫂们可以拿了休书离开。不多时，墨家老夫人和嫂嫂们就陆续赶来。九叶，你伤得如何了？母亲，孩儿没事，只是一些皮肉伤。九弟，你为何会受伤？母亲，各位嫂嫂，我今日进宫受到皇上的刁难，被重打50大板。九弟，你到底做错了什么？皇上竟然打你？是啊，九弟，你伤得重不重？50大板可不是闹着玩的。母亲，各位嫂嫂，从今日之事上看，皇上已经容不下我护国公府的存在，恐怕很快就会下旨惩处，轻则流放，重则砍头。莫九叶故意将事情说得严重些，希望那些嫂嫂能够知难而退。九叶，你此话当真？母亲，十有八九会如此。想我墨家世代忠良，家中男儿为国捐躯，到头来却得了这样一个下场吗？当初我就劝过你父亲卸甲归田，什么功名利禄都不如一家人平平安安来得实在，可他偏偏不听，说什么墨家的使命就是保护大顺朝。他的这一句话让我生生失去了丈夫和8个儿子，用命守护大顺江山又如何了？还真是个笑话。太过分了，我们墨家哪里做错了，竟然要承受这些？我不服气，我现在就回娘家，让我爹帮忙说一些好话。我也找大哥去，希望他能帮上一些忙。嫂嫂们还是放弃吧，皇上铁了心要铲除墨家，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劝？那怎么办？难道咱们就等着被人随意扣上一个罪名？娘，儿子想着，与其让嫂嫂们跟着墨家一起获罪，不如趁此机会，给他们每人一封休书。九叶说的有理，你嫂嫂们本就可怜，咱们墨家不能再继续牵连他们。还有贺氏，刚刚进门就要跟着墨家一起获罪，着实冤枉了些。母亲，九弟，我不要休书，我崔碧婷生是墨家的人，死也要做墨家的鬼。我也是，即便墨家会被满门抄斩，我谢芳也奉陪到底。我也不要休书，留下来与墨家共存亡。我答应过夫君，无论如何都会替他在母亲面前尽孝。我也不走。墨家8位寡妇个个义愤填膺，谁都不肯拿着休书走人。贺氏，你呢？我也要留下。九叶，你也看到了，咱们家的女眷个个刚烈，母亲也想成全他们。嫂嫂们，生命只有一次，如果能活，谁会选择去死？我希望这件事，你们不要意气用事。九弟，我心意已决，你就不要再说了。既然如此，这件事儿我和九叶就不再说了。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咱们要提前做好准备，若真是满门抄斩，咱们只能认命；如果是流放，想要不饿死在路上，手里必须有银钱。母亲，我的私房有300两呢，只要路上省着些，应该够用的。母亲，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平时比较好吃，所以月例银子都拿着去买零嘴了。不过我还有几样像样的首饰，想必可以换些银子。莫九叶与贺之冉不自觉地对视一眼，两人都心知肚明，
嫂嫂们虽然手里有些私房，可这些东西不同于银票，皇上怎么可能让他们明晃晃的带走？各位嫂嫂，我知道你们都没有私心，都已经这个时候了，根本来不及将那些东西换成银票。九弟，那你说怎么办？我们手里的东西虽然不值什么钱，可总不好便宜了那些狗娘养的。母亲，各位嫂嫂，我建议大家都贴身缝制一个口袋，找些棉花，将银票包好放在里面。棉花比较松软，即便有人搜身，也不一定能摸得出来。至于其他物品，剩下的时间大家再慢慢想办法。可是此言有理，就按照他说的去做，大家现在就回去准备。皇上下旨让国公府流放，路上肯定不能带着下人一起。我打算将陪嫁丫鬟的卖身契归还，放他们自由。你觉得合适就好。人都有秘密，我有，相信你也有。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对墨家没有恶意，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我，不去探究我的秘密。我也可以诚实的告诉你，国公府失窃的确和我有关系。我一方面考虑那些东西不能便宜了仇人，手中有些物资，流放的路上也能轻松一些。我答应你不再探究你的秘密。你既然有声无息搬空库房的本事，说是我带着你去一个更富有的地方，可否能搬空？你要带我去哪里啊？我打算去偷国库，只要你能将东西带走，进入的事情就交给我。我想让你避一避。好。扫视了一圈，贺知然使用意念将这里的银票、银锭子、金银珠宝一类的全部收进空间。东西太多，我不能全部搬走，还剩下很多绫罗绸缎。你的意思是？莫九叶也十分配合，在酒精洒出去之后，他随即从怀中取出火折子点燃，酒精遇到火，国库内瞬间变得火光冲天。你流血了，我必须要帮你处理一下伤口。不行，伤的位置不适合你一个女人家去看。我一个女人都没说什么呢，你一个大男人的还担心自己会吃亏？别忘了，我们可是夫妻，夫妻你懂吗？是要坦诚相见的。哎，不要乱动。你虽然没有伤到骨头，可眼下这伤势并不轻，不要小看皮外伤，不及时处理也是会出人命的。你的衣物放在哪里？我去帮你取一条干净的裤子。左边的柜子都是我的衣物。贺知然去衣柜里随意拿了一条白色蟹裤。我自己来。男女授受不亲，我怎么能让你帮我换裤子？你的屁股都被我看遍了，还差换一条裤子吗？如果我还能活着，就一定会对你负责的。你别那么认真好吗？我帮你疗伤，完全是一个医者最基本的操守，什么负责不负责的，你别想那么多。剩下的我自己来就可以。贺知然也没有勉强，他都能带着自己飞檐走壁呢，小心一些，把裤子提好还是没问题的。你去母亲那里用早饭吗？我就不去了，继续装昏迷。我先过去看看，顺便给你带些吃的回来。九嫂，我九哥怎么没跟你一起过来？你九哥昨夜去皇宫回来的晚，这会儿刚睡着呢。贺氏啊，你新婚第一天也没什么准备，咱们粗茶淡饭的先将就一下。母亲，各位嫂嫂，这粥里面有毒。外面可有什么动静？外面倒是没什么动静，不过有人在母亲院子的水井投毒，幸亏我及时发现，否则全府人的性命都得交代。饭菜都凉了，趁着皇上的人还没到，你赶紧吃一些。已经快到时辰了，该来的早晚都会来。你看开些，只要咱们努力活下去，相信早晚会有出头之日。我堂堂8尺男儿，却要一家女眷跟着我受牵连。朕养着你们这些酒囊饭袋有何用？国库竟然能失窃，竟然还能烧得精光啊！父皇，请您保重龙体啊！今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做，国库失窃的事情可以慢慢调查。一国之君不想让谁好过，谁就得洗干净脖子在那儿等着。顺武帝特意派出一位被莫九叶呵斥过的武将曹仁去抄家传旨。国公爷，老夫人，不好了！国公府被人给包围了，曹将军带着一队人闯了进来。既然来了，咱们就要从容面对。大家随我一起去看看。你别担心，我会帮着母亲一起应付的。告诉他们，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保护好自己。好，
我答应你，只要有我在，墨家一个人都不会少。护国公府众人皆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经彻查，护国公莫九业勾结外贼，私吞粮草，伙同朝中大臣做出多件谋反之事。当今圣上仁慈，念在墨家先辈忠心报国，免去墨家死罪，现抄收墨家所有财物，奴仆全部发卖，墨家人流放西北。哈哈哈哈！念在与莫九业同朝为官的份上，你们这些女眷的身，就由本将军亲自来搜吧。曹大人这样做于理不合，虽然我墨家获罪，可这些女眷也不是随意可以侮辱的。老太太，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本将军亲自搜身，那是抬举你们。你若是不愿意，本将军不介意让所有官差一起上。曹仁，今天我就和你拼了！贺知染一个箭步上前，不知道你是墨家哪位的遗孀啊？啊！大胆曹仁，你竟然罔顾朝廷律例，调戏犯官家眷！哟呵，小娘子还挺辣，本将军就调戏你了，你能奈本将军何呀？朝廷律例规定，官员执行公务时不得伤害未判死刑的家眷，更不允许调戏官犯家眷。你现在公然调戏于我，就不怕被皇上处置吗？伶牙俐齿在本将军面前没有用，本将军今日就将话放在这里，只要你从了本将军，搜身的事情可以商量，否则就别怪本将军不怜香惜玉了。此刻他已经将手里的匕首换成了迷你手枪，只要曹仁敢动手，他就绝不会手软。曹仁，我奉劝你一句，莫府流放，我们这些女眷的娘家人肯定会去送行。我相信你也懂得纸包不住火的道理。虽然墨家被抄家流放，可我们的母族都没有受牵连。哼，本将军念在你们守寡多年，甚是可怜的份上，今日就放你们一马。你们几个给我仔细的搜他们的身，若是有人敢放水，提头来见。为了搜查得更加细致，直接将那些女眷带去了附近的屋子内，让他们脱掉身上的衣物进行检查。无一幸免，藏在礼仪口袋里的银票全部被翻找出来，让他们全部换上自己带来的粗布麻衣。这些启禀曹将军，护国公府的库房内空空如也。你说什么？曹将军，不光库房内什么都没有，就连厨房都是空的。护国公府的财物是不是都让你们提前转移了？曹将军，皇上今日刚下的抄家圣旨，难道我墨家有预知的本领，会提前将财物转移？启禀曹将军，属下在莫九业的院子里找到了好几口大水缸，还有一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启禀曹将军，属下在几处院子找到一些女人家的首饰，属下找到几十两银子。没想到堂堂护国公府竟然是个空壳子。唉，也难怪，一群女子又如何赚取钱财？你们几个先看看这些搜到的财物和府中下人，等待皇上下旨处理。剩下的人负责将犯人押送到城郊。走到众人视线看不到的地方，贺知染麻利地将裙摆卷起，爬上了一棵粗壮的大树。意念进入空间，取出他存放在那里的一把狙击枪，子弹上膛，瞄准器一直对着曹仁的后脑勺。直到曹仁已经从护国公府出来，骑上高头大马那一刻，他终于扣动了扳机。只听见一声震天般的炸响，刚刚还在墨家人面前耀武扬威的曹仁身子一歪，瞬间从马上摔落。与此同时，贺知染立刻进入了空间，贺知染的一系列动作都被躲在暗处的莫九业尽收眼底。这个女人到底是谁？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武器？而且她还能原地消失？难道她是神仙吗？冉冉，是娘对不起你呀，娘就不该和你爹一伙儿逼着你嫁入墨家，是娘错了。娘，我只不过是流放，又不是去送死，您别难过。的确是爹娘对不起你，让你新婚第2天就要遭受这样的无妄之灾。
这是爹娘给你准备的盘缠，不要舍不得用。路上除了打点那些官差以外，再请他们帮忙弄些好点的食物啊。还有，你从小就爱干净，你娘给你带了几件换洗的礼衣。是爹错了，不该逼着你嫁入墨家。爹，如今女儿已经嫁给莫九叶，以后就是墨家的人，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活下去。等到翻身的那一天，女儿定会好好孝敬二老。可惜这么懂事的女儿却要被流放到西北受苦。贺渊明努力调整好思绪，找了个官差们看不到的角度，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塞到莫九叶的怀中。亲家，冉冉让我们家给惯坏了，如果他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你就大人有大量，多多迁就一些。亲家说的哪里话？贺氏那孩子聪明伶俐，我喜欢得很。既然如此，我就告辞了。九弟妹别难过，贺大人为官清廉，一定会平安的。是啊，九弟妹，你看看你多幸福，爹娘亲自追出来这么远来送行，哪像我呀，家里连个人影都看不到。嫂嫂放心吧，我相信咱们一定会有回来的那一天。行了，都别站着了，抓紧时间赶路。娘，馒头这么硬，我咬不动。是啊，娘，咱们要是一路上都靠这样的馒头生存，恐怕不被饿死也得被噎死。娘，我和三嫂都有些银子，不如就去买些白面馒头吧。听到几个儿媳妇儿和女儿的话，莫老夫人不知道为什么，很自然的就看向贺知然。虽然对这个刚进门的儿媳妇儿了解不多，可莫老夫人能够看得出，贺知然是个有主见的。娘，稍安勿躁，再看看。大哥，灵儿这是怎么了？灵儿那颗有些活动的门牙被馒头硌掉了。我们虽然被流放，可毕竟还没判死刑，我们还是有活着的权利的。给我们吃这些硬邦邦都不知道放了多久的黑面馒头，我们如何能活着抵达西北？眼看着鞭子就要抽到谢芳的身上，贺知然一个箭步上前，稳稳地接住了鞭子的一头。官差顿时就黑了脸，骂骂咧咧地将发泄目标转移到了贺知然的身上。莫九叶趴在板车上，听着这一切，可以说是心急如焚，甚至有股冲动想起来去阻止。那些话都是我说的，有什么怨气尽管冲我一个人来，不要迁怒我九弟妹。你们这群孬种，我莫家男儿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你们如今的安稳日子。眼下我莫家遭到陷害，沦落至此，你们这些人却学着那些小人般落井下石，在我们这些弱女子面前耀武扬威。看你们一个个的怂样子，也只剩下这点本事了。若是把你们送去战场与敌军厮杀，恐怕脑袋早就搬家了。说得好，这才是我莫家女人该有的样子。官爷，你们别被莫家的女眷给忽悠了，他们呐，就是想以此来迷惑你们，免去皮肉之苦罢了。他说的对，莫家为国捐躯的是老国公与他的8位儿子，他们即便没有战死沙场，也得被莫九叶这个反贼给气死。就连我们这些人都受了莫九叶的牵连，对待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情面可讲？是啊，莫家的女眷都被莫九叶给灌了迷魂汤，早就和他一条心了，没一个好东西。官爷，打他们，不要手软。我不管莫九叶做的那些事儿，我只知道这些女眷大多都是英雄的遗孀，他们的夫君为了大顺朝的江山战死沙场，这一点绝不容置疑。谢天海，你不要忘了，你们全家为何会被流放？都给我闭嘴！想挨打是不是？有蛇！这蛇毒性强，你们最好先找根绳子，在他的膝盖下方勒紧，防止毒素扩散。这要真是毒蛇，我还能像现在这样活蹦乱跳吗？这会儿伤口已经不怎么疼了，没什么大碍。哎，你过来，把这蛇收好，留作晚上的夜宵。他该说的都说了，人家不信，他也没有办法，就等着这些人主动来求自己就好了。娘，咱们回去吧。好，都回去。九弟妹，谢谢你帮我，才让我逃过了皮肉之苦。二嫂，咱们都是一家人，帮你是应该的。
二嫂，如今我们的处境不同以往，有什么事情尽量和大家商量一下再做决定。九弟妹，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儿，我都会提前和娘和你说。莫九叶听着贺知然的话，对他愈发好奇起来。自己多年前就定下婚约的人，他不可能对他一无所知。在莫九叶的认知里，贺知然就是个胸大无脑而且任性的大小姐。不但这样，他还有无声无息搬空国库的本事，还有他杀死乔人用的武器，简直就是前所未见。莫九叶即便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其中的缘由。头，你怎么了？快来人啊！头喘不过气儿了。刚刚咬了头的那条蛇，不会真的是毒蛇吧？快，抬着头去找莫家那个伶牙俐齿的妇人。何事？要量力而为。娘，放心，我不会轻易出手的。贺氏，把你解蛇毒的方法再说一遍。我说的办法只是刚被蛇咬的时候管用。那你说现在要怎么办呢？你动作快些，到底要怎么办？现在是你们求我帮忙，这就是你们求人的态度。哎，头的性命要紧。眼下以彭旺的状态来看，估计再晚个半个时辰来找他，都会无力回天。你把这个咬碎，一会儿用来敷伤口。找2块石头捣碎不就好了吗？为何要我去咬啊？用石头捣碎，药汁就流失了。你不会是为了报复我刚刚呵斥你，给我吃毒草吧？要是害怕，你就不用做了。你们头的死活跟我又没有什么关系。为了头的性命，你就听合适的吧。官爷，你们不要听贺知然的，他根本就不懂医，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李柔儿，既然你说我不懂得医术，彭官爷的毒就由你来解好了。你是谁家的？跑来添什么乱？官爷，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与贺知然经常在一起，从未听说他懂什么医术，你们可别被他给骗了呀。你回来继续解毒。李柔儿说我不懂医术，官爷就不怕我将人治死了？这里哪有你这个犯官家眷说话的份儿啊！老子看你真是混腻味了。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张青直接取下腰间的鞭子，在李柔儿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狠狠抽了下去。官爷，我家姑娘不懂事，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和她一般见识。这一切都是贺知然造成的，若不是贺知然阴阳怪气的说那些话，官差怎么可能会打他？官爷，您刚刚不是担心这草药有毒吗？其实这草药谁嚼碎都是一样的。张青闻言秒懂，这个女人还挺聪明的。不想继续受皮肉之苦，就把这个嚼碎了。嚼碎，将龙胆草吐在手心里。李柔儿面色扭曲地问：官爷，这样可以了吗？张青也不懂，示意贺知然去查看。就这样吧。说完，他也不看众人的表情，再次来到彭旺的身前。我需要清水。贺知然边擦边往外挤带有毒素的血液。处理好这一切，贺知然才转头看向李柔儿，把刚刚嚼碎的药涂到伤口上。你还傻站着做什么呀？叫你涂药呢。官爷，我不敢。别忘了自己的身份，让你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官爷，我家姑娘胆子小，还是妾身来吧。姨娘。李柔儿的本意是，她说害怕官差就会让贺知然动手，想想没能让贺知然吃瘪，她就生气。你们2个别在这里杵着了，滚回自己的位置。想要解掉他身上的蛇毒，关键就在于他空间里面的血清。你到底会不会解蛇毒啊？药都涂上这么久了，头怎么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啊？可是头用了药，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个你要如何解释？你要是敢在这里招摇撞骗，小心鞭子伺候。解毒还差最后一步，不过什么？我要施展我师父他老人家的独门医术才可以。那你还等什么呀？还不快点救治？官爷，我都已经说了，是独门医术。听话听音都听不懂。张哥，他的意思就是给头治疗的时候不许外人观看。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商量，若是过了这个时间，我也回天乏术了。眼看着贺知然要走，你回来给头治疗，有什么后果我来承担。这会儿天都有些黑了，只要他操作的时候警惕一些，就不会被人发现。你们把人抬到那棵最粗的大树后。
抬起彭旺送到贺知然指定的位置。好了，你们都转过身，走出去30步以外。确定没有人能看到自己的时候，他飞快地从空间取出血清和注射器等物品。贺知然看着手中的血清，多少有些肉疼。这可是最新研发出的限量版高含量血清。借着大树的遮挡，贺知然将血清与盐水按照比例勾兑好，随即掀起彭旺的衣袖，消毒、扎针、推药、拔针，动作几乎是一气呵成。将剩下的包装和注射器收进空间。他原本因为呼吸困难被憋得有些青紫的脸色逐渐缓和，呼吸也变得顺畅很多。贺氏，我们头儿的情况到底如何了？吵什么吵啊！信不过我就去找其他大夫。贺知然的个性在此，就算那些人是官差也不行。稍安勿躁。张青不服气，试图绕过周老八，继续去教训贺知然。莫九叶远远地看着这一切，他见张青有动手的迹象，已经做好起身去救人的准备。无论如何，他莫九叶的妻子还容不得别人欺负了去。莫家的女眷们也同样，自从贺知然去给彭旺解蛇毒，他们提着的一颗心就没有放下来过。别急。就在这时候，贺知然已经从树后站起身，朝着官差的方向走过去。我们头如何了？放心，他死不了。贺氏，你要是敢说谎，看老子不打死你！贺知然连个眼神都懒得给他，双手抱胸站在原地。你确定头的毒解了？我确定，而且我还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他1个时辰之内就会醒来。只要头醒来，定不会亏待于你。贺知然忙活了这么久，等的就是这句话。然而理智告诉他，在彭旺没有醒来以前，其他人说的都不一定作数。好了，你们去照顾彭官爷吧，我又渴又累又困的，回去休息了。周老八没说什么，只不过心中已经有了计较。九弟妹，快回去休息休息。别说贺知然一直忙活着救人了，他们这些连位置都没怎么动的人都感觉疲惫的要命。贺氏，你真的把蛇毒给解了？莫老夫人和莫九叶产生了同样的质疑，那就是他的这位九儿媳不简单，无论智慧亦或者身手，绝不是其他8位儿媳妇可以相提并论的。娘，我年幼的时候有幸得到一本高人留下的医书，想必你也知道我不怎么爱出门，平日在家里就靠着医书解闷儿，时间久了，我就将医书里面的内容全部融会贯通，如今行医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儿。既然你真的懂医术，娘就放心了。娘，我又饿又困，要怎么办？韩月，咱们才出了第1天，以后都要过这样的日子，你要学会适应。哈哈哈哈！太好了，头儿醒了。头儿，你感觉怎么样？头儿啊，你可吓死我们了。周老八，我到底怎么了？头儿，你是中了蛇毒。我中了蛇毒没有死，是谁帮我解的毒啊？就是莫九叶的新婚妻子贺知然。当初人家好心提醒，他还出言呵斥。老八，你去给莫家每人送去2个白面馒头，另外再问问他们还有什么要求，只要不过分的尽量满足。周老八将袋子放在众人面前。我们头说了，给你们每人2个白面馒头。我们头说了，贺氏救了他的命，有什么条件可以现在提。尽管贺知然心中已经有了成算，不过他还是看向了莫老夫人，无论做什么都不好越过长辈去。人是你救的，想要什么条件你自己拿主意，切莫贪心就好。莫老夫人知道儿媳妇儿是个有大智慧的人，做起事情来想必会比自己想的还要周到。官爷，我们的要求不多，只希望路过下一座县城的时候，能让我们去采购一些物品就好。没问题，这件事我答应你了。明天中午就会路过云来县，我们会在那里补给物资，到时候会派人陪着你去采购。好，多谢官爷。你没有其他要求吗？既然官爷让我说的话，我还想要今天打死的那条蛇。你一个女人家，要那东西做什么？蛇身上很多东西都可以入药。这个我也答应你。我的条件都说完了。好，我这就回去告诉头。回去将事情禀报给彭旺之后，他又主动拿了几个水囊和那条银环蛇返回。这几个水囊是准备卖给流放犯人的，
看那些人都没什么钱的样子，估计也买不起，索性送给你们了。我们那里还有些白面馒头，现在天气热，吃不完也要坏掉，明日一早再给你们一些。白面馒头虽然不难吃，可一点菜都没有，干巴巴的，也是难以下咽。贺知冉灵机一动，视线落在贺渊明给他的包裹上面。贺知冉一只手伸进包裹里面，意识却进入了空间，那里有他新买的酱牛肉。娘，各位嫂嫂、小妹，这是我爹娘今天给我送来的酱牛肉，你们就着馒头一起吃。都这个时候了，咱们的规矩也该放一放了。娘说的对，我们已经不再是什么大户人家的夫人小姐，如今能够填饱肚子就已经很好了。什么规矩不规矩的，我杨满心都不要了。大家别着急，包袱里面还有呢，不够吃咱们再拿。反正他空间内的物资都有再生功能，你爹娘给你的东西你自己留着些，不用都拿出来分了。娘，我这里还有很多呢。看着墨家人在那里大口吃馒头和酱牛肉，其他4个家族的人都已经嫉妒的要疯掉。哎呀，地上实在太凉了，还是车上舒服些。说着他就贴着莫九叶躺下，然后将被单盖在2人的身上，才小心翼翼地取出2个白面馒头和一大把酱牛肉塞到莫九叶的手中，又给了他几个酒精棉球和一小瓶云南白药。你麻利些，找个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吃些东西，再处理一下伤处。我找些别的东西放在你躺的位置，不会被那些官差发现。原来这女人是想用金蝉脱壳的法子来掩人耳目，这真的是难为她了。过了差不多2刻钟，莫九叶就回来了。伤口如何了？已经不流血了，谢谢你为我和莫家做的这些。二嫂，我在这里。我猜测这件事应该是有人故意而为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大哥说，谢家被流放以前一点征兆都没有，近日有官差上门宣读圣旨，说护国公莫九叶已经对自己通敌卖国一事供认不讳，还说九叶主动招供出谢家也有参与。除此之外，还拿出了几个多年前我爹收受贿赂的证据。我娘家人都认为我爹收受贿赂数额并不大，而且只有2次，不至于被抄家流放。主要原因是因为九叶招供了谢家，与他一起通敌叛国。九弟妹，二嫂就回去休息了。睡不着吗？是因为二嫂说的事？算是吧。何志远原本是兵部尚书，我领兵打仗时，他故意克扣粮草，中饱私囊。我曾因此事上书给皇上，皇上派人彻查此事。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皇上只是降了何志远的官职。照你这样说，皇上是早有了动墨家的心思，没有立刻处置何志远，而是留着他给你添堵。那李家呢？我与李家的恩怨，可以说出自李柔儿。你们俩是什么关系？我们没什么关系。那你为何会说与李家的过节因他而起？他出门乘坐的马车失控，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恰巧被我遇到。我只是出于好心，将马控制住。当时我对这件事无甚在意，本以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次日李良就带着礼物上门，说是替女儿感谢我的救命之恩，并且提及要将李柔儿送到国公府为妾。我当场就拒绝了，说自己已经与你有婚约，并且墨家祖训有言，墨家男儿不纳妾。被我拒绝，李良当时并没有什么异样的反应。直到3天后，我出门的时候再次遇到了李柔儿。李柔儿声称与我已经有了肌肤之亲，必须要我对她负责。我帮她控制马匹的时候，并没有与她有过任何接触，这明摆着就是耍赖。因此我没有给她一点好脸色，也没有解释，直接骑马离开了。除了李柔儿这件事儿，我再想不出哪里得罪了李良。你说的这些是不是年初的事情？你知道将李柔儿如何劝她不要嫁入墨家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没想到一个姑娘家竟然有如此重的心思，还真是卑鄙。的确很卑鄙，曾经在我面前装的对我关心有加的样子，这一流放就迫不及待的露原形了。我们头昨日被蛇咬，身体还有些虚弱，暂时要坐在莫九叶的木板车上。官爷的意思是让九叶从车上下来？难道还要让头跟个犯人挤在一辆车上？官爷，您是知道的，我墨家都是女眷，若是不让九叶在车上，我们如何能带着他一起赶路啊？是啊，官爷，您这不是为难人吗？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吧，竟然连官差的话都不听。
彭官爷，您现在是不是感觉还有些胸闷气短？的确如此，只要走几步啊，我就有些喘不过气的感觉。彭官爷的昨日中毒太深，我虽然保住了你的性命，可你身体里面还有余毒，若是不及时处理，还是会危及生命的。贺氏，你可有办法？办法是有的，只是……说着话，他看向趴在木板车上的莫九叶。贺氏，只要你能给我的余毒全部清除，我允许莫九叶跟我一起在车上。官爷，你也看到了，我们莫家都是女眷，推着夫君一个人就已经很吃力了。贺知染吃什么都行，就是不喜欢吃亏。这个没问题，我可以找几个男犯人来推车就是。你的条件我都答应了，若是你不能将我身上的余毒解决干净，小心官差的鞭子伺候。官爷，这是我们昨天采的草药，煮水给彭官爷喝下，不出7天，他体内的余毒便会清理干净。你的话当真？当真。贺知染的这一举动再次惹得莫家女眷们投来崇拜的目光。九嫂，你可太厉害了，不但九哥不用从木板上下来，还有免费的劳力可用，这下咱们可就轻松多了。九嫂，我九哥的命真好，娶到你这样厉害的媳妇儿。快来看看，你夫君是不是醒了？彭官爷，您说我夫君醒了？我刚刚啊，可能是碰到了他的伤口，不知道是疼的还是怎么着，他闷哼了一声。就在贺知染还在认真给他把脉的时候，他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呻吟声。你看，他是不是真的醒了？是的，夫君醒了。莫老夫人等女眷闻言也全部围了过来，可以说他们的演技绝对过关。夫君，您感觉身体如何？先喝些水润润喉咙。他现在身子弱，不适合吃干巴巴的馒头，多给他喝些水润润喉最好。官爷，求您帮孩子找个大夫吧，孩子是无辜的呀。大哥，灵儿这是怎么了？灵儿早起时还好好的，走了一会儿路就不行了。我家九妹懂医，我这就去把人请来。二嫂，我在这儿，我先看看孩子。九弟妹，灵儿的情况如何？二嫂，这孩子是中了暑气，求您救救我孙儿的性命啊！你的孙儿情况十分危险，必须及时救治。好，就劳烦夫人了。咱们都是流放的犯人，从二嫂那里论辈分，你也是我的长辈，以后叫我贺氏，或者名字贺知染就好。前面有条小河，就暂时在那里休息一会儿。贺氏，你要做什么？是啊，九弟妹，你这是在做什么？贺知染转身朝着几人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锁定目标后，树枝的尖头朝着水面狠狠扎了进去，一条鲜活的大鲫鱼就落在莫家女眷们的面前。嫂嫂们，把鱼收好。你还真有病，流放前一天娶了这么厉害的媳妇儿过门。认知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贺家小姐，为何会有这么多男人都不如的本事？自己何德何能够在流放以前娶到一个如此不一般的媳妇儿？他对贺知染的一切更加好奇了。贺知染，你还真不知羞，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赤足下河捉鱼，也不怕被人笑话。李柔儿，你还当你是大家闺秀呢？请你认清自己的身份，你只是个流放的犯人，真是晦气。嫂嫂们也同样你一言我一语的攻击李柔儿。她捕捉到第3条鱼的时候，直接朝着李柔儿的脸甩了过去。莫家人见状，连忙宝贝的上前收起那条鱼，就连周围几个看热闹的官差都没忍住笑出了声。官爷，贺知染出手伤人，这种事儿你们不管吗？打你也活该，谁让你嘴欠？多谢你救我孙儿一命，这个情啊，我谢家记下了。谢叔叔，我夫君今天已经醒了，晚上您若是有空的话，不如来我们这边找他聊一聊。好，就听你的，晚上我会过来的。谢叔叔，一会儿我准备把这些鱼烤着吃，让二嫂给灵儿送去一条补补身子。谢天海心中已经想好了，无论谢家流放是否与莫九叶有关，他都打算将此事接过去了。要是能刷些油就完美了。贺氏，你说这烤鱼需要刷油吗？是啊，那样味道肯定比现在好多了。这里面是菜籽油，金贵的很，你省着些用啊。放心吧，官爷，保证省着用。这一次贺知染一共烤好了10条鱼，本以为他会先将这些鱼送给官差去讨好他们，谁知贺知染根本没有那么做，
贺氏，你从小就是这样学着做人的吗？我父亲从小就教育我，有好东西先给长辈。我先给的婆婆，还有我的8位嫂嫂，她们都比我年长。小姑子年纪小，我当然要照顾一些。官爷，您说说，我哪里做的不对？他做了这么多年押解流放犯人的官差，还是头一次遇到不惧怕他们的人，而且人家每次都能将道理说到点子上，让别人根本无从反驳。你这媳妇儿啊，越发的厉害了。他也就嘴皮子不饶人罢了。哎，你可别谦虚，我说你媳妇儿厉害就是厉害。能不厉害吗？人家不但会治病，还会下河摸鱼，嘴皮子还那么溜。反正的彭旺现在是服了。第2批鲫鱼烤好，仍旧是10条。贺知染率先拿着2条送到彭旺和莫九叶的手里。莫九叶啊，我就说你这媳妇儿厉害吧，连烤鱼的手艺都这么好，你小子还真是有口福了。味道的确不错。二嫂，这3条鱼，你给谢叔叔他们送去尝尝。九弟妹，此话当真？当真，谢叔叔和婶婶年纪大了，这2天又没吃饱，这些烤鱼补补身子。还有灵儿，正是虚弱的时候，也需要进补。好好好，我这就给他们送去。谢谢九弟妹。贺氏啊，你这捉鱼的本事不错呀，趁着这会儿停下休息，不如再去捉一些回来。彭官爷这是没吃够？就当是这样吧。彭官爷，我就是一个小女子，刚刚若不是为了家人能吃些东西，也不至于当众赤足下河捉鱼。现在大家都吃到了鱼，您就别再为难我了。这次啊，你不用捉太多，你只要再去捉10条鱼，我就答应你一个能力范围内的条件。既然彭官爷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若不去就是矫情。好，你等着。河里的鱼不少，捉10条鱼对于贺知染来说简直就是玩一样。莫老夫人，我想用这戒指换几条鱼成吗？我家小儿子看到你们吃烤鱼，馋得直哭，我这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求到您这里，希望您能照顾一二。你要换的话就去跟他说。贺氏啊，婶子能不能和你商量一下，用这戒指换几条鱼？鱼都在这里，你自己看着拿。这些可以吗？没问题，如果不够的话，你可以再拿几条。不了，这样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只是那一个眼神，贺知染就可以断定，这戒指对赵氏来说很重要。咱们之间一定有误会，想解开的话，就请方叔叔天黑以后来找我夫君，到时候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好，我会转告给我家老爷的。吃过烤鱼，看着时间差不多了，彭旺一声令下，继续赶路。赶路的同时，陆续有人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中暑症状。谢家人和官差们也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贺知染，若不是有他提前准备的草药，恐怕自己也难逃中暑的命运。贺氏啊，这件事儿还得你去解决。彭官爷，您这2天也看到了，他们一直在骂我墨家人，我为什么要去救他们？贺知染自认自己不是什么圣母，懂得医术就什么人都救。他们尽管有天大的错误，可毕竟是活生生的人命啊，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彭官爷还是不要说了，我说不救就是不救。你，贺氏，我劝你识趣一些啊，到西北的路还很长呢，你得罪我没有任何好处。贺知染脾气上来了，也不甘示弱。彭官爷这话就说的不对了，换作是你，愿意出手去救自己的仇人性命？这贺氏这女人脾气犟得很，来硬的还真不行。要不你挑着顺眼的就这几个。既然彭官爷都这样说了，我就勉为其难的就这几个。彭官爷说了，让我挑一些看着顺眼的人救治。好，我们帮你抬着，你说给谁就给谁。贺氏，我替全家人谢谢你。方叔叔晚上记得来找我夫君。好，我一定去。选了几位年纪大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让官差发药。就在他带着剩下的一点药汁儿准备离开的时候，贺知染，你见死不救，丧尽天良！莫九爷娶了你这样的媳妇儿，就是倒了8辈子的霉。给老子闭嘴！难怪贺氏不愿意救治你们，换了是我也不会救。官爷，这不公平！贺知染不给我们药吃，你不但不呵斥他，竟然还当我这个说公道话的。老子就是看你不爽，打死你丫的！官爷，我家姑娘不懂事儿，求您就饶了她这一次吧。以后把她那张没有把门的嘴管好，
要是让老子再听到他胡说八道，就不是打2鞭子这么简单了。以后啊，有外人的时候，你就给我做个哑巴啊！爹，你现在就给我闭嘴！彭官爷，我刚刚简单查看了一下，方家的确有3人中暑，而何家和李家貌似中暑的人没有那么多。彭旺当然明白，无非就是那些人没病装病。继续行进了2个多时辰，大部队终于在天黑以前进入了云来县。想住10人间大通铺的，1两银子；2人间5两银子。没有银子的，客栈院内的棚子过夜。这些官差全指望着薅羊毛发家致富呢。官爷，我们真的没有银子呀！是啊，官爷，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别让我们住在外边了。官爷，你就行行好，哪怕让我们住在20人间也行啊！都别啰嗦了，有银子的现在就交银子啊，没有银子的就睡外面的草棚。娘，九弟妹，咱们一共12个人，我想着要一间10人的房间和一间2人房，您看如何？这样很好，让九夜与贺氏去2人间，我和你们几妯娌带着韩月一起住10人间。以贺之染的意思，他打算大家都挤在10人间的，这样大家也能够互相张扬一些。谁知却被三嫂给抢了先。既然婆婆和三嫂都安排好了，莫九夜都没有反对，她也不打算多事。二嫂，你去帮谢家订间房吧。我替我爹娘他们，谢谢你了，九弟妹。娘，我打算找客栈的老板商量，借用一下他们的厨房，做些晚饭给大家吃。九弟妹，我可以去厨房帮忙，我也可以的。嫂嫂们，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还要去和老板沟通，能不能成现在还不知道。再说了，咱们情况特殊，不可能大吃大喝，只要有2人帮忙就好了。在接了贺之染的3两银子的贿赂之后，老板声称厨房里的东西随便他使用。小贱人，就是你害得我们兄弟俩辛苦推1天的木板车，今天若是不能在你身上讨些甜头，我们兄弟觉都睡不踏实啊！先给哥哥我摸一下啊！贺之染灵巧地躲过何明的咸猪手，一拳狠狠打在他的小腹上，来了一个扫堂腿，几个简单的格斗招式就将人搞定。虽然打得2兄弟起不来，可贺之染下手还是有分寸的，毕竟这俩人明天还得继续推木板车，断胳膊断腿就不能出力了。这次是对你们的警告，再敢招惹我，我就不会是今日这般让你们痛一痛那么简单了。官爷，请您为我们兄弟俩做主啊！发生了何事啊？官爷，何氏他仗着官爷护着他，将我们兄弟打成这样。在彭旺的心中，这女人不能招惹，尤其是现在正吃着人家送来的美食，能给他带来如此多便利的人，他彭旺自然要照顾一二。你说你们是被贺氏打的？千真万确啊，官爷，就是贺氏打的我们。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竟然敢戏耍我们。官爷，我们真的没有说谎。既然你们说被贺氏打了，可有人证啊？我的家人都能作证。这不算，若是贺氏家人出面作证，说你们打了他，你们服气吗？今天爷心情不错，就不追究你们诬告了，赶紧滚吧。官爷，我能作证，我亲眼看到贺之然打人，此事千真万确。既然如此，就把贺氏叫过来对质。趁着有人去喊贺之染的空档，彭旺让人将何家人带了出去，单独询问李柔儿。你说你看见贺氏打人，现在就把过程说一下吧。官爷，我亲眼看到贺之染手里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棍子，先将何明打倒，然后又用同样的方法打倒何亮，直到2人没有还手之力才罢休。你先站在一边吧。何家兄弟也被官差们带回来，与贺之染并排站在彭旺的面前。何氏，何家兄弟告你出手伤人，可有此事啊？彭官爷，这种事情你也信啊？彭旺被他的话逗笑了，这女人的心眼可真多。小贱人，就是你害得我们兄弟俩辛苦推1天的木板车，今天若是不能在你身上讨些甜头，我们兄弟觉都睡不踏实啊！先给哥哥我摸一下啊！贺之染灵巧地躲过何明的咸猪手，一拳狠狠打在他的小腹上，来了一个扫堂腿，几个简单的格斗招式就将人搞定。虽然打得2兄弟起不来，可贺之染下手还是有分寸的，毕竟这俩人明天还得继续推木板车，断胳膊断腿就不能出力了。
这次是对你们的警告，再敢招惹我，我就不会是今日这般让你们痛一痛那么简单了。官爷，请您为我们兄弟俩做主啊！发生了何事啊？官爷，贺氏他仗着官爷护着他，将我们兄弟打成这样。在彭旺的心中，这女人不能招惹，尤其是现在正吃着人家送来的美食，能给他带来如此多便利的人，他彭旺自然要照顾一二。你说你们是被贺氏打的？千真万确啊，官爷，就是贺氏打的我们。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竟然敢戏耍我们。官爷，我们真的没有说谎。既然你们说被贺氏打了，可有人证啊？我的家人都能作证。这不算，若是贺氏家人出面作证，说你们打了他，你们服气吗？今天爷心情不错，就不追究你们诬告了，赶紧滚吧。官爷，我能作证，我亲眼看到贺知然打人，此事千真万确。既然如此，就把贺氏叫过来对质。趁着有人去喊贺知然的空档，彭旺让人将何家人带了出去，单独询问李柔儿。你说你看见贺氏打人，现在就把过程说一下吧。官爷，我亲眼看到贺知然手里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棍子，先将何明打倒，然后又用同样的方法打倒何亮，直到两人没有还手之力才罢休。你先站在一边吧。何家兄弟也被官差们带回来，与贺知然并排站在彭旺的面前。何氏，何家兄弟告你出手伤人，可有此事啊？彭官爷，这种事情你也信啊？彭旺被他的话逗笑了，这女人的心眼可真多。这不是我信不信的问题，何家有证人。彭官爷，您说的证人不会是他吧？是我又怎么样？贺知然，我亲眼看到你对何家兄弟动手，这是事实，你还是不要狡辩了。哼，李柔儿，你看看他们俩的身材，是我能打得动的吗？行了，让何家兄弟自己说，贺氏是如何打你们的。闻言，李柔儿顿时紧张了起来，她不断地给何家兄弟使眼色，奈何何家兄弟都愤恨地盯着贺知然。官爷，贺知然先用拳头打到我的小腹，然后又将我绊倒，又打我背部。彭旺狠狠一拍桌子，把李柔儿拉出去，狠狠打上10鞭子。官爷，我真的看到贺知然打何家兄弟了，我说的都是真的。哎，正经，这种小事就交给我处理吧。啊，你回去陪头继续吃饭。李虎，你可别犯老毛病，这样的人啊，必须让他尝尝苦头。保证不会放水。都给老子滚蛋！再敢找事儿，小心鞭子伺候。不但贺知然没事儿，好心作证的李柔儿反倒被打。李虎将李柔儿拉到了角落的位置，至于两人要做什么都不关他的事。刚刚发生了什么事？贺知然丝毫没有隐瞒，将如何痛打何家兄弟以及彭旺断案的经过讲了一遍。还真是欺人太甚。我又没吃亏，不用和那些人动气。你睡床，我睡地上。地上凉，你的身体还有伤，我睡在地上无妨。你睡床上，要不我们都睡在床上，中间隔一些距离就好。好，你睡里面，我在外面，保证碰不到你。莫九叶虽然有些脸红，可面对自己的妻子，他总不能一辈子都害羞。贺知然动作麻利，爬到床的最里面，然后扯过被子的一角盖在身上。莫九叶也紧邻着床的边缘躺下，两人的中间空出了很大的位置。迷迷糊糊中，感觉床板动了一下，他微微睁起眼睛查看，只见莫九叶起身，还整理了一番自己的衣服，然后推门离开。差不多过了1炷香的时间，莫九叶回来了，他轻轻躺在床边。我刚刚去给你出气了。别告诉我你去收拾何家兄弟了。贺知然顿时震惊了，这男人还真是有点护短。哼，敢欺负你的人，我绝不会让他们好过。你把他们怎么了？明早你就知道了。只可惜啊，我在李家人那里没有看到李柔儿，今天倒是便宜她了。你还打女人吗？我这也是第一次有对女人动手的想法。我刚刚去厨房的时候，看到李柔儿和一个官差在一起鬼混。是哪个黑心肝的呀？竟然对我儿下如此狠手！我们何家已经够倒霉了，受了这无妄之灾，被抄家流放，儿子还被伤成这样。官爷，你可要给我儿做主啊！他们昨日还生龙活虎的给您推车，
今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除了墨家，我们没得罪过任何人。这毒妇昨晚还打了我儿，官爷，一定是他，你可要给我儿做主啊！亏你能想得出来，她一个弱女子能把人伤成这样吗？谁信这2个人是贺氏伤的？只有墨家最痛恨我们，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呀？闭嘴！头儿，他们没死。贺氏啊，这里只有你一个人懂医，不如你去给他看看。潼关爷，我不擅长治疗外伤，您还是另想办法吧。潼关爷，您总不至于要强人所难吧？这里就是集市，我们需要买一些干粮，你跟在后面，顺便买你需要的东西。他空间里还有不少抄家前在墨家搬进来的粮食，若是跟着他们一起，他就没有拿出来的机会。周官爷，您看我要买的东西比较多，跟你们一起恐怕会耽误很多时间，不如我一个人去买，咱们约定个时间和地点碰头。周官爷，我若是不想跟着夫君一起流放，凭我爹的能力，一定会把我想办法留在京城的，我不至于傻到流放的时候偷偷逃跑。更何况墨家人都还在客栈，我不可能抛弃他们独自离开。就在这时，李虎开口了：八哥，我觉得贺氏所言有道理啊，他若是敢逃跑，回去我就打断莫九爷的腿。估计李虎是想让自己故意回不去，他极有可能是受了谁的指示，表面上做着官差的工作，实则是别人放在这里监视莫九夜的眼线。周官爷，我真的不会跑。八哥别犹豫了，咱们办差事要紧啊。也罢，就相信这一次5时以前咱们在这里会合。放心吧，我保证不会迟到。不知道为什么他心中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很大的可能是李虎做了什么手脚。贺氏，你竟然敢逃跑，看我不打死你！贺知然飞起一脚，直接踢在李虎的腰上。你这个贱人，竟敢对官差动手！我看你是不想活着到西北了。头儿，你们来的正好，快把这个贱人抓起来！他无法无天，不但想趁机会逃跑，还敢对我动手！见他还在那里恶人先告状，毫不拖泥带水的飞起一脚。贺氏，你住手！潼关爷，我现在看在你的面子上，暂时饶过他。不过今日之事必须给我一个交代。这个李虎半年前莫名被安排在他的队伍里，李虎为人贪婪又好色，还经常和兄弟们耍心眼。你们别吵了，都跟我来。贺知然快速扫视了一圈，并没有看到周老八的身影。潼关爷，周官爷有危险。潼关爷，我与周官爷在集市口约定好，各自去采购物资，5时以前在那里会合。我按照约定时间回到集市口，等了很久都没有看到周官爷的人影，以为他着急先回来了。我担心大家着急，便急急忙忙地赶回来。谁知刚走到大门口，李虎就对我动手，还口口声声说我逃跑。他与李虎明明一起去采购物资，为何李虎一个人回来，却不见周官爷的身影？周官爷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危险了。官爷，我们虽然被判流放，可我弟妹这几天做的事情大家有目共睹，她即便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绝不能被人这样欺负了去。欺负我九嫂的都是坏人。李虎，你说周老八呢？头儿，贺氏逃跑，八哥去找人了，我回来就是报信儿的。潼关爷，我人都回来了，这算逃跑吗？你若是相信我的话，还是快些去寻找周官爷吧。只要能找到活着的周官爷，一切不就真相大白了？李虎，周老八在哪里？头儿，八哥真的去找贺氏了，我没骗人。还不等李虎想好说辞开口，彭旺就被贺知然请到了远离人群的地方。你知道周老八在哪儿？我不知道，但是我有办法让李虎说实话。什么办法？我学过一种秘法，可以催眠人的意志，轻松问出想知道的事情。为了更加稳妥，我希望你带人将李虎灌醉，最好是一半清醒一半醉的状态最好。你等着，我这就去办。贺知然看了看李虎的状态，属于刚刚上酒劲儿的样子。想要这项链？想要。好，你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就把这个项链给你。我按照你说的做。吊坠在李虎的眼前有规律的晃动，很快李虎的眼睛就开始发直。周老八在哪里？他被我安排的人打晕带走，估计这会儿都已经变成鱼儿的食物了。桃儿，我这就带人去河边寻找周老八。张官爷，千万别大声，容易将人叫醒。我们现在去哪里能找到周老八？码头往西走大概1里地，
那里有块礁石，他们经常在那里将人丢进河中。有了准确答案，彭旺立刻吩咐张青带着所有的官差去找人。你为何要害周老八？只有他回不来，才能坐实贺氏逃跑的罪名。你为何要如此做？因为李柔儿不喜欢贺氏，我也想借此机会整治墨家。李虎绝对是京城的某位放在这里做眼线的。是谁让你整治墨家的？让我做这些的人，我也只见过一次。天黑，没看清容貌。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尖细，应该是个宦官。彭官爷，李虎害人是事实，这种事情交给官府审理最合适了。贺知然的话可以说给彭旺指了一条明路。好，我知道了。你刚刚在李虎那里问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没？问到了，他找人绑了周老八，要将人沉入河中。李虎背后有人指使，不过这件事说来话长，我先去救人，回来再和你细说。你自己注意安全。桃儿，周老八他……贺知然却没有看官差们在那里赶上，快速来到周老八的面前，手指搭在他脖颈处的大动脉上，希望还能够感应到他生命体征的存在。贺氏，我们刚刚已经查看过了，他死了。贺知然并没有回应官差，而是当着众人的面开始给周老八做心肺复苏。这女子要做什么？是啊，人都已经死透了，还折腾什么呀？贺氏，老八既然已经死了，就让他安心的去吧。他放弃了心肺复苏，捏住周老八的鼻子，打算给他做人工呼吸。彭官爷，我需要你的帮助。我知道你救人心切，可老八已经走了，你就别再折腾了。想让他活命，就立刻按照我说的做。若是你不听我的话，周官爷就真的要去见阎王了。你要我怎么做？彭官爷，先捏住他的鼻子，然后朝口中吹气。你让我去亲周老八？快，就按照我说的办法，要让你吹的气全部进入周官爷的口中。按照他说的方法，再次给周老八口中渡气。彭官爷，差不多了。就在这时，周老八猛咳了几声，随即口中吐出一口水。桃儿，老八真的被贺氏惊醒了。你不要乱说，坏了贺氏的名声。是我口误，口误。张青还不知道，刚刚自己一句口误的话，给贺知然带来了多大的麻烦。老八没死，他活了。哎呀，贺氏啊，真有你的，你就是老八的救命恩人呐！老八，你看看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张青，桃儿，你快看，老八还认识我，他真的没事了。贺氏啊，现在把老八抬回客栈，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完全没问题。周官爷此刻就是虚弱了一些罢了，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这个时候，杂货铺与布庄的人已经将他购买的物品送了过来。看到贺知然回来，墨家的人眼神都有些复杂。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九嫂，大家都在说是你用亲嘴的方法把周官爷救活的。我没有亲周官爷，我就是比划一下方向，再教彭官爷如何操作。既然大家都不相信我的话，等到了西北，就让夫君与我合离，以免墨家的名声被我败坏了。不过在这以前，咱们还像以往那般相处，以免被人看了笑话。九嫂，他们怎么想我不管，反正我信九嫂。九嫂，谢谢韩月的信任。娘，咱们虽然和九弟妹接触的时间不长，可她绝对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我相信她一定是被有心之人给算计了。娘，我和六弟妹想的一样，九弟妹的为人咱们都看在眼里，她若真是那样的人，不可能一路上如此照顾咱们。是啊，娘，我也相信九弟妹不是那样的人。你们九弟妹是个好的，咱们大家都看在眼里。今日我就发话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以后谁再敢提出质疑，家法伺候。刚打开门，就看到莫九叶郑金威坐在床边，眼睛正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外面传的事情并不是真的，我并没有亲周老八。他将救人的整个经过说给莫九叶听。我曾经在边关的时候，有一位军医就用竹管对着病人的口中吹气，想必和你救人是一个原理。就是你说的这样。外面那些流言蜚语，你不必放在心上，我一个人相信你就够了。你真的是这样想的？此事你不必放在心上。你刚刚说李虎的背后有人指使，问出是谁了吗？
李虎说与他接头的人说话时声音尖细，我怀疑应该是个宦官。如果是宦官的话，怀疑的面可就广了。是啊，如果从宦官的角度去分析，还真不容易找到幕后的真正指使。李虎害周老八落水一事，背后还有几个同伙帮忙，而且官差赶去将周老八从河里捞上来的时候，我相信李虎的同伙肯定能看到此事。我又当众救活了周老八，李虎做事失败的事情也算彻底败露。李虎上头的人一旦知道他出事儿，很可能会派人对他灭口。你的意思是，咱们顺着李虎这条线，找出他的背后指使。今晚我就想办法出去，盯着李虎。贺氏，我替老八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他是亲眼看到已经被那么多人确定没救的人被贺知染救活。贺氏，你找我有事啊？彭官爷，我刚刚带着女眷们做了几个帐篷，官差们也有份，你一会儿派人取回来就好。另外，我也想过来看看周官爷的身体情况。贺氏，你找我有事啊？彭官爷，我刚刚带着女眷们做了几个帐篷，官差们也有份，你一会儿派人取回来就好。另外，我也想过来看看周官爷的身体情况。周官爷是发热了吗？老八，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怎么刚刚还好好的，这会儿脸这么红啊？我没有不舒服，也没有发热。你没发热，脸红什么？正好贺氏在这里，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就说出来，让他帮你看看啊。贺知染二话不说来到床边，伸手探上周老八的脉搏，除了心率快一些，其他一切都正常。我没病。老八，你这是怎么了？不要一惊一乍的，能把人吓死呀。周老八并没有和彭旺解释什么，而是艰难地看向贺知染。贺氏，我已经听说了，是你亲了我，才把我救活的。我知道，女子的贞洁大过天，可你已经是有妇之夫，我不好说对你负责的话。当然，如果莫九爷嫌弃你了，一定要休了你，我也可以娶你。说完，周老八就心虚的别过头，他这是造的什么孽呀？救个人而已。老八，我刚刚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把你亲醒的人呐，不是贺氏，是我，你怎么就不相信呢？周官爷，我救你是出于一个医者的本分，清醒你的人的确是彭官爷，我只是教了他一些正确的办法而已。老八，为了救你啊，我可是豁出去了，连你个大男人都亲上了。我和彭官爷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头儿，兄弟们都说亲眼看到贺氏亲我到底要信谁的话？我当时啊就在你的身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情况了。虽然我相信你们的话，可那么多人都看到贺氏在亲我，这有损他的名声。周老八，我都已经把话讲得这么清楚了，请你以后不要东想西想的。还有，我的名声不用你去考虑。不，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我都已经把话讲得那么清楚，你还要怎么样？老八呀，贺氏是你的救命恩人，你若有心报恩，就对那些不怀好意的人说清楚，贺氏并没有亲你，真正亲醒你的人是我。说完这句话，彭旺感觉自己死的心都有了。想到和一个女人的名声比起来，他这算不上什么。我会找时间将误会给大家解释清楚。如果莫九爷还因此事嫌弃你，我可以对你负。好了，只要你能出面澄清此事，其他的不需要你管。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好鸟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李虎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只要你能出面澄清此事，其他的不需要你管。好，我不说了，以后保证都不说了。这个女人绝对是母老虎投胎，她还真有些不敢惹。不说还不算，以后这件事也不许想。好了，这件事啊，我做见证，咱们就当没有发生过。贺氏这救人的法子不错，如果可以的话，你抽空仔细教一教我们，万一路上遇到什么危险，我们也能自救啊。这个没问题，彭官爷什么时候想学这渡气的法子，随时都可以来找我。贺知染，你今日做了那么下贱的事儿，竟然还敢抛头露面，若是换了有皮有脸的女子，早就一头撞死了。他抬起手狠狠地甩了他几巴掌。李柔儿，我今天替你爹娘教你做人的道理，以后嘴巴再不干不净，小心你的舌头。贺知染，你就是个贱人，不值钱的女人，为了一点好处，连个濒死的官差都不放过。贺氏，你简直就是无法无天，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出手伤人。
他都懒得用手，直接抬起一脚就将李柔儿整个人踹得倒飞出去。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好鸟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李虎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不过啊，我还真是有点想不明白，李虎都被送去官府了，谁给你的勇气还敢站在这里耀武扬威？官爷们啊，你们快来看看，贺氏简直没有王法了呀！九弟妹，是谁骂你？看二嫂怎么收拾他。秋嫂，韩月帮你打坏人。我没吃亏。贺知然，你要做什么？当着官差的面还敢动手吗？我本想着不与你一般见识，你却屡次挑衅于我。我今日就把话放在这里，之后你若是本本分分的做人也就罢了，若是再敢挑衅于我，我绝对会让你生不如死。贺知然，念在咱们曾经是好姐妹的份上，你不要再打了。好姐妹？你什么时候将我当过好姐妹？贺知然再次加大了力道，对李柔儿拳打脚踢。碾压式的战局很快就以李家与何家求饶告终。李柔儿的脸肿得如同一个包子，根本看不出原本的模样。李柔儿，你记住了，这就是你惹到我的下场。如果不想今日之事重演，以后最好做个缩头乌龟，管好自己的嘴巴。那几个奉命来给墨家送白面馒头的官差也到了。贺知然是头都要罩着的人，他们竟然敢得罪。两名官差不容分说的举起鞭子就打，打得李家与何家女眷们尖叫着求饶。周老八并不是李柔儿说的那样，他是教会我们头儿救人方法。亲醒周老八的人是我们的头儿，并不是贺氏。李柔儿信口开河，损坏贺氏的名声。今日即便贺氏不收拾你，我们也不会放过你。以后再听到你胡咧咧，小心鞭子伺候。好你个李柔儿，竟然如此诋毁我九弟妹的名声，看我今天不打死你！墨家其他几个嫂嫂见状也围了上去，也出手打李柔儿，为贺知然报仇。一切可还顺利？很顺利，我都以为灭口的不会来了。正准备离开时，目标终于出现了。来人有2个，在他们解决掉离火后，我一路尾随着他们到了一座院落，亲眼看到了离火口中与他接头的那个宦官。你可认识那人？那人我再熟悉不过，是从小就在身边伺候三皇子的太监李禄。你和三皇子之间有过节？我们同一天出生，自小就被皇上选去做他的伴读。16岁以前，可以说除了睡觉的时候几乎形影不离，我们的关系可谓无坚不摧。你们关系这么好，他为何还会派人给你使绊子？以李禄所说，是因为我知道南齐的事情太多，他担心我会泄露出去，才会在官差队伍里面安插了眼线。没想到李虎却因为一个李柔儿破坏了他们的初衷，由监视变成了背后捅刀子。护国公府被抄以前，南齐不可能一点风吹草动都没听到，他可有派人给你通风报信？并没有。护公府逢此大难，按道理他应该把你打点一番这些官差才是，结果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还在官差中安插了监视你的眼线。你能想到南齐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吗？我还想不出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以后也要多多提防才是。既然这样，咱们就欣然面对未来的一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自古以来都是邪不胜正。我就不相信那些不安好心的人能蹦得太久。怎么了？我有哪里不对吗？你洗衣服了？你出去办事，我睡不着，就简单洗了洗。你的衣服不到1夜就干透了。莫九夜，你可别逞强啊！我只是昨日一天没见到你，你就能走了？我一直将衣服挂在后面的窗外，那里通风好，你回来以前就干得差不多了。见贺知然解释的牵强，莫九夜心知这一定与他那个大秘密有关。你的借口还可以，糊弄娘和嫂嫂们应该没问题。我又没说谎，别人问起自然也是这样回答。莫九夜，你可别逞强啊！我只是昨日一天没见到你，你就能走了？我身体结实，夫人照顾得周到，赶路应该没问题了。听说何明伤得更严重，为了不耽误赶路进度，我和夫人商量，将木板车借给他们用几天。就在彭旺一声令下之后，流放的大部队再次出发。天黑以前赶到一条小河边，彭旺命令大部队在此休息。莫九夜则学着上次贺知然的样子，准备试着去河里捉些鱼，为大家丰富餐桌。贺知然刚刚站起身，2条大鲤鱼就被莫九夜甩到他面前的草地上。嫂嫂们和莫寒月蜂拥般的跑了过来，争抢着去清理。
官差们看到这场面，心里也高兴，今晚他们又能吃到美食了。方家与谢家的人也全部跑来帮忙。眼看着鱼儿堆得老高，贺知然忍不住提醒：“夫君，鱼已经够多了。”莫九叶在河中看上去是在捉鱼，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他这是在发泄。莫老夫人最了解自己的儿子，知道因为莫家含冤流放，他心里不好受。娘，你放心，我会努力活下去。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给莫家平反罪名，让你和嫂嫂们都能过上好日子。你心中有数就好，凡事记得朝前看。我相信老天爷不会一直对莫家不公的。3口大铁锅全部架起，贺知然负责制作莫家的晚饭，他和谢家也陆续有女眷回去，开始张罗做晚饭。彭旺心知莫家的晚饭肯定有他们一份，便吩咐官差们四处搜罗些干柴送过去。半个时辰过后，莫家这边色香味俱全的红烧鱼出锅，莫家每人抱着一碗米饭，围坐在铁锅前享用。这个时候，谢家与方家的红烧鱼也做好了，只不过和莫家的比起来，味道有些差强人意。即便这样，也把远处的李家与何家人嫉妒的不行。我出去击退那些狼，你留在这里保护好家人。忙活下来，天已经黑了。莫家、方家与谢家人纷纷撑起了帐篷，何家与李家人苦逼地看着这一切。爹，我不想睡在外面，早起的时候衣服都被露珠打湿了。爹，你去求求那些官差，让他们也分一个那样的帐篷给咱们好不好？那是莫家人买油布自制的，你们想要就拿银子去买，然后也学着人家去做帐篷。不光银子没有，帐篷没有，捉鱼的本事也没有。帐篷第一天使用就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就在大家已经进入熟睡状态的时候，我好像听到狼叫声。的确是狼叫。头儿，不好了，有狼群！根据前世在野外作战的经验，贺知然知道狼对火很畏惧，于是趁着夜色，他快速在空间将3瓶酒精全部取出。莫九叶闻到那股熟悉的味道，默契地点燃火折子，将他刚刚倒在周围的酒精点燃。火光四起的同时，狼群已经跑到他们的周围。不过碍于面前的火光，他们并没有继续靠近，而是站在不远处，四腿刨地，不断的嚎叫。娘，嫂嫂，韩月，有我和夫君在，不要害怕，我绝对不会让你们有危险的。莫九叶知道火终于会有燃尽的时候，他深深地看了贺知然一眼。我出去击退那些狼，你留在这里保护好家人。不，我们一起，相信我，我行的。你跟着我一起去可以，但绝对不可以离开我的3步之内，这样遇到了危险我可以及时救你。好。刚刚跨过火圈，贺知然意念一动，手中就多了2把迷你袖剑。趁着莫九叶看了自己一眼的时候，他直接将迷你袖剑丢给他一把。莫九叶一把揽住贺知然的纤腰，身体轻轻的跃起，便将人带到了一棵粗壮的大树上。夫妻俩快速找到合适的位置，默契地朝着狼群射击。与此同时，官差们也从火圈中跳出来，提着大刀挡住躲过羽箭那些狼的攻击。火圈内，胆子大些的男人们也在地上找来了大块的石头抱在怀里。狼群终于抵御不住对方的攻击，在头狼一声令下后，幸存的野狼落荒而逃。我做押解官差这么久，还是第一次遇到规模如此庞大的狼群呢。今夜幸亏有你们2个在，否则我们这么多人都要丧命于野狼之口啊！灵儿，我的灵儿不见了！到底怎么回事？灵儿她不见了！灵儿，你在哪里啊？快出来，别吓唬娘！刚刚我们在驱赶狼群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我们担心你们那里挡不住，就抱着石头在你们的后面，时刻提防有野狼闯过来。灵儿一直跟在我身边，后来夫君和小叔去帮忙，我担心他们的安危，注意力就一直放在了他们身上，以至于忽略了我的灵儿。灵儿，是娘大意没有看好你。行了，先别哭了，找人要紧。潼关爷，要不要再问问其他人家，是否还有人失踪？都看一看自家人有没有失踪啊，立刻向我汇报。一旦哪个家族里面出现了逃犯，这一家人都是会受到牵连的。彭旺他们这些官差也会因为看守不力被责罚。我莫家无人失踪，方家人没失踪。官爷，李柔儿不见了。点着火把，即便是居地3尺，也要把人给我找到。是。我怀疑
谢林是被李柔儿挟持了。我刚刚听到李雨儿喊出来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怀疑。官爷，我和那人想帮忙去找人。彭旺对于莫九叶与贺知然这对夫妻莫名的信服。天亮以前，无论结果如何，都一定要回到这里。彭官爷，我婆母、嫂嫂还有小姑，就麻烦您帮忙照应一下了。放心吧。有什么发现？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是谢林的官巾。走，咱们继续追。两人沿着小路继续向前，检查的也越发仔细。莫九叶武功高强，感知能力也异于常人。在经过那片草丛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眸光锐利地朝着李柔儿藏身的方向看过去。李柔儿，拿一个孩子做要挟算什么本事？为了能够顺利逃走，他努力按捺住心中对贺知然的怒火。知然，我知道这几天我对你做了很多错事儿，这些都是因为我一时无法接受被流放的事实。如今我已经知道错了，看在咱们姐妹一场的份上，你放过我好不好？这不可能，这可是自己喜欢过的男人呢，他怎么可以这样说？莫九叶，这个女人曾经有多么不想嫁给你，你知道吗？她担心嫁入莫家会变成和你那8位嫂嫂一样的寡妇，为此没少找我想能够与你悔婚的对策。她从小就自私，没有担当，这样的女人不值得你如此呵护。我莫九叶的女人，即便是用命去呵护，也是应该的。这与你无关。李柔儿是彻底被莫九叶的话刺激到。既然如此，我也不打算与你们废话了。2条路给你们选，一是放我离开，我到了安全的地方，自然会放过这小子的命。第2，不用说了，我们是不可能放你离开的。就在这时，有几名官差也找到了这里。李柔儿，你可知道逃犯是什么样的下场？我不管什么下场，我又没有犯罪，凭什么要去承受这些？说着话，他已经将石头带尖的部位朝着谢林的脖颈处用力划了一下，鲜血顺着谢林的衣领流淌下来。贺知然与莫九叶见状，顾不得还有那些官差在场，同时举起手臂，2支袖箭同时朝着李柔儿的眉心射了出去。眨眼间，李柔儿的眉心就没入2支羽箭，整个人瞬间向后仰倒。谢林的双脚被麻绳捆着，身子一个重心不稳，朝着前方扑了过去。莫九叶施展轻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将小家伙接住。各位官爷，人已经找到，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留下2名官差处理李柔儿的尸体，其余人全部赶回营地。灵儿，你怎么受伤了？快告诉娘，是谁伤的你呀？我可怜的孩子。大家别着急，我那里还有一些伤药，把孩子先给我，我帮他处理一下伤口。可是嫂子跟你一起去。帐篷里面空间狭小，咱们2个带着灵儿有一些挤，处理皮外伤用不了多少时间，我很快就会把灵儿还给你的。那就麻烦你了。不麻烦。贺氏帮忙寻找谢林辛苦，早饭你就别动手了，让你嫂嫂们去忙，以后都要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日子，让他们多多锻炼一下。那我就听娘的，休息一会儿，还真是有些累了。说着话，他已经抬起了小拳头，一下一下捶着自己的肩膀。需要帮忙吗？你会按摩？可以试试。我们九叶按摩最拿手，他父亲常年在外征战，落了一身的毛病。九叶从小就学着给父亲按摩，除了手劲儿大一些以外，其他都挺好的。没想到你还有这技能啊！莫九叶被媳妇儿调侃，脸有些微微泛红，十分熟练地揉了起来。以后多吃些，太瘦了，都是骨头，我都不敢使劲儿。哪里瘦了？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还是太瘦了。呀哈，你们小两口倒是挺和谐。贺知染倒是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他也没有看到莫九叶在害羞，正舒服着呢，别停啊！莫九叶这才反应过来，红着脸继续为媳妇儿服务。彭官爷过来是有事儿。刚刚啊，我已经带人将那些狼全部都收了回来，不多不少，正好50匹。我想着这些狼多数都是你们夫妻俩打死的，就过来问问你们打算如何处理。彭官爷可有什么打算？若是换作以往啊，打死这么多狼，我不会考虑是谁的功劳，直接送去城里换银子。彭旺能对他们说出这样一番话，就说明他已经不再拿他们当犯人看待，这样的人绝对值得深交。彭官爷，你们即便是将狼送去城里换钱，怕是也换不了多少吧？去年的时候，我们赶路打死2只野狼，送去城里，人家出1两银子1只，
潼关爷，若是我能让这些野狼获得更多的利润，得到的银钱可否让我来进行分配？当然可以了。以彭旺对贺知冉的了解，这女人鬼点子多的是。她说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就一定能做到。咱们现在就带人去处理那些狼。贺知冉将谢家与方家的男人都喊了过来。潼关爷，咱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这些狼皮剥掉。贺知冉随意地操起一把匕首，扯着一只狼的后腿，麻利地开始剥皮。莫九叶见状，也拿起一把匕首过去帮忙，看着几家人与官差们能够和谐相处，甚至还能吃到香喷喷的饭菜，何家人的眼中都在冒火。这个时候，第一批腌制的狼肉已经差不多了。贺知冉在青石板上刷了一些油，将狼肉整齐地摆在上面。莫九叶则是蹲在一旁往石板下面加柴。夫妻俩配合默契，不多时，诱人的香味儿就飘散开来。潼关爷，您尝尝，这样味道的肉干是否能卖个好价钱？彭旺迫不及待地将肉干送入口中，酥烂味美，肉香浓郁。哎，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如此有嚼劲的肉，真是难得的美味啊！夫君也尝尝。他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指尖轻轻地触碰到了莫九叶的唇。莫九叶微微颤抖了一下，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加快了半拍。夫君，肉干好吃吗？好吃，很好吃。潼关爷，您说现在这还是不值钱的狼肉吗？不是，绝对不是。这肉干拿到城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那好，咱们就按照这样的法子，将狼肉全部烤成肉干，拿到城里去卖。还有那些狼皮，趁着阳光明媚，也晒得干一些，处理得当，估计也能多卖些银钱。听着贺知冉说的头头是道，彭旺愈发的佩服她。真不知道这女人的脑袋瓜子里面装了多少东西，怎么这么多办法？就按你说的做，这么美味的肉干没有酒怎么行啊？来，你先喝。你的身上还有伤，不能喝酒。内子说的对，我身上有伤，不宜饮酒。没想到我们威风凛凛的国公爷竟然惧内啊！官爷慎言，我如今只是个被下旨流放的犯人，不再是什么国公爷。既然这样，我就不叫你国公爷，您呢也别叫我官爷。若是不嫌弃的话，就喊我一声彭大哥。彭大哥。哈哈哈哈哈哈！好，以后你就是我莫兄弟，贺氏就是我的弟妹。但凡尝到美味的肉干的人，无一不称赞好吃。贺知冉一高兴，直接做主，今日肉干管够。早些休息吧，今日你最辛苦。弟妹明日进城，你和莫兄弟若是有意的话，可以跟着一起。好，我明日跟着一起，顺便买些物资回来。还真是盼什么来什么，都不用自己求，好事就主动找上门。我身上还有伤，就不跟着一起了。那就这样定了，城里距离有点远，明日天不亮咱们就出发。彭旺直接带着他们去了这里唯一一家皮货行。掌柜查看过狼皮以后，果然如彭旺所说的那样，出价1两银子一张。就在彭旺打算一口应下的时候，掌柜的，这些狼皮都是处理并且晾晒过的，怎么着也不能和整只狼送来的价格一样吧？哎呀，小娘子不懂行，这个季节毛皮是最不值钱的时候，我出1两银子一张，也是看在皮子被处理过的份上。按掌柜的说，毛皮什么时候才值钱呀？毛皮可以取暖，自然是冬季值钱些。彭大哥，反正这些皮子放到冬季也不会坏掉，咱们还是到了冬季再卖好了。好，都听弟妹的。哎，几位，别急着走啊，咱们再商量商量。没什么好商量的，我们好不容易弄到这么多狼皮，自然要等最值钱的时候再卖。这样，每张皮子加100文怎么样？这已经很高了。加500文就成交。哎呦，500文太多了，即便是冬季，狼皮也不值这个价。那就算了，反正过几天我们要去京城办事儿，把这些皮子带去那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好，就1两半银子一张，狼皮我都收了。彭旺现在是服了，贺知冉几句话，狼皮就多赚了25两银子。哎，兄弟，这是何物啊？掌柜的可以尝尝，这是狼肉干。狼肉干？结果这一吃根本停不下来。好吃，有嚼劲，越嚼越香。哎，兄弟，这狼肉干你可出售？自然是出售啊，不过却是整体出售，不打算零卖。他的话音刚落，皮货行里就走出来一位穿着一身绸缎长衫的男子。崔某不才，3日后我要举办一次诗会，
届时周围几个县城的文人雅客都会到场。在下看来，这狼肉干倒是件不错的小食。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买一些。崔先生，我们的肉干不零售，这些您若是能全包下，咱们就谈谈价格。没问题。这些肉干全部打包走，价格是300文一斤。300文一斤，小娘子，你这是在抢钱吧？别说是皮货行掌柜了，就连彭旺都有些震惊。制作1斤肉干就需要5斤狼肉，这些狼都是我们家人冒着生命危险猎来，又经过很多步骤进行加工，我觉得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即便是5斤狼肉制成1斤肉干，也不值300文一斤呀。300文一斤的确是太贵了，200文一斤，我全要了。这些肉干在贺知染的心中最低价位是每斤150文，见对方主动出价200文，他心里已经乐开了花。再加20文，不能再多了。彭大哥，这价格能行吗？彭旺十分配合，一副肉疼的样子就说道：“220文就220文吧，咱们卖了肉干啊，也好早些回去。”既然我大哥都答应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220文一斤，成交。离开皮货行，彭旺再次朝着贺知染竖起一根大拇指：“弟妹啊，哥哥今天真的是服了，这50只狼，若是没有你啊，我就能卖到50两。这下好了，翻了1倍还多呢。”彭大哥，就不要夸我了，我只是运气好一些罢了。弟妹你别谦虚，哥哥我呀可不是随便夸赞人的。咱们赶路这么久，这会儿啊都饿了，先找个地方把肚子填饱，然后呢陪着弟妹一起采购物资。忽然前方的书屋里面倒飞出一个人，身子狠狠地砸在地上。费南宇，你个穷鬼，也配称自己是读书人？以后啊再让我看到你来书屋，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史书上记载，南齐死后把持朝政6年之久，后又谋朝篡位的人就叫费南宇。奉劝2位一句，适可而止。哪里来的乞丐，少管闲事儿，滚开！我若是偏要管呢？找死你！就在他准备反击的时候，彭旺上前飞起一脚，另一名官差也给了高个子书生一拳。你们这群乞丐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当街打人！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懂吗？谁看到我们当街打人了？反倒是你，众目睽睽之下对读书人动手。我们3个刚刚亲眼所见，你们这些读书人当街动手打人，若是不服气的话，咱们现在就去见官，请县令大人来定夺。万一县太爷真的替费南宇主持公道，恐怕他们几个好不容易才考上的童生都得丢。我们又没打人，凭什么跟你去见官？刚刚这位被你们几个打了是事实，医药费必须得赔。要赔多少银子？你们一共5个人，我看每个人拿出20两正好。什么？每人20两？他费南宇啊根本就不配。既然这样，咱们就去衙门，你坐在我们的木板车上，咱们去县衙。好，有劳姑娘了。不就是每人赔偿20两吗？我们答应。这么点小事，哪里需要惊动县太爷他老人家？既然不想去县衙，就快给银子吧。贺知染将100两银子拿给费南宇，收着吧。多谢诸位相助，日后若是有重见之日，费某定当全力报答。贺知染无法断定他今日出手救了费南宇的行为，日后能否得到回报。即便他们日后不能成为朋友，想必有了今日之事做铺垫，总不至于变成敌人。咱们的狼皮卖了75两，肉干卖了40两，收入一共是115两。这些银子和他们毫无关系，贺氏为何要当着大家的面报账？谢叔叔，这些是分给你们的。谢天海满脸的不明所以。贺氏给你啊，你就拿着。杀退狼群，剥狼肉和做肉干，你们谢家人有出力，这是你们应得的。我可没有那么好心给你们分银子，若不是贺氏说情啊，怕是你们连银子的影都见不着。知悉的这份恩情，谢叔记住了。谢叔不用客气，咱们以后相处的日子还长着呢，相互帮助是应该的。同样拿出20两银子送到方传周的手中。方叔，这是你们的，收好了。方传周已经清楚的大概情况，便没有像谢天海那般说太多。道了声谢之后，方家人脸上全部扬起满足的笑容。彭旺原本想着自己能得个30-40两就不错了，万万没有想到贺知染竟然如此大方的给了他50两。弟妹啊，彭大哥人好，不拿我们当成犯人看，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狼若是您不同意，我们一个子儿都得不到。就是因为知道您人好，我才想办法尽量让这50只狼能够创造多些的利润，这样
不但不耽误您赚外快，我们这些犯人也有的拿，一举两得。弟妹啊，就是懂事。你放心，只要有哥哥在，保证不让你们在路上受苦。有了彭旺当众保证的这句话，贺知冉就没有白忙活。娘，这是咱们墨家赚到的第一笔银子，您收好。银子你收着，今天娘就做主了，以后咱们墨家就由贺氏来当家。娘做得对，九弟妹有能力有智慧，我们墨家虽然落魄了，可也需要一个明事理的当家人。九弟妹，大嫂以后都听你的安排。我也同意九弟妹当家。九弟妹，三嫂也同意。九弟妹，以后五嫂什么都听你的。莫九叶这个硬汉子，此刻也被贺知冉的智慧与深明大义所感染，不知自己何德何能，能娶到这样一位贤妻。好，既然大家信得过我，这个家我就暂时当了。兄嫂，你真好，又采购回来这么多好东西。天气热，咱们从京城出来没有换洗衣物，我就随意买了一些料子回来，趁着这几天不用赶路，咱们每人做一件新衣服穿。贺氏呀，婶婶看你这布料买的不少，能不能转让给我们方家一些？你放心，婶婶现在有银子了，我们花钱买，还可以帮你们家人做衣服。婶婶，我买回来的布料的确不少，你们帮着做衣服，我就不给你们工钱了，全部用布料来抵，怎么样？好，婶婶与几个儿媳的手艺还算拿得出手的，这活计我们接了。今日你辛苦了，如果身上不舒服的话，我可以帮你按一按。还别说，我真的有些不舒服。莫九叶二话不说，绕到他身后，自肩膀开始按了起来。今天去平远县遇到了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是谁？南齐。他来这里做什么？如果我说我知道南齐来平远县的目的，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甚至还会怀疑我可能是南齐派来这里的细作。你若是南齐的人，我早就死了。难道你就不好奇我为何会知道这些吗？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不做出对墨家不利的事情，我不会主动探究你的秘密。你有没有想过，你才是袁贵妃的孩子？这不可能。莫九叶不容置疑的反驳，而且表情也变得更加严肃起来。你就这么笃定？当然笃定。我墨家男儿一出生就带着墨家独有的家族印记。我和八位兄长出生时，左肩头处都有一个月牙形状的胎记。父亲说，这是墨氏家族的古老传承，包括他与更多的列祖列宗，亦是如此。贺知冉在野史上看到关于莫九叶身世这一段，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很有可能就是南齐对他出手的真正原因。一群废物，杀人竟然还能杀错了。李良一家被押解回京，李公公这个消息应该不会是假的。如今莫九叶已经醒来，况且以他的警觉性，肯定会猜到何亮只不过是他的替罪羊，以后再想取他性命，怕是没有那么容易。不如属下派几个人出去打听一下，看看莫九叶他们流放的队伍到了哪里，了解那边的情况，也好研究下一步的计划。平远县是流放到西北的必经之地，咱们就等在这里。本王要亲自会会莫九叶。你也睡不着？心里想事情就有些失眠。我可以确定，他的身上没有胎记。我回京安顿好后，第一时间就赶去王府看他。他却问了我一个问题：倘若我不是皇帝的儿子，我们是否还会成为好兄弟？当时我并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所以也安慰了他几句。如今想来，凭南齐问出的那句话，他很有可能是听说了什么，亦或者他真不是皇家血脉。然而与他调包的那个人绝对不会是我。以你这样说，南齐曾经对你的兄弟情谊绝对不假，后来态度忽然发生改变，我猜测他应该真的不是皇家血脉，的的确确被调包过。然而他得到的消息和他调包的那个人就是你，担心时间久了事情败露，才会对你下杀手。如果真是这样，你就不想和他解除误会吗？不管是不是误会，他对我出手的那一刻，我们就无法再做兄弟。平远县是赶往西北的必经之地，下午的时候，大部队就浩浩荡荡的进了城。费南宇，你个穷酸！哼，那天趁着有人帮你，讹了我们100两银子，你还敢出现在我们面前？费南宇，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德行？这是崔举人举办的诗会，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有资格参加的。同是读书人，我凭什么不能参加诗会啊？你们为何在我举办诗会的时候闹事啊？崔举人，您不知道，这小子前
前些天讹了学生等100两银子，今日却拿着我们的银子来施会捣乱，这样的人，我们自然不能让他进城。崔举人，学生有秀才的功名在身，试问何有资格参加您举办的诗会？当然有资格了，不过刚刚听着几位说你行为有失。九爷，我介绍一下这位夫人，给我认识吗？若是没有人引荐，崔某是万万不会允许你进入会场的。本王若是亲自引荐这位公子参加诗会，崔举人觉得是否可行？齐王殿下真是折煞学生了，您要带人参加诗会，哪里还需要引荐呢？走吧，随本王一起去2楼的雅间。学生费南雨，多谢王爷的抬爱。莫九夜与贺知然同样在听到费南雨这个名字的时候，就集中注意力盯着这里的一切。弟妹啊，你救的那位恐怕不是什么池中物啊，竟然能入了齐王殿下的眼。贺知然能够听得出彭旺语气中带有试探的意味。彭大哥说笑了，我怎么可能知道他认识齐王殿下？当初只是一时看不惯人多欺负人少罢了。娘子，我胸口有些不舒服，你扶我一下。贺知然一眼就看出莫九夜是在装病。夫君，你一定是伤势还没有好彻底，今日赶路辛苦，我扶着你慢慢走，一会儿到了客栈，我再帮你好好瞧一瞧。彭旺以为莫九夜是真的不舒服，连忙吩咐队伍走得慢一些。你的出现只是改变了他们相见的时间，这不一定就是什么坏事。为何？我没有办法解释太多，只能说是我的直觉。九弟妹，今日住店四嫂付钱，你看咱们选什么样的房间合适？娘，您看咱们今日如何分配房间？我看还是和上次一样，你与九夜住2人间，其他人跟我一起住10人间即可。四嫂，就按娘说的办吧。好。贺知然生怕莫九夜继续追问费南雨的话题，尽管没什么睡意，仍旧面朝着墙的方向假寐。莫九夜也识趣，尽管发现他并没有睡着，也没有再说什么。谁？九夜，是本王。两人都没有想到南齐竟然会选择主动现身。房门打开的那一刻，出现在面前的除了南齐以外，竟然还有费南雨。九夜，我请我进去坐坐。南齐大步迈进门槛，径直坐在了圆桌前。九夜，我介绍一下这位夫人，给我认识吗？南齐刚刚看贺知然的眼神，莫名的让他心里不舒服。这么晚能与我住在一个房间的，除了我的夫人还会有谁？嫂夫人不愧为墨家的媳妇儿，南雨遇到困难的时候，她竟然丝毫不惧对方人多势众，拔刀相助。既然如此，明日赴宴的时候，可否带着我一起？民妇这个人虽然没有什么大本事，但就是看不惯仗势欺人，让王爷见笑了。在下多谢莫夫人仗义相助。先生无需客气，我想换做其他人，遇到这种事情也不会视而不见的。齐王殿下，您说是吧？嫂夫人说的极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想天下但凡有些血性的都会这样做。他心中在猜测，这么大的秘密，这个女人不可能知道。九夜，护国公府被流放的事情，说来我还真是惭愧。母妃最近身子不适，我一直在外忙着寻找良医，以至于这段时间没怎么关注朝中消息。当我得知此事的时候，你们已经踏上了流放之路，我这才快马加鞭赶来平远县，想着帮墨家打点一番。我替墨家感谢王爷的关心，打点就不必了。我们都是被朝廷流放的犯人，未来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不敢有任何声望。南齐今日过来，一方面是想试探一下莫九夜重伤的虚实，另外就是想找机会对其下毒。咱们兄弟一场，护国公府被抄家流放的时候我不在，总要给我个送行的机会吧？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他要看看南齐还要耍什么花招。既然如此，明日中午我在平远县的天府酒楼设宴，为兄弟你送行。官差那里不必担心，我会亲自告知，让他们在此多停留1天的。费南雨跟在南齐的身后，一手背在身后，朝着两人的方向来回摇摆了几下。他的意思应该是不建议去赴宴。我一定要去，无论如何，我与南齐之间的恩怨必须有个了结。你打算杀了南齐？可那样的话，我要置家人于何地？既然你不能杀他，他和恩怨了结。我想将我是墨家人这个事实告诉他，让他知道我并不是与他调包之人。如果能成功解开误会，我就当场与他割袍断义。兄弟情谊到此为止。这样做虽然意义不大，起码能让未来流放之路少一个算计咱们的人。墨家除了他自己，还有那么多女眷，
嫂嫂们和她的娘家人们都在京城，一旦杀了南齐，皇上震怒，那些亲人定会受到牵连。既然如此，明日赴宴的时候，可否带着我一起？不行，我不能让你跟着一起涉险。他借着袖口的遮掩，从空间中取出一把迷你手枪。嫂夫人说的极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想天下但凡有些血性的都会这样做。他心中在猜测，这么大的秘密，这个女人不可能知道。九爷，护国公府被流放的事情，说来我还真是惭愧。母妃最近身子不适，我一直在外忙着寻找良医，以至于这段时间没怎么关注朝中消息。当我得知此事的时候，你们已经踏上了流放之路，我这才快马加鞭赶来平远县，想着帮墨家打点一番。我替墨家感谢王爷的关心，打点就不必了。我们都是被朝廷流放的犯人，未来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不敢有任何声望。南齐今日过来，一方面是想试探一下莫九叶重伤的虚实，另外就是想找机会对其下毒。咱们兄弟一场，护国公府被抄家流放的时候我不在，总要给我个送行的机会吧？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他要看看南齐还要耍什么花招。既然如此，明日中午我在平远县的天福酒楼设宴，为兄弟你送行。官差那里不必担心，我会亲自告知，让他们在此多停留一天的。费南雨跟在南齐的身后，一手背在身后，朝着两人的方向来回摇摆了几下。他的意思应该是不建议去赴宴。我一定要去，无论如何，我与南齐之间的恩怨必须有个了结。你打算杀了南齐？可那样的话，我要置家人于何地？既然你不能杀他，他和恩怨了结。我想将我是墨家人这个事实告诉他，让他知道我并不是与他调包之人。如果能成功解开误会，我就当场与他割袍断义，兄弟情谊到此为止。这样做虽然意义不大，起码能让未来流放之路少一个算计咱们的人。墨家除了他自己，还有那么多女眷，嫂嫂们和他的娘家人们都在京城。一旦杀了南齐，皇上震怒，那些亲人定会受到牵连。既然如此，明日赴宴的时候，可否带着我一起？不行，我不能让你跟着一起涉险。他借着袖口的遮掩，从空间中取出一把迷你手枪。你信不信，以你的功夫都逃脱不掉我的这个武器？莫九叶看着面前还没有自己手掌大的铁疙瘩，我怎么没看出来？这么小的一个铁疙瘩，能有如此大的威力？曹仁的死就是类似这样的武器所致。那武器的威力，他如今还历历在目。我的武器你都看到了，让我跟着你，不但不会是拖累，我还能成为你的助力。你想想我的医术，一旦南齐在酒菜里面动手脚，也能第一时间发现，不是？你和我一起去可以，一旦遇到危险，你自己保命要紧，不要管我，知道吗？知道，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自己有危险的。王爷能不顾非议请我和夫君用餐，让我们夫妻感到了无上荣幸，怎么还能让您亲自倒酒呢？这酒的味道真香啊，只可惜民妇不会喝酒，就施礼闻一闻好了。这里没有外人，嫂夫人无需拘束。感谢桀王殿下不嫌弃我的戴罪之身，为我送行，酒业先干为敬。眼看着南齐又要去拿酒壶，还是民妇来。南齐心中就是一阵郁闷。很快，酒壶中没有毒的那一部分酒就被贺知然给倒光了。哎，王爷，酒没了。来人，再来一壶酒。他总能找到机会将毒酒倒在莫九叶的杯中。贺知然根本不按套路出牌，竟然不帮他们倒酒了。啊，我忙活了半天，还真是有些饿了。南齐险些被贺知然给气死。我左肩头的月牙形胎记，你可还记得？当然记得，我还说过，你那胎记长得很特别。你可知那胎记有什么说道？一个胎记而已，会有什么说道？那是我墨家男儿独有的标记。墨家祖祖辈辈，但凡是男子，出生后左肩头就会自带那月牙形胎记。你说这是墨家男儿身上独有的胎记？不错，月牙形胎记是身为墨家男儿独有的标志。我告诉你这些，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墨九叶是墨家的嫡系血脉，并不存在被调包的可能。你到底知道些什么？虽说你我已无法再像从前那般继续做无话不谈的好兄弟，可我墨九叶做人向来光明磊落，尤其是与你之间，我不希望有什么误会。想必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也希望自己心中的仇视目标没有你的存在。相信你也是聪明人，会想通这些的。
告诉我，你都知道些什么？这件事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拿你当兄弟，无论真假，从未对外人提起过。说不是你派人对我下杀手，要是面对你本人，我都不会提起。南极双手抱头，已经猩红了双眼。齐王殿下，你这个酒壶的确不错，想必一定价值不菲吧？你，齐王为了要我夫君的性命，还真是煞费苦心。想必这鸳鸯酒壶来得十分不容易吧？他将小纸包打开，里面呈现出了白色的粉末。齐王殿下可听说过一种名为七日岛的毒药？这是七日岛。但凡中了此毒者，身体不会有任何的不适感应，直到第7天身亡都不会出现任何的征兆，甚至连大夫都查不出死因。若是我刚刚将这药粉放到您的酒杯中，又有谁知道您死于我的手中呢？若不是夫君念及你们之间的兄弟情谊，你以为你还能活到第8日？以我的能力，想让你无声无息服下这七日岛并不难。念着我们曾经的情谊，我今日放你一马，也希望你亦是如此。莫九叶是坦坦荡荡的君子，他很早就知道自己的秘密，而且没有向外人透露半分。这不但说明莫九叶曾经在维护自己，更能说明与他调包之人的确不是莫九叶。走吧，希望你们能够忘记今日之事。两人都能听得出来，他今后不会再对莫九叶出手。你真的有七日岛？这就是一个障眼法，面粉而已。莫九叶是真心的服了，也不知道这女人的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语气中不自觉地带着一股子宠溺。还真有你的。那当然，我鬼点子多着呢。走吧，咱们回去。啊，兄弟啊，还是你们夫妻有远见，想必这会儿啊，山下已经被水淹了。看样子李正并没有听进去你的劝说。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刘李正性子也是个执拗的，总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刚准备休息的时候，隐约听到一阵嘈杂声，应该是那些村民。想必山下的形势比咱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兄弟啊，村子怕是已经被大水淹了。幸好他们上山了，伤亡应该不大。刘李正，山下情况如何了？都怪我不听你的劝说，如今村子已经彻底被大水淹没，逃出来的人还不到30%。不用想都知道，那些没能一同上山的人肯定是遇难了。李正，我家李铁柱晕倒了，怎么办呀？咱们村的郎中都被大水冲走了，谁能给我家铁柱看病呀？我懂得一些医术，不如让我帮他看看。刘李正，莫家娘子可不是一般的大夫，说是神医啊都不为过。贺之冉借着火光观察病人，不多时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这里有他的家人吗？我是李铁柱的娘子。他在昏迷以前是否有过寒战、高热、剧烈头痛、时而呕吐，同时还伴有呼吸困难的症状？你说的都对，我家铁柱这2天的确出现过这样的症状。大夫，我家铁柱是不是得了什么重病？以李铁柱的病症看，与鼠疫的症状几乎吻合。刘李正，你们村里最近老鼠多吗？哎呀，别提了，往年村里虽然有老鼠，可数量并不是很多。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鼠的数量增加了很多不说，个头也大了不少。李正，李铁柱得的应该是鼠疫。鼠疫？大夫，不，女神医，求你救救我们吧！说话间，刘李正已经跪在了贺之冉的面前，不停地磕头。发生了何事？为了不引起村民的恐慌，贺之冉对着莫九叶用口型说了2个字：鼠疫。怎么会这样？你别过来。其实贺之冉对于鼠疫并不惧怕，前世他研制出了对抗鼠疫的特效中药，只要感染者的病情没有达到后期器官损坏的程度，他就可以做到药到病除。我们共进退。我建议你们暂时将鼠疫的事情保密，引起恐慌，事情会更严重。还有，你们大家眼下都有被感染的可能，为了不殃及更多的人，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同意，谁都不能离开山洞半步。我说的这些，你能做到的话，我就会想办法救治。女神医请放心，我一定不会将此事宣扬出去。我需要你的帮助。莫九叶知道这会儿情况紧急，他能做的就是全力配合。兄弟啊，那边怎么样了？他将彭旺拉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彭大哥，那次给那人诊断为鼠疫。彭旺顿时一震，头皮发麻。兄弟，不如咱们现在就跑吧！啊！
彭旺了解朝廷处理鼠疫的办法，但凡感染之人无一幸免，全部要死。黄大哥，我们不能走。不走，你想留在这里等死吗？黄大哥，内子刚刚说，他上山的时候看到山上有些草药，也许可以预防和治疗鼠疫。兄弟，哥哥知道你是条汉子，可你也要想想你的家人呐，万一治不好，咱们不是都得死在这儿吗？莫九叶选择相信贺知然，无论彭旺如何说，他都没有改变主意。如今山下大水，咱们即便想逃离这里也不可能，何不让内子试一试？好，一定要注意安全呐。第一锅药煎好，贺知然让村民们先服下，剩下的给了那些官差。第二锅药才轮到他们这些流放之人。眼下的状况就是生病的治病，没病的预防。幸好的是，大雨在这个时候已经停了。彭旺立刻派人下山查看情况，官差带回来的消息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村庄已经被大水淹没，房屋全部倒塌，水面上还飘着无数的尸体。兄弟弟妹，你们可有什么好的对策？眼下这样的情况，恐怕只能等官府处理了。大灾过后必有大疫，如今村里已经有人得了鼠疫，那些尸体若是不能及时处理的话，恐怕这鼠疫会一发不可收拾。那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将尸体打捞上岸，然后火化，这样才能有效地阻止疫情蔓延。在这些古人的眼中，死者为大，而将尸体火化是对死者最大的不尊重。弟妹，这怕是不妥吧？彭大哥，我能够理解大家渴望亲人可以入土为安的心情，可你想一想，那些带有病毒的尸体如果不能及时处理，除了会散发浓浓的腐臭味外，还会影响空气和水源，甚至还会引发更多的疾病。你不觉得这样对活人也是很大的危险吗？眼下的确是活人更重要，若是鼠疫大面积扩散，恐怕后果不堪设想。想必这次大雨啊，并不只是这一个村子受灾，尸体太多了，咱们又如何能处理得完呢？这件事最好是能与官府沟通，让他们的人去做，前提是能够说服管事的官员才可以。我与这里的县令还算熟悉，但愿他不是个迂腐的。彭大哥，许久不见。这位啊，就是先皇时候孟阁老的亲孙子，名叫孟怀宁。贺知然脑中快速将自己了解到的孟怀宁的情况过了一遍。莫将军，下官这厢有礼了。在下如今已经不是什么将军，而是人人唾弃的阶下囚。孟大人这样称呼不合适。不，莫家男儿世代保家卫国。莫兄弟为人耿直，依我看啊，不如你们就以兄弟相称，这样还显得亲切。彭旺并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他主动将贺知然的建议说给孟怀宁。弟妹的意思是，这些百姓的尸体必须火化。是的，越快越好，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疫情出现。而且不瞒孟大哥说，与我们一起避难的那些村民中，已经有人感染了鼠疫。你说避难的村民有人得鼠疫？孟大哥无需担心，教我医术的师傅曾经传给我一张治疗鼠疫的药方，如今那些人服过药后已经没有生命危险。我要提醒你的是，那些村民是在上山以前就感染了鼠疫，如今鼠疫来源并不清楚，不排除周围村子之人也有感染的可能。这件事希望您一定放在心上，加大力度，派人去调查情况，一旦发现不对，要立刻采取措施。弟妹，你的药真的有说的那般管用？孟老弟，哥哥我可是亲眼看到已经奄奄一息的人被救活。为了不让事情变得更加严重，孟怀宁立即召集人手，对那些尸体进行了火化处理。我知道这件事可能有些强人所难，可作为一方父母官，我不得不为治下百姓着想。如果是顺武帝亲自来找他讨药，他都不可能将药方送出去。尽管前世为了研究这药方，贺知然花费了不少心血，如今有了救治更多人的机会，还能在孟怀宁这里讨上一个天大的人情。弟妹，我保证，药方不会让除了我以外的第二个人知晓，也不会让人知道出自你手。还有，我会将这些药材种类分配给多人去采购，待危机解除，我会亲手销毁药方。药方在此，一旦有人问起，还请孟大哥替我隐瞒一二。弟妹放心，我绝不会将此事透露出去。同样，我的承诺也一定会做到。翌日一早，彭旺便招呼着众人继续出发。村民们真诚地向救命恩人贺知然磕头道谢。贺知然同样叮嘱他们，
若是感念他的救命之恩，就不要说出是他出手相救的事实。已经下午了，不如咱们今日就在此休息一夜，明日再翻山。就在山脚下休息一夜，明日上山。各自寻找休息的位置，明日继续赶路。这山啊，我们曾经也翻过，没发现有什么大型的野兽，反倒是野鸡、野兔一类的比较多。咱们顺便呢，还能猎杀野味儿，解解馋呢。大多数人都已经找到了合适的落脚点，撑开帐篷，坐在里面休息。赶了一天的路，进去休息休息吧。就在他意识有些朦朦胧胧的时候，他感觉身旁的莫九叶忽然坐起了身，同时他隐约感觉到附近有窸窸窣窣的响动，两人几乎同时嗅到了危险的气息。这些人的目标是我，你留在这里不要动，我将人引开。庞大哥，有刺客，我去帮夫君。贺知染追赶的同时，意识已经进入空间，果断取出空间内武器中威力最强的机枪。贺知染终于在一处悬崖前见到了黑衣人与莫九叶对峙的身影。此时莫九叶手腕上连发弩的箭支已经打空，正准备赤手空拳与对方拼杀。寂静又空旷的山谷中发出一连串震耳欲聋的炸响，贺知染成功的放倒了4、5个黑衣人。莫九叶虽然不知道贺知染使用的是什么武器，可他能够断定他的武器适合远程攻击，一旦那些黑衣人逼近，他手中武器的威力就会减退。莫九叶杀敌的同时，还要多多顾着贺知染一些，生怕那些黑衣人越过自己伤到他。就在贺知染从空间准备换一把机枪出来的时候，身后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了3个黑衣人。遇到这样的情况，贺知染若是继续使用机枪的话，那就等于是自取灭亡。眼看着莫九叶那边已经解决了眼前的几个黑衣人，跑过来救他，贺知染却被面前的3个黑衣人逼到了悬崖的边缘。贺知染目测莫九叶的距离，即便他的轻功再快，恐怕也来不及救他。与其被黑衣人捅上一刀，不如从悬崖跳下去。相信有空间在，他会有很大的可能活下去。看到这一幕，莫九叶的眼睛都变得血红。不可以！说话间，莫九叶的身形也越过黑衣人，随之跳了下去。莫九叶头朝下，始终保持着朝贺知染伸出右手的姿势，更是将内力运行到极致，希望在贺知染掉落悬崖以前抓住他。他不要命了吗？为了莫九叶能够活下去，贺知染在接触到他大手的那一刻，意念一动，两人一同进入了空间。看着地上摆满了国库的物资，还有面前陌生的一切，莫九叶竟然不知道要问些什么。贺知染既然选择带他一起进来，就清楚地知道他的空间在莫九叶这里将不再是秘密。莫九叶忽然手捂住小腹，同时溢出一口鲜血。莫九叶整个人径直朝着后方仰倒过去，贺知染毫不犹豫地将莫九叶全身衣服褪去，身上还好，都是一些皮外伤，目测并没有伤及内脏。腹部却不同了，那里不但皮肉外翻，而且隐隐可见里面的脏器。贺知染莫名的一阵心酸，他受了这样重的伤，到底是如何坚持下来的？为了救他，还主动跳下悬崖，这不是在找死吗？贺知染揉了揉有些猩红的双眼，开始准备帮莫九叶进行手术缝合。一番忙活下来，时间竟然过去了5个小时，莫九叶也逐渐有了意识。刚睁开眼睛，入目的便是天花板上那亮得让人刺眼的灯。你的伤势不轻，不要动，听我说就可以。这里是我小时候机缘巧合下得到的一个空间，起初我也很害怕，不过渐渐熟悉起来以后，我发现这里非常逆天。我的医术也是在这里面学的，还有偷到国库的时候，我就是将那些东西送到了空间里。除此之外，空间里面还有个叫做手机的东西，那里可以买到这里很多没有的物品。贺知染滔滔不绝地说着，总之除了他是穿越者的身份以外，其他有关于这个空间的秘密基本都没有对莫九叶保留。人家若是没有这天大的本事，又如何能将国库搬空？只能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这个空间太过逆天，为了将来更好地保护你自己，千万不能再让其他人知晓。带着莫九叶进来，一方面是为了救他的性命，另外他也从莫九叶尾随他跳崖那一刻看到了自己的真心，同时也看清了莫九叶对待他的一个态度。我的身体全部被你看到了，你要对我负责。要我负责？是要负责。
就在贺知染跳崖的那一刻，他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感情，他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女人。好，我会对你负责的。你是真的答应了吗？贺知染已经在坠崖的时候确定了自己的心思。是真的，只要你愿意对我好，我也会对你负责一辈子。咱们出来这么久，娘和嫂嫂们一定会很担心。没办法，你的伤口很严重，不能随意挪动，而且现在已经是虚实了，外面天黑，咱们无法顺利落到悬崖下面，只能等明天再想办法了。九叶与贺氏又没死，你们哭什么哭？娘，他们都离开一整天了，说是能回，肯定早就回来了。你们难道忘了吗？我墨家男儿上战场杀敌的时候，不也经常出去好几天才回来吗？那时候同样是音信全无。娘说的对，九弟和九弟妹都那么厉害，一定不会有事儿的。对，他们一定是被什么事情给牵绊住了。只要我们继续等待，他们一定会回来。时候不早了，大家都回去休息。万一九叶他们深夜回来，别闹得明日没精神赶路。这些都是你的武器？这个叫机关枪，可以连续发射，适合敌人数量多的时候使用。对于一个久经沙场的人来说，看到这样的武器就如同看到了什么大宝贝一样，令人兴奋。你现在还不能动，这机枪多的是呢，等你身体恢复了以后，随便拿去把玩，就算用来打猎，我都不会心疼。咱们说好了，等我伤势养好，你一定送我一把这机枪。贺知染没想到这男人如此喜爱他空间中的武器。这个叫狙击枪，狙击枪的特点就是准头足，射程远，比较适合远程刺杀使用。这个适合随身携带，用来防身再适合不过。还有这个是麻醉枪，能使人暂时失去意识，想要留活口的话就用它。这个呢叫手雷，上面有4000颗钢珠，在爆炸的一瞬间，4000枚钢珠像天女散花一样四处迸射，能一瞬间消灭敌人。如今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女人的所有秘密，她空间里面的一切，包括贺知染这个人，在莫九叶看来都是那么的美好。莫九叶在心中暗暗发誓，有生之年他都会尽自己所能，让他不受任何的委屈。行了，早餐马上就好。你身上还有伤，让我来。其实莫九叶的确是在忍痛做这些，不为别的，他想对贺知染好，要从各个小事和细节开始。都是皮外伤，缝了那么多针，怎么可能是简单的皮外伤？我打算试着向下降落，等到了地面，我再带着你一起出去。你一定要小心些，若是不行的话，就等着我伤好些再想办法。你就放心吧。话落，贺知染的身影就消失在原地。外面还有黑衣人，我用麻醉枪将他打晕，看看能不能问出些什么有用的东西。为了节省时间，贺知染取来使人苏醒的药物，注射进黑衣人的体内。这是哪里啊？你别管这是哪里，乖乖回答我的问题，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些。莫九叶，你真的没死啊？说，是谁派你来杀我的？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舌尖在牙齿缝隙找了一圈，都没能找到毒囊。莫九叶，你卑鄙！真正卑鄙的人是你的幕后指使才对。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扎进了他手臂上的肌肉中。你对我做了什么？我现在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你若是不说，我保证让你永远这样活下去。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黑衣人的表情逐渐变得扭曲，这股疼痛感越来越强烈，以至于让他有了想一头撞死的冲动。是恒王，我们都是恒王手下的死士。你与恒王也有仇。满朝文武皆知，我与南齐自小情谊深厚，其他皇子自然将我当成眼中钉。若是这样，南恒第一次派人刺杀你不成，肯定还会继续派出杀手的。如今想要阻止南恒继续对我出手，最好是能够将我与南齐闹掰的事情宣扬出去。这的确是个好办法。你是不是受伤了？让我看看。我没事，不是我的血。还不等他解释清楚，莫九叶就再次询问：又遇到刺客了吗？没有黑衣人，只是一个黑熊而已。还有周老八，他一个人找来了，刚刚被黑熊伤了，我让他等在不远处，以免周老八生疑。咱们现在就出去。你的衣服都破了，我帮你买一身差不多的，换好了咱们就出去。说完，贺知染就打开了手机上的淘宝宝，帮莫九叶买了一身黑色短打。周官爷，我夫君身受重伤，无法走太远的路。周老八这才看向莫九叶，虽然他看上去精神还不错，可那有些苍白的脸色已经说明了一切。都怪我不小心，
被黑熊拍到，否则就可以背着他一起赶路了。州官爷，以我夫君目前的状况看，即便走出这个山谷，也是无法跟着大部队一起赶路。的确是这样，可咱们的行程已经耽误了很多天，想必以后的路都要加快速度才可以。州官爷，我想到个办法，您看行不行？你有什么好法子？我夫君的身体肯定无法在山路中行走，如果您和彭大哥能够信任我们的话，我打算带着夫君绕山而行。绕山而行会耽误7、8天的时间，况且大部队也不可能停下等待。你们这样做，又如何追赶上大家的行程？不瞒州官爷，我打算出了山谷以后去城里租一辆车，这样不但夫君能够继续养伤，赶路的速度也能提升很多。若是不考虑其他人，周老八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不为别的，他就是不想看到贺知染为难。州官爷不用担心，我们的家人都在队伍当中，我们的行事不可能不顾及他们。更何况以我夫君的本事，想要在你们眼皮子底下逃走，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就按你说的做，咱们离开山谷就分头赶路，我直接上山与头他们会合，你们也不用担心其他，一切由我周老八去担着。你们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大概2个时辰左右就可以抵达平阳县。州官爷放心，我保证不会掉队太久。彭大哥那边就有劳您帮忙解释一下了，还有我们的家人，请转告他们，我和夫君一切都安好，过几天就会与他们见面。你们路上也多加小心。直到再也看不到周老八的身影，贺知染才带着莫九叶闪身进入空间。贺知染帮着莫九叶将伤口重新上药包扎好。你暂时留在空间，我一个人赶路的速度能快一些，争取天黑以前进入平阳县。好，你路上注意安全。贺知染应了一声，便闪身离开了空间。贺知染白天驾着骡车赶路，晚上进入空间休息，连续赶路的第6天。此时的贺知染已经换成了原本的装扮，莫九叶的身上刀口也拆了线，如今行动起来与没受伤的时候无异。傍晚以前，2人终于看到了流放大部队的身影。头，莫九叶回来了。莫九叶先是礼貌性的朝着彭旺点了一下头，随即走到莫老夫人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是儿子不孝，让娘担心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看到这样的场面，嫂嫂们也不停地抹着眼泪。九嫂，你们终于回来了。韩月每天因为担心你们都睡不着觉。九嫂，韩月都想你和九哥了。韩月不哭啊，我们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莫九叶已经来到了彭旺面前，离开队伍这么久，必须有个交代才行。彭大哥，这次事出突然，我和内子不小心坠落悬崖，幸亏州官也及时赶到，才将我们带出山谷。此时老八回来已经和我说了，这不怪你，赶上队伍就好啊。你刚回来，好好安慰一下家人。你们这次的事情可把他们给担心坏了。多谢彭大哥体谅。大部队停靠在一个不算大的湖泊旁，嫂嫂们见九弟和九弟妹回来，心里高兴，做起饭来也格外的积极。莫老夫人心疼儿子，一直拉着他嘘寒问暖个不停。一家人在野外吃了一顿团圆饭，贺知染带着嫂嫂们去骡车搬水果。哎呦，我的个乖乖呀！我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见个头这么大的苹果。这苹果不但个头大，还比咱们曾经吃到过的颜色红了很多。这么好的苹果，婆婆和韩月一定会喜欢吃，我这就给他们送过去。给家人们购买水果，贺知染可没有吝啬，他特意在淘宝宝里面挑选了品质最好的红富士苹果。九弟妹，水果要如何分配？每种水果每人分2个，剩下的再说。贺知染说着，已经率先拿了2个桃子和2个苹果给莫老夫人送去。众人看到莫家女眷从筐里取出那么好的水果，顿时变得眉开眼笑起来。就连那些官差也不再摆什么架子，排着队有序的领取。他回到帐篷的时候，就看到莫九叶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想到了隔墙有耳，贺知染直接拉着莫九叶一起进入了空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将刚刚何志远说的话告诉了贺知染。我现在并不能确定何志远说的这些是真是假，但又不能不防。为了证实事情的真伪，贺知染当着莫九叶的面将几本史书拿了过来。这里面记载了有关于大顺朝的一些事情，也许会帮到我们。莫九叶在看到自己流放之后就身死的地方，倒吸一口冷气的同时，深深地看向贺知染。你能提前预知一些事情，就是因为这些书籍。不错，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些书籍，
才会提前预知一些事情的。我在手机里面购买物品，你也看到了，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应该都出自未来。未来？刚刚得到这个时空的时候，我也很好奇，这里面为何会有如此稀奇古怪的东西。经过我长时间的研究和分析，我确定这个空间的确是未来产物。你看这里，书籍出版的时间是2020年，咱们现在所处的是303年，中间相隔了1000多年。你的意思是说，这本书是后世人写的？我猜应该是后世人将这些记载整理在了一起。他指着书中自己流放身死的那一段，问出了心中的疑惑。按书中所说，我现在应该是个死人才对。如今我还活在这个世上，这个一定与你有关系。书中的确记录你流放后刚刚离开京城就身死，不过死因却一直成谜。我猜测你被皇上深夜叫进宫，被打100大板后身受重伤，这个可能会是一种死因。另外就是那些想要你性命之人派人刺杀。的确，那日有了你的提醒和送给我的靠垫做防护，50大板也让我有些吃不消。更何况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受100大板，即便当时不死，恐怕也撑不了多久。那样的情况下，若谁想取我的性命，简直易如反掌。如今他能够完好的活着，这一切都是贺知染的功劳。莫九夜将这一切都牢牢地记在心中，未来他一定会努力让她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莫九夜这才知道贺知染当初为何不收费南雨给的银票，原来费南雨竟然是未来的帝王。书中说南瑞藏拙数年，暗地里建造了自己的势力，只不过因为不敢太过于明目张胆的缘故，他的势力范围并不是很广。后来在南齐与南横之间较量的时候，他终于露出了马脚。南齐与南横唯一的一次联手就是除掉南瑞，如此看来南瑞也不得不防了。刚刚想办法解决了南横的事情，又要继续防着南瑞。他们都担心我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继续去辅佐南齐。眼下就要看他决定对我出手的时间。说是能够等到费南雨将我与南齐关系破裂的事情宣扬出去以后，估计他也会为了避免麻烦，终止对我的刺杀。反之，他若是现在已经派人出来，咱们这几天就要做好应对的准备。近段时间咱们还是多提防这些好。忽然他脑中灵光一闪，贺知然使用意念取来一把比手掌还小上一些的迷你手枪。你打算给他们这个？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用这个最合适，不但杀力强，而且还能远程攻击。借口我也想好了，就说咱们在追赶流放队伍的路上从一位洋人手中购买来的。贺知然想用这样的借口让迷你手枪见光，也未尝不是一个好方法。如此甚好，就按你说的这般，一会儿还要赶路，咱们还是稍稍休息一会儿为好。两人都没敢睡得太死，生怕起晚了被人发现他们不在帐篷中。属下梁浩参见国公爷。梁浩，你怎么会在这里？国公爷，我等听说国公府被满门抄家流放，便辞去官职，等在这里与您会合。这几人都是父兄以及他亲手培养出的将才，他回京之后，这几人继续留在边关守护。没想到这些人竟然对墨家如此忠诚，这又是何苦呢？如今墨家满门被流放，跟着我不会有任何前途。我们跟着国公爷一起出生入死数年，您是否通敌卖国，没有人比我们更清楚。朝廷待您这样的功臣不公，我们绝不会为这样的昏君卖命。既如此，你们未来可有什么打算？国公爷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目前我的身份是朝廷的流放犯人，要抵达西北以后才能重获自由。你们这一路上跟在流放队伍当中不方便，咱们就在西北会合。不，我们要一路跟着国公爷，保护您和家人的安全。既然如此，你们远远跟着队伍就行，不要引起他人的怀疑。咱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九爷。到底什么事？这件事跟八爷有关。你说我八哥？我们刚听说墨家出事的时候，就想到老国公和八位爷的坟墓还在那里，担心朝廷会派人过来破坏。我们到的时候，发现八爷的坟墓已经被人给挖开，棺椁的盖子敞开，里面空无一物。父兄为国捐躯已经够令人难以接受了，如今八哥的坟墓又被人给挖开。后来你们可有继续追查此事？我们兄弟几个几乎每天都回去查看一番，并没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直到我们从那里离开，老国公和其他7位爷的坟墓依旧完好。你们看到八哥的棺木当中可有血迹？八爷的棺椁里面干净得很。我当时还在想，
八爷已经下葬多年，为何棺木里连一片烂掉的衣料都没有剩下？挖坟之人带走八哥和他原本的棺椁，究竟有什么目的？时候不早了，你们早些回去休息，明日你们自己视情况跟着就好。明日我们会在城门外等着九爷您。救命呀！有人抢劫！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是不要命了吗？竟敢行抢劫的勾当！那老妇是我家仆人，卷了家中财物想逃跑，我们这是要追回自家的东西啊！奉劝几位，还是歇了你们那不该有的心思，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免得遭受皮肉之苦。费嬷嬷通过刚刚的声音确认替自己出头的人是莫九叶，他顿时感觉到一阵心虚，便想趁机逃离这里。王大哥，这位老人家是个熟人，我想单独与他聊一聊。你们边走边聊。费嬷嬷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国公爷，老奴是从宫里逃出来的。老奴当年做了一件错事儿，如今也算遭到报应了。费嬷嬷说的事情与齐王有关。国公爷知道此事。南齐曾经派人刺杀于我，后来经过平远县的时候，他还主动约我去酒楼，在酒中下毒。这一切都是老奴的错。其实齐王并不是袁贵妃亲生，而是我那不争气的侄子。21年前，一位高人告诉袁贵妃，说他腹中的孩子是个女孩。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袁贵妃便想到了偷梁换柱这一招。都怪我自私作祟，起了歪心思，想着能让自己的侄子成为皇子。出了皇宫以后，我就将那些侍卫打发走，告诉他们我自有办法换到墨家的孩子。我便抱着小主子回了家，向哥嫂说明情况以后，便将小主子留在那里，抱走了我的侄子，也就是如今的齐王。带我回到贵妃宫中，并没有告诉贵妃实情，她也只以为我换来的是墨家的孩子。贵妃娘娘生的本就是位小皇子，我们却可笑地冒险去调包。为了弥补心中的愧疚，我建议兄长给三皇子取的名字中带个南字，最后取名为费南雨。费嬷嬷，你想见到费南雨吗？老奴打算去找他，将真相说清楚。嬷嬷一个人回京怕是不安全，我可以派人护送你一程。这位是袁贵妃的贴身嬷嬷，因一些事情被南齐追杀，我想派你们其中的2人护送她回京。属下愿意前往，属下也愿意去。我想让他们带些银子，用作路上的盘缠。这些你们拿在路上用，顺便买一辆牲口车，赶路也方便。九夫人，我们从边关离开的时候带了银子的。老奴的包裹里面有些财物，足够抵达京城的盘缠了。你们路上小心些。早起，贺知冉在帐篷内叠被子，忽然感受到帐篷门口莫九叶的身影一晃，快速消失在原地。贺知冉赶到的时候，那些黑衣人已经被他们杀掉了一些，唯独一人仍旧不停地对莫九叶出招。贺知冉连忙举起手中的弩箭，对准那个黑衣人的后脑，准备来个一击毙命。不要上当！为了不让莫九叶有危险，他果断将手中的弩箭换成了麻醉枪。黑衣人的身体一个摇晃，向后倒去。莫九叶一个箭步上前，伸手揭开了他的蒙面巾。看到这张熟悉的脸，堂堂8尺男儿的眼泪开始在眼圈打转。八哥，真的是你？你还活着？这个人是你八哥吗？不知为何，我询问他是谁的时候，他就像没听到我的话一样，没有任何反应，如同一个傀儡般不断向我攻击。闻言，贺知冉伸手探在莫寒初的脉搏上，眉头越皱越紧。八哥到底如何？他的脉搏很奇怪。求你，一定要救八哥。八哥为人正直，不会将你空间的秘密暴露的。这个没问题，只要你愿意，我随时都可以带他去空间内检查。说话间，贺知冉小手一挥，莫初寒瞬间消失在原地。莫初寒这个样子竟然是中了蛊，这件事非同小可。根据八哥的表现以及蛊虫的形状，我可以初步确定他中的是傀儡蛊。傀儡蛊分为母蛊与子蛊，母蛊只有一个，掌控在操纵者手中，身体中的子蛊者会失去自主意识，一切行为都取决于母蛊操纵者。
子骨携带者一旦死亡，母骨会本能的将子骨召回。傀儡骨，这是我的初步判断。养蛊者都在南疆一带，想要解掉八哥身上的蛊虫，还要去那边想办法。你怎么没问问我是否能解蛊呢？你能解蛊？我应该可以，只不过需要你的配合。这个没问题。八哥身体若是没什么大碍的话，咱们就晚上一起进你的空间操作。保险起见，贺知然折回空间，给莫初寒注射了一针镇定剂，先让他一直这样睡下去。好不容易熬到了天黑，见大家都回到帐篷内各自休息以后，贺知然与莫九叶就迫不及待地进入空间。莫九叶听说他要给八哥做手术取蛊虫，首先想到的就是八哥可能会和自己一样被扒得精光。八哥的衣服我来脱，好了我再喊你进来。他的蛊虫在手臂上，不用脱光的。帮八哥脱掉上衣之后，莫九叶就主动站到了角落不碍事的位置。这个你拿好了，蛊虫一露头，快速将其收进其中，千万别让它跑了。为了不让蛊虫就这样死掉，他试探着一点点割开莫初寒的皮肉。大约5分钟过去，贺知然严肃地开口：“准备好收蛊虫。”一只长度大约8-9厘米的黑色虫子便出现在两人的视线当中。傀儡骨貌似感受到周边的危险，翘起翅膀，打算飞离宿主的身体。莫九叶眼疾手快地将玻璃瓶口对准傀儡骨，引导其直接飞到玻璃瓶内，随即盖紧了盖子。贺知然将莫初寒的伤口处理好，帮他挂了一个消炎的点滴。九叶并不懂得这些，本以为将子骨取出烧掉即可，谁知贺知然竟然往瓶子里面加了那么多鲜血。你这是何意？贺知然将自己的用意解释给莫九叶听。莫九叶听了他的解释，真心的朝他伸出一根大拇指。幸亏你心思缜密，否则即便八哥知道尸骨之人是谁，我们都不一定能找到。八哥如今蛊虫已解，不知他何时能醒来。他现在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估计不到1个时辰就能醒来。等这瓶点滴挂完，我们得尽快带他出去。你在想背后操控八哥的人？八哥中蛊和南疆人脱不开干系，若说南疆人痛恨墨家，也无可厚非。多年来因为墨家人的存在，导致他们攻击大顺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不仅这样还损失惨重。然而刚刚那些黑衣人的武功路数全部出自中原，并没有南疆人的痕迹。你有没有想好如何将八哥带到娘和嫂子们面前？咱们走得远一些，就是我听到山上有动静，出去查看的时候遇到八哥的。这样也好。贺知然带着莫九叶一起闪身出了空间。就在这里吧。好。九弟，八哥，是我是九叶，我们都以为你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与六哥和七哥一起抵抗南疆的进攻，被敌人引到了一处山谷。就在我与敌人对战的时候，忽然出现一股刺鼻的味道，不小心被我吸入口鼻。我再次醒来，是在一个阴暗的山洞里，身体被铁锁绑在柱子上。没多久，一个南疆人打扮的老者来到我面前，我只看到他朝着我撒出了一把粉末，紧接着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九弟啊，六哥和七哥他们还好吗？咱们现在是在哪里啊？八哥，你说的事情已经过去3年，当时我接到消息，你与六哥和七哥一起死在南疆人的手中，没想到八哥你还活着。我墨家如今已经被皇上以通敌卖国的罪名下旨抄家流放，眼下是在流放的路上。今早有一群黑衣人刺杀我，而八哥你就是黑衣人中的一员。八哥虽然蒙着面，可我一眼就认出了你的武功招式，随即把你打晕藏了起来。八哥，这是我的妻子贺尚书家的嫡女贺知然，幸亏她懂得医术，帮你解了傀儡骨。莫九叶短短几句话，对于莫初寒来说信息量很大。九弟，你说距离南疆的那场战役已经过去了3年。是的，八哥，正好过去了3年。那六哥和七哥呢？六哥和七哥就是在那次战役中丢了性命。难道墨家男儿如今只剩下了你我兄弟2个？是。我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八哥，事情已经过去了，如今你还能活着，对于墨家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看到这一幕，贺知然也不禁潸然泪下。八哥，母亲和八嫂就在不远处的营地。九弟，娘和你八嫂他们可好？他们都好，我也能够看得出八嫂很想你。九弟，带我去见他们。
八哥只是手臂上开了刀，总不至于虚弱成这个样子。冉冉，八哥的身体到底怎么回事？八哥这3年被傀儡蛊吸走了不少精血，虚弱属于正常现象。是谁？官爷，是我们。可是发生了什么事？莫老夫人使劲地揉了揉眼睛，仔细打量着莫初寒。初寒，莫初寒扑通一声跪在莫老夫人的面前。娘，是不孝儿子初寒的。夫君，真的是你吗？你真的没死？香兰，是我没死。阿嫂哇的一声大哭出来，不顾周围的视线，扑进莫初寒的怀中。莫初寒，你这个混蛋，你没死为什么不回家？你知道吗？我被娘家2个叔妹嘲笑了整整3年，他们说我天生命运刚过门就克死了丈夫，都怪你。娘，这人真的是八哥吗？他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啊？娘，对不起，是儿媳唐突了。无妨，如今我们已不再是处处需要讲规矩的大户人家，那些礼仪不提也罢。八哥，你先去我那帐篷里面休息，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九弟，我和八弟妹住一个帐篷，我带着东西去娘和韩月那里挤一挤，让八弟去八弟妹那里。这样合适。看初寒的样子很虚弱，找时照顾他也方便。娘，八哥就是早起那些黑衣人中的一员，我与他打斗的时候发现不对，便将人打晕，悄悄藏在附近的一个山洞内，留下梁浩等人在那里看着。天黑以后，带着冉冉一起回到那山洞，救治八哥。是谁要如此迫害我莫家儿郎？娘，事情已经过去了，如今八哥能够活着回来就是万幸，他的身体你也不用担心，有我在，我保证让八哥的身体恢复如初。可是自从你嫁入莫家，做的这一切娘都看在眼里，如果没有你，怕是咱们一家子人早就死了。如今你又解了你八哥身上的傀儡蛊，这份恩情娘会一直记在心里。娘，咱们都是一家人，说这些就见外了。王大哥，昨夜你也看到了，我八哥并没有死，这对于你们莫家来说，绝对是天大的好事啊，值得庆祝一番。弟妹，哥哥我好久没有品尝到你的厨艺了，晚饭你是不是要露一手啊？这个没问题，保证让彭大哥和其他官爷们满意。你怎么看了那么久的空间？走，我带你去看一个惊喜。他的话音还未落，两人的身影就出现在空间中。贺知然此刻兴奋得要命，他竟然主动拉住了莫九叶的手，带着他参观农场空间。莫九叶与他同样来到这里，就有种舍不得离开的感觉。这里没有外面那些危险，没有尔虞我诈，没有是是非非，只有他已经打心底里喜欢上的姑娘。等咱们到了西北，也建造一个这样的家园，你觉得可好？好，到时候我来出力，你只要在家里照顾我们的孩子即可。谁说要跟你生孩子了？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不跟我生孩子跟谁生？那你喜欢我吗？喜欢。那你说说，你喜欢我什么？你与我认识的所有女子都不同，漂亮，遇事理智，有智慧，果敢。你在我眼中就是最与众不同的那一个。无论你在做什么，看到你我的心情就会变得极好。你离开我的视线，我甚至会有些慌张。上次你坠崖，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你若死了，我会生不如死。不得不说，贺知然此刻有点小感动。虽然我现在已经沦落成朝廷的流放犯人，给不了你那些女人想要的诰命身份，可我能够保证，此生只对你一个人好，永远不会让你受委屈。莫九叶最近一直都在心中纠结，他甚至生起过放贺知然自由的心思，可一想到他会离开自己，那种撕心裂肺的心痛感就会时刻提醒他，他已经深深的爱上了这个女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说过的话可要算数。莫九叶即便心思再木讷，此刻也明白了贺知然的意思。冉冉，你接受我了对不对？日后还要看你的表现。莫九叶高兴得像个孩子，抱起贺知然原地转圈圈。冉冉，你放心，我莫九叶言出必行，此生只爱你一人。突然被人抱起来转圈圈，贺知然感觉自己有些头晕，不过他并不想坏了莫九叶的好兴致。离开京城，他难得高兴一次，贺知然舍不得制止。两人站在原地，相互依偎，感受着彼此的心跳。时候还早，再休息一会儿吧。我要补一个圆满的洞房花烛夜给你，就一定等到那时。
他闭上双目，感受着让人无比心安的怀抱，很快便沉沉的睡了过去。那人是三哥。贺知染刚刚已经想到了这种可能。明日我会在渡城的码头等你们，明日咱们渡城见。没想到，距离上次三哥奉旨清剿盐帮至今，才短短几年时间，盐帮竟然又发展壮大到如此程度。你有没有想过，盐帮表面上看是有利益熏心之人自发组建而成，实际上幕后真正掌控这一切的另有其人。大家背着整理好的生活物资来到码头，却被告知这几天有大人物到访，码头今日停运。在空间内度过了惬意的一天，终于熬到了深夜。贺知染与莫九夜分别换好了夜行衣，离开了帐篷。莫九夜拦腰抱着贺知染，使用轻功在周围随意穿梭。良久之后，他们的视线齐刷刷地停留在湖面一条灯火通明的画舫上。他们是谁啊？是南横。南横？画舫上四周都是南横的侍卫，我一个人游过去查看，你留在这里等我就好。你带着我一起，万一被那些人发现有我在，还能带着你进入空间暂避。而且你也清楚，我这里可以随时拿出一些好东西来应急。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莫九夜也清楚他的脾气，但凡是他想做的事情，自己根本无法阻止。你一定要跟紧我，不能离开我左右。放心吧，本王已经在此恭候国师大人多时。你可认识这国师？莫九夜黑眸中蓄满了杀意。自然人的，死都不会忘记。贺知染从莫九夜的表情中可以看得出，他是有多么痛恨眼前之人。本国师都已经说过了，莫家人心性太过坚硬，不好控制，你偏偏不听。莫九夜本能地朝着络腮胡男子看了过去，这一看不要紧，他竟然倒吸一口冷气。若不是还有理智在，他都恨不得现在就跃下去救人。贺知染感受到了他的情绪变化，而且心中也隐隐有了猜测。那人是三哥。贺知染刚刚已经想到了这种可能。国师大人，您是知道的，当年我好不容易在盐帮创建的势力，被莫云峰带人一举歼灭。这2年我费了多大的力气，重新将盐帮恢复如初，你也看在眼里。如今盐帮正缺少一个既听话、武功又高强的帮主，本王觉得这个人选莫云峰最合适。当初他如何将本王的盐帮搞得溃不成军，未来就要如何帮本王将盐帮发展壮大下去。一旦盐帮再次倒霉被查获，罪名也是莫家的。他的意志力太过于强大，本国师再出手最后一次，若是还不行，你就把他交给本国师带走。就在他准备打开瓷瓶的一刹那，房顶同时朝他射来2支箭矢。来人，有刺客！刺客在上面，去搜，绝不能留活口。贺知染见势头不对，射出箭矢之后，便拉着莫九夜闪身进入了空间。那些人已经去下面搜了，咱们现在就出去。再看船舱内，莫云峰依旧坐在那里，没有任何的动作。两人对视一眼，自舱顶跃下，手起刀落，收拾了看守的侍卫。莫九夜轻声的叫了2声，莫云峰却一点反应都没有。贺知染小手一挥，直接将人送进了空间。看莫云峰的状态，应该与莫初寒同样，都是中了傀儡蛊。刺客在这里！说着，便举软剑朝2人砍了过来。国师也只是与莫九夜交手了那么几招，就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眼看着他的同伴取出一包粉末撒出去之后，那些侍卫就倒下了一大片。国师见势头不对，虚晃了几招，单手伸进了怀里。猜测的不错的话，他不是想取什么暗器出来，就是打算对他们用毒。贺知染怎么可能给他这样的机会？他连忙从空间取出麻醉枪，朝着国师的小腿打了出去。只听一声闷响之后，国师整个人便瘫软了下去。贺知染上前快速将人送进空间。南横交给你，其他人我来。莫九夜轻轻点头，同样举起一支麻醉枪，对准南横的肩头发射出去。侍卫和盐帮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儿，就呼呼啦啦的倒下一大片，抓起南横的一条手臂，将人送进了空间。贺知染从空间取出几瓶酒精，漆黑的夜空中火光冲天。是九弟和九弟妹吗？八哥，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见你们悄悄离开，担心你们会有危险，便一直守在这里等着。刚刚做的事情要不要告诉莫初寒知道？如果不说，将来莫云峰见光还要找各种借口去搪塞。八哥，我们刚刚去查看了一番，在盐湖的画舫上遇到南横。
莫九叶毫不隐瞒地将画舫上发生的事情以及莫云峰还活着的消息如实相告。九弟，你说三哥也没死，他人在哪里？快带我去见他。八哥，我们火烧画舫，引来很多人围观，考虑到带着三哥一起，很容易引起他人的注意，我们便将三哥藏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待鸣人安全些的时候，我带着冉冉一起过去，帮三哥解蛊后再将人带回来。明日我跟着你们一起去接三哥回来。不可，最近盐湖附近不太平，我担心家人的安全，咱们兄弟俩必须有一个人留下守护他们。不得不说，如今莫九叶忽悠起人来，一点都不含糊。既然这样，八哥就留下保护家人，九弟和九弟妹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些。八哥，在我们带三哥回来以前，这件事儿先别告诉娘和嫂嫂们，以免他们过于担心。我知道了。三人悄无声息地回到各自的帐篷，贺知冉带着他闪身进入空间。莫云峰依旧如同一个傀儡般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乍一看上去倒是有些兵马俑的意味。南恒与国师仍旧处于昏迷当中，两人默契地上前。贺知冉去搜国师的身，莫九叶则去搜南恒的身。贺知冉可谓收获不小，国师的身上除了有1万多两的银票以外，还有他刚刚取出来的小瓷瓶。莫九叶那里在南恒身上同样搜到几千两银票，还有一块质地极好的玉佩。我莫家与此人有血海深仇，大哥与二哥同时死在他的手中，而且他的身份很特殊，不但是南疆的国师，亦是南疆的皇后。闻言，贺知冉倒吸一口冷气。如果不是莫九叶说起，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莫家大哥与二哥会死在一个女人的手里。此人擅长用毒，当年我大哥二哥已经斩杀了敌方主帅，就在他们准备进攻城的时候，这个女人却对他们用了毒。我两位兄长猝不及防中了他的阴招，以至于命丧当场。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傀儡蛊控制莫云峰的？中了他的阴招，以至于命丧当场。这还不算，这狠毒的女人还命人将我兄长的头颅砍下，挂在城楼示众。贺知冉能够理解他此刻的心情，随即取来针剂注射之后，使其快速转醒。妖妇，说莫云峰身上的傀儡蛊是不是你下的？莫九叶，云离，如今你落入我的手中，不可能有活命的机会。如果你不想承受过多的皮肉之苦，就将知道的事情如实相告。你怎知我就一定会死？下意识地伸入怀中，准备取他保命的药粉。莫九叶动作也快，手起刀落，直接砍掉了他一只手。云离疼得大叫一声，一个利落的鲤鱼打挺站了起来。与此同时，莫九叶的刀尖再次直抵他的咽喉。莫九叶，莫云峰的命就掌握在我手中，一旦我死了，他也会跟着陪葬。贺知冉见状，再次取出麻醉枪，将云离打晕。先给三哥取蛊。有了上一次替莫初寒解蛊的经验，他们这次操作的速度很快，不到1个小时就全部搞定。如今莫云峰的傀儡蛊已解，就不怕云离用他的性命来威胁。云离刚刚睁开眼，就看到眼前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晃动。莫九叶，我劝你还是不要耍什么花招了，想要莫云峰的性命，就立刻放了我，否则我不介意现在就要。他的声音越来越小，以至于没有说完整，眼神就变得呆滞起来。你叫什么名字？是什么身份？我叫云离，是南疆的皇后，也是南疆人人敬仰的国师大人。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傀儡蛊控制莫云峰的？4年前，他在与南疆的战役中被我使用手段迷晕，然后生醒。我师父告诉我，莫家人心性坚韧程度非常人可比，若是我的此蛊可以做到成功控制莫家人，就能证明我的养蛊术可以达到出师的水平。你除了控制莫云峰之外，还控制了谁？只有莫云峰一人。为何只有一人？我还不能做到完全操控莫云峰的意志。莫九叶，你想造反吗？竟敢绑架本王！我还不能做到完全操控莫云峰的意志，母蛊无法继续产出雌蛊去控制其他人。你可知道莫初寒？莫初寒是莫家武力最强之人。莫家男儿有多少是死在你的手中？莫家人没有死在我手中。这不可能。当年莫君瑞与莫家成不是死在你的手中？他们并没有死，
我给他们用的只是迷药。那城楼上悬挂的人头又是谁？那是我们随意找来的2个人头。墨家如今还有多少男儿活在这个世上？莫君瑞、莫嘉诚在我师父那里。你与南恒是什么关系？南恒想争夺储君之位，需要我南疆的帮助。他答应我，坐上皇位以后会割让3座城池给南疆，并且每年供给南疆20万斤粮食。南恒的所作所为与卖国有何区别？莫九叶也攥紧了双拳。南恒只是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可以将他们守护数十年的疆土拱手让人。你师父如今在哪里？我已经3年没有见过他了。你师父长得有什么特点？我师父鹤发童颜，他喜欢将自己打扮成女人的样子。你师父到底是谁？我不能说，我不能说。云离哀嚎几声之后，眼睛就变得愈发清明起来。哼哼，怎么样，莫九叶，你是不是怕了？你现在就放我离开的话，也许我一高兴会考虑放莫云峰一马。贺知远拿着一小瓶试剂折回，然后出其不意地将瓶中的液体全部浇在他脸上。莫九叶，你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好痛！身上五花大绑在不远处的南恒，貌似被这一声声刺耳的尖叫声吵醒。他循着声音看去，只见一个全身是血的女子正躺在地上来回翻滚，模样十分的痛苦。就在他看清楚那女子面目的时候，差点被吓得魂飞魄散。国师大人，你怎么了？他下意识地看向周围，此时的莫九叶已经换上了流放时穿的粗布麻衣。莫九叶，你想造反吗？竟敢绑架本王！是你害死了我四哥！我不是早已经被你们父子认定勾结外敌造反吗？放开本王，本王可以恕你无罪。贺知染顺势上前，狠狠踹了南恒几脚。看好了，如果不想和他落得同样下场，就一五一十将你对墨家做过的阿杂事全部说出来。莫九叶，只要你肯放了本王，本王可以向你保证，将来本王顺利登上皇位，定会为墨家沉冤昭雪，还会恢复你护国公的职务。啊不，本王还可以封你为异姓王。莫九叶能相信他这些屁话就怪了。墨家的确需要洗清冤屈，然而却不需要一个害怕就会尿裤子的酒囊饭袋去帮忙。不想与云离同样下场，就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莫九叶，我是大顺朝的王爷，你不能这样对我。只见他手中握紧的军刀尖头朝下，对准南恒的脚面扎了下去。我说，我把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只要你肯放过我。说。贺知染见状灵机一动，快速在淘宝宝内购买了一个录音笔。不管这录音笔未来能否派上用场，总之有备无患。墨家谋反的证据是我摆脱南疆国师伪造的，还有莫修言的死是你害死了我四哥。我没有害死莫修言，他是死在敌军的刀下。我知道你的心思，无非就是担心自己的性命。只要你老老实实说出自己做过的一切，我会帮你劝劝夫君，让他饶你一命。南恒这才知晓，这会妖法的漂亮女子竟然是莫九叶的新婚妻子。唯一的生路摆在眼前，如何选就看你自己的了。本王凭什么相信你的话？夫君，我的话你听还是不听？莫九叶想都没想就点头。自然是听到。你听到了吗？莫修言的死是为了救我，和我的关系并不算大。我就是因为感激他这份恩情，才亲自带人将其埋葬。混蛋！我四个那么好的人，竟然为了救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禽兽而死！南恒，你混蛋！他手中的刀已经举起，对准了南恒，准备砍下去。莫九叶，你已经答应过本王，不会对我动手。但凡有新人进门，他就会第一时间在禅里动手脚，让墨家的媳妇儿此生无法怀孕。我还知道墨家的一件大事，你们如果答应放我活着离开，我就告诉你们。既然如此，你就说一说，看看这件事的分量到底能不能抵上你的性命。我知道墨家没有后代的原因。提起墨家的后代，贺知染的确很好奇，嫂嫂们身体看上去也都健康，为何没有一人为墨家诞下子嗣？到底为何？你们必须把我送到我的人手中，只要我安全了，我定会告知。你倒是会为自己开脱。
四哥虽然不是你亲手杀死，可因你而死却是不争的事实。还有三哥，他明明活着，作为大圣的王爷，看到臣子被人迫害，不但无动于衷，反而还加以利用。还有，你指使人在井中投毒，若不是我墨家人命大，怕是连凤都生了。此时贺知然已经使用意念调动了一瓶药剂，我就是将这个东西倒在云离的脸上，他才会变成那个样子的。你也来试试。不，我母后说，墨家人早晚会成为南齐一党，为了不让墨家家族继续壮大，就必须断了墨家的传承。莫九叶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大手狠狠掐住了他的脖颈。他到底对墨家做了什么？母后他买通了莫老夫人院子的刘嬷嬷，但凡有新人进门，他就会第一时间在茶里动手脚，让墨家的媳妇儿此生无法怀孕。南恒的话音落下，只听寂静的空间内发出了一声脆响，莫九叶一个用力，直接掰断了南恒的脖颈，顿时没了气息。说不早了，咱们先出去。好。他们在距离营地几里以外的丛林中停下，贺知然意念一动，莫云峰就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空地上。三哥，你醒醒，我是九叶，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莫九叶呼唤了几分钟的时间，莫云峰终于悠悠转醒。九弟，三哥，是我。这位是？还有，九弟，你为何会如此打扮呢？三哥，这位是我的妻子贺氏。如今咱们墨家已经被皇上下旨抄家流放，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盐湖上游，也是我们赶往流放之地的必经之路。莫云峰听九弟讲述完这些年墨家的事情之后，跪在地上失声痛哭。九弟，三哥暂时不公开露面。三哥，你是打算？反正大家都认为我死了，墨家流放队伍里也没有我这个人，我正好趁此机会出去寻找大哥与二哥的下落。莫云峰现在不参与流放，直接出去寻人是最好的办法。既如此，我找机会让母亲与三嫂与三哥偷偷见上一面，也好让他们安心。好，一切都听九弟安排。三哥，时候不早了，你就在这里等我，我回去想办法将母亲与三嫂带过来。九弟，九弟妹，三哥他人呢？八哥，我和冉冉又得到了一些新的消息，这件事等我慢慢告诉你。现在我要带娘和三嫂去见三哥，时间紧迫，这里有必要的话，回头你帮我向彭大哥应付一下。你尽管带着娘和三嫂离开，这里有我的。莫云峰看到几人，大步迎了过来，他双膝跪在莫老夫人的面前。云峰不孝，让娘操心了。云峰，真的是云峰，娘的云峰没死，太好了。莫老夫人激动的一把抱住莫云峰，嚎啕大哭。你离家这些年，冯氏不知为你流了多少眼泪。夫君，我终于不用羡慕八弟妹了，我有夫君了。对不起翠莲，让你伤心难过这么多年，都是我的错。想着莫云峰夫妻多年未见，肯定有很多提起话要说，便拉着莫九叶与贺知然走得远了些。九叶，你三哥现在在这里跟娘见面，他是不打算跟着咱们去西北。三哥说他活着的事情目前还没有外人知晓，借此机会隐姓埋名出去打探大哥与二哥的下落。一旦他们抵达了西北，想要出来找人就难了。娘，九弟已经告诉您了吧，儿子要出去寻找大哥与二哥的下落。你九弟刚刚已经说了，你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小心，你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小心。娘老了，无法再承受失去儿子的痛苦。娘，您放心，不管这次寻找的结果如何，过年的时候儿子一定会回到您的身边。记得你的家人都在西北等你。三哥出门在外，用银子的地方多，这些你拿着。九弟妹万万不可，家里人口多，路上用银子的地方更多，三哥的盘缠自己会想办法。贺氏，你三哥一个大男人，在外面总不至于被饿死，这银子你还是收回去吧。哎，九弟妹，你回来的正好，快帮你六嫂看看，怎么突然就晕倒了？我没事儿，只是染了风寒而已。他伸手给六嫂把脉，渐渐的
他的眉头越蹙越紧，他有种感觉，六嫂体内像是有什么力量在促使他的风寒变得严重。九弟妹，六弟妹可能真的是染了风寒。我自从加入墨家以后，但凡染了风寒，就会比以往严重很多，也出现过像六弟妹这种昏迷的现象。二嫂也跟着说道：“听大嫂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我加入墨家后也染过一次风寒，虽然没有昏迷，可也比曾经每一次风寒都严重。”这不得不让贺知然联想到了南恒曾经招供出来的一件事：皇后买通墨家下人，但凡新进门的媳妇儿，刘嬷嬷都会在茶里动手脚。贺知然蹙眉沉思，难道嫂嫂伤寒异常的严重和曾经服下的避子汤药有关？九弟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不对吗？二嫂别担心，你和大嫂的身体都很好，我帮你们把脉，只是和六嫂的脉搏做一下对比。哦，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我们的身体也出了状况。大嫂、二嫂，我想给六嫂施针。六嫂得了风寒，怕见风，你们在外面守着，在我施针结束以前，不要让人来回走动。两位嫂嫂丝毫没有怀疑贺知然的话，应了一声就走出帐篷。六嫂，我先帮你施针，可能会有些疼，你忍着点儿。辛苦九弟妹了，六嫂不怕疼。贺知然用银针扎了几个穴位，见六嫂已经开始昏昏欲睡，他才从空间取出抽血的工具，抽了一管血。处理好这些，贺知然将银针取下，六嫂便悠悠地转醒过来了。六嫂，你身子虚弱，就在帐篷里面休息，我去准备药。六嫂的病到底如何？以六嫂的血液化验结果来看，我怀疑他们被皇后下的药物是通过血液散布毒素，导致她无法怀孕。眼下我还不知道这种药物的具体情况，需要仔细研究一下才可以。眼下想帮嫂嫂们将这种毒素排清，就必须先搞清楚嫂嫂们究竟中的是什么毒，这样才好方便她配置解药。皇后竟然为了一己私欲，害了这么多无辜女人。皇后已经失去了唯一的儿子，为她所做的一切付出了代价，将来有机会，咱们一定会帮嫂嫂们报仇。眼下最要紧的是先将解药研制出来。配制解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需要你的时候，我自然不会客气。莫九夜与贺知然出门采购物资，听到后面有官兵的声音，故意往路边躲了躲。是墨家贤侄吗？莫九夜顿住脚步，转头。金老将军。金老将军连忙翻身下马，大步来到莫九夜的面前。你小子还好好的活着，真不错呀。老将军来此是为了调查恒王失踪的事情。告诉老夫，恒王的失踪是不是和你小子有关呢？老将军还真是折煞九夜了，我与恒王无冤无仇，怎么可能对他出手？更何况如今我已经成了流放之人，朝廷的纷争与我再无干系，我只希望一家人能够平安抵达西北。哎呀，不是你小子就好，否则呀，老头子我还得想着如何帮你逃脱呢。老将军多虑了，恒王的失踪与我毫无干系。这样啊，我就放心了。这位是贺尚书家的千金。老将军好。好，九爷呀，这小子有福气，娶了个如此漂亮的媳妇儿。内子的确是个好的，一路上跟着我，受了不少苦。你们小两口郎才女貌，以后好好过日子。侄媳妇儿放心，你爹呀是个老狐狸，懂得审时度势，并没有因为与墨家是姻亲关系受到牵连。多谢老将军告知，烦请您回京以后转告父亲，我一切安好，请他不要挂念。这个没问题，我会帮侄媳妇儿转达的。贤侄啊，你们夫妻俩怎么在街上啊？不瞒老将军，我们与官差头头相处得不错，他允许我们偶尔出来采买一些物资。我一直还在担心呢，你们离京以后啊，你小子身上有伤，又无人帮忙打点那些官差。现在呀，看你的气色不错，老头子我就放心了。你有所不知啊，墨家被下旨抄家流放那日，我们这些与墨家交好的大臣全部被皇上下旨留在宫里，直到你们出城以后才放我们离开。墨家世代忠良，也结交了几个好友，结果在墨家大难临头的时候，无一人出面送行。原来这一切都是顺武帝的手笔。老将军，如今城头和码头全部被封锁，我们已经在此停留了半月有余，再这样耽误下去，怕是到了过年的时候也无法抵达西北。
先知现在就回去准备，明日一早我亲自安排船只送你们离开此地。多谢金老将军相助，举手之劳而已，先知和侄媳不必放在心上。终于在半个月之后顺利抵达西北。押解流放犯人送到目的地是有一番流程要走的，官差会带着犯人们去衙门备案，将他们的名字全部记录在案之后，由当地官府负责给他们发放新的户籍。彭大哥可是有什么要说的？兄弟啊，刚刚县衙门前的官差说了，允城前任的县令去别处任职，新的县令还没有到呢。如今你们办手续就全由这里的崔县城全权负责。县城办理手续还有什么说道不成？莫兄弟有所不知啊，崔县城为人贪财又好色，以往我送犯人来办手续，但凡是崔县城接手的，哪个不是得出些好处给他？还有那不拿女儿当回事的人家，为了能够分得一个好的去处，把清清白白的姑娘都给献出去了。莫初寒越过莫九叶，来到彭旺的近前。如果我莫家坚决不给好处呢？允城所有的村子都接收流放犯人，这村子也分为3、6、9等。崔县城拿到满意好处的，毫无疑问会将犯人分配到环境好、条件相对优越些的村子。还有那些实在拿不出好处的人家，愿意放低姿态说好话的，崔县城一高兴啊，也能将人分配到中等些的村子。本官不管你们曾经是如何显贵人家，如今到了我的地盘，就要守这里的规矩。不想给任何好处，又不愿意放低姿态讨好的，自然是分配到没人愿意去的偏远村子。我听人说呢，这里有几个村子十分特别，环境什么的都挺好，可就是没人愿意去那里。原因啊，就是因为那里的村民不好相处，但凡去了那里，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排挤得无家可归啊。还真是没有王法了，一个小小的县城竟然敢如此狂妄。夫君，这事儿还是和九弟他们好好商量，不要冲动而为。娘，九弟妹，各位嫂嫂，对于此事你们怎么看？这样的狗官绝不能纵容。二嫂说的对，不能惯着他。九爷，你们夫妻俩如何看？娘，咱们就见机行事。就见机行事。彭旺搞不清楚墨家人的见机行事究竟是如何，总之他该提醒的都已经说清楚了，至于墨家人要选择如何做，也只能看他们自己了。护国公墨家，兵部侍郎方家，还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呢。本官不管你们曾经是如何显贵人家，如今到了我的地盘，就要守这里的规矩。紧接着一个官差上前，毫无顾忌地说起了这里分配的条件。这些村子在允城来说是1等1的好去处，当然能不能去这样的地方生活，要看你们自己的表现。何志远的大儿媳刘氏就谄媚地上前询问：官爷，不知要如何表现才能分配到您说的这几个村子？那张脸也不耐看，顿时有些不高兴。你们曾经都是官宦人家的家眷，难道如何表现还要我教吗？官爷，您别生气呀，咱们好商量，好商量。想去好的村子，就拿出你的诚意来啊！她的2个小姑子是一对孪生姐妹，从小就被婆婆娇生惯养着长大，用她们换取何家未来的生活环境，也算是她们为何家尽一份心了。大嫂，你做什么？当然是给你们找个能吃饱穿暖的地方了。县城大人，您看看我们家这对孪生姐妹花如何？墨家分配到西岭村，想必那里的村民一定会很欢迎他们。县城大人，您看看我们家这对孪生姐妹花如何？她们从小就学习琴棋书画。大人，您有这样一对璧人陪在身边，定不会觉得寂寞。这2个丫头的确不错，就留下伺候本官吧。来人，将何家送去永丰村安顿，告诉那里的李正，就说这些人呐是本官亲自安排去的。崔县城现在就等着下一家来讨好之人，尤其是墨家，女眷们一个个长得如花似玉，尤其是那个站在莫九叶身旁的。你们到底要如何呀？你一个小小县城，竟然敢公然索要贿赂，就不怕有人告你一状，官职不保吗？就是，你堂堂父母官，竟然在这里公然索要贿赂。等我墨家安顿好了，我定会写信给京城的亲人，
揭穿你的恶行。没错，我方家虽说落魄，但在京城还有些相熟之人，想要治你个小小县城的罪，还不在话下。谢家在京城也不是一点人脉都没有的。他做了这么久的县城，自认为可以将这些流放犯人拿捏得死死的，谁知今日竟然遇到了茬子。一群被朝廷流放的犯人，竟敢在本官面前耀武扬威，本官看你们是不想好活了。崔县城息怒，一切好商量啊，好商量。说话间，他还不断给莫九业使眼色。彭大人都替你们求情了，本官总不能一点面子也不给。来人，在。莫家分配到西岭村，想必那里的村民一定会很欢迎他们。对于莫九业与贺知染来说，去什么地方都无所谓，尤其是贺知染，他有空间，到了哪里都能带着一家人过上好日子。莫兄弟啊，不是哥哥我说你，到了这关键的时候，你怎么就不能忍一忍呢？你知道西岭村是什么地方吗？彭大哥，西岭村到底如何？那里的李正仗着自家族亲众多，从不将外人放在眼中啊。但凡被分配到西岭村居住的人，没有一个能在那里活上1年的。到了那里，我会见机行事的。既然如此，哥哥我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周老八临走的时候，还不忘深深地看了贺知染一眼。这里的房屋为何会分散成3个地方？实话告诉你吧，你们得罪了崔县城，他是故意把你们送来这里受排挤的。西岭村有3个大家族，分别是崔家、赵家和周家。西岭村的李正是崔家的族长，也是崔县城的亲伯父。但凡被送来这里的流放之人，都不用崔县城亲自通知，他的族人就清楚怎么回事了，定会对你们万般刁难。这是县城送人来了，一共3户，让李正看着安排吧。我弟身子有些不舒服，明日再说。说话间，只听哐当一声，汉子已经将大门关上。但凡被他送来这里的犯人，都是没给过他好处的。崔家人必然会帮着崔县城出气。既然咱们已经得罪了崔县城，再得罪一下他的家族也无所谓。话落，莫初寒就已经施展轻功，跃上了崔家的墙头。莫九业知道自家媳妇儿喜欢看热闹，当着众人的面揽住他的腰，紧随莫初寒一起轻飘飘地越过了墙头。你们是谁呀？竟敢闯进我家院子！我们找崔理正。我公公可不是什么人想见就能见的，我家大门是关着的，你们是如何进来的？别告诉我，你们几个小贼是从院墙跳进来的！哎呀，大家快来呀，院子里进贼了！你们几个好大的胆子，竟敢私闯民宅！信不信我现在就带着你们去见官？哼，见官？是去见崔县城那个官吗？大胆！你竟敢藐视县城大人！崔县城竟敢当众贪赃枉法，这样的官怕是根本做不长。我奉劝你们善良些，以免遭受不必要的牵连。县城大人为官清廉，哪里容得你在这里信口雌黄？这里是崔家的地盘，赶紧给老子滚出去！慢了就休怪老子不客气了啊！说着，年轻人已经举起了锄头，莫初寒顺势抬起一脚，将那人的锄头踹飞10几米远。快去喊你爷爷和叔伯过来！明林、明森，到底发生了何事啊？爹，这几个是官府刚送来在西岭村落户的流放之人，这几个不知死活的，竟然敢翻墙而入。山脚下的那些屋子年久失修，如今根本无法居住啊！不如明日带人修缮一番，你们再搬进去如何呀？九弟，快进来，是五哥，五哥他还活着呢。不如明日带人修缮一番，你们再搬进去如何呀？那今夜我们就只能在李正这里叨扰，外面还有我那么多家人，我这就去将人放进来。站住！这是我崔家的地盘，岂容你们这些外人在此撒野呀？既然李正不打算招待我们，现在就将住处给我们安排好，否则就别怪我们举家搬进来住上一夜了。崔理正见到来人，一个两个都这么豪横，好比他们家欺负别人时候一样无赖。既然你们如此着急，我就亲自送你们去住处。我都说了，这些房子无法居住，明日修缮一番再过来。你们偏偏不听。崔理正，这样的房子即便是想修缮都无从下手，你就这样安顿西岭村的新村民，
官府又没给西岭村配备专门供你们这些流放之人居住的地方，你们的要求我已经做到了，就不继续奉陪了。这样的屋子，想让我们冻死在这里吗？方叔叔，别着急，稍后再做打算。刚刚走出一半的路程，三人就隐约听到东边传来一阵凄厉的哀嚎声。我们尽量放轻脚步，免得打草惊蛇。三人蹑手蹑脚地朝着东边走，越走那声音就越清晰。八哥，你有没有感觉这声音有些熟悉？九弟，你也有这样的感觉？咱们走快些，过去看看。你和九弟妹先在此等候，我进去看看。八哥，小心些。莫初寒举着火把，小心翼翼地走进屋子。九弟，快进来，是五哥，五哥他还活着呢。正对着房门的位置，一个披头散发、破衣烂衫的男子被锁链牢牢地锁住。真的是五哥，他怎么会在这里？八哥且慢。九弟妹，五哥这个样子很痛苦，我先将人解救下来再说。八哥，五哥应该是中毒了，你若是现在将人解救下来，他恐怕会失控得更加厉害。八哥，听冉冉的，他懂医术。他上前帮莫仲元把脉，检查结果果然和他猜测的无疑。八哥，夫君，五哥的确是中毒了，他所中之毒可以让人变得神志不清，乃至疯狂。不过这种毒也只是在毒发的时候会让人变成这个样子，估计用不了多久，五哥就能恢复神智。要多久五哥才能恢复神智？以五哥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毒发应该有一段时间了，估计不超过2个时辰，他就能恢复。九弟妹，有什么好办法能帮五哥暂时缓解一下吗？贺知冉借着袖口的遮掩，从空间中取出银针，快速扎在莫仲远的几处穴位上。很快莫仲远就如同睡着了一般，不再挣扎。八哥，娘和嫂嫂们还等着咱们的消息，不如你先回去告知他们一下，我和冉冉在这里守着五哥。这里没有可以居住的屋子，正好大家的帐篷都在周围多生几个火堆，应付一夜应该没什么问题。好，我这就回去安排。五哥这里就辛苦你和弟妹了。冉冉，五哥的毒可有解？我可以配制出解药，只不过需要一些时间。他拉着莫九叶与莫仲远一起进入空间，他以最快的速度为莫仲远使用仪器检查了头部和心脏2个重要的器官。为了防止被烧后赶来的莫家人发现端倪，检查过后他就带着2人离开空间。冉冉，五哥的身体如何？五哥除了头部有些问题以外，其他还好。五哥的头部怎么了？他的头部有一小块淤血，目前五哥没有醒来，我还不确定具体有什么损伤。最常见的可能会导致短暂性失眠，亦或者影响听力，还有可能一半的身体不受控制，甚至失忆等。如果五哥真的会出现这些问题，能治好吗？这个不一定，要看具体情况。楚寒，你五哥真的在这里？娘，五哥就在这里，你马上就能见到他了。九弟妹，你五哥在哪里啊？五嫂，你别激动，五哥眼下还处在昏迷状态，你在这里先看看他。夫君，你真的还活着，太好了，你没死。五嫂，五哥的身体不太好，你千万别伤到他。九弟妹，求你一定要救救你五哥呀！五嫂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治好五哥的。仲元，娘在这里。八爷，你还不知道吧？我们刚刚把狗官的子孙根给咔嚓了。仲元，娘在这里，你睁眼看看娘。莫家到底做错了什么？儿子死而复生是好事，可一个个为何都会如此凄惨？娘、八哥、嫂嫂们，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家不如先回去将帐篷搭建起来，这里有我和夫君守着。五哥醒来，我们第一时间去通知你们。有了这些银子，九爷一家未来的日子就不用愁了。哼哼，狗官难为九爷，就必须得付出代价。没见到莫九叶，梁浩便吩咐将这些财物全部交给莫初寒。只见一大堆的金银珠宝以及银锭子和银票哗啦啦的被倒在地上。莫家人全部瞪大了眼睛。梁浩，你们这是？八爷，哥几个看不惯崔县城的德行，刚刚去他家里逛了一圈，还真有你们几个。早知道这样我也等在允城不回来了，还能一起出出气。八爷，你还不知道吧？我们刚刚把狗官的子孙根给咔嚓了。你们几个还真是。八爷，九爷不在吗？他将在这里发现莫仲远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下。冉冉，五哥的毒可有解？
应该不难，稍后我会去研究一番，想必很快就能制出解药。太好了，五哥终于有救了。你们是何人？五哥，是我，九叶。九叶。看着莫仲远此刻的状态，贺知然已经可以确认，他脑中那块淤血损伤的就是记忆无疑。夫君，五哥应该是失忆了。失忆能治好吗？这个不好说，具体要看未来淤血被吸收的情况，所以现在还无法判断结果会如何。就在两人讨论莫仲远病情的时候，莫仲远已经下了床，不知道为何看到眼前的男子，他有种莫名的熟悉感。五哥，你头部受到过创伤，脑中有残留淤血，才导致你记不得曾经的事情。你为何会知道这些？五哥，这位是我的新婚妻子，也是你的九弟妹，她自幼研习医术，刚刚在你昏迷的时候，然然已经帮你检查过。莫九叶躲都没躲，就这样被五哥掐着。你说你是我九弟，要如何才能证明？莫九叶不慌不忙地露出尖头的月牙形胎记。五哥，这是咱们莫家男儿独有的印记。五哥，这是咱们莫家男儿独有的印记，这个印记无论如何都做不了假。莫仲远也将肩头的衣服扯掉一些，两人的印记不但形状大小都一模一样，位置也丝毫不差。既然你是我的弟弟，那我又是谁？你姓莫，叫莫仲远，咱们家中共兄弟9人，还有个妹妹叫莫寒月。我莫家武将出身，6年前你率军镇守边关，不久便传出你身死的消息。我在家人的心中6年前就已经死了。五哥是8位兄长当中第一个传回死讯的人，你还能想起你是为何来到这里的吗？我只知道我受了伤，被一个农家人所救。到了傍晚，我发现我的身体愈发的不对劲儿，尤其是到了日落以后，我就会有种要发狂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烈。那种痛苦让我变得毫无理智，而且力量也会比平人大上很多。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更不知道要去哪里。我知道自己日落以后会失去意识，担心会伤到无辜之人，因此日落以前我就会将自己锁起来，清醒以后再将锁链打开。现在应该不到此时，以往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清醒，难道是你们帮了我？五哥，是冉冉帮你施针，压制住了你体内的毒素。五哥，你现在发病的时间是不是越来越长了？最初的时候不到1个时辰就可以恢复，如今起码要3个时辰，甚至更久。这就对了，这种毒的毒素非常特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向你们的身体各处扩散，距离心脏越近，发病的时间就会越长，直到毒素侵蚀心脏，无论白日与黑夜都会变成疯狂模样。若真是这样，我就会自我了断生命，以免牵连无辜。五哥，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明日我就和夫君一起进城购买药材，帮你解毒。他清醒的时候曾经找过好几个郎中，大多数郎中都没有看出他有中毒的迹象，只有一位医术好一些的能够确定他是中了毒。至于中的是什么毒，又要如何的解除，郎中却不知了。这小家伙还挺喜欢九弟妹的。莫九叶在一旁撇撇嘴，冉冉那么有本事又漂亮，谁会不喜欢？弟妹，你是说你能帮我解毒？五哥放心，你的毒我一定能解。八哥，五哥头部受伤，导致他变得失忆，6年前的事情都已经不记得了。你说什么？五哥他失忆了？八弟是吧？以前的事儿我已经记不得了。五哥，不管你还记不记得以前的事情，都磨灭不了咱们是一奶同胞的事实啊。八哥，家人那边都安顿好了吗？都安顿好了，只是大家都不肯休息，一直在等五哥的消息呢。五哥，你要不要现在跟着我们去娘那里？还有五嫂，听到你的死讯，她差点没哭瞎了双眼。好，我跟着你们回去。这小家伙又来了。只见他弯腰抱起一个毛茸茸的团子。五哥，这是石铁兽吗？弟妹认识这东西？认识，我在画本子上看到过。五哥，能给我抱抱吗？不知是不是贺知然有特殊的吸猫体质，团子趴在他的怀里，脑袋蹭了几下之后竟然睡着了。这小家伙还挺喜欢九弟妹的。莫九叶在一旁撇撇嘴，冉冉那么有本事又漂亮，谁会不喜欢？这石铁兽是你养的？几年前我在山上救了一对石铁兽，当时他们都被老虎咬伤，我就带着他们一起回了这里，直到他们伤势痊愈，我才将他们送回山里。
没想到这对史铁兽还懂得报恩，他们知道我日落以后会发病，每那个时候就会来到屋外守候，一旦发现有人接近这里，他们便会发出一阵鬼叫声，将来人吓跑。直到上个月，一只受了重伤的史铁兽叼着自己的孩子来到我面前，将这小家伙交给我后便断了气。我心疼小家伙年幼失去父母，便一直将他留在身边照顾。若是九弟妹喜欢，就养着吧。既然如此，就多谢五哥了。他长得圆滚滚的，像个饭团，不如就叫饭团好了。就叫饭团。四人先后回到莫家人休息的位置。莫冲远先是在莫初寒的介绍下认了娘，随即又认了媳妇儿。两人在得知莫仲远失忆之后，同时失声痛哭。五嫂，五哥的头部受伤，若是这样刺激他，很容易伤害到他。夫君，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你曾经说过，等你得胜归来，就带我去京城的月满楼吃东坡肉。你还说会抽空陪我去庙里求菩萨赐子，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看着眼前已经哭成泪人的女子，莫仲远使劲的去想他说的那些，可他越想他的头就会越疼，表情十分痛苦。五嫂，五哥的头部受伤，若是这样刺激他，很容易伤害到他。夫君，我不说了，你若是想不起来，就慢慢想，以后我有很多时间给你讲咱们的过往。贺知远提议让莫老夫人带着莫寒月一起住进骡车，五哥与五嫂住在他们的帐篷里，梁浩等人暂时在东边的屋子安顿。贺知远刚刚转身，饭团就一把抱住他的小腿。莫九叶也看出来了，这小家伙就黏着自家媳妇儿。哎，你怎么进城了？我带着内子进城，打算买些药的，不知今日为何城里的医馆都没有营业。昨夜县城大人被几个蒙面人伤了子孙根，天还没亮，他就派人将所有医馆的郎中请去府中治疗了。夫君，我们先去哪儿？咱们就随意在街上走走，顺便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你们怎么在这里？不会是来看我堂弟笑话的吧？看什么看？再看小心挖掉你的眼睛！啊！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动手，还有没有王法了？你们崔家人仗着有个做县城的族亲，在西岭村横行霸道的时候，怎么没讲讲王法？当街打人，我要去官府告你！听说你们崔家的那位县城身受重伤，这个时候还能顾得上你？恰巧此时有几个官差刚刚从崔宅里面出来。看到那个人了吗？我怀疑就是他伤了县城大人，你们快把人抓起来！你们现在就跟着我回衙门配合调查，你们跑快些！昨夜伤害县城之人在此。谁知赶过来的那些官差并没有去帮忙抓莫九叶，而是气喘吁吁地通知对方：快，现在就回衙门！新任县令大人到了。你告诉他，我们大顺朝的女子只能给自己夫君一个人抱。县衙门口人山人海，两人刚刚站定，就见东边走过来一行人，两人同时轻声说出那人的名字：孟怀宁。他怎么会来允城做县令？一肚子的疑问。再看孟怀宁的身旁跟着一个金发碧眼的洋人，手舞足蹈的，貌似在表达着什么。恰巧这个时候，孟怀宁朝着人群的方向瞟了一眼。莫大哥，嫂夫人，没想到你们比我先到一步，久违了，孟兄弟。就在这时，那洋人又走了过来，他用一口流利的英文说道：这位大人，求你帮帮我。对不起，我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贺知染淡笑，上前一步，同样用英文询问那洋人：请问先生遇到了什么困难？哦，太棒了，我终于在这里见到一位懂得英语的人，而且还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性。说话间，洋人就打算上前给贺知染一个大大的拥抱。莫九叶见状，不悦地挡在贺知染的前面，怒视着洋人：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贺知染知道洋人高兴或者表达谢意的时候都喜欢拥抱一下对方，这是他们西方的一种礼仪，而且我也不会配合他的。莫九叶来不及仔细琢磨贺知染为何会懂得外语，仍旧气愤地盯着洋人看。这位先生，我们第一次见面，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莫九叶知道洋人是在跟自己说话，他听不懂，便转头询问贺知染。他在说什么？贺知染笑着将洋人的话翻译给他听。你告诉他，我们大顺朝的女子只能给自己夫君一个人抱。他十分敬业地将莫九叶的话翻译给洋人听。
并且用英文简单的解释了一下大顺朝的人思想比较保守，即便是感激亦或者其他，也只能用语言表达。哦，对不起，给您带来困扰，请您见谅。这位漂亮的女士，能否请您做几天我的翻译？我一定会出很高的工钱给你。不为别的，能够真正结识一个洋人，对他空间那些物品见光，绝对是最大的助力。这个没有问题，请问先生如何称呼？我叫亨利，来自海的那一端，不知这位漂亮的女士如何称呼？贺知然礼貌地打了招呼，并且告知自己的名字。贺知然女士，我的船在刚刚靠近允城码头的时候抛锚了，在家里带来的翻译又因病死在路上。我想在这里找一位修船的师傅，奈何语言不通，一直没有找到。能否请你帮忙问一问这里的官员，请他帮忙找一位会修船的师傅呢？贺知然将亨利的话翻译给孟怀宁。允城可有修船的工人？回大人的话，咱们允城南部靠海，那里的渔民多数都会修缮船只。嫂夫人可以将这个消息告诉他。贺知然女士，你能陪我走一趟吗？抱歉，今日我家里有些事情要处理，我明日空闲的时候可以陪你去渔村走一趟。好的，就明天。你们的县城何在？孟兄弟，我们今日进城，便听百姓传得沸沸扬扬，说崔县城昨夜被人伤了子孙根儿，如今还躺在家中养伤。孟兄弟有所不知，昨日我们抵达允城，就遭到了崔县城刁难，故意将我们分配到他族人所在的村子。这样的天气，我们30几个人全部在外面露宿了一夜。一个小小县城，还真是长了天大的胆子。来人，给你们半个时辰的时间，不管用什么方法，立刻让崔县城来见本官。县令大人今日刚刚抵达允城，下官身上有伤，未能亲自迎接，请大人恕罪。都死到临头了，还敢如此狂妄？大人，下官的叔丈是青州的知府啊。本官今日第1天到任，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刘知府因收受贿赂，已经被朝廷免职了。你说什么？这不可能！我叔丈不可能被免职的，一定是你在骗我。两位，昨日是本官一时疏忽，将你们分配错了地方，本官这就命人帮你们换个好的村子。五哥的毒已经彻底解除，如今失血过多，好好养上几天就没事了。那就要看崔县城有没有命去重新为我们分配村子了。崔文，你在允城利用职务之便欺男霸女，作恶多端，把崔文拖下去，重打20大板。大人，下官冤枉啊！大人。孟怀宁当堂宣布罢免崔文允城县城一职，崔文与其夫人刘氏暂押县衙大牢，等审问完毕之后定罪。莫大哥，嫂夫人，我现在就帮你们重新分配一个去处，如何？孟老弟，我和你嫂嫂都觉得西岭村不错，就不用重新分配住处了。既然如此，我就陪着莫大哥与嫂夫人走一趟，看看那里的环境如何。莫九叶、贺知然都清楚，他是打算帮自家人立威，让那些村民都清楚，他们与县令大人关系匪浅，以后想要刁难或者挤兑，也得掂量掂量。五哥，冉冉在城里已经配置好了解药，你无需再折磨自己。贺知然借着袖口的遮掩，从空间取出了一枚黑色的药丸。五哥，你现在就将解药服下。莫仲远毫不犹豫地接过药丸，直接送入口中。很快，五哥身体就有了反应，原本那股子使人发狂的躁动感渐渐消失不见。紧接着，他就感觉到身体自小腹的位置开始发热，同时双手与双脚同时传来一股肿胀感。五哥无法站立，直接栽倒在身后的床上。冉冉，五哥这个样子算正常吗？毒素正在一点点蔓延至四肢，时候到了，他的血管会鼓起，到时候将毒血放出即可。他连忙自空间取出银针，贺知然的动作极快，黑色血液源源不断地向外流淌。冉冉，五哥的血变红了。五哥，你现在感觉如何？除了有些头晕以外，其他都好。五哥的毒已经彻底解除，如今失血过多，好好养上几天就没事了。没事就好。五哥，这几天你就听冉冉的，什么都不要做，就躺着休息。明日我们去城里，把
帮五哥买些补身子的吃食，相信五哥很快就能恢复。多谢九弟妹，等五哥身体养好了，就上山打猎，养活咱们一大家子人不成问题。来人，把崔礼正给本官抓起来，暂押大牢，等待审理。兄弟啊，孟兄弟说想请我去衙门做捕头，我已经答应了。等家里的事情安顿好，我就直接过去。若不是崔县城不厚道，八哥的户籍上根本不需要有流放的标记。明日我就将八哥的户籍更改成正常状态，这样你做这个捕快就彻底名正言顺了。一切就有劳孟兄弟了。本官今日刚刚到允城上任，就接到了一桩令人愤恨的案子。咱们的崔县城为了一己私欲，鱼肉百姓不说，竟然还纵容自己的族人做一些猪狗不如之事。今日本官已经将崔县城革职查办。新官上任3把火，不难看出这第一把火要烧的就是他崔家。来人，把崔礼正给本官抓起来，暂押大牢，等待审理。这几个崔家男丁每人打10大板，若是不服就加倍伺候。你奶奶的冯老五，当初咱俩还在一起喝过酒，你竟然翻脸无情！你丫的，你再瞎逼逼，老子打死你！崔家人犯下如此多的恶行，本官即便一夜不合眼，恐怕也审理不完。你们2个家族可有识字之人？学生赵泽川不才，愿意写此状纸。你有功名在身，学生去年考中了秀才。以你们族长所言，赵家与周家生活不是一般的困难，能够供出一位秀才来，还真是不容易啊。既然如此，给你1日的时间，将状告崔家的状纸写好，送去县衙。请大人放心，学生后日一早将状纸奉上。本官今日就罢免崔家李正一职，未来西岭村的李正就由赵族长担任吧。原因无他，赵族长年轻一些，家里还有个秀才儿子，记录一些什么也方便。我们赵家有2处院子空闲，而且面积都不算小，供大人一家居住绝不是问题。我们周家也有1处闲置的院落，正房与厢房加在一起有10间，可以全部出租给他们。莫九哥，嫂夫人，既然2位族长能提供3处院落，不如你们现在就去看看，合适的话今夜就搬过去，以免露宿在外冻坏了身体。如此甚好。请问这里是胡聪家吗？谁找我呀？九公子。没想到还真是胡大人。哎呀，什么胡大人呢？我现在就是个混吃等死的无用之人了。既然如此，我就称呼你一声胡大哥可好？九公子怎么找到我这里的？胡聪听说他们是来找自己修船的，视线便落在了亨利的身上。我本不想与你们这些洋人打交道的，你要感谢带你来的人，否则我是不会帮你修船的。何芷然女士，麻烦你帮我翻译一下，他刚刚说了什么？很显然，胡聪对洋人的印象非常不好，甚至还有些憎恶。九夫人能听懂他说的话？机缘巧合的学了一些皮毛，勉强能交流。我刚刚到西北的时候，为了糊口，去码头做过苦力。我娘子去给我送饭，恰巧被一个路过的洋人看到。那洋人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让我娘子心甘情愿地跟他走了。胡大哥，事情已经过去了。船在哪里啊？带我去看看。亨利因为贺知染没有及时帮他翻译胡聪的话，此刻还一脸懵逼。贺知染连忙又做起了翻译。贺知然女士，请你帮我转达一下，我是第一次来这里，做这样的事情的人肯定不是我。还有，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好人也有坏人，我肯定是我们国家的好人。贺知染心下好笑的同时，将他的话原原本本的翻译给胡聪。我知道冤有头债有主，事情又不是他做的，我自然不好迁怒于他。沿着海边一直走，差不多走出去20几分钟的样子，就抵达了码头。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好东西，你们随意参观。贺知染在亨利这里买了少量的玻璃、少量塑料布和土豆、地瓜以及一些作物的种子。贺知染，你想好这些东西要如何运输吗？想好了，我打算去码头附近租个仓库，等你的船修好靠岸的时候，就把这些运到仓库。亨利，那位师傅很厉害，这么快就把船修好了？太棒了！通知下去，货船立刻靠岸。何芷然女士，
我明日早起就准备赶往大顺的下一座城池。你能继续帮我做翻译吗？对不起，亨利，我不能跟着你离开，我还有很多家人在这里，他们需要我。可是没有你，我在这里根本无法与人交流。贺知然能够理解亨利这种无助感，他思索了一番，说道：“你稍等我一下。”贺知然，太感谢你了！有了这个翻译卡片，我就不担心和大顺的人交流问题了。两位族长，不知你们手里可有闲置的土地售卖？老九，你是打算买土地？我们未来要在村里生活，种庄稼是必然的。咱们西岭村若是说好的土地，都掌握在崔家人的手里。只有靠近山脚下那些是闲置的，如今已经荒废了多年。两位族长，不管什么样的土地，我们都想买。我们周家在山脚下荒废的耕地差不多有20亩，你若是要买，我们就按照当初买荒地时候的价格，1两银子1亩出售。我们赵家在那边也有26亩荒废的土地，和周家同样，1两银子1亩出售。两位族长，我决定将你们那些土地都买下来。两位族长，这是土地的定金，等我们家这几天安顿好，咱们就去衙门办理土地的过户手续。老九媳妇儿还真是客气了。哎呀，定金象征性的给一些，意思一下就好。我们当初分配来这里的那些房子，听说很多都是你们族人的，不知那些院子是否出售？老九，那些院子你们也要买？我觉得在那里建房比较合适，那里距离我们买的土地比较近，照顾起来也方便。若是可以的话，我打算全部买下来。老九，你确定都买吗？九弟是疯了吗？这是打算让家里人每人住一个院子吗？九弟，马哥，等晚些我和你说。楚寒，你听你九弟的，如今咱们墨家是贺氏在当家。老九啊，山脚下我们赵家有7处院子，这价钱呢，咱们现场查看过后再定，如何呀？我们周家的院子有9处，看过了再商量。院子的事情不急，等崔家的案子结了，咱们再具体商议。你能把这些兔子赶到笼子里吗？只见他挥舞着毛茸茸的小短臂，朝着那些在草地里撒欢的兔子叫了几声。惊人的一幕出现了，那些兔子全部停止了动作，一窝蜂似的钻进了笼子，甚至连动都不敢动一下。这场面彻底是将莫九叶与贺知然逗笑了。尽管饭团这活干得不咋地，起码已经能够证明小家伙确有些本领。他与莫九叶吃过晚饭，便带着饭团一起进入空间。莫九叶知道媳妇儿今日辛苦，洗漱过后便主动帮他按摩。就是这里啊！这声音，这柔软的触感，对于莫九叶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折磨。然而那个享受夫君超级服务的小女人还不知道，她这是在玩火。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怎么这么不专心？她的话音刚落，身体就被男人一个用力拥入了怀中，随即而来的就是一个霸道又略显生涩的吻。试图推了几下，对方仍旧吻入泰山，那个霸道的吻也越来越深。贺知然随着这个吻的加深，也渐渐失去了自我。他随着本心伸出双臂，环住莫九叶的脖颈，回应着他的热情。莫九叶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临近爆炸边缘，正准备打横将贺知然抱到床上的时候，去竹林挖竹笋的饭团迈着小短腿跑了回来。小家伙看到主人貌似是被欺负了，快速跑到莫九叶的身边，死死地抱住他的腿，狠狠地咬了一口。外爷，敢欺负我主人，看我不咬死你！莫九叶腿上一痛，抱着贺知然的手臂本能的一松，同时他的理智也回归了大半。饭团用力抱着莫九叶的腿，发出类似狗叫声的同时，还试图继续啃咬。饭团，不准咬人！饭团心中不明白，他明明是在帮主人。小家伙委屈地松开莫九叶的小腿，可怜巴巴地看向贺知然。2辈子的初吻，而且这个吻来得那么突然，让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莫九叶面红耳赤，有些不敢直视贺知然。莫九叶，你就是个纵欲无度的混蛋！对不起然然，都是我不好。他在军营里的时候听那些老兵讲，他们第一次和媳妇儿恩爱的时候都比较笨手笨脚，尤其是亲小嘴的时候，不小心就能把媳妇儿的嘴唇咬破了。不知道他刚刚的笨拙的吻有没有给媳妇儿造成伤害。
饭团这个家伙绝对是他的头号天敌。按照老兵所讲，媳妇儿瘫软以后就会任他摆布，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还好死不死的被饭团给破坏了。那个，我就是一时没控制住而已。贺知然主动环住莫九叶的腰身，头紧紧地贴在他的胸膛。我是你的妻子，没控制住也没关系。两人的身体紧密接触，将莫九叶刚刚熄灭一点点的欲火再次点燃。此刻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身心，说是再忍下去，恐怕他会疯。莫九叶已经顾不得什么完美的洞房花烛夜，俯身再次吻了上去，感觉怀中娇妻已经瘫软，便飞快地抱着人去了卧室。莫九叶担心他会吃不消，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然而正值壮年又精力旺盛的家伙，即便再如何控制，也让贺知然感觉到身体吃不消。这一夜，莫九叶抱着贺知然来来回回出入浴室，竟然有7次。重新躺回床上，贺知然用仅剩的一点力气，一口咬在他的肩头。莫九叶，你就是个纵欲无度的混蛋！对不起，然然，都是我不好，以后我会注意的。话落，莫九叶在他额头轻轻地落下一吻。睡吧，明日你别起那么早，外面的事情我来应付。贺知然困意上涌，只是轻轻地了一声，在后面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九弟妹，听九弟说你昨夜身体不舒服，现在好些了吗？已经好多了，谢谢八嫂关心。都怪这家伙，他现在感觉全身都如同散架了一般，一点力气都没有。不但这样，走起路来还不敢迈大步。没事就好，早上给你留的饭菜，我现在就去热一热。八嫂，还是我自己来吧。说是这样说，身子却是不争气，迈不开大步，只能夹着腿朝前走。大嫂比较细心，一眼就看出了贺知然走路不对。九弟妹，九弟说你不舒服，我还以为是怎么着了呢。九弟也真是的，九弟妹长得娇娇弱弱的，怎么就不知道怜香惜玉一些？古人也太厉害了吧，就连这都能看得出来。如果不是他脸皮厚点，恐怕都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了。大嫂、二嫂，你们说什么呢？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的确是身子不太舒服。咱们都是过来人，二嫂什么看不出来呀？九弟妹你就别装了。九弟妹，不知道咱们家明年能不能多个大胖小子啊？如此场面是贺知然万万没有想到的。贺知然，你一个来自现代的灵魂，不就是跟自己老公做了几次核酸吗？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见到媳妇儿还躺在炕上，莫九叶以为自己真的伤到她了。然然，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看到这个让自己丢脸的罪魁祸首，贺知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随即翻了个身，头朝着里面不看他。莫九叶顺势脱掉鞋子，爬上炕，将小娇妻抱在怀里。然然，都怪你，害得我早起就被嫂嫂们打趣。嫂嫂们为何要打趣你啊？你今天去哪儿了？我去衙门了，把地和房屋过了户。你哪有银子啊？我今早在空间拿了一些。这家伙还挺有成算的，知道用银子自己拿了。他将地契再次塞回莫九叶的手中。娘是一家之主，这些先给他老人家送过去，若是他不打算管着，你再拿回来。终于熬到了晚上，莫九叶就迫不及待地催促他一起进入空间。看到他如狼般的眼神，贺知然身体就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这男人太生猛，自己这小体格子还真有些招架不住。那个，今晚能不能……然然，昨夜是我不好，把你伤到了。今天你放心，我保证。轻点也不行，我还疼着呢。我是说，我保证老老实实睡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说话可不能不算啊。你夫君向来都很君子。如果不是见识到他昨夜的凶猛，贺知然也会一直这样认为。现在嘛，还真不好说。开过婚的男人想要克制欲望的确很难，可莫九叶言出必行，面对娇妻，宁愿在欲火烧身时去冲冷水澡，也践行了他的君子承诺。这位大哥，前面发生了何事？医馆门前有一个得了天花的病人，快跑吧！然然，你先进空间。我小时候得过天花，不会被传染。我先过去看看。天花是通过空气和飞沫以及接触传播的，我注意些就是。反正他空间的酒精要多少有多少，他还可以做到最彻底的消毒。贺知然拿了2个口罩出来，自己和莫九叶每人戴上一个。这年轻男子两人都不陌生，正是他们打算寻找的唐明瑞。唐明瑞满脸颓废之色，眼中也没有了往日的光芒。唐兄弟，到底发生了何事？
莫大哥，莫大嫂，我妹妹身上结了红色的水泡，我带她来就医，没想到她得的是天花。贺知冉并没有急着讲话，而是仔细地观察他怀中抱着的小姑娘。他试探着伸手去触碰小姑娘脸上的水泡。唐明瑞与莫九叶同时有了动作。冉冉，你不能碰！莫九叶大喊一声后，便上前拉住他。莫大嫂，危险！我怀疑他得的不是天花。冉冉，他得的不是天花，会是什么？我怀疑他得的是水痘。水痘？水痘？水痘的症状和天花有些相似之处，不过却没有天花那么严重，我保证能治好。莫九叶了解自家媳妇儿，他从不说没有把握的话。莫大嫂，我妹妹没有得天花是不是？她的确没有得天花，不过这种病也是会传染的，治疗得当的话，基本不会危及生命。这位小娘子，你不要命了吗？老夫奉劝你一句，离他们远些吧，以免殃及自身呐。您是这里的大夫吧？老夫呢，就是这医馆的大夫。小娘子，听老夫一句劝，赶紧离开吧！啊，大夫，他得的不是天花，不信您看看，他脸上的疱疹是表层，和天花完全不一样。他行医大半辈子，怎么可能连天花都不认识？贺知冉见老大夫将医馆的门关上，想必他根本没有相信自己说的话。唐公子，先带着你妹妹回家，我保证能治好她的病。多谢莫大嫂。这些药都是我自己配制的，治疗小姑娘的病正合适。按照他说的办法为妹妹服下。最近这几天小姑娘卧床休息，尽量减少活动，10天左右便可痊愈。时候不早了，我们就不多打扰。我们如今住在西岭村，等小姑娘病好了，欢迎你们去家里做客。莫九哥，九嫂，你们怎么还在城里？孟兄弟，城内有人得天花，纯粹是无稽之谈。无稽之谈？九嫂此言何意？大夫说得天花的小女孩，我已经查看过，她得的并不是天花，而是另外一种病，名为水痘。水痘看上去与天花有很多相似之处，医馆的大夫会误诊，一点都不奇怪。就凭人家给自己的那个治疗鼠疫的药方，足以证明他的本事。九嫂此言当真？自然当真，我已经给了小女孩治疗的药物，相信要不了多久，她的身体就会痊愈。你九嫂说的都是真的，她自幼学习医术，对此绝不会看走眼。既然如此，我立刻就下令解除对允城的封锁。马君山，你立刻快马加鞭赶往府城，告诉知府大人，允城出现天花纯属误诊。此时莫初寒正准备出去将没有人得天花的消息告知百姓，刚刚走到门口就遇到了南瑞。九弟有过推测，他曾经就是在南瑞派来刺杀九弟杀手当中的一员，给自己种下傀儡蛊的人，即便不是南瑞，也和他脱不开干系。瑞王殿下怎么来了这里呢？南瑞微微一蹙眉，他手中握着的母蛊，若是遇到子蛊，肯定会有反应。然而他与莫初寒如此近距离的接触，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你看我八哥像是中蛊的样子吗？县令大人并不知道我的身份，我只是想找份差事养家糊口而已。若不是自己出手，莫初寒的傀儡蛊根本无法解除。你的身体拜瑞王殿下所赐，我还能活着，真是不容易。你都知道了什么？王爷真的就打算在这里说吗？这里不光只有他带来的护卫，还有那些官差，的确是他大意了。你跟本王来，本王此次来西北，就是要寻你。不知瑞王找我有何事啊？直接将手中的小瓷瓶摆在了桌上。这瓶子里面装的是一只傀儡蛊的母蛊，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你什么都知道，为何还需要本王说的那么明白？王爷，莫家九爷和他的夫人来了，见过瑞王殿下。两位请坐。以刚刚瑞王殿下的意思，我八哥所中傀儡蛊的确是你的手笔。我只能说与我有关。难道傀儡蛊不是你给我八哥下的？的确不是我下的，可如今母蛊又在我的手中，无论如何我都难辞其咎啊！你让我如何相信你的话？我不知道边关那儿是否有人给你送消息，莫初寒的坟墓被人挖开，就是我派人做的。你为何这样做？因为我知道边关那里有很多忠于莫家的将士，他们看到莫初寒的坟墓被挖开，定会想办法向你告知的。现在我就可以将莫初寒的蛊虫解除，只不过我有个小小的条件。我想先了解一下你的条件。我希望莫初寒能够跟着我一起回京城，假装继续中蛊的样子。这不可能，
难道你们不想给莫初寒解蛊吗？你看我八哥像是中蛊的样子吗？难道莫初寒的蛊解了？可母蛊明明在他手里养得好好的，莫初寒的蛊是如何解除的？你说的那个神秘人到底是谁？我从未见过那个人的真面目，只知道他一头白发，每次出现在我面前都是以不同的女子面容，这和当初云离说他师傅的样貌绝对吻合。你可知除了我八哥，我墨家男儿是否还有被那人所控制的？我无意间听那个人说过，墨家男儿若是都能成为他的傀儡，就是为他心爱之人报仇雪恨的那一天。你能告诉我，莫初寒身上的蛊是哪位高人解除的吗？帮八哥解蛊的是一位世外高人，如今我也不知道他的行踪。我发誓，只要你能帮我找到那位会解蛊的大师，你要我做什么我都会答应。3日后，依旧是这个地方，我会给瑞王殿下消息。你对给南瑞母妃解蛊有什么看法？若是媳妇儿不同意，无论怎样做对墨家有什么好处，他都不会强迫。南瑞母妃如果真的能解蛊，她就可以不再受那人的控制，到时候做事倒是方便一些。还有，南瑞将帮他母妃解蛊的希望放在这里，相信他回去以后也不会将墨家的事情宣扬出去，倒是能够暂时堵住他的嘴。先不管他此行来西北抱有什么目的，我只想以此先达到我的目的。至于以后的事情，咱们也只能见招拆招了。我即便愿意出手帮南瑞的母妃解蛊，也不能以真面目示人。到时候我就扮成一个老者，尽量不说话，如何？3日后我去通知南瑞，就说解蛊的高人找到了。事情敲定，一对璧人缠绵了一番，才沉沉地睡了过去。南瑞对此事比较上心，早在1个时辰前就等在这里。怎么样，能联系上那位高人吗？运气好，高人是联系上了，可高人最近要闭关，据说要3个月左右，想请他帮忙解蛊，也只能等到3个月以后了。我立刻动身，赶回京城。你不带着我八哥一起回去，就不担心被那高人发现什么端倪吗？这个，如果你今日给我带来的消息是没能联系上那位高人，我还会请求莫初寒跟我一同回京。如今联系到了那位高人，3个月的时间，我怎么着都能应付得过去。只要母妃的蛊毒解除，他以后就再也不会被人所控。就3个月后，我在这里恭候瑞王与德妃娘娘。话落，莫九夜便带着贺知然一起离开了酒楼。九弟妹，这么好吃的肉一定是你做的吧？我们几个过来准备晚饭，一眼就看到了这个，所以大家都尝尝。嫂嫂们觉得这冷吃兔好吃吗？好吃，特别好吃，又辣又过瘾，吃一块下去就想下一块。忙活了1个多时辰，8只兔子终于再次制作成美味的冷吃兔。媳妇儿什么味道我都很喜欢。贺知然回到房间的时候，莫九夜已经无聊地等在那里。看到媳妇儿，他一把将人拉进怀里。我身上油烟味很大的。我不嫌弃，媳妇儿什么味道我都很喜欢。现在莫九夜说这种话，几乎是张嘴就来，完全不用打草稿。屋子之间挨得太近，古代的房子又不隔音，贺知然生怕闹出什么动静来，明早被家人嘲笑，连忙拉着莫九夜一起进入空间。莫九夜今日特别的粘人，媳妇儿走到哪里就会跟到哪里，甚至还声称媳妇儿今日辛苦，他愿意伺候对方沐浴。贺知然在莫九夜的面前力道就如同小白兔遇到大灰狼，一夜旖旎过后，换来的就是贺知然又起晚了。每每在他天光大亮走出房间的时候，大家的视线都会不约而同地落在他的小腹上。莫九哥与九嫂这是打算出门？我琢磨些吃食，打算去城里售卖试试。不知九嫂做了什么样的美食，可否给兄弟我看一看？贺知然直接从车厢里拿出了1包冷吃兔，递给唐明瑞。这些是我用自家饲养的兔子肉制作的，唐兄弟先尝尝。他的表现和昨晚的墨家人一样，嘴都被辣得发麻，可仍旧想继续吃下去。他知道墨家九嫂说了算，便直接忽略了莫九夜。九嫂，这肉太好吃了，不如与兄弟我合作吧。无论如何，能有个未来大皇商合作，总比他自己跑去城里推销来得方便。唐兄弟请进，咱们可以商量一下合作细节。九嫂，这吃食可有名字？这种做法的兔肉冷着吃更好吃些，我就取名为冷吃兔。冷吃兔，简单易懂，又不失优雅。我将这些冷吃兔全部用油纸包装，刚刚唐兄弟拿到的就是1份，1份的售价为100文。就按莫大嫂说的，100文1份。你这里有多少，我要多少。我们今日准备了80份冷吃兔，刚刚唐兄弟尝了1包，这个算我们的。
果然如贺知染预料的那般，唐明瑞次日早早就登门了。唐明瑞推销的冷吃兔大获成功，他的那位酒楼老板也表明了态度，这种美食有多少他要多少，他直接给了贺知染80两银子，比他原计划的售价翻了10倍。堂兄弟这是？冷吃兔我售价2两银子一份，以后只要是与九嫂合作的生意，但凡我能力范围内，尽量都与你55分成。唐明瑞急着赶往州府送冷吃兔，打声招呼便急匆匆地离开了。冉冉，是不是五哥要恢复记忆了？我刚刚帮五哥检查，发现他头部的淤血几乎被吸收光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的记忆应该可以恢复。你五哥真的要恢复记忆了？娘，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五哥醒来就能恢复。夫君终于要好起来了。过了差不多半个时辰，莫仲远终于睁开了眼睛，迎来的并不是大家所等待的惊喜，而是莫仲远无比痛苦的表情。仲远，你是哪里不舒服？冉冉，五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怀疑五哥是想起了什么不堪的记忆，所以才会这样。难道是他战死时候的场面，亦或是被人俘虏以后受到什么非人的折磨？娘，五嫂，你们试着对五哥说一些以前开心的事情，争取让他从痛苦中走出来。仲远，娘看好了陈家的嫡长女，想请人帮忙撮合与你的姻缘，可你却说什么都不同意。你说你喜欢一个姑娘。是娇娇，我喜欢娇娇。五嫂听到夫君说出自己的名字，眼泪再次如断了线的珍珠般滚落。夫君，你看看我呀，我就是佳佳呀。娇娇，是我的娇娇。夫君，你想起我了是不是？你是我的妻，是我的娇娇。家中女眷们看到这样的场面，纷纷抹起了眼泪。当年是我鲁莽，中了南疆人的奸计，才误入他们设下的陷阱，受尽折磨。五哥，你知道是谁给你下的毒吗？我看不见那人的容貌，他露在帷帽外面的一缕白发，我仍旧记忆犹新。听说一缕白发，莫九夜与贺知染心中同时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云离的师傅南瑞所说的神秘人。如今家中几个活着的兄长失踪，都与那人有关，只是他们不清楚神秘人为何会对墨家如此纠缠不休。我一直在想，五哥既然能不被那神秘人的傀儡骨控制，可能还活着的大哥二哥也可以如此。我记得古书大全中提到过，傀儡术很难豢养，很多人即便是养了也不一定能养成，所以说对于养蛊人的天赋以及能力是很大的考验。五哥是最早一个出世的墨家人，有很大的可能就是那人的傀儡还没有完全养熟，而大哥与二哥出世的时间晚一些。如果他们真的活着，被傀儡蛊所控的可能性很大，否则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失忆的事情发生啊？时光飞逝，转眼间便到了大年30。三哥，你总算回来了。你若是不回来呀，我和九叶都打算明日一早出去寻你了。路上遇到了一些事情，耽误了，否则前些天呢就能赶回来。坊间中的女眷，除了莫老夫人与贺知染以外，大家都有些懵。云峰，来娘这里。我在盐湖离开，便直奔了南疆。进入南疆地界，我才发现，那里很多人都会养蛊，而且那里的养蛊人都十分低调，根本看不出谁才是养蛊人。后来经过我多方打探了解到，南疆有一处名为思蒙山庄的养蛊圣地，他们不知道创建者的真正名字，大家都称呼他为思蒙先生。听到思蒙二字，莫老夫人蹙了一下眉头。娘，这名字有什么特别吗？我只是对这个蒙字有些敏感而已。那时候我和你们的父亲刚刚成亲不久，边关战事吃紧，先皇就封了你们父亲为元帅，率大军赶往支援。你们父亲出师大捷，用了2个月的时间，便将南疆的贼寇赶出我大顺国土。在拷问时才发现，南疆的主将竟然是他们的长公主元蒙。当时我穿着普通士兵的服装，站在你们父亲的身旁，他对你们父亲十分迷恋，甚至声称只要你父亲答应娶她，立刻就能回南疆，说服他父皇彻底向大顺投诚。
他的要求被你们父亲当场拒绝，后来那元蒙不甘心，在他被南疆皇帝用大量的财物换回去之后，仍旧想方设法地接近你们的父亲。直到我们凯旋回京，我都已经生下了你们大哥，元蒙仍旧对你们父亲念念不忘。在南疆使者回去不久，他就亲自来了咱们大顺的都城，对你父亲死缠烂打。面对这样的人，我与你父亲都感觉气愤至极。无奈之下，你父亲向先皇请旨，自愿前去西境镇守。他成为边疆的守将，自然可以带着家眷，我便一直跟在他身边。谁知那元蒙仍旧不死心，他竟然疯狂到用自己的血去豢养情蛊。只可惜元蒙太过心急，尸骨的时候被你们父亲一眼识破，一怒之下当场将元蒙斩杀。这件事当年轰动了南疆与大顺两国。南疆一位爱慕元蒙名唤绍兴的世家子，是要亲手斩杀了你们父亲，为元蒙报仇。南疆大败撤退的时候，绍兴当着两军的面前发誓，此生所愿为元蒙报仇，诅咒墨家断子绝孙。娘，你的意思是这个思蒙先生很有可能就是当年那个爱慕元蒙的绍兴？你们兄弟一个两个的都中了蛊，而且养蛊之术产自南疆，这不得不让我想到此人。尤其是你们父亲的死和你们兄弟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思蒙山庄的密室入口就在一口枯井的下方，那个地方很隐秘，若不是考虑我过年赶不回来，家人会担心，我肯定会折回查看一番。我现在就出发南疆，定要将思蒙山庄翻他个底儿朝天。楚寒，你坐下。且思蒙山庄的人都善蛊术，你去了能保证自己不会再次中招？别说没打听到你大哥二哥的下落，家人还要想办法去救你。莫老夫人陈眸扫视了一圈，最后将视线落在贺知染的身上。她早就发现了自己这个九儿媳的头脑可比她的儿子们强多了。贺氏，这件事你怎么看？三哥，你是否从抓到的人口中问出留守山庄那些人的虚实？还有，他是否知道思蒙先生的下落？他说他这个层级的人根本接触不到，他也是听人家说过，思蒙先生每逢7月都会到大顺的西境。娘，爹失手杀死元蒙的时候是几月？正是7月。如此说来，思蒙先生有很大可能就是那个爱慕元蒙的世家公子。不管这思蒙先生到底是不是那个人，总之这是一条十分有用的线索。如今此人行踪不定，我们想要找到他也如同大海捞针，不如到了7月去西境那里看一看。可咱们越晚找到大哥与二哥的下落，他们就会越发的危险呢。阿哥，你还要去衙门上职，去南疆的事就交给我。我这趟南疆之行也算对那里了解，寻找思蒙山庄不在话下。我也要去，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莫九叶不是不知道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的道理，可是媳妇儿身上太多秘密。这次去南疆主要是探听消息，家里这边的安全也很重要。冉冉会解蛊，这次我决定就我和冉冉2个人去。不行。三哥第一个反对。不行。5哥也不同意。九爷，南疆不安全，还是带着我们几个吧。我们2人改变一下装扮，到了那里认谁都认不出，不会有危险的。人太多反而会惹人眼。九爷说的有道理，不如让他们2口子先去看看，无论如何都要早去早回，遇到什么棘手的情况也不要恋战，回来大家一同想办法。莫老夫人虽然嘴上没有说过，可她心里最清楚，能够顺利的救回几个儿子，可都是九儿媳的功劳。这件事不急，等过了年再让九叶与贺氏出发。此次出行只有他们2个人，贺知染便打算动用一下现代的交通工具。莫九叶在看到面前出来这么多大铁桶，正在诧异的时候，眼前又多了一台4个轮子的铁盒子，这下他是彻底惊呆了。冉冉，这件事还真是有些怪贺知染了。他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一直没想起来告诉莫九叶，以至于莫九叶根本不认识汽车。
这架汽车我也是在浏览淘宝宝的时候看到的。汽车？莫九叶能够看得出眼前这个大家伙是车，可是汽车这个名词对于他来说太过陌生。我看过说明了，这车不用牲口拉着，只要人去操作就可以跑得很快，而且乘坐也很舒适。莫九叶震惊了一瞬之后，很快便调节好心情。媳妇儿的空间如此逆天，尤其是那个可以买东西的淘宝宝，虽然他没有仔细查看过，可那里面买的东西哪一样不都是可以颠覆他认知的？想到这些，对于眼前这个大铁盒子，他很快就接受了。冉冉，这是玻璃吗？是的，就是玻璃。在亨利那儿购买的玻璃，莫九叶已经见过，因此他并不用解释太多。他见莫九叶在那里东摸摸西看看的，便上前将车门打开，仔细将里面的操作解释了一番。莫九叶心中有些犯嘀咕，媳妇儿虽然拥有这样神奇的空间，可自己从没有见过她研究过什么汽车，他为何会对汽车如此了解？疑惑归疑惑，他却习惯的没有询问，毕竟媳妇儿身上的秘密大着呢。莫九叶坐在副驾驶，认真的观看，并且将每一个步骤牢牢的记在心中。贺知冉能够看得出莫九叶那跃跃欲试的样子。他开车绕着空间的空地跑了2圈，就被摩拳擦掌的莫九叶赶到了副驾驶。不得不说，莫九叶还真是有开车的天赋，仅仅开了1圈就已经可以熟练操作，而且还十分的稳当。莫九叶已经彻底爱上了开车的感觉，这可比他驾骡车轻松又舒服多了。他一直将车子开到了里面自带的汽油全部用光，才不甘的停下。若不是知道那些汽油来之不易，莫九叶肯定还要再开上几圈。孟怀宁一个人手里提着几个油纸包，脸上满是喜色。自从他发现了自己喜欢上莫家的姑娘后，便立刻写信向家里告知，他想得到家人的同意之后，找时间来莫家提亲。为了给莫寒月挑选一个有心意的礼物，孟怀宁可谓是煞费苦心。各位兄嫂，孟某哪里做的不对吗？莫寒月见孟怀宁花冤枉银子买这个挂件是送给自己的，便红着脸解释：孟大人，这长耳兔挂件就是出自我和嫂嫂们之手。这挂件是你们做出来的？是啊，我们家养了兔子，这个就是用兔皮染色后制作的。他精挑细选，结果挑来挑去，竟然选了一个出自莫家的东西。这长耳兔挂件虽出自我莫家人之手，可数量一直有限，甚至有很多没买到的人重金求购。孟大人能选这样的礼物送给寒月，还真是有心了。是啊，孟大人一看就是花心思选的礼物，这东西如今呀，特别受城里那些女孩子们的喜欢。孟某当时选礼物的时候的确如此想，既然这挂件出自莫家，那这个礼物就不算数，待孟某寻到更好的东西，再送给穆姑娘作为补偿。孟大人不必费心了，这个礼物寒月很喜欢。莫老夫人坐在上首，貌似也发现了一些端倪。寒月，陪娘去后院看看，让你几个哥哥陪着孟大人。刚刚孟怀宁看莫寒月那股难以隐藏的柔光，以他的阅历判断，孟怀宁应该是对自家女儿有意，而且他看莫寒月貌似对孟怀宁也不排斥。寒月，和娘说说话。娘要和寒月说什么？娘的寒月越来越漂亮了。娘生得好，女儿自然就漂亮了。娘记得在京城时，上门向寒月提亲的勋贵都能踏破莫家的门槛，谁知咱们莫家竟然遭了这无妄之灾，倒是耽误了你的婚事。娘，寒月不嫁人，一辈子留在家里伺候你。这孩子说什么傻话呢？姑娘家哪有不嫁人的道理？娘看孟大人不错，你觉得呢？娘，这种事儿你怎么能问我一个姑娘家呢？听到女儿这样说，莫老夫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在古代，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夜深人静的状态，官道两侧漆黑一片，连个鬼影都看不到，因此两人也不担心汽车会被人看到。虽然道路不太好走，却比骑马的速度快上很多。既然咱们来了南疆，就先从这里寻找线索。现在只能这样了。你打算先去哪里？我打算先去思蒙山庄。应该先去那里，万一咱们先去皇宫，闹出太大的动静，引起有心人的注意就不好了。思蒙先生行踪如此诡异，可见其绝对是个心思缜密之人。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引起他的忌惮，很可能司蒙山庄那条唯一的线索就断了。这里有些怪怪的，是觉得有些冷吗？贺知染紧紧拉住莫九叶的手，前方若是遇到危险，他会第一时间带着莫九叶躲进空间。前面应该有蛇，而且数量很多。然而他们听到的声音可不只是多那么简单，这样大规模的蛇群，除非有人故意豢养，否则不可能一次出现这么多。咱们进入空间想办法，顺便休息一下。连夜赶路，天亮后又爬了这么多山，贺知染的身体多少有些吃不消。话落，两人便出现在空间内。据他了解，只要将雄黄撒在身上，蛇闻到这个味道就会避之不及。另外就是他的宝贝饭团，小家伙可以操控兔子和他空间的牛羊，还能控制那些军犬。不知道他是否也能让这些毒蛇俯首称臣呀？我们饭团吃饱了，是不是要帮我个忙呀？外面有好多蛇，你能让他们听你的话吗？两人整理一番，便抱着饭团一起出现在山洞内。宝贝，听到蛇的声音了吗？汤那一声不要紧，似乎惊动了蛇群。眼看着蛇群越来越近了，只听到饭团再次发出一声狼嚎声，那些蛇便立刻停止了前行的动作。这么多蛇聚集在一起，一定是三哥的光顾让司蒙山庄的人升起了戒备心理。如果你有急事要向你师父汇报怎么办？饭团再次朝着蛇群发出一声吼叫，那些蛇便开始有序地进行排列，同时头部上扬，还不断地向外吐着蛇信子。饭团乖乖，好样的！乖宝，让他们跟着咱们一起，到了山洞外面没有危险后再解散。只见饭团龇牙咧嘴的对着蛇群做出各种搞怪的表情，又发出了几种不同的叫声之后，蛇群便有序的分开站到两侧，在蛇群让出的通道中走了出去。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到底要做什么？把有关司蒙先生的事情都讲出来。这不可能，你杀了我吧！莫九叶闻言，随手掏出一把匕首。想死很容易，既然你什么都不想说，我也不可能让你痛快的死去。话落，匕首迅速转移，切断了矮个子一根手指。你到底是什么人呐？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这样对我呀？我是什么人，你没资格知道。你说出我想要的答案，我会给你个痛快。我来试试。既然你不想说，我们也不逼你。我这里有个东西，不知道你认不认识。矮个子起初还很认真的想去辨别眼前晃动的物体，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盯着那东西没多久，就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黄训。你住在哪里？我住在司蒙山庄。司蒙先生是谁？司蒙先生是我师父。他在哪里？我已经3年没见过我师父了。怎么才能找到你师父？我师父神出鬼没，他有事找我自然会出现的。如果你有急事要向你师父汇报怎么办？每年7月以前将消息送去大顺西境，他每年7月都会去西境那里一次。你师父叫什么名字？我只听师兄讲过，他姓邵。那位爱慕圆蒙的世家公子姓邵，而这个司蒙先生也同样姓邵，二者就是同一个人无疑了。你师父长得什么样子？我师父一头白发，他见我们的时候每次都会变换面容。你连他的真实样貌都不清楚，又如何判断他的身份？我师父手里有令牌，我们都是凭借令牌辨认他的身份。通往司蒙山庄的洞口是你们放了蛇群吗？是我们放的。那井口是你们进入密室的通道吗？是的。密室里现在还有多少人？除了一个被我们看管的人以外，还有我3位师弟在。你们看管的人是谁？是师父送来的人。你还有什么想问的？没有了。话落，他便一刀将黄旭了结。大师兄他们出去查看了这么久没回，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吧？应该不会，大师兄已经养出了本命蛊，必要的时候会保命的。哎，大师兄，你们怎么去了这么久啊？你们的大师兄已经见阎王去了。几人同时将手伸进怀中，取出各自的蛊虫，做出戒备的姿势。你们到底是何人？莫九叶举起喷火枪，对准蛊虫喷火，眨眼间3只蛊虫便被烧成了灰烬。贺知染不可能给他们释放蛊虫的机会，抬手撒出去一包迷药，将几人全部迷晕。这些书籍贺知染也不知道自己未来是否能够用到，总之这种害人的东西还是少在外面流传为好，
以免祸害更多的人。正对着房门书架上面的书全部消失不见，而书架却纹丝未动。这个书架有问题，我的意念不管用。如果预料不错的话，这应该是个密道一类的入口。皇旭说了，这里还有一个四蒙先生送来让他们看管的人，想必就在密室中。两人放弃了挪动书架，在书房内寻找起来。怎么样，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开关应该在这里。随着书架的移开，一股刺鼻的骚臭味道瞬间弥漫开来。床上平躺着一个人，若不是看出他胸口的起伏，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个死人。你是何人？在这暗无天日的房间内，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被关了多久。听到这声音，他心中莫名的生出一股熟悉感。在莫九叶的眼中，眼前之人头发凌乱，眼窝深陷，颧骨突出，若不是他还有口气在，就是活脱脱一个干尸。他腿上的肌肉已经全部坏死，那些坏死的肌肉必须剔除重生。尽管如此，莫九叶还是看出了此人大致的眉眼。你是四哥？九弟，你真的是九弟？明明只是个30岁上下的人，看上去却如同一个垂暮老者。贺之然能够感觉到莫九叶此刻身体都在颤抖。九弟，别碰我，我身上脏。四哥，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我现在能活着，都已经是上天的恩赐了。夫君，先让我帮四哥检查一下身体。弟妹，四哥告诉你，我双腿骨折，被挑断了手筋，其他还好。因此贺之然并没有强行去帮莫修言检查，他打算等他们兄弟俩聊几句之后，给莫修言注射一针镇定剂，使他陷入昏迷状态，再带进空间。四哥，我如今已经是废人一个，能够在活着的时候见到家人，已经很满足了。至于我的身子，想必是大罗神仙在世也无法治好了。四哥，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冉冉，你真的能治好四哥的身体？先不说伤的是否严重，就说这年头他都没听说谁能治好的。还有四哥被挑断手筋，这一点在莫九叶的认知里同样是无法治愈。他不是不相信媳妇儿的医术，而是四哥的情况很特殊，只要能带着四哥回家，他宁愿养他一辈子，只要人活着就好。相信我，我会想办法治好四哥的。四哥，我先帮你施针，让你身体好受一些。很快莫修言就失去了知觉，于是贺之染决定就地进入空间，先查看一番莫修言的情况，简单帮四哥清理了一下身体，然后换好了贺之染临时在淘宝宝商城帮他购买的衣服。冉冉，四哥的腿如何？四哥双腿情况并不是很乐观，根本不是普通的骨折，四哥的小腿骨头全部碎掉，相比之下，帮四哥将粉碎的骨头重新接好是小问题。最重要的是，他腿上的肌肉已经全部坏死，那些坏死的肌肉必须剔除重生。他腿上的肌肉已经全部坏死，那些坏死的肌肉必须剔除重生，这样四哥未来才会有站起来的机会。四哥的身体如何？四哥身体严重亏气亏血，而且四哥很多内脏受损，尤其是心脏的检测指标目前不符合做手术的条件。冉冉，四哥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好办法吗？四哥的腿伤与手筋可以稍晚些治疗，目前最重要的是将他的身体调节到可以手术的状态。莫九叶不懂医，但他相信媳妇儿一定能治好四哥。好，就辛苦冉冉了。若不是他与莫九叶今日将人救出来，恐怕再晚几天他们找到的就是四哥的尸体。于是贺之染将四哥的双手都挂上点滴，一个是暗红色的血浆袋子，另一个则是营养液，让他快速提升体力。四哥，你醒了。九弟，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莫九叶这才意识到自己目前还是乔装易容的状态，他用手扯掉了假胡子。四哥，为了在南疆行动方便，我简单乔装了一番。这下莫修言终于找到了一丝丝熟悉的痕迹。四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娘和四嫂若是知道你还活着的消息，一定会很开心。如今我就是废人一个，回去也会成为家人的拖累，不如早些死了好。四哥，你千万别有这样的想法，你相信冉冉，她一定会治好你的。好，就听九弟的。四哥，这些年你到底遭遇了什么？如今他还不知道莫家已经被顺武帝下旨抄家流放，以为莫九叶是在边关这边来执行什么任务。四哥，咱们莫家如今已经被顺武帝移到圣旨，
判处抄家流放至西北。你说什么？我墨家被抄家流放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四哥，这件事我以后再慢慢告诉你。总之，咱们一家人如今在西北生活得很好，娘的身体也很硬朗。我现在想了解，你这些年到底遭遇了什么？当年南横跟着我一起守卫南疆，一次战役，我军大获全胜，他却不听规劝，执意去追赶南疆士兵。我见劝阻无效，又担心他出危险，便率领一队人去支援。南横那时已经进入了南疆人设下的陷阱，我与将士们拼死救他逃离。后来我拼命地逃离现场，不小心跑到了一处悬崖峭壁前，为了不成为阶下囚，便选择了跳崖。我跳崖摔断了双腿，无法从那里离开。我只希望南横能快些派人将我找到。结果我没等来大顺寻我的将士，最终却被南疆士兵找到捉了回去。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山洞内。是不是有人要给你下蛊？我不小心听到他们的交谈声。我的双腿如今已经残废，根本就治不好了，即便给我下蛊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不如送去庄子内关押，必要的时候也许能派上用场。就这样，不久之后，那些人就挑断了我的手筋。四哥，你放心，我莫九爷有生之年定会寻到那迫害咱们莫家男儿之人，将他大卸八块，五马分尸。如今找到四哥是好事，别为了那恶人计划身子。我知道。九弟，你们还打算出去吗？四哥，我和冉冉来这里是想找一样东西，等东西找到，咱们就一起回西北。你们出去行事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四哥，你放心吧。因为大顺来这里和亲的四公主嫁的就是南疆太子，所以找到蛋皮的最大可能就是在太子府里面。太子妃的情况如何？他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境地，如今只有一口气吊着，你还是早些做准备吧。贺知然猜测四公主中蛊的可能性很大，只是和墨家兄弟中的傀儡蛊不同罢了。你胡说！太子妃娘娘乃千金贵体，不可能就这样去了的。如今四公主的状况比他们救回来的莫修言严重多了，根本药石无医。太子妃的情况摆在这里，不信我的话，我也没办法。难道公主殿下就要这样命丧南疆吗？求您救救我们公主！我有办法让你们公主清醒过来，但是让她继续活下去，我没这个本事。他先是用银针扎在四公主的几个穴位上，然后趁着两名婢女不注意的时候，给四公主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他们是谁？四公主，我是莫九夜。莫九夜此刻已经易容，根本不是原本的样貌。你真的是莫九夜？我只是为了在南疆行事方便，才改变了一下妆容。我就是如假包换的莫九夜。公主是被人下蛊了。这个你不必管。公主，你为墨家做了那么多，到这个时候还不肯说吗？四公主中蛊，与我墨家何干？皇后所出的公主不对墨家不利就已经很好了，怎么可能还会为墨家做什么？四公主，她为何说你为了我墨家做了那么多？我还能活多久？不出意外的话，还有1个时辰。你必须要答应本宫，即便知道了这个消息，也不许去救他。我墨家人向来都会以大局为重，如果对墨家有利的事情，我自然会听四公主的。我要说的是，墨家七爷莫元策的下落。想到莫元策，四公主的心都在滴血。公主，你知道我七哥的下落？他在太子府的地牢内，你们不能去救他，他身中傀儡，而那只母蛊在太子那里，一旦被太子发现他被人救走，太子催动母蛊杀死他体内的雌蛊，莫元策也无法活命。四公主放心，我既然能去救我七哥，定然会考虑周全。大夫，你再帮我们公主看一看，公主她是好人。他开始帮四公主把脉的时候，还在想，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身体为何会衰败成这个样子？太子虐待他的可能性有，同时和他身体中的蛊虫有很大关系。公主，我这次来太子府，就是特意找你求一样东西的。我如今这个样子，还有什么东西是能被你所求的？还活着，别难过了，先带七哥离开这里再说。我想要公主嫁妆中的蛋皮，我知道公主的嫁妆里面有，
才跑到这里求药？我家公主的嫁妆，如今都掌握在萧侧妃的手里，求你带着他们，想来帮他们找个好婆家，我就能安心的去了。公主你等等，奴婢这就来陪你。房间内的一根柱子撞了过去，每人一个手刀将人打晕。贺知然取出银针，扎在二人的昏睡穴上，将人丢进了空间。太子妃轰了！太子妃轰了！七哥，你真的在这里？莫元策双眸紧闭，已经呈现昏迷状态。还活着，别难过了，先带七哥离开这里再说。好。贺知然一挥手，便将人送进了空间。先不管莫元策其他伤势如何，贺知然首先要做的就是帮他取骨。莫九叶如今对取骨的流程非常熟悉，不用贺知然吩咐，他便做好了助手的工作。贺知然熟练地帮莫元策取出蛊虫，将其收进容器内。经过一番检查，他的情况比四哥要好一些，起码没有达到断手断脚的地步，不过身体虚弱的程度却不亚于四哥，因为七哥被救下来的时候就处于昏迷状态。贺知然试探着使用银针扎在七哥的几处穴位上，差不多过了5分钟的时间，七哥先是从双眼开始有了反应。七哥，你醒醒！莫元策晕晕乎乎，以为自己死了，竟然听到九弟的声音。九弟，告诉母亲，是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孝，没能在他老人家身边尽孝，还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七哥，我是九叶，母亲她很好，他老人家若是知道你还活着的消息，一定会很高兴。你说我还活着？七哥，你仔细看看我是九叶。七哥，你仔细看看我是九叶。九弟，你真的是九弟。莫九叶见七哥认出自己，坚强的汉子瞬间泪湿了眼角。他将贺知然拉到自己的身边。七哥，这是我媳妇儿，贺尚书家的千金贺知然。九弟，你怎么这么快就成亲了？七哥一定是被蛊虫控制，失去了自己的意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都不记得了。七哥，现在距离你在战场上出事已经过去3年多。3年多，不信你看看，四哥也是早在你1天被救回的。在莫元策的认知里，四哥在自己被抓以前就已经战死沙场，如今看到身边躺着的人，那眉眼不是四哥又是谁？没想到我竟然浑浑噩噩的过了3年多。这3年里也没能在老母亲跟前尽孝，扔下年轻的妻子过着寡妇的日子，如今还要九弟与九弟妹涉险来南疆搭救。我记得我和六哥一起中了对方撒出的毒粉，然后被人送到一个黑暗的地方，我的身体为何会变得如此虚弱？七哥，你被人抓去下了傀儡蛊，当初我们都以为你死了，我们是在南疆太子府找到你的，当时你被关在地牢内。莫九叶说得很详细，就连四公主的事情都没有落下。莫元策没有想到自己身体虚弱成这个样子，竟然是南疆太子吃醋的手笔。这个仇，我莫元策有生之年定要讨回来。这个仇，咱们早晚都会报。你先养好身子再说。九弟妹，辛苦你了。七哥放心，你和四哥的身体我都能治好。莫元策不知道九弟妹究竟有何本事，可刚刚九弟已经说了，他与其他几个兄弟身上所中的傀儡蛊都是他解除的，可见其本事不一般。那以后就麻烦九弟妹了。七哥客气了，都是一家人，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四哥，我们刚刚出去将七哥救回来了。四哥，是我。一对难兄难弟四目相望了良久，没忍住同时红了眼眶。想到这里，莫九叶就忍不住要说一说宝贝媳妇儿的功劳。四哥，七哥，咱们兄弟还能活着聚在一起，都是冉冉的功劳。若不是他，我会被圣武帝重打100大板，即便没有追杀的刺客，怕是也无法活着抵达西北，有可能也被那什么司蒙先生抓走下蛊。这一点莫修言与莫元策都听莫九叶提起过，他们了解九弟的性子，从不会说什么旷语。若是他们身体能动，
哪怕跪在九弟妹面前叩谢一番都不为过。九弟妹，替墨家人谢谢你的大恩大德呀！九弟妹，以后墨家除了母亲以外，你最大，七哥什么都听你的。被两位英雄大伯哥如此感谢，贺知然显然有些不好意思。四哥、七哥，我是墨家的媳妇儿，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们先和夫君聊，我出去帮你们准备些吃食。四哥的情况好了一些，估计半个月以后就可以手术治疗。七哥只是身体太过虚弱，慢慢的就可以补回来的。这话即便别人不相信，四哥绝对相信。七弟，相信九弟妹，她的医术真的很好。你看我，刚刚被九弟他们救回来的时候，身体就如同一滩烂泥一样，如今已经可以做了。我也要快些好起来，你们一定会好起来的。娘和两位嫂嫂说是看到你们活着回去，一定会很开心。七哥，你们休息一会儿，我让顺子进来守着你们。两兄弟也心疼九弟夫妻俩辛苦，应了一声，便让他们也回去休息。进入空间，他就将人拉进怀里。冉冉，你生气了？我的眼里容不得沙子，如果哪一天你心里没有我了，可以直接说出来，我可以很坦然的离开。莫九叶见他这样说，愈发的紧张了。冉冉，我莫九叶保证，此生只爱你一人，如若变心，天打雷。好啦，我知道了，你不要说了。我的好冉冉，你最善解人意。就在两人抱在一起，打算你侬我侬一番的时候，饭团不合时宜的跑了过来。现在好了，饭团的到来如同给两人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冉冉，换麻醉枪，我想看看领头之人的身份。父皇，不知道是谁有这样天大的本领，竟然将儿臣的太子府偷得一干二净，一定是大顺有奸细潜入，才会偷到儿臣的太子府。刚刚边关来送信的人说了，他们只看到潜入两人，这两人有什么本事，能将太子府的库房搬空？的确如此，难道那两个奸细是神仙不成？太子府守卫那么森严，还能让人将一整个库房搬空？你的意思是，本太子胡说八道了？微臣不敢。哼，本太子看你敢得很！都给我住口！南疆皇帝回到自己的书房，他抬手按动一个开关，将密室的门打开，走了进去。先生，这次无论如何，你都要出手帮帮我。此人头上戴着一顶墨色的帷帽，身上则穿着一身女子的服饰，可说话的嗓音却是个男人。发生了何事啊？竟然将你一个一国之君急成如此模样！刚刚听到边关来人禀报，说大顺那边混进来两个奸细，至今没有找到。不仅这样，太子府昨夜又发生了怪事，我怀疑和那两个奸细有关。你的意思是说，那两个奸细手段通天，竟然能将太子府库房那么多东西一次性搬光？若是换作曾经，他可能不会相信这种鬼话。他昨晚亲眼所见，思蒙山庄内的书房也被人搬空，他留下的几个弟子全部丧生，还有莫修言也被人救走。如果这次来南疆搞出这些事情的人真的是莫九叶，定让他有来无回。这件事交给我就好了。那就有劳先生了。思蒙先生摆了摆手，让他先出去。看来他这次真的要动用一下自己的底牌了。控制那30个人的，应该就是马上之人。说话间，他已经从空间取出了一把狙击枪。冉冉，换麻醉枪，我想看看领头之人的身份。连忙将狙击枪收起，换了一把麻醉枪握在手中，正中领头之人的肩头。6个，16个。只见那人挣扎了几下，便从马背上摔落。在马上之人落地以后，那些人便直直地站在原地，一个个如同兵马俑般，丝毫没有反应。莫九叶伸手掀起那人的面具，惊得他瞬间呆坐在地上。6个，16个。一挥手便带着六哥与莫九叶一起进入空间。经过检查发现，六哥的确是中了傀儡蛊。为了防止有变，贺知然与莫九叶以最快的速度为他进行了手术取蛊。冉冉，你看，他在用头撞瓶塞。它的颜色看上去很怪，像是被淬了毒一样。夫君，我怀疑外面那些人是传说中的药人。药人？为了验证这一切，便闪身离开空间，将那些人全部带了进来。反正他们也没有意识，根本不用担心空间被暴露。这一看不要紧，
有一多半都是他能叫上名字的人，而且都是曾经跟着他们父子在一起出生入死多年的好兄弟。这里很多人战死的时候，都是我命人去通知的齐家眷，没想到他们也和墨家男儿一样，都还活着。子骨离开载体会自主寻找魔骨，不如我们将子骨放出，跟着他试试。我觉得此事可行。两人跟着子骨来到了御书房，蛊虫一直围绕着书房盘旋。莫九叶已经成功找到密室的开关，靠墙的书架正缓缓移开。司蒙先生顿感不妙，这个密室只有南疆皇帝和云离知晓。密室的门打开，子骨看到缝隙，立刻飞了进去。两人也大步跟上，只可惜他们还是晚了一步。这里还有些温热，人应该刚离开不久。那边应该还有出口。贺之染一挥手，将密室内的物品全部收进空间。司蒙先生从密道出来，他向来警惕惯了养蛊高手，找到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那只子骨。思来想去，还是自己的安全最重要。最后他一狠心，将母骨从瓷瓶内放出，然后对着母骨念了几句口诀，让那只载入莫几年体内的子骨选择自杀。说，住在你书房密室的是何人？贺之染与莫九叶追着子骨来到丛林，原本还飞快追赶母骨的子骨忽然停住，随即朝着一棵大树撞了上去。不好，子骨要自杀！子骨轻盈的身体已经狠狠撞在大树上，缓缓向地面滑落。还真是狡猾。这条线索断了，我相信他能在南疆皇帝书房的密室内，想必南疆皇帝一定知道其身份。赶在天亮以前，咱们可以从密道回去，对南疆皇帝审问一番，起码也算有个收获。也只能这样了。莫九叶已经迫不及待地上前，狠狠踢了南疆皇帝几脚。贺之染失真本就没有打算让南疆皇帝睡多久，他被踢得身上吃痛，自己就醒了过来。你们好大的胆子，见了姑竟然不行礼！说，住在你书房密室的是何人？你是莫九叶？是我。若说南疆皇帝最怕的是什么人，那就是莫家的男二。他几乎将家底都掏空了，对大顺发起进攻，最后都被莫家父子给破了。想死个痛快的话，就告诉我，书房密室里面藏着的人是谁？吾是一国之君，你不能杀姑。不杀，那是不可能的。上前抓住南疆皇帝的头发，将人提了起来。南疆皇帝是在寝宫内被抓，此时还赤裸着上半身，下面就穿了一条单薄的亵裤，被莫九叶猛地一扯，差点没掉了裤子。莫九叶，你放开姑！这东西你见过吗？是从洋人那里买来的。随着他的眼神变得越来越呆滞，很快便陷入被催眠的状态。莫九叶见识多了，也学会了查看火候。藏在你书房密室的人是谁？是司蒙先生。他们苦苦找寻的司蒙先生竟然在那里。他昨天是不是穿着一身白衣，还戴着围帽？是。这下已经完全可以确定，那个人就是司蒙先生。冉冉，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就在刚刚，他给南疆皇帝使用催眠术的时候，发现自己不知道是不是这几天没有休息好的缘故，催眠的时候有些头晕。他担心这次催眠的时间不会很长。你可知道莫家父子的下落？我只知道莫家六郎整日被司蒙先生带在身边，还有七郎在太子府内关押，其余的都已经中了他的毒身亡。被催眠的人不可能说谎，他的确不知道。司蒙先生为何会躲在你书房的密室中？他是皇后的师傅，皇后说他养伤过后就可以为我南疆做事，想着他日后可能会帮到姑，姑便将他留在了那里。莫家被抄家，可有你的手笔？姑的皇后与大顺恒王有些关系，当初是他将一些伪造的信件交给恒王，以此来作为莫家通敌叛国的证据。若不是还想继续询问一些事情，莫九叶恨不得现在就将其剥皮抽筋。别动怒，人在咱们手中，问完了话，你想怎么样出气就怎么出气。那颗黑色的南珠在何处？就在顾的私库里面。他还不知道自己的私库已经被搬得干干净净。贺之染正在摇晃手中的怀表，忽然感觉头一阵发晕，再也无法集中精神继续催眠。
怀表摆动的频率越来越没有规律，以至于他这个操作者本人都有些昏昏欲睡的感觉。莫九叶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他的异常，以为是催眠给他精神造成了疲劳感。冉冉，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可能是这几天没有休息好，有些头晕罢了，无碍。两人说话之间，南疆皇帝已经渐渐清醒过来。莫九叶，只要你肯放过姑，姑可以封你为南疆的异姓王，而且世袭王替，让墨家世世代代都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什么？冉冉，你有身孕了？姑可以将最珍爱的女儿嫁给你，这样你也不用担心姑言而无信了。谁知却迎来了劈头盖脸的一顿打。莫九叶，你有什么条件可以提？只要姑能做到的都可以答应。莫九叶越打越来劲儿，随着一口鲜血，他吐出了几颗牙。贺知冉看到这一幕，顿时感觉胃里翻江倒海，连忙转身朝着医务室内的卫生间跑去，利落的一个手刀将南疆皇帝劈晕，便追了上去。冉冉，你怎么了？贺知冉根本无法回答他的话，便呕吐了起来。来南疆寻找线索，本就是他们莫家男儿该做的事情，可他却无能，只能带着媳妇儿这样一个娇弱的女子一起。莫九叶越想越愧疚。冉冉，这次南疆之行真是辛苦你了。天亮以后，咱们就安排立刻离开这里。喝了一大堆酸水，感觉总算舒服一些。冉冉，天亮了，我就带你去城里找郎中。我没事，自己检查一下就好。这一检查不要紧，贺知冉自己都惊呆了，她竟然怀孕了，而且从脉搏以及时间上判断，应该是有快2个月的样子。这也许是救回公公以及大哥与二哥的唯一一次机会。思蒙先生是蛊术高手，想从他手中救人，没有自己的手术取蛊术怎么行？到了那时候，自己恐怕都要生了，如何帮着莫九叶一起救人？咱们现在就出去，我带你去找郎中。我应该是有身孕了。什么？冉冉，你有身孕了？天知道他心里有多高兴。今日咱们就想办法离开南疆，回到家里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好好养胎即可。孩子来的的确有些突然，但是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父亲与大哥、二哥平安救回来的。听到媳妇儿这么说，莫九叶觉得他一定是误会了什么。不，现在你的身子要紧，以后救父兄的事由我和其他兄长一起，你回到西岭村就安心养胎。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他们这些男人该去承担的，以后不能再让有身孕的媳妇儿冒险。你别担心，我没有那么娇气的。不行，你跟着我本就受了不少苦，如今你怀了我们的孩子，作为你的夫君，必须要保护好你。好，都听你的。咱们争取今日就动身，赶回西北。好，六哥快醒了，解决了南疆皇帝，咱们就出去。九弟，你们在哪里找到的六哥？莫九叶将找到六哥的经过以及杀掉南疆皇帝的事情简单的讲了一遍。四哥、七哥，如今南疆皇帝死亡，南疆必会大乱，咱们要趁乱离开这里。九弟，虽说南疆会大乱，可你和九弟妹离开还可以，若是带着我和四哥，恐怕没有那么容易不说，还会拖累到你和九弟妹。其实贺知冉与莫九叶早已经研究好了离开的办法，主要就是靠他的空间。我和冉冉已经想好了带你们离开的办法。四哥、七哥，我先帮你们治疗一下。不待两位兄长做出回应，贺知冉的针已经分别扎在两人的穴位上，一同将几人送进空间。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赶紧离开。此时东边的天空已经有了亮光，贺知冉感觉时间差不多了，连忙将空间内的马车放了出来。莫家兄弟一觉醒来，外面的天已经大亮。九弟啊，咱们到哪儿了？可有遇到危险？六哥，我们已经进入到大顺境内，一切都很顺利。你说咱们已经进入大顺了？如今南疆形势如此紧迫，九弟夫妻俩是如何顺利出来的？九弟，你们是如何一点动静都没闹出来就回到大顺的？昨夜南疆皇帝被杀，将其人头挂在关口最高处，南疆军营因此大乱，我就趁机跑了出来。九弟啊，我睡觉一向浅眠，即便因为此时南疆军营乱了阵脚，也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六哥有所不知，我帮你们施针有助眠的效果，你没有听到声音一点都不奇怪。哦，原来是这样，九弟妹的医术还真是高明。
我今日醒来便感觉到身体很轻松。娘，我和七弟也在。九弟妹，如今我身体已经没有什么问题，马车就由我来赶吧。既然六哥身体好了，就让冉冉坐在车厢里休息。莫九夜这几天都快心疼死了，若不是为了顺利离开南疆，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怀有身孕的妻子如此操劳。10天之后，一行人终于顺利到达了允城。九弟回来了，九弟回来了！这一嗓子，全家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莫九夜已经赶着马车率先进院子，众人的视线也都落在他的身上。莫九夜这边被全家人团团包围，莫几年扔下马车就挤进人群。娘，儿子不孝，让您担心了。夫君，是你吗？真的是你吗？这些年他最对不起的2个人就是母亲与妻子。雪儿，这些年真是辛苦你了。莫老夫人看到儿子，身体激动的都有些颤抖。几年，真的是你吗？娘，是儿子我，儿子不孝，活着就好。娘有生之年能看到你真好。在车厢内的4哥与7哥听到外面的声音，心里急得不行，奈何他们行动受限，莫修言只能在车厢内使出全身的力气高喊：娘，我和七弟也在。本来在一旁看着六弟与六弟妹团聚，心中无比羡慕的4嫂，忽然听到了这让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声音。三嫂，你听到那个声音了吗？和我夫君好像。4弟妹，那声音的确有些像4弟。八哥，我这次南疆之行可谓收获不小，寻到了3位兄长，只是4哥与7哥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就看2人瘦骨嶙峋的样子，到家了都无法下车，能好就怪了。4哥、7哥，你们都活着真好啊！修言、元策，你们怎么会变成如此模样？那些人到底是如何折磨你们的？那些人到底是如何折磨你们的？夫君，真的是你吗？夫君，只要你能活着就好，我愿意一辈子伺候你。来到贺知然的面前，4嫂顺势就要给他跪下。4嫂，有什么话慢慢说，咱们酒里间啊，可不行这个。九弟妹，4嫂知道你的医术了得，这些银子给你，只要能治好你4哥的身体，全部用来买药都行。4嫂，你放心，咱们都是一家人，4哥的伤我一定会尽力救治。莫修言的伤太重，贺知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敢将话说得太死。九夜，你们这次南疆之行能找回你3位兄长，想必一定很凶险吧？还好了，我们先到司蒙山庄，在井底的密室找到4哥。九弟，你说是在司蒙山庄找到的老4？三哥，你别自责，4哥被关在井下密室内，我们若不是不小心触碰了机关，也无法发现那里。4哥是因为被南疆士兵追杀坠崖，导致双腿骨折，即便被下蛊，对方也无法操控他做些什么，因此才会被关在那里。九夜，你的意思是说，你4哥以后就瘫痪了？他的儿子为何命运会如此波折？好不容易与家人团圆，身体却变成了那个样子。娘，冉冉说他会想办法治好4哥的。冉冉的医术很好，相信他一定能治好你4哥。娘，我这次南疆之行还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什么秘密？九弟，你快说。我发现父亲和兄长的坟墓内躺的都不是墨家人。莫九夜缓缓说道。这下不光是几位兄长，就连莫老夫人都不淡定了。九夜，你此话当真？你父亲和你大哥二哥若是都活着，人在哪里？根据线索推断，爹与大哥二哥很可能在西境，只可惜2次与那个司蒙先生擦肩而过，却错过了机会。以后我会好好照顾冉冉的，到时候您就等着抱大胖孙子吧。果然是司蒙先生，我明日就跟衙门告假，去西境寻找他们的下落。阿弟，此事还要仔细商议。再说了，家里这么多兄弟在，不用你告假。九夜，此事你如何看？他早看出来了，表面上看是九儿子夫妻找回的其他男儿，可真正有本事的还是九儿媳。
他询问莫九叶，也就等于在间接询问贺知然。娘，然然如今已经怀有身孕，我打算独自去西境看看。这是真的？莫老夫人听说九儿媳怀孕的消息，根本无法表达心中那激动的情绪。娘，这是真的。然然如今已经有了2个月的身孕。确定了这个消息，莫老夫人算是彻底坐不住了。这一路上的颠簸让她受苦了，娘这就过去看看。你躺着，怀孕本就辛苦，又舟车劳顿的赶了这么远的路。娘，你都知道了。刚刚听九叶说了，这小子也真是的，你有孕这么大的事儿也不早点说。贺知然还是第一次见婆婆笑得如此开怀，可见她老人家盼孙子盼得有多么急切。娘，我很好，路上夫君对我很照顾。这个时候莫九叶也跟了过来，他也是第一次见老母亲如此紧张的样子。娘，以后我会好好照顾然然的，到时候您就等着抱大胖孙子吧。莫老夫人看到儿子那傻乎乎的样子，好，娘就等着给你们带娃。莫家几个男儿听说九弟妹怀孕，同样欣喜，只是这样的事情他们这些做大伯哥的不好过来探望，各自回去喊媳妇儿前来。嫂嫂们别急，我和夫君此去南疆，找到了帮你们解毒的药材，这几天我就将解药配置出来给你们服下。九弟妹，我们的毒真的能解吗？八嫂放心，这毒一定能解。太好了，九弟妹，你都不知道我多想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你们几个别跟着凑热闹了，你们九弟妹说能治好就一定能治好，这会儿她需要多休息，大家没事就不要在这儿聚着了，该忙什么就去忙什么。嫂嫂们显然有些愧疚，不好意思的上前说了几句安抚的话，这才纷纷离开。兰儿、玉儿，莫家如今就是普通的庄户人家，不再有大户人家的那些规矩，你们到这里只需要随意一些就好，不用整日跟着我。九夫人，当初是你和九爷救了我们，我们如今就是您的人，尤其是您现在怀了孩子，身边自然要有人照顾。如果您觉得我们哪里做的不对，大可说出来，我和玉儿一定按照您的心思去改。你别误会啊，我若是嫌弃你们，就不会带你们一起回来。从流放到现在，我已经习惯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包括莫家其他人也一样，我们一直靠自己的劳动来自给自足。你们以后也不用时刻跟在我左右，家里女眷手里都有自己的事情做，你们可以去找我大嫂，让她帮你们安排事情。当然，如果我这里有需要的话，也会喊你们过来。然然，休息得好吗？我没有休息，刚刚意识进入空间，将南珠交给小小收藏家了，顺便帮那些部下检查了一下身体。你现在有了身子，不宜那么操劳，有什么事情以后可以让我去做。那些药人的情况我基本摸清楚了，就等着什么时候方便帮他们解毒。这件事不急，等你休息好了，身体舒服再说。我现在感觉还不错，比赶路时轻松多了，今晚好好睡上一觉，明日就可以的。还有嫂嫂们的解药也治好了，找个机会拿去给他们就好。莫九叶越听越心疼，他以为媳妇儿在房间内睡觉，自己过来都不敢打扰，谁知他一下午的时间竟然做了这么多事儿，而且每件事都是为了莫家。然然，我莫九叶不知何德何能，竟然娶到你这么好的媳妇儿。咱们都是一家人，如今我们孩子都有了，你还跟我客套，是不是有点见外？我不和你见外，你把女人最珍贵的东西都给了我了，还要为我生孩子，我要宠你一生，来作为补偿。今天有些晚了，明日一早我就带着你上山，你将那些人全部送进山洞，后面的事情交给我。就这样定了。九弟，发生了什么事？三哥、五哥，我这次南疆之行，不但找到了6个和7个，还找到了曾经和咱们莫家二郎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九弟，你说什么？还记得我和你们说发现6个的事情吗？那时候6个身中傀儡蛊，正处在被司蒙先生操控状态。他中的那只蛊很特殊，是用药物饲养出来的，目的就是用来操控药人，而那些药人就是曾经跟着咱们莫家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南疆到底要做什么呢？拿我大顺将士如此侮辱，这些人真是丧心病狂。九弟啊，那些兄弟都在哪儿？你可有将他们解救出来？他们让我暂时安置在一个山洞内，然然已经配置出了解药，我来找你们就是一起过去帮忙解毒的。
咱们现在就叫上梁浩他们一起上山，帮那些人解毒。冉冉，解毒很成功，他们都已经清醒过来，不过目前都很虚弱。我按照你说的，熬了一些粥给他们吃。梁浩他们进城买了些被褥，就让他们暂时留在山洞里养身体。梁浩他们会在那里盯着，若是有什么问题，他们会立刻通知我。他们现在身体虚弱是必然的，中毒那么久又没进食，能活着就已经是奇迹了。他们说，未来打算跟着墨家一起在西北生活。圣武帝如此昏庸，他们都不想再为这样的君主卖命。贺知然考虑自己的肚子以后会越来越大，行动不方便不说，恐怕长时间精神集中的去为病人做手术会吃不消。四哥的情况特殊，不但碎了骨头，皮肉也有多处坏死，要为他手术治疗是一件非常挑战医者耐心的事情。四哥，冉冉说你眼下的情况不错，打算再给你施一次针。好，就辛苦九弟妹了。四嫂，你回去烧一些热水备用，一会儿可能需要帮四哥擦一擦身。莫九叶见四嫂出去，立刻将房门锁好。冉冉，你带着四哥进空间，我在这里守着。他使用意念快速操作，将四哥身体检查了一遍。为了不让守门的莫九叶为难，他带着刚刚生成的检查结果与四哥一同离开。冉冉，四哥的情况如何？指标都合格，今日就可以为四哥手术。冉冉，待会儿帮四哥治疗的时候，你尽量吩咐我来动手。这种手术，即便是拥有多年行医经验的他，都不敢保证一定会成功。让一个不懂医的人来动手，那还不如直接给四哥来个安乐死。不过他也没有出言打击莫九叶，为了让他不为自己的身体担心，贺知然还是乖巧的应道：好，能让你动手的地方都交给你。家中的女眷听说他要帮四哥治疗，都赶了过来。孩子，娘知道你有孕，身子不舒服，这个时候还愿意为你四哥治疗，娘心里都记着呢。娘，你别担心，我若是累了会休息的，我一定会尽全力救治四哥的伤。他只是轻轻地捏了捏贺知然的手，招呼着女眷们都出去，不要留在这里添乱。四嫂，帮四哥治疗有我在就好。冉冉治病需要集中精力，我没打开门以前，谁都不准去打扰。好。四哥的情况非常特殊，按道理他腿上骨折的部分与坏死的肌肉应该分2次手术最合适，可目前很多客观情况都不允许贺知然那样做，他只能尽力1次手术治疗完毕。四哥双腿粉碎性骨折，光是接骨就用了5个小时。莫九叶见他辛苦，心疼的要命，奈何这种事情他根本帮不上忙。终于将骨头接好，剩下的就是处理坏死的肌肉。莫九叶认真盯着媳妇儿的动作，感觉差不多了，连忙接替下他的工作。这会儿他的确有些累，为了腹中的孩子也不敢逞能，即便让莫九叶上手，贺知然也不敢大意，他一直坐在旁边盯着，必要的时候出言提醒。夫妻俩忙活了一整天，四哥腿部的粉碎性骨折、肌肉坏死以及断掉的手脚筋全部手术完毕。四哥术后情况很稳定，不过贺知然仍旧不敢大意，打算留在空间多观察一下，才能彻底的安心。更何况四哥术后需要输液，这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不让等在外面的家人担心，贺知然与莫九叶一同离开空间。九弟妹，你四哥如何了？九弟妹，你四哥如何了？四嫂放心，四哥的治疗很成功，只是我打算多观察一下，再将人还给你。四嫂有些懵，按道理大夫治完病通常都是让家属去照顾吗？九弟妹，是不是你四哥的伤治不好了？治不好也没关系，我可以做玩偶养他，也能照顾他一辈子。四嫂放心，四哥的情况不错，我再多观察一下，是因为担心他醒来会有痛感，这样我也好及时救治。老四家的，你听你九弟妹的，她说的一定有道理。他辛苦了一整天，这会儿感觉身体的确有些吃不消。直到天亮以前，贺知然感觉四哥快要醒了，而且情况十分的平稳，才带着人一起离开空间。九弟，这是哪里啊？这是我的房间，为了方便帮你治疗，昨日我就将你带来了这里。你的意思是说，我已经昏迷了一整天了？是的，冉冉担心帮你治疗时候会有痛苦，给你用了麻醉散，所以你才睡了这么久。四哥，你别动，你的腿冉冉费了好大力气才接好。好，我不动。我去喊四嫂过来。九弟妹，是不是我可以看你四哥了？四哥已经醒了，一会儿让人把他抬回来即可。太好了，
九弟妹，真是辛苦你和九弟了。今日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就是想商量一下去西境打探的事情。三哥，我可以和衙门告假，前往西境。要去，叫咱们兄弟一起去。可咱们兄弟不能全部离开。九弟说的不错，家里都是女眷，咱们都离开肯定不行。这次还是我去，如果你们不放心呢，我可以带着梁浩他们一起。三哥，你一定切记，去西境只是为了打探父兄们的消息，一旦有了眉目，立即回来商议对策。司蒙先生是阳谷高手，而且善毒，即便是父兄真的落在他手中，想必情况也不会很乐观，万万不可贸然出手救人。九弟啊，你放心，我知道其中利弊，不会贸然行动的。我这次怀了2个。贺知然知道莫九夜被三哥叫去商讨赶往西境的事情，他们去西境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有刀枪不入的防弹衣在，最起码也是个很大的保障。还有雄黄粉是克制蛊虫的最好利器。贺知然又取出几把小型麻醉枪，必要的时候可以保命。最后他又为美人准备了一把迷你袖剑，这东西可以时刻绑在手臂上，以备不时之需。翌日早起，三哥刚刚带着人离开，南瑞亲自赶着一辆低调的马车驶来。你现在能找到那位高人吗？发生了何事？莫九夜，我母妃现在情况十分危急，若是再不能尽快解蛊，怕是要活不成了。求你现在就去联络一下那位高人，若是再不能解蛊，我母妃的性命休矣。瑞王殿下是说，德妃娘娘是诈死离开皇宫的。母妃已经厌倦了宫内的生活，她早就想离开那个吃人不见骨头的地方。我就想着能够趁着这次带母妃出宫解蛊的机会，让她永远消失，以后大顺皇宫内再无德妃娘娘。所以你选择让德妃娘娘诈死离开皇宫？我想让母妃在有生之年能够达成心愿。虽然西北地区贫瘠了一些，可我起码也是个皇子，手中自然有些财富，母妃在哪里生活都是一样的。只要能将我母妃的蛊解掉，哪怕用我的命去换，都在所不惜。以目前德妃的情况来看，她是被子蛊侵蚀了。所谓子蛊侵蚀，就是失蛊之人发动母蛊对中蛊之人进行摧残。以南瑞所言，德妃已经昏迷2天，也就是说必须要在3天之内将她体内的蛊虫取出，否则她的性命不保。看到自己略微鼓起的小腹，贺知然这才意识到，这么久以来他还没有给自己好好检查一番。这会儿正好没什么事做，他索性回到医务室仔细检查一番。贺知然万万没想到自己怀的竟然是双胎。莫九夜见他怔愣的样子，以为是孩子出了问题，紧张地问道：冉冉，我们的孩子还好吗？孩子很健康，只是什么？我这次怀了2个。冉冉，你说什么？那就是剖腹产的办法，有时间你可以学一学。冉冉，你说什么？贺知然拿着报告单，十分肯定地告诉他：我怀了2个孩子。莫九夜听了他的话，脸上根本没有一点喜悦的意思，反而是一副愁眉不展。贺知然知道他是在担心双胎生产会有危险，不过他是谁呀？他可是来自21世纪的军医，空间内各种现代的医疗设施齐全，大不了他提前教会莫九夜剖腹产手术。你别担心，不就是双胎吗？一定不会有问题的。冉冉，双胎不是儿戏，我宁愿不要什么后代，也不想让你有危险。贺知然大概能想到莫九夜要做什么。你要如何？冉冉，不如这孩子咱们不要了，我不能让你受任何损伤。失去自己的孩子他也很痛苦，可想到媳妇儿未来要面对的危险，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相信我，咱们的孩子一定会平安降生。身为一名医者，若是连自己的孩子都保不住，他还何谈治病救人？可是双胎也没关系，可以手术剖腹取子。将一本关于剖腹产的书籍交给他，这就是剖腹产的办法，有时间你可以学一学，如果能顺产最好，一旦出现万一，就用这个办法即可。莫九夜拿着书的手都在颤抖，他跟着媳妇儿一起在手术室帮四哥手术治疗过腿伤，也跟着他一起手术取骨多次。可想到冉冉的身体要被割开一道口子，他的心就痛到无法呼吸。好啦，别那么紧张，相信我一定没问题的。好，那你以后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千万不要有什么差池。你放心吧。此时的贺知然已经做了一番装扮，由原本的美少女变成一个满脸是皱纹的白发老妪。大师，只要能救我母妃性命，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啊。贺知然没想到南瑞能给自己跪下，救命之恩这一礼他完全受得起。
更何况南瑞不管什么原因，曾经都做过对墨家不利的事情，这就当是他对墨家赎罪了。墨家对我有恩，我要你发誓，我替你母亲解蛊后，此生都不能做对不起墨家的事儿。我发誓，此生绝不做对墨家不利的事情。到时候不管生的是孙子还是孙女，您都能一次抱2个。这些是为我母妃接骨的酬劳，如果不够，我还可以再加。面值都是千两一张的，手感上可以感觉得到，大约在10万两左右。好，这银子我收下。我解蛊的时候不希望有外人在场，莫九爷留下帮忙即可。我没喊你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进来打扰我。好。莫九业对于手术并不陌生，他知道德妃体内的蛊虫已经接近心脏部位，取蛊必然要比几位兄长取蛊时复杂很多。准备捉住蛊虫。莫九业仔细将子骨收好，贺知染那边也快速将德妃的伤口缝合好，然后进行包扎。一系列动作完成，德妃仍旧处于昏迷之中，直到10个小时以后，两人才带着已经有清醒迹象的德妃一同离开空间。九公子，我母妃她如何了？德妃体内的蛊虫已经成功取出，而且高人也帮她调理了身体，想必用不了多久就会醒来。我现在能去看看母妃吗？可以。南瑞快速冲进屋中。母妃，你的蛊终于解了，以后儿子就带着你隐姓埋名，过普通人的日子啊。德妃娘娘体内蛊虫已经解除，老身也该功成身退了。多谢高人为母妃解蛊，日后我就打算留在西北，若是有需要我的时候，高人尽管开口。瑞王殿下的话老身记下了，若是有需要定不会跟你客气。九爷，还不快送你媳妇儿回去休息。娘，夫君很照顾我的，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您不用替我担心。没事就好，你自从嫁入墨家就没享过什么福，不是在路上颠沛流离，就是帮着寻找你们的父兄。如今日子总算安稳了，你又怀了我墨家唯一的孙辈，结果这小子还不知道心疼媳妇儿，带你在外面过夜。如今媳妇儿刚怀孕，帮德妃解毒是无奈之举，结果这个倒霉儿子却一点也不知道照顾媳妇儿。娘，夫君很照顾我的。还有啊，我告诉您个好消息，我这次怀的是双胎，到时候不管生的是孙子还是孙女，您都能一次抱2个。你说怀的是双胎？娘，的确是双胎，已经找大夫确认过了。莫老夫人瞠目结舌，盯着贺知染的小腹，良久都没能说出一句话。宁愿莫家无后，也不能让这么好的儿媳有危险。这孩子，娘，我自己就是大夫，我保证能顺利生下2个孩子。既然他已经答应媳妇儿留住孩子，就要跟他一条心。娘，冉冉说有办法顺利生产，咱们要相信他。莫老夫人见傻儿子这会儿想的那么天真，恨不得上前给他一拳。这次听我的，孩子没了以后还会有，我不能让这么好的儿媳有危险。娘，你相信我，我会一种医术，即便孩子难产也不用担心，保证能母子平安。你保证不会有危险？他虽然不知道九儿媳说的是什么医术，可却清楚贺知染的确有本事。既然如此，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知道了，娘，我不但要保护好自己，还要保护好您的孙儿。赶紧带着你媳妇儿回去休息，这么大个人了，连媳妇儿都不会照顾。娘，我这就带冉冉回去休息。生怕走慢了，老娘的刀子眼神剐了他。贺知染晚上与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她怀了双胎的消息，全家都知道了。翌日一早，唐明瑞依旧如以往那般赶着马车来取货。赶巧的是，孟怀宁也借口来看看墨家，与莫九业叙旧。莫姑娘是打算下田吗？孟大人，唐公子早。孟怀宁看到心心念念的姑娘，可以说是心花怒放。莫姑娘，这是我在走伤的时候淘弄到的人参种子，我知道你喜欢种植药材，就拿来给你种种看。谢谢唐公子，人参种子太珍贵了，韩月不能收。不能收，对，就不能收他的东西。孟怀宁见莫寒月拒绝，心中顿时松了口气。这东西不值什么钱，我也是碰巧遇到才买的。莫姑娘，就收下吧。多谢唐公子好意，我如今学习种植药材刚刚入门，这么好的东西可不能在我手里糟蹋了。他拿着荷包的手往前也不是，往下还不是。就在这时，莫老夫人从房间里面出来了，打算出来给女儿解围。莫老夫人好，
孟大人今日怎么有闲来寒舍？孟怀宁被袖口遮挡住的双拳攥了又松，松了又攥。晚辈想求娶莫姑娘为妻，并保证此生只有她一个夫人，即便是无所出，也永不纳妾。天知道孟怀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这样一番话，用了多大的勇气。其实他本来想打算再与莫寒月熟悉熟悉，让小丫头对自己好感多一些以后，修书一封给家人，请嫂嫂过来帮忙提亲。可今天他见唐明瑞已经表现得那么明显，若是自己还在那儿温水煮青蛙，怕是媳妇儿都要被人抢走了。既然孟大人有意，这件事我们可以坐下来商量。老夫人，给我3日的时间，我定准备好聘礼，请城里最好的官媒上门提亲。时间紧迫，请嫂嫂过来怕是来不及了，何况打铁要趁热的道理人人皆知。唐明瑞已经傻在了原地，这是什么情况啊？明明是自己喜欢的姑娘，怎么就被别人给提亲了？而且他看莫老夫人的样子，笑眯眯的，还十分赞成。正当他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余光便看到莫寒月那含羞带怯的眼神儿，正小心地盯着孟怀宁看，那明明就是爱慕的眸光，只可惜给的不是自己。这样的情况，他若是再往前冲，那就是自讨没趣。恭喜孟大人与莫姑娘，多谢唐公子的祝福。唐明瑞是个能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既然他与莫寒月再无可能，他也就不打算过多停留，早些带走货物，赚更多的银子，让自己的生意更上一层楼。孟怀宁为了来莫家多待一些时候，昨日就安排好了衙门里的全部事宜。可事情有变，他已经开口向莫寒月提亲，就要立刻回去准备聘礼等事宜。于是在唐明瑞离开后不久，孟怀宁也匆匆告辞离开。孟怀宁走后，莫老夫人将家人全部叫去自己的屋里。寒月也不小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他与孟大人也算是对彼此都有益，因此我这个做娘的必须要成全，你们可有什么意见？贺知然低头暗自好笑，娘，夫君和爹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寒月与孟大人彼此有情有义，这是一桩难得的好婚事，娘看人的眼光一向很准，相信他们未来的日子一定能过得幸福。是啊娘，寒月一看就是个有福气的，看来我们这些做嫂嫂的要开始准备添妆了。好好好，我们莫家也该有件喜事热闹热闹了。我今日叫你们过来，是想商量一下寒月的婚期。娘，这婚期不都是男方来选吗？再说了，咱们家寒月又不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为何要那么着急啊？娘，您是不是觉得如今莫家落魄了，担心孟大人会变卦，以后寒月就遇不到这么好的人家了？眼下已经进入4月，云峰大人去西境打听消息，至今未归。你们父兄如今生死不明，如果按照得来的消息算，司蒙先生7月会在西境出现。我担心到了那个时候，如果还不能顺利救出你们父兄，他们恐怕也就凶多吉少。这些话莫老夫人一直藏在心里，从未当着孩子们的面说出来，生怕击碎了他们的信心。娘，夫君和爹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求您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大嫂也流了眼泪，但是她没有像二弟妹那样说出来，只是在心中默默祈祷夫君、公公和二弟能够像其他失踪的兄弟一样平安归来。我也只是担心而已，事情还没到最后关头，谁都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如果到了7月，真的传回什么不好的消息，寒月的婚事就会因此而耽搁下来，不能因为那些不成文的规矩，耽误了寒月的终身幸福。既然这样，娘可有什么好的打算？娘可有什么好的打算？孟大人已经说了，3日后上门提亲。他在允城没有什么长辈在，我来定夺婚期也未尝不可。既然娘有了主意，按您说的就是。不得不说，孟怀宁是真的心急，将媳妇儿娶进门，约定3天时间他上门提亲，结果才过去2天，他就带着人来了。
老夫人请过目，这是我为莫姑娘准备的聘礼清单。莫老夫人心中清楚，孟怀宁为官清廉，家中又同样受到顺武帝的打压，能拿出这样的聘礼已经很不错了。孟大人有心了，老夫人不嫌弃就好。莫老夫人，众位公子好，我是咱们允城的官媒，大家都称呼我为刘媒婆。今日有幸应县令大人之邀，前来莫家向莫姑娘提亲，感激不尽，请坐。既然莫老夫人没有意见，不如将莫姑娘的更帖交给我，我帮二位选一个吉日如何？婚期的事儿，不知我们自己定如何？这话明着是询问，实则就是通知媒婆，她要自己定婚期。这也未尝不可。老夫人心中可是有了什么好日子？如果这桩婚事能成，我打算让孟大人在7月以前娶韩月过门。孟怀宁郑重地站起身，老夫人是长辈，您做主便是。还是老夫人有见识，我刚刚也要说这个事情呢。今年是闰年，只有上半年才有好日子，下半年呀不适宜嫁娶。这话说得漂亮，可以说让莫家人与孟怀宁心里都非常的舒坦。既然刘媒婆这样说，今年7月以前可有什么好日子？现在是4月，4月26是黄道吉日，还有5月初8、6月12。刘媒婆第一次见到如此心急嫁姑娘的人家，她也能够看得出县令大人还非常的乐意。只见刘媒婆写写画画良久之后，兴奋地站起身，恭喜孟大人，恭喜老夫人，两个新人的八字天生相合，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官媒，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相合的八字。两个新人结合呀，可以说是处处都顺，随便不挑什么良辰吉日都没有问题。这下在场众人全部露出了喜色，孟怀宁更是激动地连说了3个好字。孟大人觉得什么时候娶韩月过门合适？老夫人觉得6月12如何？好，就按孟大人说的，6月12你迎娶韩月过门。孟大人，韩月可否提一个要求？韩月，你的婚事自有娘和你的兄长帮你操持，哪有你一个姑娘家自己出面的道理？娘，韩月跟着九嫂学习药理已经有半年有余，如今刚开始试着种植药田。我希望成亲以后，孟大人能答应我每天回来这里照料我的药田。家中9位嫂嫂，除了九嫂有自己的主观意识以外，其他8位嫂嫂都是以夫为天。她想要像九嫂那样有自己的本事，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她吓得后背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浸湿，没想到小丫头提出的竟然是这么点小要求。这个没有问题，我正好还打算置办一处宅子，如果莫姑娘觉得西岭村可以的话，我不介意在这里建一处与莫家新宅同样的院子。今日他去山脚下看到莫家的新宅，在结构上就与众不同，而且让人看了感觉非常的舒服。既然孟兄弟有这样的打算，不如就由我们莫家来建吧，就当是给韩月的嫁妆之一。以莫老夫人对贺知染的了解，九儿媳是个明事理又大方的人，如今她长家，自然不会亏待了韩月的嫁妆。家中9个儿媳，即便是九儿媳大方，这样的事情也难保其他的儿媳心中会不舒服。她总不能为了女儿的体面不顾其他儿媳的感受。娘，我和夫君已经商量好了，给韩月的嫁妆是从我们的私房里面出，我也动用咱们莫家的公账。给韩月的嫁妆是从我们的私房里面出，我也动用咱们莫家的公账。自从在西岭村安家，家中的进账以及开支都被贺知染记在一个小本本上面。每月的最后一天，他都会将家人聚集在一起，将账目公开，工钱都是按劳分配，任何人都不会有异议。既然如此，娘这里也攒了些私房，就拿出来给韩月建房吧。娘，不管这银子谁出，总之呢，一处4合院就算是韩月的嫁妆之一了。是啊，娘，这都不算什么难事儿，只要韩月未来过得好，咱们才能真的安心。老夫人、九哥、九嫂，宅子的事儿我自己可以解决。我知道你们对莫姑娘好，可这样的嫁妆太过于厚重，韩月的嫁妆就这样定了，孟兄弟不必觉得有压力。既然如此，我就不与九哥客气了。好了，
今日孟大人与韩月的亲事定下，是一桩喜事儿。恰好咱们家里的宅子上梁，近日来到墨家的人全部留下用膳。你们是何人？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我要告官！是谁派你们来允城的？别杀我！我说，我什么都说。是思蒙先生。果然是他。他让你们来此做什么？他的宝贝宠物失踪，派我们来寻找。莫九叶首先想到的就是媳妇儿在空间内的那只金翅雕，看来思蒙先生还挺在乎那小东西。思蒙先生在哪里？我不知。敢说不知道，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我真不知道思蒙先生的下落。你都不知道思蒙先生的下落，是如何听他命令办事的？我被主子安排，一直在大顺境内打探消息。主子曾经说过，若是思蒙先生找我们做事，我们必须照办。你的主子是谁啊？我的主子是南疆皇后云离。他早已死在我的手里。云离一共在大顺境内安排了多少像你们这样的眼线？我知道的只有我们2个人。我们一直在京城，有了新的消息就会飞鸽传书送往南疆。以往墨家人出征，每到了边境以后，对方都会清楚大顺派了墨家哪位将领，就连带了多少人马都清清楚楚。冉冉，你怎么来了？看到媳妇儿，莫九叶第一时间跑了过去，小心地扶住她。放在现代，还真没见到过哪个老公对待孕妻如此小心呵护的。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别担心。再说了，村里那些孕妇你也都见过啊，照样跟男人一起干活呢。别人什么样我不管，我自己的媳妇儿，我自己去心疼。可问出什么有用的消息？他们都是云离的人，也算是南疆安插在大顺的探子。贺知然也猜到了莫九叶的心思。你是想去京城吗？我的确有这个打算。思蒙先生不但毒术厉害，手中还豢养了那么多蛊虫。莫九叶若是对上他，是否能够做到万无一失？这件事先不急，那2个南疆人看样子是刚刚抵达西北，即便思蒙先生在京城等他们的消息，也知道不可能太快，咱们还有些时间，让我想想如何能帮到你。莫九叶知道媳妇儿比自己聪明，况且他还有很多能够化解思蒙先生手段的办法。好，这事儿咱们慢慢商量。如今他有了娇妻，马上又要成为2个孩子的爹，他自己也不想有任何的闪失。回到家中，2人便进入空间。贺知然首先想到的就是那只金翅雕，不知道饭团是否有本事让他认莫九叶为主。饭团，你能不能让那只金翅雕认他为主人？饭团黑溜溜的眼睛看了看莫九叶，随即露出一副得意的样子。宝贝乖，事情办好了，一定有奖励。小东西见饭团跑来，顿时做出一副戒备状态，可见饭团平时没少欺负他。饭团貌似玩心大起，故意对着金翅雕做出一副龇牙咧嘴的样子，气得金翅雕顿时炸开了毛，弯刀般的嘴巴瞬间伸了出来，翅膀下的金色羽毛也若隐若现。只见饭团挥舞着2只毛茸茸的小爪子，朝着金翅雕比划，口中如同人类振振有词般发出一连串嗯嗯的叫声。金翅雕起初还在反抗，渐渐就败下阵来，随即朝着莫九叶看去，神似讨好。冉冉，饭团这是成功了。贺知然并没有立刻回答他，而是上前将笼子打开，放出金翅雕。莫九叶十分配合的抬起一条手臂，金翅雕就稳稳地落在上面。冉冉，你快看，这小东西应该是认我为主了。冉冉，你快看，这小东西应该是认我为主了。能不能找到思蒙先生，就靠你了。九叶，你们进城买木料，事情办得如何了？娘，木料已经准备好了，本来打算下午找人往家里运的，没想到在允城竟然遇到2个南疆人，打听西岭村的下落。莫九叶将今日之事告知母亲，这样他的京城之行就不用再解释一番了。这个思蒙先生还真是阴魂不散，有他在一天，我莫家将永无宁日。见母亲的状态，莫九叶就知道他老人家也想到了去京城寻人的法子。娘，我打算过几天就去京城，但凡有一丝丝的线索，我都不想放弃。要去，咱们兄弟一起去。是啊，去京城非同小可，九弟不能一个人去，要去就咱们兄弟一同前往。不行，咱们的身份敏感，人多了反而惹眼。我打算一个人先去探探究竟。九叶，那思蒙先生十分善于隐藏踪迹，可见此人狡猾得很。
况且他还掌握很多歪门邪道的技能，若是身边没个照应，恐怕不行。娘说的有道理，其他人留在家里，五哥陪你一同前往。不行，要去就咱们兄弟一起。万一有了父亲与2位兄长的消息，咱们兄弟多也能抽开身呢。好了，你们别争了，这件事我做主，就九叶、仲远和锦年3人去，楚寒留在家里上职。还有原策，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就留下照顾家里。晚饭后进入空间，他一刻都没有停歇，帮几兄弟准备了大量的防身物品。防弹衣是必不可少的，京城不但有摸不清根底的司蒙先生，还有顺武帝，还有一些特殊的武器，比如迷你手枪、麻醉枪、金刚匕首、迷你连发弩、手雷。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些武器不但可以保命，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干一把大的。除了这些，最重要的就是防止蛊虫的雄黄和一些解毒药。东西准备好，以往到了天黑就会犯困的贺知然这会儿出奇的精神。去了京城，无论是否能找到司蒙先生，都要保护好自己。我和我们的孩子在这里等你平安归来。你现在已经不是孑然一身，我不想像嫂嫂们那样整日为你牵肠挂肚，那样我可能会崩溃。莫九叶心疼的将娇妻抱得紧了紧，在他额头轻轻落下一吻。你放心吧，这么好的日子我还没有过够，一定会平安归来，守着你和我们的孩子一辈子。次日，兄弟3人天还没亮就起来，3人骑上贺知然空间养殖的千里良驹，扬起马鞭疾驰而去。眨眼间，莫九叶兄弟几个已经离开允城半月有余，不知道他们一切是否顺利。贺知然每天都在忙碌中度过，可到了夜里一个人的时候，难免会为他担忧。他在空间内一手抚摸着饭团毛茸茸的脑袋，另一只手放在自己那隆起的小腹上，轻声低语：孩子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已经顺利到京城了？此时能够回答他的只有饭团。希望他们平安回来。入夜时分，莫九叶兄弟3人正站在一棵高壮的大树下。九弟，这里应该就是南疆人说的那棵大树了。既然如此，前面就是他们藏身的院子了。因为他能够感觉到手中提着的笼子内，小白有些惴惴不安的来回走动。小白，可是有什么发现？随即发出一声不算高兴的叫声。莫九叶将笼子交给五哥，随即使用轻功轻轻跃起，落在了距离鸟窝最近的一处树干上。莫九叶小心地将手伸进去，便触碰到纸张一类的东西。九弟，如何了？鸟窝里有个字条，上面写着：找到宠物，送去九王府。什么？九王府？也是顺武帝的一奶同胞兄弟，平日里不显山不漏水的九王爷，竟然与司蒙先生有勾结。九弟，我们要不要计划一下去九王府寻人？九王府是一定要去的，但必须是在有把握的前提下。若是贸然前往，一旦打草惊蛇让他给跑掉，可就得不偿失了。的确如此，好不容易有了线索，咱们必须要将人找到。五哥、六哥，咱们这几天暂缓行动，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顺便观察一下九王府的动静。九弟，既然已经发现了线索，为何不早些去九王府寻人呢？莫九叶将心中的盘算说给2位兄长听。九弟说的有道理，咱们好不容易有了线索，千万不能鲁莽行事。入夜，莫九叶穿了一身黑色的夜行衣，离开了永安巷。谁？费先生，是我。啊，九公子，你怎么来京城了？费先生，我来京城是因为家里一些事情，这次找到你，也是想求你帮个忙。有什么我能帮得上你的，尽管说就是。听说过几日是九王爷的寿辰。九公子，你是否方便告诉我，为何要打听九王爷的事情？不瞒费先生说，我莫家满门遭受南疆一个叫司蒙先生之人的算计，以至于沦落到如今的境地。根据一些线索，我可以确定，这位司蒙先生如今就在九王府内。听说这个司蒙先生就是南疆人，还是迫害莫家的罪魁祸首。虽说他现在的身份还没有真相大白，可在费南宇的心中，这大顺的江山早晚都是他的。他不可能任由一个这样危险的人物留在京城。九公子的意思是，想让我想办法，在九王爷寿辰那天，带你混进王府。我正是此意。3日后，齐王会带着我参加寿宴，你就扮成我的侍卫，跟我一同进入。到时候是否能找到你说的司蒙先生，
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如此，就多谢费先生了。唉，作为大顺的公共之臣，如今却含冤沦落至此。一旦他上位的那一天，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墨家洗清罪名，让他们重回朝堂。费嬷嬷终究是心软了，南齐毕竟是与他血脉相连的亲侄子，也许是费嬷嬷觉得自己安全了，因此便对南齐起了恻隐之心。如今他被我藏了起来，人也很安全，他这样的态度，我也不敢贸然带他出面去作证，搞不好被他反咬一口，我就得不偿失了。莫九叶从怀中取出麻醉枪，瞄准了司蒙先生，麻醉弹不偏不倚的正好打在司蒙先生的肩头。当初啊，就是他命人将我与南齐调换，我现在都不知道要如何面对这个从未谋面的生母。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时候不早了，我这就离开。外面那些护卫有南齐派来监视我的人，不要被他们发现。先生放心，今日本王定让这些蛊虫全部有用武之地。九王爷的语气中难掩兴奋。事成之后，这大顺江山基本就会成为你的了。多谢先生帮助，待本王坐上那个位置，您就是大顺最尊贵的国师大人。好，本座就等着九王爷成功的那一天。先生放心，本王这么多年养精蓄锐，等的就是这一刻，绝不能出半点纰漏。前面宾客已经到得差不多了，本王还要去应付一下。直到九王爷的背影消失在视线中，司蒙先生仍旧站在原地。莫九叶为了证实自己没有寻错人，朝着高空上的小白发号施令。小白立刻由远飞来，目标就是司蒙先生。只见司蒙先生正准备折回屋子，忽然顿住脚步，仰头朝高空看去。宝贝儿，你回来了。小白得到过莫九叶的示意，自然会万般配合。司蒙先生爱怜的准备伸手抚摸他那白色的羽毛，小白这个时候却炸了毛。如今的司蒙先生对小白来说就是最可怕的陌生人。司蒙先生以为小白这段时间没在自己身边是受了什么惊吓，并没有怀疑他会易主。就在这个时候，前院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莫九叶灵机一动，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对付如此狡诈的人，必须不能再像上次那样一个大意就让他跑了。莫九叶从怀中取出麻醉枪，瞄准了司蒙先生，麻醉弹不偏不倚的正好打在司蒙先生的肩头。莫九叶也不担心司蒙先生会立刻醒来，媳妇儿这麻醉枪的威力他比谁都清楚，起码能让人重度昏迷好几个时辰。哼，若不是你现在还有些用，老子活剐了你！五哥与六哥还在九王府外面接应他，若是他没有及时与两位兄长会合，他们一定会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儿。莫九叶拿起桌上的纸笔写了起来。五哥，六哥，事情一切顺利，发现已出密道，我先进入查看，稍后会让小白给你们发送最新位置。小白，将字条给五哥和六哥他们送去，然后就过来找我，知道吗？还别说，五哥说跟着这个小东西就能找到九弟，还真被他说中了。只不过这家伙飞得着实快了一些，我们兄弟俩险些就被他给甩掉了。若不是他莫家男儿个个都是轻功好手，恐怕还真跟不上。小白，你知道他们跟着你，为何不放慢些速度？小白仰起头，朝着天空的方向叫了一声，那样子像是在嫌弃五哥与六哥的速度太慢。五哥，六哥，人已经成功抓到，就在那屋子里。两人紧紧跟在莫九叶的身后，迫不及待地想见一见这个将莫家祸害到如此境地的罪魁祸首。他一把扯掉其头上戴着的帷帽，注目的竟然是一张与自己年龄相仿的脸庞，配上他的一头白发，当初云离说他师父鹤发童颜这几个字完全吻合。莫九叶指着如同死狗一般的司蒙先生说道：这就是司蒙先生。六哥气愤地上前踢了司蒙先生一脚。哼，若不是你现在还有些用，老子活剐了你！九弟，你是如何将其抓获的？我根据那日官场的位置去寻人。莫九叶将进入九王府以后的事情全部讲了一遍。刚刚他在九王府的时候，看到自家岳父大人又去道贺，司蒙先生给了九王爷那么多蛊虫，岳父也是朝中重臣，难免会中招。五哥，六哥，我还有些事情要去九王府。九弟放心，我们一定将人看好，你自己要注意安全。
一旦遇到什么危险，保命最要紧。好，5哥、6哥，你们就在这里等我回来，我的事情已经办好。再次折回，是想告诉费先生一个消息。是什么消息？九王爷手里有大量蛊虫，准备下给今日参加寿宴的朝中重臣。这些人一旦中蛊，就会成为他的傀儡。大顺若是落到利用这种阿扎手段来获取江山之人的手中，天下苍生恐怕永无宁日。多谢九公子告知，我这就去想办法。费先生尽管去忙，我今日便打算返回西北了。咱们后会有期。九公子是打算离开京城了吗？我若不是因为有重要的事情，恐怕这辈子都不会踏足京城一步。他最看好的就是墨家男儿的忠勇，如此有能力的人，一旦自己坐上那个位置，定会毫无疑心的重用。既然如此，咱们后会有期。九公子若是有什么需要费某帮助的，就让孟大人给我送消息。虽说是圣旨赐婚，总不至于让一个死人嫁过去吧？这是帮到岳父一家最直接的办法。见过岳父大人。贺渊明连忙将人扶了起来。女婿，真的是你？冉冉可还好？岳父，冉冉跟着我受了很多苦，不过现在到西北安顿下来了，日子已经一天比一天好了。如今她已经身怀有孕，再过几个月就生了。冉冉从小被我和她娘娇惯坏了，吃苦不怕，只要人好好的就行。岳父，我刚刚发现九王爷与南疆一个蛊师勾结，那蛊师给了他很多蛊虫。今日九王爷会借着寿宴的机会，将蛊虫下到朝中重臣身上，以便于掌控大局。什么？你说九王爷勾结南疆的蛊师？此事我亲眼所见，千真万确。我冒险过来，就是特意提醒岳父，千万别着了九王爷的道。还有，大舅哥的婚事，请岳父放宽心。如今那玉郡主已经是个死人，即便九王府没有因为今日之事东窗事发，她也不可能嫁入贺家了。听到这么多消息，贺渊明不可能不震惊。没想到女婿来了一趟京城，竟然帮他化解了2件危机。说，我的父兄他们人如今在何处？女婿，九王爷有不轨之心，那南疆蛊师就是最好的呈堂证供，不知此人现在何处？还有，玉郡主的死是不是和你有关？岳父，玉郡主的确是我杀死的，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根本配不上大舅哥。还有，我此行京城的目的就是为了抓住那名南疆蛊师，如今顺利得手，此人已经被我兄弟几个送出京城。九弟，你快过来！你是莫景年？哼，没想到吧，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司蒙先生此刻已经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十分不利，尤其是在看到莫九叶来到近前以后，他已经彻底清楚自己已经落入莫家兄弟之手。可他无论如何都想不通，自己给人下的傀儡蛊到底是何方高人解除的？以他在阳蛊界的地位，敢说第二，绝不会有人出来称第一。说，你把我的父兄藏在哪里了？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们素不相识，为何要抓我？呵呵，老狐狸，你刚刚不是还能叫出我六哥的名字吗？我们兄弟只想知道父兄的下落，若是你实言相告，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你的父兄不是早已战死沙场了吗？我怎么可能知道他们的下落？只见莫九叶打开瓶盖，随即朝着司蒙先生的方向撒出粉末。在他的认知中，他这是在对他用毒。正在他得意之时，忽然感觉身体开始有种奇痒难耐的感觉。你们杀了我吧！你们杀了我吧！好痒啊！说，我的父兄他们人如今在何处？他宁愿选择与莫家兄弟同归于尽，这样他到地下见了心上人也好交代。莫锦年，莫九叶，我再最后问你们一次，是放我一条生路，还是让我带着你们和你们的父亲同归于尽？老狐狸，你若是再不识时务，信不信我一锤子锤死你？男子汉大丈夫，要杀要剐随你们便，没必要在这里吓唬人。莫九叶此刻真的是忍无可忍了，几次出手下来，司蒙先生的脸部已经严重变形，根本看不出来本来的面目。
莫九叶，你是想你的父亲跟我同归于尽吗？快说，你把我父亲如何了？不错，莫晴的确中了我的蛊，不过那又怎么样？若是我不说出他的下落，任凭你们走平脚底板也找不到。那样子放在墨家兄弟眼里，别提有多欠揍了。眼看着司蒙先生再次有催动本命蛊的迹象，莫九叶连忙取出麻醉枪，只听砰的一声脆响，司蒙先生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晕了过去。九弟，这老家伙滑头的很，怕是很难问出有用的消息。此人身上有本命蛊，刚刚若不是我及时打晕他，他就准备催动本命蛊，到时候死的就不是他一个人，被他本命蛊操控的人也会跟着陪葬。莫九叶看了看脸被他们打得变了形的司蒙先生，如此阴毒之人，他恨不得现在就取了其性命，因为他已经想到了如何防止司蒙先生催动本命蛊自杀的办法，那就是取来他的心头血来滋养其本命蛊。本命蛊不会排斥主人体内的剧毒，反而会愈发有生机。无论主人如何操控，他都不会选择自杀。九弟妹，娘让我带着你先离开村子，先躲起来。八嫂，发生了什么事儿？山上有蛮夷人过来抢劫了，七哥和你八哥已经带着武器过去了。娘担心你身子重，让我带着你先离开村子。八嫂，你先别着急，详细情况如何，你跟我说一说。我正处在睡梦中的时候，就听到一阵高过一阵的狗吠，然后你八哥就赶忙起身出去查看，最后他跑回来通知是蛮夷人入侵。八嫂，八哥跟你说的是蛮夷人入侵，而不是抢劫吗？对对对，他说的是入侵。就在他思索之际，莫老夫人也带着一众女眷赶来了。娘，事情不简单，你带着嫂嫂们和韩月去安全的地方。不行，蛮夷人来的数量太多了，就凭你两位兄长根本撑不住。莫老夫人从怀里取出了当初在流放路上贺知然给他们发的麻醉枪。身为莫家的女人，即便没有男儿，也要努力捍卫自己的家园。你如今怀了我莫家唯一的孙辈，不能因此有任何的闪失。听娘的话，跟你八嫂一起进城去通知孟大人想办法，我们在这里还能顶一会儿。娘，我不能走，您多少了解一些我的本事，我可以的。不行，我是莫家的长辈，有我在，你们都要听我的。娘，四哥行动不便，既然我身子笨，不如就留在家里照顾他。莫老夫人貌似看穿了他的心思，想都没想的回答：你四哥作为莫家男儿，岂有贪生怕死的道理？他那儿我已经将自己的武器留下，一旦有蛮夷人杀过来，他即便是死，也要拉上几个垫背的一起。既然如此，我就听娘的，这就跟着八嫂去城里通知孟大人。好，事不宜迟，你们俩妯娌快走。见两人走远，莫老夫人郑重地对留下的女眷说道：我们虽然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可也不能平白被外人欺负了去。如今我们好不容易建起的家园，正在遭受蛮夷人的袭击，我们绝不能给他们得逞的机会。娘说的对，作为莫家人，绝不能让人欺负了去。一群女子全部紧张地手握麻醉枪，准备加入保护家园的战斗。我知道八嫂也在惦记八哥，你看我肚子是大了些，可行动灵敏得很，一个人去城里没问题的。八嫂，你听我的，现在事情这么紧急，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何况你手里还有那么厉害的武器，若是派不上用场就可惜了。九弟妹，我听到呐喊声越来越近了，你快些离开去找孟大人。好，八嫂小心。贺知然转身假意朝着城里的方向。贺知然举起重型弩箭，只听嗖的一声，箭矢如同流星一般，眨眼间便没入了那人的眉心。七哥，七哥，听我的指挥，宝贝，到你出力的时候了。宝贝，把那些狗狗喊回来。饭团儿很听话，朝着狗狗们发出了一阵怪异的叫声之后，就见那些狗狗们如同遇到什么洪水猛兽般，飞快地朝着他的方向跑来。七哥，可以了。他撒出这2波毒粉，成功将蛮夷人放倒一大半。不想死就立刻站住！好汉饶命，俺们也是迫不得已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俺们是蛮夷的百姓，从开春到现在，俺们那里没有下过一滴雨，山上的草根树皮都已经被吃得干干净净了。无奈，
俺们只能来大顺这边想办法活命了。俺们真的是没有活路了，这才冒犯了你。我要知道是谁组织你们来大顺抢劫的。俺们也不知道他是谁啊，总之他很有本事。俺那天偷听到指挥和一个人谈话。谈了什么？他趁着带俺们这些百姓来大顺打劫的机会，探一探墨家人的虚实。无论是人还是狗狗，需要救治的数量不少。娘，嫂嫂们，咱们的狗狗受伤了，我一个人处理不来，需要你们的帮助。墨家女眷们此刻看到眼前满身是血的狗狗们，心里同样不是滋味。可怜的狗狗，为了守护咱们，竟然如此惨烈。既然心疼这些狗狗，就听你们九弟妹的安排，立刻帮忙处理伤口。还有，遇到受伤严重的狗狗，全部送到我这里，大家只要处理好皮外伤即可。老九家的，他们的伤能治吗？赵叔，他们的伤我能治是能治，只是人数太多，我一个人怕是忙不过来。你们有谁愿意帮忙的吗？九嫂子，我可以帮忙，需要做什么您尽管吩咐。老九家的，我们也可以。紧接着南瑞也凑了过来，我也可以帮忙。还有胡聪自然也是义不容辞。你们几个先把手洗干净，然后过来我这里取药。七哥，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觉得有必要去衙门通知孟大人一声，这些人究竟该如何处理，也听一听他的意见。就辛苦八弟，快马加鞭去县衙。我现在就去，这里就交给七哥了。七哥，八哥，你们看，这牌子上的纹路有些奇怪，看上去有些像曼陀罗的叶子，难道这次事件与南疆有关？我看极有可能就是南疆人在搞鬼。本官问你们，那指挥之人讲话可是你们蛮夷当地的口音？大人，那人讲话和俺们有区别，绝不是蛮夷人。大人，他讲话有些像南边的口音，俺几年前去过南边，分辨的绝不会错。难道是南疆与蛮夷互相勾结，打算对大顺共同开战？此事究竟如何，只能孟兄弟去操心。我墨家如今只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稍后我整理一下，会写折子上报到京城的。无论考虑到哪一点，他都会选择将消息通知给费南雨。孟兄弟、七哥、八哥，事情处理的如何了？九弟妹，你看，这就是从那人身上搜到的，我怀疑里面装的是古筹，没敢贸然打开。七哥、八哥，以后咱们还真要多加防范，以免再有不轨之人潜入西岭村。我怀疑南疆人想打探墨家的消息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想借蛮夷人的力量铲除墨家。九弟妹分析得对，娘替大家谢谢你。莫老夫人真心的向儿媳妇道谢，同时她也十分心疼贺知然，那么大的肚子还怀了2个，为了大家竟然如此不顾及自己。娘，我有分寸的，您别担心。还说有分寸了，走路都有些趔趄了。娘，我只是有些累罢了，休息一下就好了。孟大人是因为这些人的处理而犯难吗？他们毕竟都是普通百姓，又不能像士兵那样找蛮夷皇帝交涉用财物换人。以目前蛮夷的情况来看，蛮夷皇帝都巴不得百姓多死一些，这样也能节约一些粮食。孟大人是因为这些人的处理而犯难吗？他们毕竟都是普通百姓，又不能像士兵那样找蛮夷皇帝交涉用财物换人。以目前蛮夷的情况来看，蛮夷皇帝都巴不得百姓多死一些，这样也能节约一些粮食。现在的你想求死都是一件奢侈的事儿。只要你答应我，让我死得痛快一些，我就告诉你。不用和我讲条件，你没资格。药水再次倒在了思蒙先生的伤口上。哎呀！我为了心中的念想，在小丘山亲手为他打造了一处衣冠冢，你们的父亲就在那里守着呢。他设置的毒物陷阱，相信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能够活着进入。即便墨家兄弟找到衣冠冢所在，也无法救出墨晴父子。我大哥与二哥在何处？他们和墨晴在一起。最终兄弟几个商议决定，五哥比较细心，留在山脚下看管思蒙先生。莫九叶与六哥一起上小丘山的第6山丘，两人继续披荆斩棘前行。本以为前方还会出现什么毒物一类的东西，
前方一片白色的雾气彻底遮挡住了兄弟二人的视线。九弟，这味道似曾相识啊！当初司蒙先生给南疆将领用来迷倒墨家兄弟的就是这种迷药，幸好两人都服用了解毒丸，才没有被这毒瘴迷晕。六哥，眼住口鼻，咱们快些从这里穿过去。好，爹，是三哥和梁浩他们。还不待兄弟们靠近，树丛里忽然窜出2道人影，二话不说，举起手中的武器，朝着他们的面门袭来。莫九叶与六哥快速向后躲闪的同时，也在观察来人的样貌。两人的个头十分高挑，且看上去比正常人瘦了很多，但莫九叶与六哥还是从他们的动作的细节上发现了端倪。六哥，他们是大哥和二哥。这个状态完全是被傀儡骨操控的原因。莫九叶灵机一动，从怀中取出一包迷药，朝着2位兄长撒了出去。想到路上遇到的那些毒物，三哥他们能够走到这里，恐怕凶多吉少。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先给几人服下解毒丸，但愿一切都还来得及。解毒丸很管用，不到1炷香的时间，三哥和梁浩等人面上的乌青已经褪去了大半，呼吸也比刚刚均匀了很多，只是人还没有任何醒来的迹象。六哥，稍后看到蛊虫，第一时间将其收进瓷瓶。六哥郑重地点了点头，手握瓷瓶，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九弟的动作。莫九叶手起刀落，在二哥的手臂上割开一条不是很深的口子，一只黑色的蛊虫就呈现在兄弟俩的面前。六哥丝毫没有怠慢，利落地将刚刚露头的子骨收入瓶中。同样的方法，莫九叶寻到控制大哥的母骨摇晃，准确找到其体内的子骨位置进行手术。大哥和二哥的蛊虫都取出来了，只要他们迷药的药劲过去，就会醒过来。三哥，你醒了。六弟，九弟，这是哪儿啊？三哥，我们现在所处的是西境的小丘山。三哥放心，梁浩他们已经服用过解毒药，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醒来。你们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啊？第6山丘上的毒物没伤到你们吧？为了不让三哥担心，莫九叶简单将兄弟几个去京城抓获司蒙先生，又来这里寻找父兄的经过讲了一遍。三哥听后，视线直接落在躺在石板上仍旧处于昏迷状态的大哥与二哥身上。九弟，他们是大哥和二哥？幸不辱命，我们刚刚到了这里，大哥与二哥就出现了，只是他们同样中了司蒙先生的傀儡蛊，根本没有什么意识，我也只能暂时将他们弄晕，然后取蛊。如今大哥与二哥已经解蛊成功，用不了多久就能醒过来了。司蒙先生诡计多端，为了防止墨家兄弟救人找到这里，特意在里面加了软骨成分。如今的三哥就是腿软的根本站不起来。九弟，我这是怎么了？感觉全身都软绵绵的，手脚貌似也不听使唤呢。莫九叶会解蛊以及处理一些外伤，纯粹是在帮媳妇儿忙的时候学到了点皮毛。眼下三哥的情况还真有些说不清楚，不过三哥能够活着就好。待找到了父亲以后，带着他们一起回西岭村，然然肯定会有办法的。三哥，你别着急，你的毒刚刚解除，也许还有些后劲儿，稍后看看再说。如今墨家兄弟总算是全部找到，兄弟几个的当务之急就是寻找父亲的下落。九弟，我这是怎么了？感觉全身都软绵绵的，手脚貌似也不听使唤呢。莫九叶会解蛊以及处理一些外伤，纯粹是在帮媳妇儿忙的时候学到了点皮毛。眼下三哥的情况还真有些说不清楚，不过三哥能够活着就好。待找到了父亲以后，带着他们一起回西岭村，然然肯定会有办法的。三哥，你别着急，你的毒刚刚解除，也许还有些后劲儿，稍后看看再说。如今墨家兄弟总算是全部找到，兄弟几个的当务之急就是寻找父亲的下落。二哥，你醒了！二哥，你还认识我吗？听到耳畔传来熟悉的呼唤声。六弟，二哥，我是几年呢？你受苦了。二哥，你看看我是谁？你是九弟。他出事的时候，莫九叶还是个10几岁的少年郎，如今已经长成了魁梧英俊的汉子。二哥，是我是九叶。你真的是九弟？二哥，我是九叶。就在莫九叶打算解释一番的时候，大哥那边也有了动静。大哥，我是几年呢？莫九叶也同样站在大哥面前呼唤。
六弟，九弟，我这是怎么了？他看到莫九业也有那么一瞬间的不敢认。大哥，二哥，当年你们在战场上遭到南疆人的算计。莫九业长话短说，将事情大致讲了一遍。听说莫家男儿受了这么多的无妄之灾，莫家又被顺武帝下旨抄家流放之后，顿时被气得青筋暴起。这些混账！我莫家男儿对大顺忠心耿耿，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说话间，他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上，说是衣不蔽体都不为过。若不是他被控制在这里常年不洗脸，脸上黑得发光，其他人肯定会发现他此刻脸红的跟猴子屁股一样。六弟，九弟，刚刚你们说父亲也跟我们兄弟有同样的遭遇，如今还没有寻到他老人家。咱们现在就出去寻人，不出意外的话，父亲应该也在附近。咱们分头寻找。九弟啊，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让我站起来吗？三哥，你们就在这里休息，找到父亲我们会第一时间赶来这里。好，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九弟，这里明明就不一样，为何要去其他方向？这里和我们进入第6山丘中心的时候的障碍一样，应该是老狐狸防止有外人闯入所设置。不出意外的话，从这里出去就距离第7山丘不远了。他是一流的用毒高手，定然对自己的毒术非常仔细，在他的认知里，不可能有人闯入第6山丘的空地还能活着离开。咱们刚刚经过的这几处，定然是他为了防止有人从这个方向进入而设置。九弟说的有道理，大哥、二哥，咱们听九弟的。好，听九弟的。身后忽然传出一阵虎啸声，眨眼间，一只斑斓猛虎就朝着兄弟几人的方向飞奔而来。老虎的身体重重地挨了几拳，一个吃痛便向后躲闪过去。兄弟几个可以看到老虎逃跑的方向有些蹊跷。莫九业的速度最快，他刚刚追到沼泽前，就看到老虎那硕大的身影迅速消失，而且消失的方式十分的诡异，是眨眼间没入了沼泽。这沼泽不简单，我踩上去试试。不可，九弟，老虎就这样失踪了，你不觉得蹊跷吗？这应该不是什么沼泽，我怀疑这只是一个做成沼泽状的屏障。我先下去查看一番，在没有听到我的消息以前，你们谁都不要贸然行动。不可！九弟，让大哥去。九弟，不能鲁莽。九弟！说话总是没有动作快。莫九业听着这些呼唤声的同时，人已经没入那片沼泽，稳稳地站在坚硬的地面上。为了不让外面的几位兄长担心，莫九业大声喊道：各位兄长，我已经平安进入，现在很安全。谁知他的话音刚落下不久，身边就陆续出现了兄长们的身影。九弟，你可有什么发现？大哥、二哥、六哥，如果没有错的话，这里应该是个入口。走出通道，眼前豁然开朗，不是他们上了地面，而是前方完全可以用灯火通明来形容。这里的光亮并不是来自油灯，而是悬挂在上方的7颗夜明珠。因为光线好的缘故，眼前的场景被兄弟几人尽收眼底。一口偌大的青漆棺材坐落在空地的正中央，然而此刻他们的注意力根本无法放在这口棺材上，因为棺材前跪着一个骨瘦如柴之人。很明显的，此人跪在这里就是为棺椁中的人烧纸。在看清他真实面目的时候，兄弟几个纷纷红了眼圈。父亲，真的是父亲。九弟，父亲如何了？莫九业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学着贺知染曾经的样子，将手放在父亲的颈动脉处。还好，还有气。咱们现在就带父亲离开。先不要动，父亲的情况十分不乐观，一旦移动好，很可能会危及生命。那又怎么办呢？咱们都不懂医，要如何救治父亲呢？莫九业此刻也是紧张的，只不过他跟着媳妇儿在一起久了，对医理多少通了一些。眼下父亲情况如此危急，他也顾不得这种东西是否适合见光的问题。莫九业快速地将强心剂扎在莫晴的肌肉内，过了差不多1炷香的时间，再试探莫晴的鼻息和脉搏都有了气色。等父亲恢复一些体力，再手术为他取骨即可。思蒙先生还真的很会分配，让莫晴在这里守灵。
墨家大郎与二郎在外面负责猎杀野物供他食用，以此来保证他们父子几人能够生存到如今。而中央那口棺材毫无疑问的就是南疆长公主元蒙无疑。再仔细观察，棺材的四周有10个牌位，上面竟然刻着墨家所有男儿的名字。人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做了他们的牌位，还写好了身死的时间，这足可以证明司蒙先生的阴谋就是将墨家男儿全部抓获，打算在7月初7这一天杀害，以此来达到他为元蒙报仇的目的。兄弟几个气愤地将牌位全部扔进铜盆中，六哥一把火将其点燃，口中还气愤道：司蒙老鬼，还真是欺人太甚！莫九叶看着铜盆中熊熊燃烧的牌位，愤怒地站起身，用匕首撬开棺材盖子的一角，随即一个用力将棺木打开。棺木的一侧立着一个偌大的牌位，上面清晰地刻着爱妻元蒙之灵位。莫九叶随手拿起灵位，一个用力便捏得粉碎。就在这个时候，莫秦体内应该是那针强心剂起了作用，他已经有了轻微的动作，很熟练地拿起一叠纸钱，随即就准备往铜盆里面扔。父亲，这是害咱们墨家满门的大仇人，不能如此对待他。然而莫秦根本没有任何反应，依旧保持着要烧纸钱的动作。莫九叶清楚，父亲是因为体内有傀儡骨作祟，导致他没有自主意识，谁知人他是抱起来了，还轻飘飘的，只是父亲仍旧保持跪着的姿势，双腿蜷缩，根本伸展不开。父亲，你这是怎么了？无论兄弟几个显得如何急切，莫秦都没有丝毫反应。九弟，父亲这腿到底是怎么了？父亲的腿因为长期保持跪着的姿势，导致无法伸展开来。这样的情况他是毫无办法，更不敢贸然将其舒展开，只能带着父亲回到西岭村，让媳妇儿想想办法。咱们先将父亲带离这里，再做打算。莫九叶语气听着淡定，其实内心已经乱作一团。他不敢保证父亲离开这里以后还能不能活下去，这种的想法他不敢说出来。九弟先别着急，我试试用轻功上去，会不会有障碍？六哥小心些。这一来一回的可以说是眨眼的时间。六哥，情况如何？完全没有问题，只要施展轻功上去即可。九弟，将父亲交给我，我刚刚上去一次有了经验，会容易一些。眼看着3位兄长已经施展轻功，带着父亲上去，莫九叶扯掉衣摆，随即飞身而起，将挂在墓室中的夜明珠全部收起。这种好习惯他可是从媳妇儿那学习来的，遇到宝贝尤其是仇人的，坚决不能给他留下。在施展轻功跃起的同时，他丢下了一个火折子。不用问，这里是司蒙老狐狸最在意的地方，他必须要将其毁掉，让他到死都无法瞑目。三哥，你们没事吧？还好。说着他就看向洞口的方向，二哥的怀中抱着一个人。这是三哥，这是父亲，我们终于找到了他老人家。父亲现在还没有解骨，没有自己的意识。这个时候二哥已经抱着父亲，将他轻轻地放在莫云峰的身旁。云峰，父亲情况并不是很好啊，九弟，要不现在就试着给父亲解骨吧。好，让我先看一看。莫九叶为了确定父亲体内蛊虫所在的位置，他取出了司蒙先生的本命蛊。莫九叶轻轻晃动瓷瓶，同时观察着父亲的手臂位置。他边摇晃母蛊边观察，最后发现在父亲心口的位置出现了异样。这个位置让莫九叶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在那里他看到了子蛊活动的痕迹。见九弟的反应，兄弟几个都能断定父亲的情况并不乐观。九弟，父亲的情况到底如何？父亲体内子蛊的位置在心口窝处。你说什么？大哥与二哥的子蛊明明就在手臂上，为何父亲的子蛊却在心口窝呢？但凡是傀儡蛊种下的子蛊位置都在手臂上，到了父亲这里为什么就变了？眼下放到自己亲生父亲的身上，这个刀子莫九叶还真是下不了。不是他胆子小，是那蛊虫的位置太过于接近心脏，他又不是媳妇儿那样专业的医者，一旦出现失误，父亲会立刻毙命。莫九叶先是看了看依旧重复着一个动作的父亲，又看向满眼焦急的兄长。为今之计，只有2个办法能顺利帮父亲解蛊。什么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找司蒙老狐狸，让他亲自操纵本命蛊替父亲解蛊。另一个办法就是咱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回西岭村，找冉冉想办法
司蒙老狐狸巴不得能让我墨家人陪葬呢。况且本命骨到了他的手里，难保他会做出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九弟，你的意思是想给父亲解骨，最好的办法就是回西岭村找九弟妹？只能这么办。从这里快马加鞭赶往西岭村，需要3日的时间。咱们只能祈祷父亲的身体能够撑到那个时候。撑到那个时候是什么意思？根据我的经验判断，父亲如今的状况十分不乐观，真正要他命的并不是他体内的子骨，而是他这已经破败不堪的身体。也幸好有强心剂在，否则父亲根本撑不到现在。他虽然能看出父亲的情况，却不会医治。在见到贺知然以前，父亲的性命根本没什么保障。一家人好不容易要团聚了，父亲的身体情况又不容乐观。那还等什么？咱们赶紧带父亲下山吧。咱们连夜带着父亲下山。三哥的情况比刚被救的时候已经好了很多，相信明早就能行动自如。九弟，你和大哥、二哥先带着父亲下山，我留在这里照顾三哥他们。只要他们能行动，我就带着他们一起离开。眼下也只能这样做了。说着，他从怀中取出几粒药丸，交给六哥。这是解毒丸，你们下山的时候能用上。你们下山以后找到五哥会合，就以最快的速度赶回西里村。咱们兄弟家里见。好，是何人？五哥，是我。九弟，你回来了，一切可还顺利？五哥，已经救下父亲与2位兄长，父亲情况不是很好，咱们现在就赶回西岭村。五弟，快带我们去马车那里。莫仲远听到了久违的声音，顿时泪湿了眼角。是二哥吗？是我。五弟，我是大哥。大哥。莫仲远虽然还不知道父亲的情况如何，可从九弟的语气中也能够分辨得出事情十分紧急。九弟，那老鬼是不是可以解决掉了？五哥稍等，现在我也不确定他是否还能有用处。说话间，莫九叶大步上前，打开了车厢门，将里面如同死狗一般的司蒙先生拉了出来。二哥，你先陪着父亲上车。莫九叶含了一口水，全部喷在司蒙先生的脸上。原本还感觉昏沉沉的老狐狸，瞬间感觉清醒很多。你是人是鬼啊？就凭你对我莫家做出的那些事儿，你觉得我可能让你那么容易就去死吗？莫九叶，你杀了我吧！司蒙先生无论如何都想不通，莫九叶进入满是毒物陷阱的第6山丘，为何还能活着回来？你父亲体内的子骨是我亲手所下，而且操控他的就是我的本命骨，他体内的骨我自然能够解除。想以此要回你的本命骨，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事情到了这里，在莫九叶的心中，司蒙先生已经没有再留着的必要。莫九叶，是不是莫情已经快不行了啊？我告诉你，除了我以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解除他体内的子骨。虽然没能拉着你们莫家男儿一同下地狱，我死了有莫情陪葬，也值了。你想死是吗？只见他的手中忽然出现一把明晃晃的匕首，紧接着直直刺向了司蒙先生的一只眼睛。既然你不想睁眼，那这眼睛留着也没什么用了。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嚎叫的声音响彻半空。这种事情怎么能让九弟一个人去做呢？五哥同样取出寒光闪闪的匕首，摘掉了老狐狸的另一只眼睛。二哥见状，上前夺过莫九叶手中的匕首，紧接着他拿起匕首，快速斩断了司蒙先生的10根手指。这是你欠我莫家的，仅仅几根手指，根本无法弥补。五哥取来一壶冷水，一旦司蒙先生要昏死过去，他就会及时将人泼醒。莫九叶见二哥与五哥那里配合默契，自己根本插不上手，索性就站在一旁看着。同时他咬牙切齿地说道：你助纣为虐，迫害我莫家满门，死有余辜。我偏偏不让你那么痛快的死去，我要让你生不如死。媳妇儿给他带的养养粉还有一包没有用完，于是他取出剩下一包养养粉，丝毫不留情的全部撒在司蒙先生的身上。司蒙先生瞬间变得又哭又笑，那样子看了就让人觉得解气。九弟，咱们要带着他一起吗？五哥问道。路上带着他不方便，二哥、五哥，砍断他的手脚和头颅，
如此恶毒的人，绝不能给他留什么权势。哼，这么快就让他去死，还真是便宜他。说完，兄弟俩继续动手，将老狐狸大卸八块，暗中迫害了墨家数年之久的大仇人终于死去。父亲，你听到了吗？迫害咱们墨家人的罪魁祸首已经身死，你一定要坚持住，娘还等着你回去和他老人家团圆。快马加鞭赶了差不多10节里的路程，迎面驶来一辆外观十分眼熟的马车。九弟，八哥，你怎么来了这里？莫九叶的话音刚落，就见车厢门被人从外面推开，露出了那张他朝思暮想许久的脸庞。夫君，是我收到了小白的信，不放心，才求八哥带我来西境的。说话间，贺之然挺着偌大的肚子，做事就准备下车。莫九叶连忙上前扶住他。冉冉，你身子重，怎么能长途跋涉来这里呢？莫九叶的话表面上是怪贺之然不知道爱惜自己，其实心中更多的是心疼和愧疚。莫九叶的话表面上是怪贺之然不知道爱惜自己，其实心中更多的是心疼和愧疚。莫家9兄弟当中，八哥性子最直，最好忽悠，媳妇儿一定是抓住八哥这个弱点，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哄骗着他带自己赶来西境。夫君，我接到小白送来的消息，担心有些事情你无法解决，便糊弄八哥带我来此。他讲话的语气温温柔柔的，听在莫九叶的耳中像个做错事的小媳妇儿一样。莫九叶本就思念媳妇儿，如今再看到他这个样子，心中即便再有气也都烟消云散了。孩子们最近有没有折腾你？你可有休息好？他们乖得很，你就放心吧。先让我帮父亲看看。听九弟说过，九弟妹医术了得，父亲的情况就有劳九弟妹了。莫九叶刚刚已经告诉他了，车厢里面照顾父亲的是大哥。大哥，我这就去给父亲查看一番。大哥见状，十分有眼力劲儿的让出了车厢内的空间。贺之然上前轻轻按住了莫晴还在那里来回摆动的手臂，眼看着他的眉头越蹙越紧，莫九叶紧张地问：冉冉，父亲还有救吗？帮父亲取骨并不是什么难题，只是你可能还不知道，父亲体内中了一种慢性毒，这种毒对人体的侵害速度特别慢，而且不容易被人察觉。冉冉，你说父亲中毒了？父亲虽然中的是慢性毒，可毒素如今已经蔓延至心脏附近。刚刚听你说，父亲体内的子骨就在心脏附近。如果我预料不错的话，一旦毒素与子骨碰触到，父亲就会立刻毙命。他现在身体如此虚弱，跟中毒有很大的关系。冉冉，可有什么好的办法？夫君，我需要带父亲进入空间，仔细检查一番，才能告诉你准确的结果。我这就安排。媳妇儿的空间是天大的秘密，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冉冉，这里很安全，我和几位兄长也打过招呼，他们不会来打扰你。莫九叶已经全部安排好，事不宜迟，贺之冉拉着他与莫晴一同闪身进入空间。过现代医疗设备的观察，莫晴所中的慢性毒是一种贴合在动脉血管壁上的状态，毒素不会因为血液流通而乱动，而是十分有规律的朝着一个方向缓慢的前行，这个方向就是心脏。一旦毒素接触到心脏部位与子骨汇合，莫晴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根据毒素蔓延的速度，至少1个月内子骨与毒素不会汇合在一起。冉冉，如何？情况比我预想中的好一些，我现在就找药物帮父亲解毒。那蛊虫呢？这里接近心脏，而且根据检查可以确定蛊虫藏身的位置很深，手术取骨的过程中必然会大量出血。以父亲目前的身体状况，若是大量出血，定会危及生命。莫九叶听贺之冉这样说，有些傻眼了。难道父亲的蛊不能解吗？不是不能解，首先要做的是帮父亲将身体调养到可以接受手术的状态，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好，就辛苦冉冉了。即便心中心疼媳妇儿，挺个偌大的肚子辛苦，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们刚刚离开空间不久，就听到车厢内被人从外面敲响。九弟，九弟妹，父亲的情况如何了？大哥，冉冉刚刚帮父亲检查，发现他体内中了一种慢性毒，情况并不是很好。现在冉冉正在试着配制解药，你们先不要着急。九弟妹，父亲的毒能解吗？我正在试着配制解药，如果配制成功，应该能治好父亲的身体。贺之冉并不敢将话说得太死，毕竟淘宝宝商城没有那种血清出售，万一小小收藏家那里也买不到，岂不是白白给了大家希望？
大哥率先上前一步，朝着贺知染深深鞠了一躬，就有劳九弟妹了。其他兄弟见状，纷纷效仿大哥，真诚地向贺知染行礼，有劳九弟妹了。如今九弟妹身怀有孕，怀的那是他们墨家的希望，人家身子如此笨重，竟然赶了这么远的路来西境帮忙。九弟能娶到如此大义的媳妇儿，简直就是整个墨家的福气。咱们都是一家人，救父亲的性命是我应该做的。几位兄长不要如此客气。还有，我研制解药的时候，一旦被人打扰，就前功尽弃了，所以还要辛苦几位兄长将这里守好。九弟妹放心，有我们兄弟在，别说有人打扰，保证啊，连只苍蝇都不会放进来。此时八哥还有些心虚，他在见到九弟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是被九弟妹忽悠着来的西境。幸亏九弟妹身子骨结实，这舟车劳顿的没有动胎气，否则他就会成为墨家的大罪人。看了看憨憨的八哥，贺知染强忍脸上的笑意，好，有兄长们守着，我一定能静下心来研究解药。贺知染连忙进去查看，果然是他需要的那种血清。拿着小小收藏家帮忙购买的血清进入手术室，为了不让他承受痛苦，贺知染选择给他注射一些麻醉药。半个小时过去，血清全部输入完毕。夫君，等黑血流完了之后，就用棉球和碘伏清洁表面，直到再也看不到黑色血液为止。这种慢性毒在人体内的占位本来就不大，而且都集中在了一处，因此莫秦流出的黑血数量并不是很多。这也是贺知染敢在他如此虚弱的时候进行解毒的唯一把握。冉冉，父亲呢？只见莫秦那个被毒血破开的小洞处，有一只指甲盖大小的蛊虫正在来回进出。按道理，子蛊一旦感知到危险，它会继续选择往人体深处躲避，而这个子蛊却不一样，它就像一只受惊的小老鼠，探头探脑的，仿佛失去了方向感。夫君，准备一个瓶子和一把镊子，这个速度一定要快，否则我也不敢保证子蛊会钻去哪里。位置离心脏那么近，一旦子蛊朝着那个方向逃窜，后果不堪设想。贺知染都没有看清楚他的操作，子蛊已经被镊子夹住，快速送进了瓶子里。可以说子蛊算是帮了个大忙，省去了莫秦需要2次手术取蛊的痛苦。马上到预计莫秦醒来的时间，贺知染带着他们一同离开空间，将莫秦安顿在马车内。不久他就醒了过来。对于莫九叶的印象还停留在他少年时期，因此看到眼前这张放大的英俊脸庞，莫秦一时间有些愣住了。莫九叶一看父亲的状态，就知道他可能认不得自己。父亲，我是九叶，你仔细看看我。你说你是九叶？父亲，我就是九叶啊，我们已经有8年未见面了。想想8年前，莫九叶还是个13岁的小少年。大哥，父亲醒了，他认不出我，你快来给他解释，我就是莫九叶。父亲，你醒了。君瑞，几位兄长，你们陪着父亲说话，我先带冉冉出去透透气。莫秦本来还在疑惑，那个年轻人为何会说他是九叶？他的小儿子如今才13岁，怎么可能是那个样子？还有大儿子为何会变得苍老很多，看上去又那么憔悴？二儿子入眼的感觉和大儿子一样。君瑞啊，他说他是初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刚刚有个年轻人自称是你们的九弟，我看他的眉眼的确和你们九弟有些像，他到底是谁呀？父亲，刚刚那个的确是九叶，你已经离家8年之久，那时候九弟年纪还小，你认不出他也无可厚非。摸出韩倩大哥只是替九弟解释，连忙凑上前。大哥，你跟父亲说，我真的是初寒呐。父亲，您8年前在战场上遭到南疆一个叫司蒙先生之人的暗算，在战场中了他的迷药，被南疆人抓获。南疆人还做出您已经战死的假象，将您的人头高高悬挂在城楼，因此我们都以为您已经不在了。后来我们兄弟陆续接替了您主帅的职务，除了九弟以外，都中了司蒙先生的暗算，被其控制多年。幸亏九弟和九弟妹睿智，历经无数艰辛将我们救出，也就是说，距离咱们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8年。那时候初寒和九叶都还小，如今他们都已经成家，是个大人了。莫秦虽然身体虚弱，可头脑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莫君瑞说的这些虽然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他也在努力接受这个事实。你说的司蒙先生是何人呢？他为何要如此迫害我墨家？还有，你们兄弟如今为何会如此打扮呢？兄长们，父亲刚刚醒来，让冉冉先帮他检查一下。父亲，这是贺尚书家的千金贺知然，如今我已经娶她过门，您记得吗？我们的亲事还是您亲自定下来的。贺知然即便身体笨重，第一次和长辈见面，也没有忘记该有的礼节。此刻已经跪在了莫晴的面前。儿媳见过父亲，儿媳见过父亲。在莫九叶介绍贺知然的时候，莫晴就一直盯着他们两人看。他也看清楚了，贺知然如今是个孕妇。儿媳请起。刚刚已经听你们的大哥说了，你为墨家做了很多，我代表全家，感谢你。父亲不必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父亲，我懂些医术，您刚刚醒来，我先帮您检查一下情况。父亲目前身体还有些虚弱，不过却没有生命危险，日后只要好好调理，一定能恢复如初的。莫晴的情况，若是换这个时代的医者，恐怕根本无力回天。也幸亏小小收藏家帮忙，及时搞到血清，解了莫晴的慢性毒。而他的双腿想要真正恢复到当初的行走自如，还需要很多时间。等回到家里以后，他可以配合针灸以及物理治疗，帮父亲恢复。总之，贺知然绝对有信心。九弟妹，多谢你救了父亲一命。不说一声谢谢，他都觉得对不起九弟妹一路舟车劳顿遭的罪。见大哥如此，其他兄弟也感觉到了贺知然的不易，纷纷随着大哥一起向他道谢。知然说这些是为了让大家了解莫晴的身体状况，可不是为了邀功。兄长们客气了，父亲如今情况比较稳定，以后好好照顾就没问题了。给我说一说这8年发生的事情。说起这8年间的事情，兄弟当中几个要数莫九叶最清楚。自从父亲被南疆人擒获，兄长们就陆续接替了您的职责。就在去年，顺武帝终于按捺不住，对我墨家下了手。先是将我骗进皇宫，重打了50大板，第2日便下旨，令我墨家满门抄家流放。莫九叶一口气将墨家这些年的遭遇详细讲给父亲听。莫晴听了莫九叶的讲述，可以说气得青筋暴起。这样昏庸的帝王，不保也罢。真是这么多年苦了你们兄弟，还有你娘，想必没少流眼泪吧。如今他有幸被九儿子和九儿媳所救，而且墨家如今已经成了普通百姓的身份。他有命活着回来，以后不用考虑国家大事，等九儿媳肚子里的娃一落地，他就好好的过他含饴弄孙的日子。三哥身上的软骨症状稍稍一好转，便开始下山。众人全部汇合在一起，简单吃了些早餐，便继续朝着西岭村出发。足足用了5天的时间，一行人终于抵达了西岭村。自从贺知然与莫初寒离家以后，全家人都在提心吊胆，生怕贺知然有个什么闪失。看到莫初寒，七哥上前就狠狠地给了他一拳。老爸，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九弟妹呢？七哥，我知道我有错，可现在不是说我错的时候。你看看后面都是谁？听他这样说，七哥这才将注意力转移到马车的后面。七弟，你就别埋怨八弟了，这次幸亏他带着九弟妹赶往西京，否则父亲会有性命之忧。大哥，真的是你吗？你小子怎么只看到了你大哥，没看见二哥吗？啊，二哥！莫元策看到亲兄弟，激动的语气中都带着颤音。好了，咱们莫家终于团圆，都别堵在门口了，先将父亲安顿好吧。三哥，你是说父亲也跟着回来了？你小子想什么呢？咱们兄弟出去寻找，不就是为了寻找父亲与大哥、二哥他们吗？父亲自然要一起回来，还愣着做什么？去喊家人出来呀！娘，爹和大哥、二哥回来了。这一嗓子，别说在房间中的莫老夫人了，就连在后院侍弄菜园子的几位嫂嫂都听得清清楚楚。元策，你说什么？你爹和你大哥、二哥回来了？娘，你看，他们就在那里。莫老夫人此刻已经湿了眼眶，她踉踉跄跄地走到马车附近，面前就扑通扑通跪下来2个人。娘，
儿子不孝，让您担心了。这是墨家最后寻到的2个儿子，老太太终究是控制不住的，泪如雨下。一向话多的二嫂此刻也愣在了原地，有些不敢相信眼前之人就是自己那多年未见的夫君。大嫂则是站在原地，掩面痛哭。你们能回来就好，能回来就好。二嫂与夫君的目光对上，顿时嚎啕大哭起来。夫君，你们终于活着回来了，你知道吗？看到弟妹们都不再是寡妇，我有多羡慕他们。二嫂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哭的声音愈发的大了起来。夫君，喊出这个称呼，大嫂已经哽咽的说不出话。一婷，对不起，这些年让你伤心了。大嫂彻底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趴在夫君的怀里嚎啕大哭。娘，爹身子有些弱，此刻人还在马车里。韩月，还扶着娘去看你爹。经过这几天的调理，莫晴已经能够坐一会儿。此刻他正靠坐在车厢上，听到外面亲人相认的声音，他一时间有些不知要如何面对。莫老夫人看到车厢内瘦骨嶙峋的垂暮老者，有那么一瞬的怔愣。老爷，是你吗？夫人，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对不起呀。听到熟悉又变得有些苍老的声音，莫老夫人终于相信了这一切都不是假的。如今她不但9个儿子都活得好好的，就连传出死讯这么多年的丈夫也能活着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仿佛又回到了孩子们小的时候，一家人完完整整的日子。我不哭，不哭，只要你们都活着就好。爹，你快看，韩月如今已经是大姑娘了。眼前的小姑娘出落得水水灵灵，那双灵动的大眼睛和她小时候一模一样。是韩月吗？哎呦，已经是大姑娘了，爹已经抱不动了。爹爹，听到宝贝女儿的一声爹爹，莫晴的泪水再次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看到父亲流泪，莫寒月也有些失控。他走上前几步，保持与莫晴最近的距离，试探着伸手去触碰。父亲，韩月好想你。莫晴强撑着身体向前，伸手拉住女儿的小手。韩月不哭啊，以后爹呀都陪在你们身边啊。父亲在他的印象中既高大又威严，再次相见却变成了他不敢想的样子，而且这样的父亲更让他心疼不已。莫老夫人见父女俩痛哭失声的样子，更是无法控制，泪如雨下。不管如何，他们莫家一家人总算团聚了。九叶，快把你父亲背到房间里面，让他好好休息一下，我亲自去安排。咱们莫家今日大团圆，要好好庆祝一番。8年了，自从莫晴传回战死的消息，莫家男儿又相继传回死讯，直至今日，任何人都没有想到他们莫家还能有大团圆的一天。老爷，时隔8年，我莫家人终于一个都不少的站在这里，你是不是要说些什么？莫晴在家里缺席了8年，这8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他都没有参与。如今老七让他说，他还真不知道要从何说起。想到一家能够团圆，都是9儿子夫妻俩的功劳，他的视线就落在了他们小2口的身上。我都没能做好这个一家之主，还害得你们为我伤心流泪。这次咱们莫家人能够一个都不少的在一起，这一切呀，都是九叶与贺氏的功劳。别看你们九弟和九弟妹年纪最小，可通过这几天的观察，他们的气度与智慧远远在你们这些做兄嫂的之上。如今我也老了，身子骨不中用了，余生只想好好陪一陪你们的娘。若是有幸，你们多给莫家添些孙辈，我更是乐得每日过得含饴弄孙的日子。以后啊，这个家就由九叶他们夫妻俩来当，谁敢有意见，家法伺候。莫晴的话刚说完，莫老夫人没忍住笑了出来。夫人啊，我哪里说的不对吗？此时的莫晴有些心虚，
这种放权的事情还没有跟老七商量过，他就公布于众了。老爷说的没有不对，只是咱们墨家的掌家权，我早就交给了九儿媳。如今咱们墨家能有今日的光景，全靠着他们夫妻俩在支撑。当然，大家都有为这个家做贡献，只是咱们的九儿媳聪明伶俐，她最适合掌管整个墨家。九儿子和九儿媳对墨家功不可没，他本想借此机会鼓励一下的，谁知老七早已坐在他之前。既然如此，包括我在内，咱们墨家有一个算一个，都听九爷他们夫妻俩的安排。众人对此都没有丝毫意见，尤其是原本就在家中的兄嫂们，他们早就见识过了九弟妹的能耐，谁敢说不服，他们会第一个跳出来揍他。爹娘放心，以后我们都听九弟和九弟妹的安排。爹娘放心，以后我们都听九弟和九弟妹的安排。老夫人，陶大哥他们过来了。听说是陶然他们来了，这些都是莫晴曾经的部下，自然没有拒之门外的道理。快让他们进来。大爷，二爷，没想到啊，我们这些好兄弟在这里还会有重聚的一天呢。还真是多亏了九爷，否则我们这群兄弟还不知道会被司蒙老狐狸如何糟践呢。陶然呐，你们快过来，让我看看。听到莫晴的声音，陶然等人再次愣住了。是老国公。看到莫晴的那一刻，陶然等人有那么一瞬的愣神，如今看在陶然等人的眼中，就是一个到了垂暮之年的老者。怎么，只是8年未见，不认识我了吗？哎，跟着我真是苦了你们了。如今他不再是什么国公爷，也不再是统帅3军的最高将领。墨家这么一大家子人团团圆圆在一起，这消息早晚都会被顺武帝知道。如果他听说了墨家男儿都活着的消息，难免又会动什么不该有的心思。九爷呀，你们在这里生活，有没有想过，一旦被顺武帝发现，咱们家的男儿都活着，他会如何呀？这一点莫九叶不是没有想过，只是这段时间一直忙着家里的事情，又要出去寻找父兄们的下落，而且他一时间也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对策，才耽搁下来。儿子目前还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始终没有讲话的贺之冉心中已然有了想法，同时他也多少看出了一些莫晴的心思。父亲，银两的事情不用犯难，我可以想办法解决。不就是想偷偷养兵吗？这有何难？先不说在空间有花不完的银子，更是有威力强大的武器，养兵根本不需要什么千军万马，只要1800精锐即可。况且自从上次蛮夷人入侵以后，他也有了这个想法。他是想等着莫九叶回来以后，商量着去研制火药。一旦火药研制成功，他们就可以制造出威力强大的武器。他是想等着莫九叶回来以后，商量着去研制火药。一旦火药研制成功，他们就可以制造出威力强大的武器。几位嫂嫂更是有眼力劲儿，见家人要说这么大的事儿，生怕被人偷听了去，守在外面。唯独贺之冉，他们都清楚，九弟妹的智慧与才能远远超过墨家这些男儿，他必须要留下一起讨论。九爷，这件事你如何看呢？爹，我和冉冉去南境的时候路过边境，以前跟着咱们的士兵受到新来将领的排挤，我悄悄听他们讲话，他们有投奔墨家的意思，因此人员方面的问题很好解决，还有养兵的银钱，这件事也可以交给我想办法。以贺之冉的聪明，他自然能够看得出，公公询问莫九叶就是在间接的询问他。还有，我建议咱们养兵的数量不宜过多，最好不要超过1000人。九弟妹忘了吗？前段时间只是区蛮夷百姓过来抢劫，人数就在500以上。一旦蛮夷军队想将这里当作突破口来进攻，恐怕就不是500人那么简单了。说是成千上万都是少的，万一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才不足1000人，要如何对敌呀？九弟妹，你八哥说的有道理，养兵可不是儿戏。如果我能制造出以1敌100，甚至可以抵1000的武器，你们还会觉得1000人少吗？听了贺之冉的话，莫九叶首先就想到了他空间内的手雷，那东西的威力他可是亲自证实过的。冉冉，你说的那种武器是？我只是有了一个想法，是否能够成功，要试过以后才知道。莫九叶一时间有些搞不清楚媳妇儿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过他就是无底线的相信他。贺氏，你说的这种武器多久能制造出来？威力到底是如何？
目前都是未知数，时间不等人呐。我之所以想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就是不清楚顺武帝什么时候会对咱们动手啊。他最了解顺武帝，已经忌惮他墨家到了将他们抄家流放的地步。一旦他得知了墨家男儿都活着的消息，恐怕不将他们除去，觉都睡不好。咱们养兵，我同意夫君的意见，去南境将那些跟着墨家一起出生入死的士兵带回来，这样忠诚方面不需要担心，同样也能够解决他们在那里被排挤的遭遇。时间我算了一下，快马加鞭赶路，这一来一回的起码要1个多月的时间。1个多月的时间，我觉得研究我说的那种武器时间足够了。待到那些士兵到了西北，不出意外的话，就可以每个人都配上如此武器。三哥立刻站了出来，既然这样，我愿意跑一趟南境，将那些士兵带回来。三哥，你自从回来以后一直在外面打听消息，这次换我去。其他兄弟同样不甘示弱，都抢着走一趟南境。看来他还是很有眼光的，一眼就看出了这个九儿媳不一般，连他那些傲气的儿子们都毫无怨言的服从。兄弟几个讨论过后，最终决定由七哥跑这一趟。时隔8年，墨家再次团圆，众人吃吃喝喝，顺便畅谈至深夜，才各自回去休息。唐公子，山脚下那些人都是因为你的生意来墨家找麻烦的，这件事你看要如何处理？九嫂的意思是，刚刚那些人是受州府金老板之托来我墨家要冷吃兔配方的。你说什么？看来这件事还真是因他而起。九嫂放心，那群人交给我处理，我也保证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贺知染要的就是这句话，其他的多说无益。我今日让人找堂兄弟过来，就是有好东西给你看。九嫂有什么好东西？快给兄弟我看看。贺知染让兰儿将清洗好的香瓜端上来一盘，堂兄弟先尝尝。他也是懂规矩的人，先是朝着墨家2位长辈看了一眼。见过老夫人。唐明瑞停顿了一下，看向莫晴。他虽然已经猜测到了其身份，可毕竟还没有被正式介绍过，万一搞错了，岂不是让人尴尬？这位是家父，晚辈见过老国公。最近几天，莫老夫人已经将墨家的情况详细讲给莫晴听，因此莫晴对于唐明瑞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不必多礼了，如今我墨家就是普通百姓，没有什么老国公了。唐公子以后称呼我伯父即可。伯父。莫晴就喜欢和爽快人打交道。你们年轻人有事情需要忙，不用管我，尽管去忙即可啊。唐明瑞对莫寒月有意的事，他听老七讲过了。说实话，他还挺喜欢眼前这个后生的性格，只是听说那孟怀宁更是优秀，看来得找时间见一见。眼看着女儿的婚期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做岳父的连女婿是圆是扁都不知道。这也不能怪孟怀宁，最近衙门事情多，他又忙着操持婚事，便没有来墨家。九嫂，这是水果吗？怎么看着有些像瓜？这个叫香瓜，我在洋人那里弄来的种子，开春时种在自家地里。香瓜，好名字。九嫂，这香瓜可是要与兄弟我合作。九嫂，只要让我独家售卖香瓜，条件你随便开。对于墨家人，唐明瑞始终都保持着一颗感恩之心，即便自己没有利润让他帮忙，他也是愿意的。唐兄弟，咱们之间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了，还是老规矩，55分成如何？舅爷，村里来了一辆马车，在四处打听墨家的住址呢。带我过去看看。墨家自从在西岭村安家以后，除了和村里人相熟以外，就是孟怀宁与唐明瑞，他实在想不出和其他人有什么交集。九叶，天知道他这一路上有多么急着见到女儿和女婿，想早些看到他们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女儿马上就要生了，他这个做娘的能赶上。岳母，九叶，冉冉她还好吗？岳母，冉冉她很好，她看到您一定很高兴，我这就带您去看她。冉冉，你快看谁来了！贺知染放下筷子起身，朝着门口的方向望去。在看到贺夫人的那一刻，他愣住了。也许是他占了原主身体的缘故，这种发自内心的亲近感根本做不了假。娘，冉冉，看到大肚子的女儿，贺夫人泪如雨下，甩开嬷嬷的搀扶，以最快的速度奔向贺知染。贺知染也同样，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珍珠一般，大颗大颗的落了下来。娘，你怎么来了？莫九叶在一旁看着，心中也很不是滋味。
若不是因为墨家，冉冉也不会和娘亲分开这么远，甚至连什么时候能见面都不知道。冉冉，快别哭了，让娘看看你，娘的冉冉受苦了。贺知冉见状连忙安抚：娘，我过得很好，一点都没有受苦。流放路上哪有不受苦的？娘，你看我家里如今建了新房，所有邻居住的都是自家的兄嫂。墨家如今的情况还好吧？对于贺夫人来说，墨家男儿个个顶天立地，为大顺立下过汗马功劳。她是真心希望墨家男儿都全虚全影的活着。娘，墨家如今不但8位兄长都好好的活着，就连我公爹他老人家也被夫君他们救回来。现在的墨家团团圆圆，一个都不少。好好好，都活着就好。只要一家人能够团团圆圆的在一起，苦一些也是好的。娘，我带你看看我们在西北的家。娘扶着你一起。冉冉，你距离产期大概还有多久？如果时间可以的话，他要派人快马加鞭去京城请妇科圣手来西北，这样女儿的生命也能多一层保障。娘，我这次怀的是双胎，产期大概在7月。娘，你放心，即便我怀了双胎，也一定能顺利生下的。1个月的时间来得及，娘这就派人快马加鞭去京城，不管花多少银子都无所谓，一定要将妇科圣手请来这里。只要有妇科圣手在，你和我的小外孙都不会有危险。张三，你立刻快马加鞭赶回京城，让老爷无论使用什么办法，务必在7月初以前将妇科圣手送来这里。路上不用心疼银子，马跑累了就换，务必要以最快的速度抵达京城。娘，你听我说，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危险。娘是过来人，比你懂得多，人命关天的事情可不能大意。娘和你爹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你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你让我和你爹还怎么活呀？让女儿嫁入墨家流放西北，他们就已经愧疚的要命。如今女儿若是再因为生产丢了命，她恐怕都会活不下去。娘，你别看我怀了双胎，但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娘，你忘了吗？我在家的时候每天都看那些医书，您可别小瞧了我看的这些书啊，里面就有顺利产下双胎的办法。岳母，冉冉所言属实，她确实帮过怀有双胎的孕妇顺利生产。莫九叶敢站出来帮贺知冉说话，也是有底气的。自从得知媳妇儿怀了双胎以后，他只要有时间，就会在媳妇儿的空间里面仔细研究剖腹产手术。我的个乖乖，夫人，大小姐的家也太气派了吧！贺知冉还帮他在淘宝宝购买了视频教学。莫九叶看过之后，再结合自己学习到的理论，已经可以确定做到万无一失。贺夫人看着莫九叶，心中就有气，就是这个罪魁祸首，让女儿一次怀了俩。就在这时，莫老夫人急火火的赶来了，陪着她一起的还有莫寒月。亲家培养出这么好的女儿嫁入他莫家，莫老夫人是发自内心的尊敬贺夫人。是亲家母来了吗？亲家母，我思念女儿思念的紧，就想着赶来陪她生产，日后可能还要多叨扰一阵子，还请你不要嫌弃才是。他并排跟着莫老夫人朝院子里走去，同时也在四处打量。就在贺夫人仍旧处在震惊当中的时候，她已经被莫老夫人请进了正厅内。我的个乖乖，夫人，大小姐的家也太气派了吧！亲家母一路舟车劳顿，先坐下来休息休息。你们母女也许久未见，有什么话慢慢聊。寒月，去通知你兄嫂他们，家里来了贵客，没事的都过来见一见，顺便让玉儿准备好晚餐。好的，娘，我这就去。冉冉，你这房子的窗户都是琉璃的吗？这房间的摆设，这简直比皇宫还要奢华。娘，窗户上用的不是琉璃，是洋人带过来的玻璃。你也知道，允城靠海，那里的码头偶尔会有洋人的货船停靠，这些玻璃啊，就是从洋人手里买来的。要说墨家如今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我还真要对亲家母你感谢一番呢。若不是你将这么好的女儿嫁给九叶，别说没有我墨家的今天，恐怕我们这些人早就死在流放的路上了。岳母，冉冉十分聪慧，她和我说，从小就喜欢在家里看医书，以前在京城根本没有施展的机会，在流放之路上，为了大家才展示出来真本事。我母亲说，
墨家能有今天，多亏了冉冉。这话一点都不假。他不但医术高明，还想出了很多赚钱的点子。我们在路上的时候，他就利用从洋人手里买来的毛绒布料，研究出非常受女孩子们喜欢的毛绒玩偶。赚来的银子不但解决了我们一行人路上的开销，还有剩余在这里置办产业。莫九叶是唯一一个清楚贺之染空间的人，为了不让媳妇儿的空间暴露，他尽量的去解释。亲家母此行西北，一定要多住些日子。你刚来这里还不知道，咱们家的新鲜玩意儿多得很，保证让你一住下就不想回去了。的确如亲家母所言，我这次赶来就是想陪着冉冉生产的，恐怕要多叨扰些日子。不叨扰，不叨扰，你能来，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幸不辱命，我们如今已经将那种厉害的武器研制成功，而且我也掌握了详细的制作方法。爹，我觉得从明日开始，咱们就可以着手制作炸弹了。威胁我墨家的人随时都会出现，炸弹越早制作出来越好。估计再过个20几天，老七也该在南境带人回来了。到时候咱们的队伍要尽快整合起来，时刻准备应对一切可能会发生的危险情况。好，明日开始，我们就开始制作，争取在七弟回来以前，做出足够的数量。重远啊，四哥虽然行动还不是很方便，但我的双手如今已经完全恢复，我也可以帮忙的。大哥、二哥、三哥也纷纷表示自己可以。毕竟制作这种武器是保密的，无法假手于他人。兄弟几个只能努力克服身体的不适，尽量参与进去。明天我就去衙门把职务辞掉，留在家里帮忙。不可，八哥，你做捕快，并不是为了赚每个月那么点银子，而是为了让咱们墨家多一重安全保障。莫初寒每日在城里巡逻，知道的事情也比较多，万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他也能第一时间知晓。没错，初寒的职务不能辞，家中有你这么多兄弟在旁，不差你一个人啊。既然如此，就听爹和九弟的。咱们在军营的时候用的箭支，为了增加射程，会在箭尖上加一些铁，这样可以射得更远。在军营的时候用的箭支，为了增加射程，会在箭尖上加一些铁，这样可以射得更远。如果在竹筒外面也加一些铁，是不是会和箭支起到同样的作用？九爷，你觉得你四哥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四哥的提议很好，只是这炸弹外面加铁皮，就要有会打铁的工匠。咱们目前制作炸弹，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虽说如今制作炸弹都是你们兄弟在动手，可以后这些炸弹是要分发到那些士兵手中的。你觉得在不久以后，炸弹还会是秘密吗？此事涉及到炸弹的制作方法，如果是陶然他们当中有人可以胜任，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毕竟他们对我墨家的忠心程度毋庸置疑，若是换做外人，我宁愿咱们的炸弹投掷距离短一些。莫晴自从回到墨家以后，就发现自己这个九儿子不一般，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心思缜密。韩月，这是家里为你准备的嫁妆，你看看喜不喜欢？贺之染将小木匣推到莫寒月的面前，莫寒月看到家人送的四合院还有土地，心中就有些愧疚。九嫂，这万万使不得，你们已经给我的够多了，这些我不能再要了。九嫂，这些我真的不能收，留着给我的小侄子们娶媳妇儿用。你怎么就知道是小侄子而不是小侄女呢？是小侄女也好呀，这些留着给他们将来做嫁妆。韩月有那么大一个院子做嫁妆，已经够体面了，这首饰还是不要给了。说起这个，莫老夫人也有些愧疚，她当初嫁给莫晴的时候，嫁妆也带了不少，只可惜莫家男儿常年在外征战，他们得到的财物全部用来接济那些伤亡的士兵以及家属，家里搞得不说空空如也，也是在外人眼中那种底蕴深厚的样子。再后来，莫家男儿相继传回战死的消息，莫老夫人不想守寡的儿媳们过得苦，便陆续将自己的嫁妆贴补到公账上。嫂嫂们懂事，见婆婆为了他们的生活过得去，竟然将自己的嫁妆也都拿了出来，他们也不甘示弱，纷纷将嫁妆贴补到家里。莫九叶那时候常年在外征战，并不知道家中的情况，
将得来的战利品全部分给了那些一起出生入死的将士，导致贺知染在墨家被抄家流放以前，往空间里搬东西没搬到什么值钱的物件。本来这些都是我这个当娘的该准备的东西，如今我也没这个本事，还要你这当嫂嫂的去做这些，我于心不忍呢。韩月是咱们墨家唯一的女孩，她出嫁要风风光光的不说，嫁妆方面也不能亏待了她。既然九弟妹有心帮韩月置办了首饰，不如这个银子由咱们大家一起来出，这样我们这些做嫂嫂的心里也能舒坦点。九弟妹，你就听大嫂的，首饰的银子我也愿意出一半。我也愿意出。我也愿意。8位嫂嫂无一例外全部开口表态愿意分担。墨家的和谐是贺知染最喜欢的地方，别看妯娌多，大家向来都是劲儿往一处使。听到门响，他立刻站了起来。夫君，州府那边的情况如何？冉冉，今天幸亏你想得周到，让六哥他们赶过去帮忙，还给我带了那些药粉。莫九叶边擦脸边将今日在州府发生的事情仔细说给贺知染听。可以说，这次薛凡来西北，刚一有所动作就被发现了。他还没有对墨家造成什么威胁，但这件事足以说明京城那些人仍旧没有放过墨家的打算。就是这样，很多人将墨家当成眼中钉，可以威胁到他们地位的存在。这次是薛家，倒是没什么可担心的。我最怕的就是顺武帝知道了墨家的情况，他一旦出手，就不会如同今日这般好应付了。顺武帝毕竟是一国之君，他要是不想让谁活，只是一道圣旨的事儿。今天堂兄弟来过了。是的，他是个脑子里都是生意经的人，看到这么好的生意，怎么可能不来呢？堂兄弟明日一早就会带人来运西瓜，明天还要夫君早起带人去安排。出了今日之事，我打算将做首饰的事情暂缓一段时间。为何？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七哥用不了1个月的时间就能从南境回来。那么多人总要有住的地方，村子里不行，那么多人太惹眼不说，训练的时候也不方便。当初咱们决定是让他们在山上秘密行动，所以我想着在山上建一些房屋，他们过来也能有个住的地方。房屋来源的问题你也不必操心，到时候交给我来应对。好，明日你就带着我上山，购置可移动式房屋。本以为在西北安定下来，媳妇儿就能过上好日子，结果挺着个大肚子，每日里还要为家里的事情去操心。夫君，你别担心，你看我虽然肚子大了一些，可一点都不会耽误行动，只要一路上你多照顾着我一些，肯定没有问题的。老夫人，孟大人来了。随着兰儿的话音落下，孟怀宁已经走进了堂屋，他正准备看向莫老夫人行礼，就发现他的旁边坐着一位自带威严的老者。不但这样，在他们的身侧还坐着2张陌生面孔的汉子。这位就是我们的父亲。孟怀宁反应的也很快，连忙朝着莫晴与莫老夫人跪了下去。晚辈见过老国公。莫晴看到眼前这个仪表堂堂的后生，是喜欢的，可想到自己的宝贝女儿再过几天就会成为他的，心里就觉得有些不是滋味。起来吧，听说你的祖父是曾经的阁老大人。晚辈的祖父正是曾经的孟阁老。虽说他们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可却都是忠心正直之辈，对彼此的印象都很好。你来的正好，就一起用餐吧。这是咱们自家种出来的辣椒，九弟妹说了，辣椒刚刚成熟的时候是绿色，再过几天呢就会慢慢变成红色，晒干了就是冷吃兔里面的辣椒调味料。辣椒既然能在此地生长，咱们允城的百姓有福了。他的话音刚落，门口就传来了贺知染的声音。孟兄弟的意思是打算将辣椒推广种植？贺知染正准备吃饭，就听玉儿说孟怀宁来了主屋，他便放下了碗筷，跟着莫九叶一同过来看看。九哥和九嫂不必将我的话放在心上，只因这辣椒太好吃，我一时没忍住，说了胡话而已。贺知染听他的语气就有些想象，他被莫九叶扶着坐在嫂嫂们的那一桌。我知道孟兄弟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官，你先别着急，用不了多久，地里的红薯和土豆就成熟了。我以前就说过，红薯和土豆种植简单，产量高，且饱腹感极强。想要百姓们吃饱穿暖，种这个可比种辣椒要实惠很多。不光这样，秋收季节还有玉米，玉米晒干可以磨成玉米粉和玉米渣，煮粥和做饼子都很好。如果九哥和九嫂
真愿意将这么好的粮食推广出去。你们就是百姓们的大恩人。九哥，九嫂，我代表允城的百姓，多谢你们的仁义之举。转眼间到了6月12，墨家一片喜气洋洋。莫寒月穿着一身绣着精致牡丹花的大红喜服，坐在闺房内，嫂嫂们忙前忙后帮她整理着妆容。瞧瞧我们寒月，这一打扮就和画上走下来的仙女一样。是啊，寒月长得本来就标致，被这一身喜服衬托得更美了。还是九弟和九弟妹有本事，能买到这么漂亮的首饰，让我们的妹子更漂亮了。莫老夫人带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走了进来。寒月，这是村里的赵婆婆，她是西岭村最年长的人，也是最有福气的儿孙满堂之人，娘特意请她来给你梳头。寒月，从今天开始，你就为人父了，以后一定要收敛好自己的小性子。娘，寒月又不是远嫁，3日后回门你每天都能见到，不要难过。娘，你放心，我一定会像您和嫂嫂一样经营好我们的家。快准备好，新姑爷上门了。夫君，这迎亲队伍明明还很远，你急什么？我的妹子不能让她那么容易就接走。再如何为难，还能不让你妹子出嫁不成？娘，寒月是要出嫁，可却不能让那个小子觉得太容易就娶到媳妇儿了。夫君，你要如何做？孟怀宁书香门第出身，虽然他也会武功，可绝不是我们兄弟的对手。这大喜的日子，我们总不能和他比武吧？八弟的意思是想和他比文采，有何不可？各位嫂嫂也有几位出自书香门第，文字功夫了得，不如就和他来比个文如何？莫初寒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在文采方面只能说是一张白纸。若不是莫老夫人逼着他念了几年的书，他恐怕大字都不识几个。八弟，我们虽然都念过书，可怎么能跟妹夫比文采？你这不是让我们出丑吗？是啊，八弟，我只是认识一些字罢了。我不比八弟你强多少，这种事可别找我。孟怀宁被人簇拥着来到门前，孟怀宁第一个冲了进来，看到莫老夫人，他郑重的跪地磕头。小婿拜见岳母大人。怀宁，快请起。说话间，他将一个荷包塞到了孟怀宁的手里，作为改口的红包。寒月，大哥背你上血轿。莫寒月轻轻点了一下头，趴在大哥那宽阔的背上。在莫寒月上的花轿，孟怀宁再次朝着二老跪了下去。岳父，岳母，请你们放心，怀宁此生一定会好好爱护寒月。好孩子，快起来，寒月以后就托付给你了。孟怀宁顺势站起身，再次朝着二老行了一礼，便转身招呼着迎亲队伍出发。放下信，夫妻俩的神色都很凝重，相信用不了多久，莫家男儿包括莫老国公都活着的消息就会传到京城。冉冉，一旦发生了什么不可逆的事情，你就带着家中女眷和我们的孩子躲起来。本以为南侯死了，皇后没有争权夺势的筹码，可他却依旧野心勃勃，收养个4皇子来争夺皇位。夫君，事情虽然在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可也不是完全没有退路。你的意思是反了？这有何不可？昏君当道，是非不分，这样的人还留着他过年吗？如果7个南境之行顺利的话，估计再有半月的时间就能带着人回来。到时候咱们的炸弹也制作出了足够的数量，我们兄弟就抓紧上山训练那些旧部。训练自己的军队无可厚非，但你有没有想过，一旦顺武帝想对墨家出手，无论我墨家是成是败，都会落得个谋反的罪名。与其这样，就不要纠结更多。他顺武帝不出手则已，一旦出手，咱们就跟他势不两立。当然，如果没有人对墨家心存不轨，我也和你想的一样，愿意一辈子在西北过这种简单又安逸的田园生活。但这要建立在没有人挑衅的基础上，一旦有反抗的那一天，就要做到彻底让他怕了，不敢再有这样的心思。贺知染的话很明显，他也不想做造反的人，将历史改变的事情，贺知染不想做。要做的准备，咱们还是要做到位。只希望顺武帝的动作不要太大。至于其他人，若是暗中对付墨家，我就带着人进京。
让他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目前咱们也看不出他们有下一步动作。如果不是我现在身怀6甲，咱们现在就可以进京，将皇后一族全部都暗中消灭。俗话说暗箭难防，我们真的不能大意。明日我将这件事和父兄他们知会一声，不管如何，要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办法总比困难多。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只要咱们早做防范，一定会没有问题的。九哥，不管墨家发生了什么，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站在你们这边。以后我在允城上职的时候，也会多加留意。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会让八哥第一时间将消息送回来。墨家并没有忤逆皇帝的意思，即便当初我们一家含冤被流放至西北，也从没起过什么其他的心思。但是有些人就是不想让我墨家好过，为了我的家人，有些事可能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九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眼下咱们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不管朝堂上那些上位者如何争斗，只要不牵扯上墨家，我就会选择视而不见。九公子，我找了你好久了，原来你在这里啊。孟怀宁见是南瑞过来，打了声招呼后就离开了。这是我的人给我送来京城的最新消息。皇后收养4皇子，这都是你们皇家的事情，为何要将这个消息告诉我？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你啊，就是希望你了解之后能早些做出防范。若不是费南雨让小白带信给他，恐怕他还真的要从南瑞这里得到消息。多谢阿瑞告知，我会多加小心的。我打算明日就回京城了。回京城？京城的事情呢，我母亲也知道了。她老人家说了，她的命是墨家救的，如今墨家遇到了危机，让我尽可能的去帮忙解决。你也知道，如今皇宫内已经再没有什么德妃娘娘，我这次回京不能带着母亲一起，只能劳烦你和你的家人对她老人家多加照顾，这样我在京城做事的时候也能没有牵挂。阿瑞的好意我心领了，如今梅姨年龄大，你们好不容易离开那个地方，不要为了我们再去涉险。我和母亲一直都不知道要如何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如今终于有了机会，绝不可能就这样坐以待毙。如今京城的天要变了，如果你参与进去，就只能加快皇后一党和南齐的斗争，闹不好你也会被卷入其中。我曾经就说过，我对那个位置没有丝毫的兴趣，我只想带着母亲一辈子过这样与世无争的日子。我这次去京城，主要就是想对付皇后一党，因为她对你们墨家的威胁最大。冉冉，你今天都出来一整天了，身子怕是会吃不消的，回去早些休息。娘，我今天肚子有种下坠的感觉。冉冉，你应该是要生了吧？她可是生过2次的人，在要生产以前，的确会有肚子下坠的感觉。冉冉，你这是第1胎，孩子来的应该不会很快，你先别紧张，娘扶着你，咱们慢慢走回去。如果哪里不舒服，你一定要告诉娘。话音落下，贺夫人就吩咐兰儿快去找莫九叶回来。张三去京城请妇科圣手，还没有回来。冉冉这个时候发动，贺夫人也只能将最后的希望放在莫九叶的身上。娘，你别紧张，我可以顺利生下孩子的。娘不紧张，九叶学习了那么久接生的办法，你一定会没有事儿的。娘只是想到很快就能与我2个小外孙见面了，高兴过头罢了。还在地里忙活的莫九叶听兰儿说媳妇儿不舒服，可以说完全不管不顾的将轻功施展到极致，眨眼间就出现在了贺知染的面前。冉冉，兰儿说你不舒服，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夫君，你别紧张，我刚刚只是感觉肚子有些下坠罢了。九叶呀，冉冉肯定要生孩子了。女人生孩子就如同在鬼门关走了一回，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呀。莫九叶刚刚平静一点的心绪被岳母这样一说，又开始澎湃起来。他拉着贺知染的手都在不停的抖动。冉冉，有我在，你不要怕，我不会让你走什么鬼门关的。莫九叶还真是越说自己越害怕，就算第1次上战场都没有这么紧张过。回到自家的4合院，贺夫人便吩咐李嬷嬷去将莫老夫人喊过来。莫老夫人坐在床边，拉着贺知染的手：“冉冉，别害怕，我和你娘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娘，我不害怕，不就是生孩子吗？我可以的。三嫂听她这样说，红着眼圈走了过来：“九弟妹，我们都知道你辛苦，我们都会陪着你的。
等孩子生下来也不用你去操心，家里这么多妯娌，大家轮流照顾，保证让你好好坐月子，一点都不会辛苦。是啊，九弟妹，咱们妯娌都可以帮你带孩子，只是2个太少了些，我们都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轮到去照顾1天。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谁先带娃的时候，稳婆已经被人请了过来。赵稳婆，麻烦你快帮我家儿媳看看，她今天在地里待的时间有些久，回来后就发现肚子有下坠的感觉，距离她的产期还有10天左右，你快看看她是不是要生了。你先别着急，我帮她检查一下。说是检查，赵稳婆也只是凭着自己的经验摸一摸她的肚子，再询问一些情况。肚子有下坠的感觉，的确是要生产的前兆，她这才刚刚出现不适感，我看着呀，今日怕是不会有什么动静。大家听我老婆子一句劝，你们没事的就早些回去休息，都围着她，怕是老九家的自己也会紧张，这样对她的生产十分不利。我家儿媳妇腹中的胎儿位置如何呀？要知道，胎位不正是导致女人难产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贺知然还怀了双胎。对不起呀，墨家的，你家九媳妇怀的是双胎，这双胎紧紧地贴在一起，我没有办法判断这一点。你的意思是说，我女儿是否能够顺利生产，现在都无法确定，是这样吗？亲家母，冉冉怀双胎，赵稳婆看不出胎位也正常，肯定不是你想的那样。赵稳婆说的有道理，双胎看不出来位置的确是正常。既然赵稳婆都说了，九弟妹今天不会生，咱们就早早回去，让九弟和九弟妹也早些休息，养足精神，顺利生下我们的小侄子或者小侄女。对，你们大家都回去休息，你留在这里，有什么动静立刻喊我。老夫人放心，兰儿会一直守在这里。贺知然见人们都走了，莫九夜还傻愣愣的站在那里发呆。夫君，你别紧张，我现在就进空间检查一下。大公子，这里就是墨家的地盘了。贺子明掀开车帘走了下来。你们找谁啊？贺子明与墨家二哥彼此并不认识，不过能够在墨家地盘出现的，一定是墨家的什么人。在下贺子明，贺知然的大哥。哦，你就是贺家大公子。这个时候，莫九夜也走了过来，两人刚刚简短的对话，自然没有逃过他的耳朵。大哥一路舟车劳顿，先跟我回家，咱们有话慢慢说。妹夫，冉冉如今情况如何了？贺子明目前最关心的就是妹妹的身体情况，生怕自己来晚了，妹妹会有个什么3长2短。听到大舅哥询问媳妇儿的情况，莫九夜下意识地朝着车厢内看去。他虽然学会了剖腹产手术，可还是想着能不给媳妇儿动刀子就不动。结果他发现马车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可以说是空空如也。大哥这次没有带着妇科圣手一同过来吗？哼，我若是说我就是大家所说的妇科圣手，妹夫可信呢？这怎么可能？不瞒姑爷您说呀，咱们家老爷和夫人都不知道大公子就是妇科圣手。我送信回去给老爷，说夫人让他无论如何都要寻到这位妇科圣手送来西北。京城的人都知道妇科圣手行踪不定，想要找到他呀，就得去京城南门口，往那里的一棵大槐树上挂字条。最重要的是，妇科圣手来无影去无踪，露面的时候一直都是一身白衣，戴着帷帽，谁都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老爷听说大小姐啊怀了双胎，请妇科圣手帮忙。我和老爷呢，每天都会去大槐树上挂很多的字条。老爷为此事啊忧心忡忡，生怕妇科圣手看不到我们的请求，又担心他短时间内没有去看字条，到时候即便找到了人，也赶不上大小姐生产。大公子见我和老爷每天都往城门口跑，询问缘由过后啊，才知道我们要找妇科圣手来西北救大小姐。贺尚书当时听说自己的儿子就是名冠京城的妇科圣手，当时就惊呆了。毕竟这个儿子从小就是他亲自教导，平日里他除了读书就是读书，什么时候成了妇科圣手呢？你们2个小坏蛋还真是会折磨娘亲，一定要让娘亲挨上一刀才肯出来吗？贺知然看到门口的人，怔愣了那么一瞬。大哥，您怎么来了？大哥先帮你检查一下。大哥，冉冉，你先别着急，
等大哥帮你检查完了，我再慢慢和你解释。冉冉，你躺平，大哥看看你的胎位。贺知冉满眼疑惑，但还是一言照做。只见贺子明的眉头越蹙越紧。大哥，是不是胎位不正啊？你怎么知道？大哥忘了吗？我从小就看医书，而且孩子在我肚子里，我每天都会抚摸他们，自然会知道。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你还不知道吗？你大哥我天生就有种让这些小娃娃惧怕的本质，他们感应到我在，立刻就会乖乖的去改变位置了。大哥，我从前怎么没看出来，你还有打诳语的本事？贺夫人一直都是懵的，儿子来这里就要帮女儿检查，刚刚又听冉冉问是不是胎位不正，这个消息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思明，你和你爹都没有找到妇科圣手吗？见岳母额头已经见了汗，莫九叶连忙上前解释。岳母，妇科圣手就是大哥本人。你说什么？你说他就是妇科圣手？你们不要为了安慰我和冉冉编出这样的借口。如果真的没有请到人，咱们现在再想其他办法也还来得及。娘，我真的就是大家传扬的妇科圣手，不信你喊来张三一问便知。夫人，大公子的确是妇科圣手。子明，你妹妹的情况到底如何？娘，有我在，保证冉冉和你的2个小外孙平平安安。这样说娘就放心了。按理说冉冉距离发动起码还有3天的时间，但是她的胎位需要立刻矫正，在矫正的过程当中会有些痛苦，而且还会刺激她提前发动。贺子明之所以如此有底气，就是因为神医老师给他的那本书中留下了一套非常神奇的针法，可以通过施针配合手法来扭转腹中胎儿的位置。冉冉，大哥希望你为了腹中的胎儿和自己，一定要咬牙坚持下来。只要你能够坚持下来，大哥保证一切都会好的。大哥，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坚持住的。这话贺子明根本不相信，可即便是他挺不住，也必须要去承受。比起受罪，还是性命更加重要。好，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开始。妹夫留下，其余人全部到外面候着。过了差不多1炷香的时间，贺子明取下银针。冉冉，要是疼了你就喊出来啊，大哥要动手了。莫九叶紧紧拉着贺知冉的手，不停地安慰。冉冉，不要怕，大哥下手一定会轻一些的。起初在贺子明推正胎位的时候，他还能咬牙挺着，那种钻心的痛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最终贺知冉还是没忍住破防了。好疼！冉冉，疼就喊出来，不要让自己憋坏了啊！莫九叶在一旁看着小娇妻疼的脸色都变了，心疼的眼泪都要掉下来。冉冉，你要是痛就打我吧，以后咱们再也不生了。看到自己手上被媳妇儿抓出来的伤痕，莫九叶觉得太轻了。比起媳妇受的苦，他这点还远远不够。娘，莫家伯母，你们放心吧，冉冉的胎位已经扭转成功，2个孩子一定能顺利生产。贺子明在治疗过后，为了让贺知冉好好休息，用银针扎了他的昏睡穴。冉冉在早晨的时候应该会发动，尽快将稳婆请过来才是啊。贺子明虽然是妇科圣手，可是这个时代可没有男子接生的例子，他能做的顶多就是遇到特殊情况时站在产房外面指挥一下。冉冉，你醒了？有没有感觉不舒服？夫君，咱们去卫生间。他想说去空间的，可视线一扫，母亲、婆婆、大嫂和兄长都在房间中。九弟妹，我陪着你一起去。这一夜他去了无数次卫生间，莫九叶有些心急，以为媳妇儿身体出了什么状况。九叶，你别担心，妇人生产以前都会是这个样子。可是冉冉这样休息不好，明日哪会有力气生孩子？冉冉，你是不是腹痛了？刚刚疼了一下，很快就好了。话音刚落，他的眉头蹙得更紧了。贺子明紧走几步来到他的近前，伸手搭在他的脉搏上。已经发动了，请稳婆过来守着吧。别着急，刚刚发动不会立刻就生，你们都出去候着，我先帮他检查一下。这一检查不要紧，赵稳婆都惊呆了。老九家的，你昨晚肚子都没疼吗？刚刚才开始疼的。还真是奇怪，明明都开了8指，怎么会才感觉到疼痛呢？赵稳婆已经转身将房门打开。大娘，我媳妇情况如何？孩子来得及，你们赶紧去烧些热水。
你确定我家儿媳妇儿已经开了8指？墨家伯母，冉冉现在开8指并不奇怪。我在帮冉冉正胎的时候，特意使用银针刺穴和手法配合，帮她顺通了产道，目的就是为了让冉冉生产的时候少些受罪。这次腹痛来得急且猛烈，他整个人躺在床上翻滚起来。莫九叶见状大惊失色，上前准备将贺知冉扶起来。老九，你先别动他，让我先看看，应该是孩子要出生了。大娘，就拜托你了。老九，这可是产房，你可以出去等着了。门口的莫老夫人与贺夫人都听到稳婆赶莫九叶出去。莫老夫人对此事无动于衷，若不是贺知冉，别说他们一家团圆了，恐怕原本那些人都活不到现在。贺知冉冒着生命危险为莫家生儿育女，莫九叶作为丈夫陪在身边也无可厚非。亲家母不用管他，冉冉受了这么大的罪，为他生儿育女，他陪着也是应该的。冉冉，咱们就生这一次，以后再也不生了。看着你受罪，我简直就生不如死。他是真的心疼，媳妇儿是个坚强的女子，她都承受不住的痛苦，不用想都知道有多痛。我是真的再也不生了。好，我们以后再也不生了。你们年纪轻轻，长得又好看，生出来的娃娃肯定白白胖胖，我多生几个怎么能行呢？不生了，打死都不生了。就在贺知冉疼的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快准备好，马上要生了。大娘，我现在需要做些什么？你到他头上方，让他方便抓着你，这样比较容易使出力气。冉冉，你抓着我，随意抓，只要你能好过些就成。听我的指挥，我让你用力你就用力。贺知冉艰难地点了点头。不多时，房间中就传出了一阵洪亮的婴儿啼哭声。赵稳婆麻利地将孩子用提前准备好的小被子包裹好，塞到了莫九叶的怀里。恭喜你啊，是个男娃。莫九叶怀里猝不及防的被塞了一个小肉团子，还有些懵。是不是听说生了个儿子，高兴傻了？是不是听说生了个儿子，高兴傻了？还不待莫九叶反应，房门已经被人从外面推开，贺夫人和莫老夫人一起闯了进来。冉冉，你辛苦了。稳婆说你生了个儿子，你再坚持一下，等另外一个小家伙出来，你就不疼了。冉冉，辛苦你了，你就是我莫家的大功臣。他这句话可不是因为重男轻女，莫家男儿9个，各自娶了妻。从莫君瑞成亲开始，莫老夫人盼孙子盼了10几年，如今终于有了小孙孙，她怎么可能不激动？赵稳婆见2位老太太一直围着产妇讲话，都没有人去看看那白白胖胖的大孙子。这娃娃白白胖胖的，你们都不看看吗？她在别人家接生，听说生了个大胖小子，一家上下都抢着去看孩子。莫家可倒好，这么多人都来关心产妇，谁都没有说要去看看娃。此时莫九叶也反应过来了，他怀里还抱着自己的儿子，只是儿子好小啊，他身体僵在那里都不敢动，生怕自己力气太大把儿子抱坏了。娘，岳母，你们谁来把孩子接过去？亲家，我这小外孙真的很白。是啊，别的孩子出生都红彤彤的，这孩子却白白净净的。瞧这眉眼，和九叶有8分相似。亲家母，你是没见九叶小时候，这对父子俩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娘，把孩子抱来给我看看。冉冉，你快看，是不是和九叶长得一模一样？小娃娃自带婴儿肥的小脸蛋，白里透红，小嘴巴揪在一起，仿佛还在吐着泡泡，真的好可爱。就在他满脸怜爱盯着儿子看的时候，忽然感觉小腹的剧痛再次袭来。冉冉，是不是又疼了？赵稳婆那边也快速的去检查，第2个小家伙马上就要来了。稳婆刚刚说用力，他就配合着用尽全力，2宝就咕咕落地了。恭喜呀，恭喜！这第2胎呀是个女儿，恭喜你们小夫妻俩儿女双全了。一次生了2个，本就是老天爷眷顾，又儿女齐全，换了谁会不高兴？只是他在生2宝的时候，体力已经彻底的用光，此时连睁开眼睛看看女儿的力气都没有。
迷迷糊糊间，他能够感觉到稳婆在帮他清理身体，莫九叶也在一旁用帕子帮他擦拭，甚至他似乎还感觉到了一滴温热的泪水滴在他的脸颊上。莫九叶心中已经暗暗发誓，为了不让媳妇儿再次怀孕，他宁愿做一辈子的和尚。我的乖孙女在哪儿呢？冉冉给我生的乖孙女在哪儿呢？说这话的同时，他怀中熟睡的大胖孙子就感觉不香了，直接送到了贺夫人的怀里。莫家女眷的这一番操作让赵稳婆愣住了。这些人要干啥？怎么看上去像要抢孩子呢？你的孙女在这里白白净净的，和她娘一样漂亮。你的孙女在这里白白净净的，和她娘一样漂亮。还有啊，恭喜一大两小都平安。莫老夫人从赵稳婆的怀里接过孩子。冉冉就是我们莫家的福星，不但给莫家带来福气，自己也是个有福气的。遭了一次罪就儿女双全了，这是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娘说的对，我早就看出九弟妹的福气不是一般的大。二嫂，小侄女是大家的，要看咱们一起看，你给我们也留些位置。是呀，你都把九弟妹挡住了，我还要看九弟妹呢。女眷们讲话的声音虽然不大，可莫老夫人仍旧怕他们吵到贺知冉休息。你们都出去，别在这里吵到你们九弟妹休息。要看二宝出去看。贺夫人怀里抱着大宝，眼睁睁地看着一群人簇拥着二宝出去。再看看怀里的大宝，怎么就不香了呢？不，大宝也是香的，只是亲家母生了那么多儿子，只有莫寒月一个女儿，他们家女娃娃定然吃香。想到怀中的乖乖外孙刚出生就面临失宠的可能，我们大宝最乖了，外婆喜欢你。娘，我们听说九弟妹给我们生了一个小侄子和一个小侄女，快让我们看看呐！你们小声点儿，别吓到你们小侄女。娘，我们就是想看看，保证不吵。你们小心一些，把我的宝贝孙女吓到，小心我让你们罚跪。即便是罚跪，也一定要看到小娃娃。娘，这是我们的小侄子还是小侄女啊？长得这么漂亮，当然是你们的小侄女。难怪会长得这么漂亮，比寒月小时候还好看呢。说话间，莫嘉诚忍不住伸出一根手指，试图去摸一摸小侄女那粉嫩的小脸蛋。走开！你那粗糙的手别把我小孙女摸坏了。娘，您年纪大了没力气，还是我来抱吧。啊，二哥，你抱一下就还我啊。对，咱们大家轮流抱小侄女，还有我呢。兄弟几个见小侄女被母亲抱走，纷纷跟了上去。反正只要跟着母亲一起，他们就还有机会看到这么可爱的小娃娃。娘，给我抱抱小家伙。你小心些，一定要小心一些。这就是我的小外甥啊，让人一看心里都暖化了的小外甥。爹，你能站起来行走了。这是我的孙儿。老爷，你能站起来真的太好了。爹娘，咱们莫家还真是双喜临门呐！九弟妹一次给莫家生了2个娃，我爹也能站起来了。二哥说的不对，九弟妹生了2个娃，本就是双喜临门，加上父亲能站起来，应该是3喜临门才对。老五说的对啊，的确是3喜临门呐。你们几个不要说了，来，先给我看看孙儿啊。这是咱们孙女儿，是2个娃娃当中的妹妹。这娃娃呀，真好看，哈哈哈，比咱们寒月还要漂亮呢。那是自然，孩子的爹娘都好看，孩子怎么能差了去？哎，你的意思是说我丑吗？你不丑也没有九叶长得好看，我也没有冉冉漂亮，这不对吗？这话他无法反驳，因为老七说的是事实。他闭嘴，继续看他的宝贝孙女。他的2个孙儿更是出生就带着福气，他们行动不便的祖父在这一天就能够拄着拐行走了。莫老夫人越看小孙女儿越喜欢。老爷，咱们莫家向来都是男多女少，这小孙女儿以后就是咱们莫家的掌上明珠，一定要给她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孩子们的大名啊，就留给他们的父母去取，我说几个乳名，咱们叫着就好了。冉冉付出那么大的辛苦，为我莫家延续香火，取名字的事情就交给她这个做母亲的。
老爷打算给2个孙儿取什么乳名啊？刚刚我已经说了，她就是咱们墨家的掌上明珠，乳名呢就叫明珠好了。她就是咱们墨家的掌上明珠，乳名呢就叫明珠好了。明珠，这个名字好，珍贵、坚毅、顽强。我墨家的女儿就应该这样。我们的孙儿乳名就叫柱儿吧。柱儿，莫老夫人很是不赞同。她虽然没有抱着孙儿一起回来自己的院子，可这并不代表她偏心只喜欢孙女儿。孙子她也是一样喜欢的，为何孙女儿的乳名那么好听，孙子却只配叫个柱儿？孙子我也同样喜欢，但他是我墨家的长孙，我给他取这样的乳名，就是希望他能成为墨家新一代的顶梁柱啊。孩子的乳名也就是自己家人叫着顺口，外人又不会这么称呼，更何况我们柱儿还会有大名，长大了若是去念书还会有字。墨家二老并不知道他们已经被几个儿子彻底定性为重女轻男的代表。兄弟几个越想小侄子越觉得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几人又哗啦啦地跑去了莫九叶的院子。冉冉，你醒了。冉冉，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你饿不饿？我让玉儿弄些吃的给你。孩子们呢？明珠被母亲抱去给父亲看，珠儿和外婆他们在偏房。明珠、柱儿？明珠和柱儿是咱们孩儿的乳名。是你取的吗？是父亲取的。他说柱儿是家中的长孙，以后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因此取了这样的乳名。此时他只想看看自己的一双儿女，而且距离他生产已经过去几个小时，2个娃娃还没有吃东西。说起娃娃吃东西，贺知然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胸前，还没有出现了解当中的那种肿胀感。幸亏他提前在淘宝宝购买了出生婴儿的奶粉。夫君，估计这会儿孩子们都饿了。好，我这就去把孩子们抱回来。扑声，是莫老夫人抱着明珠急匆匆地回来了。九叶，冉冉醒了吗？明珠应该是饿了，一直在哭闹。我看柱儿应该也饿了，虽然没有哭，但小嘴巴一直在动。冉冉，明珠应该是饿了，你快喂一喂。贺知然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眼自己的前胸，苦笑一声：娘，我应该是没有奶水。哎呀，早知道就不听你的建议，请个奶娘回来就好了。我去村里打听一下，看看谁家有刚生产过后的女子，请过来帮帮忙。娘，您先别着急，我和夫君早有准备。你们有准备？娘，你忘了吗？我们家牧场里养了那么多奶牛。娘，今早我就发现有一头奶牛产奶了，而且奶质很好。冉冉学过一种方法，能将牛奶调和的软一些，非常适合刚出生的娃娃使用。莫九叶这瞎话现在是张嘴就来，而且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违和感。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2位母亲离开这里，他和媳妇儿好带着娃去空间吃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顿饭。当我们要为孩子请2位母亲出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娘她应该发现了什么？娘，你们就放心吧，我这么辛苦才生下他们2个，可舍不得让他们饿肚子。既然这样，娘留下帮你们喂孩子。此时莫老夫人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她上前拉住贺夫人：亲家母，孩子是他们的，既然他们不想请奶娘，想用牛奶喂养，这件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做。既然孩子不哭闹，贺知然便没有着急进入空间。他和莫九叶并排而坐，夫妻俩第一次仔细端详自己的一对儿女。2人是越看越喜欢，无论哪个都那么喜欢。冉冉，谢谢你。莫九叶听着外面的动静，知道2位母亲已经走远，一家4口才闪身进入了空间。贺知然意念一动，前2天帮2个孩子在淘宝宝商城购买的婴儿床就出现在了眼前。2人轻轻将宝贝们放在床上。咱们总是跑进空间喂孩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不如把奶粉换个包装，带到空间外面。你有办法说出奶粉的来源吗？刚刚我们要为孩子请2位母亲出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娘她应该发现了什么？在岳母还迟疑的时候就拉着人往外走，你也许还没看到，娘走的时候还给我一个安心的眼神。你的意思是说娘发现我的秘密了？那倒未必，也许是咱们俩经常会有说不通的行为，娘肯定心里有数，但是她不会说，也不会问。
依你这样说，咱们将奶粉拿出来，只要娘能帮你说一说，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其实也不用这么说，我刚刚想过了，奶粉无非就是用牛奶制作而成，咱们家里养了那么多奶牛，一旦产奶了，数量一定不菲。而且根据我的了解，牛奶并不容易存放，尤其是现在这种酷暑季节，恐怕一天就会坏掉。虽然堂兄弟做生意路子广泛，可牛奶这种东西也不太好往太远的地方运输销售。空间操作台我已经看过了，那里就可以将牛奶加工成奶粉，咱们不如利用牛奶来做奶粉生意。奶粉不但味道好，而且利于保存，我相信与堂兄弟合作的话，肯定能有不菲的收入。听了莫九叶的一番话，贺知冉可以说是醍醐灌顶，没想到一个上战场打仗的武将，如今竟然有了生意头脑。夫君，你这个办法真的不错，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利用操作台制作奶粉不是长久之计，稍后可以在淘宝买一本奶粉制作方法的书学一学，等奶牛开始大量产奶的时候，咱们就开一家制作奶粉的作坊。这可是闭着眼睛都能赚大钱的生意，到时候就交给我来处理，你只要安心养身子就好。考虑到外面可能会有人来看娃，夫妻俩不敢在空间内久留。贺知冉将奶粉换成了竹筒包装之后，带了一些离开空间。大哥、二哥，父亲和家里兄弟都在吧？我这就去把人都喊来。很快，除了去上职的莫初寒以外，莫家男儿在二老的堂屋内齐聚一堂。幸不辱命，我这次去南京很顺利，带回了900个兄弟。我考虑到白天大批人马不好入城，便让他们都扮作普通百姓模样，陆续进城，然后绕一下路，从村子西边进入。辛苦远策了。嘉诚啊，你带几个人去西边，等那些部下到了，你就安排人送他们上山。爹，你不打算先见一见他们吗？我今日就不去了，大家连日赶路辛苦，先送他们去休息吧。几个儿子怎么会不了解父亲的心思，他们也只是看破不说破罢了。好，我这就带人去西边接应。爹娘，我刚刚看到家里送走了很多客人，是有什么喜事发生吗？说起家中的喜事，莫老夫人就眉开眼笑起来。你这一走还真是错过了家里2件喜事。韩月成亲你不在，几天前你9弟妹又给我和你爹添了个孙子和孙女儿。娘，你说9弟妹生了一对孪生兄妹？是啊，正如你所说，柱儿是兄长，明珠是妹妹。太好了，爹娘，咱们莫家终于有后了。说着，莫元策已经来到莫九叶的面前，拳头重重地砸在他肩头。还是你小子厉害！六弟妹，你怎么了？快醒醒！六嫂，六嫂！为我莫家延续香火。七哥，冉冉给嫂嫂们服了解药，相信用不了多久，咱们家的孩子会越来越多。不管别人是否相信，他对媳妇儿的医术丝毫不会怀疑，因为莫元策回来在主屋说正事儿，嫂嫂们即便好奇，也不会跟着一起进来听。莫九叶刚刚说话的声音不小，而且并没有刻意避人的意思，因此他的话被嫂嫂们听得真切。九弟，你不是在安慰你七哥吧？怎么可能？冉冉的医术有目共睹啊！他说嫂嫂们的毒可以解掉，就一定可以解掉。六弟妹，你怎么了？快醒醒！六嫂，六嫂！六哥，快把六嫂送到床上。人都昏迷不醒了，六哥也顾不得是不是弟妹的月子房，快速将人抱到了贺知冉的床上。此时2个小家伙正在床里侧熟睡，即便来人闹出的动静不小，也没有被惊醒。贺知冉帮六嫂把脉，不多时他便笑着站起身。六嫂没事儿，没事儿。都昏迷了，怎么可能没事儿？六哥满脸的不可思议，其他人也同样都不解地盯着贺知冉。六嫂是有孕了，差不多1个月的样子。六嫂是有孕了，差不多1个月的样子。她之所以昏迷，是因为每个人孕初期的反应不同，还有六嫂的身体本就有些虚弱，是亏气亏血的一种表现。九弟妹，你是说你六嫂有孕了？千真万确，六嫂睡一会儿就能醒来，稍后我让玉儿帮她弄一些滋补的膳食，调理几天就好了。他的话，莫家没有人会不相信。几位嫂嫂此时不约而同地红了眼眶。他们嫁入莫家这么多年，尤其是那些年长的嫂嫂，在莫家10几年，就盼着有这么一天可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九弟妹，你给二嫂看看，咱们妯娌都是一同服解药的，
要有应该时间也差不多。二嫂不要着急，孩子早晚会有的。九弟妹说的对，我身体这么好，肯定会有自己的孩子。今晚回去一定要让夫君加把劲儿，好早些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孩子。正好嫂嫂们都在，他一一帮着把脉。还别说，他这举动再次给墨家带来一个好消息，三嫂竟然也怀上了，而且从脉象上看比六嫂要早上1个月，也就是说三嫂怀孕如今已经有2个月。九弟妹，你说我真的有了吗？三嫂，你真的要做母亲了？墨家兄弟都是习武之人，耳力自然非常人能比。贺知然诊断的话他们都听到了。夫君，九弟妹她说咱们有孩子了。若不是有兄弟们在一旁看着，他恨不得立刻就抱起媳妇儿转上几圈。大哥，不如你再帮六嫂看看，开些调理的方子。好，只要我还在这里，嫂嫂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我。岳父，这是费先生今日给我的飞鸽传书，让我提醒家人一定要多加防范。爹，到底发生了何事？费先生说，皇后迟迟没有等到西北这边的消息，已经准备派出第2批人手。据他调查得知，这次皇后派来的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过的死士，而且数量也不在少数啊。如果皇后派人来的话，估计已经在路上了。从京城到西北，施展轻功或者快马加鞭赶路，最多就是10几天的时间。既然如此，咱们兄弟就让他们有来无回。大哥说的对，只要咱们兄弟一同出手，定让他们有来无回。莫九叶的想法却没有兄长们想的那么轻松。费先生能够写信提醒此事，可见皇后这次的动作不小。从上一次的形势来看，薛家培养的死士数量定然不菲，尤其是他们诚心要亡我墨家，一旦再有动作，人数上定然不会少了。九弟啊，即使你分析的这些都对，可咱们兄弟都是在战场上死里逃生过的，这辈子怕过谁呀？八哥，你知道当初你们一个个传回死讯的时候吗？娘和嫂嫂们简直生不如死，整日以泪洗面。如今我们墨家历经千辛终于团聚，我不想当年的场景重现。更何况如今我已经娶妻生子，还有二老需要我去孝敬，我这条命早已不是我一个人的。做出任何冒险的事情以前，我都要将安全放在第一位。九爷说得好，我墨家已经遭受过一次大劫，如今好不容易团聚，再也承受不起任何打击。这件事儿必须从长计议，不可冒失啊！九爷，此时你有什么好的应对之策吗？你说说你的具体办法。那些旧部使用炸弹并没有什么难度，我打算利用这几天的时间，操练一下他们使用炸弹。炸弹就是我墨家最后的底牌。我那里还存了一些可以连续发射20次的连发弩，我也会将这些连发弩分发给大家。从今日起计算，最晚7天，我就会安排部下带着连发弩和炸弹，隐藏在来允城必经之路上，定让他们有来无回。九爷说的有道理，绝对不能给他们进入允城的机会。九弟，他是朝廷派出押送我们来西北的官差周老八，这人还算不错。贺子明帮周老八把脉过后说道：“他的身体应该是多日没有进食，而且还有内伤。大哥，还要麻烦你帮他医治一下。我先帮他施针，让他清醒过来。内伤不是小毛病，需要慢慢调理才是。”大约过了1炷香的时间，周老八终于悠悠转醒。我没有做梦吧？终于活着赶到了这里。莫九爷，你快带着家眷躲起来吧。发生了何事？20天以前，头和我们这一群负责押解你们的官差，陆续被抓去一个地牢。在那里，那些人对我们严刑拷问，要我们说出解押墨家流放路上的全部过程。我们就是在衙门混口饭吃，哪里见过这种凶神恶煞的阵仗？你可知道抓你的是什么人？我们被抓那天夜里，2名看守在聊天的时候，我隐约听到他们提起了薛丞相。那2个人讲话根本没有背人的意思，头就猜到他们可能要杀人灭口，结果怕什么来什么。没过多久，就来了一大批人，不容分说的用鞭子抽我们。
我看着兄弟们一个个倒下，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装昏迷。当时我听到他们说，等我们死了全部扔去乱葬岗。也幸好那些人查得没有那么仔细，我闭住呼吸，没有被他们发现端倪。我等那些人走远，从乱葬岗爬起来的时候，发现兄弟们都断气了。彭大哥呢，也被那些人打死了，头被打得最重，因为他不愿意说出墨家的情况。那些人又认准了他是负责押解的头头，硬是要在他口中得到更多消息。那些人想灭口的时候，头就只剩下一口气吊着。我们被扔到乱葬岗以后，我去查看头的情况，他的身体都已经硬了。这群丧尽天良的狗东西！也是因为他们的照顾，一路上他们一家人才没有受到太多的罪。如今听到那群官差都死了，心中难免会觉得悲痛。九弟啊，我带几个身手利落的手下去京城，收拾掉这些整日想着如何算计我墨家的人。八哥，这件事咱们还要从长计议，即便我们去京城，也要先将家里这边的危机解除才可以。九弟说的对，咱们要先解决掉眼前的危机。皇后和薛家能够养那么多死士，他们的安防做的也一定很严谨。即便是去京城，必须要有周详的计划，确保出手必成功才行。冉冉，我回来了。贺知冉连忙坐了起来。夫君，事情如何？冉冉，事情很顺利，稍后我再和你细说。你先看看小白，他受伤了。小白受伤了，快给我看看。贺知冉话音落下，他们一家4口连同小白一起出现在了空间。2个小家伙在各自的婴儿床上继续熟睡。饭团喜欢他们喜欢的紧，都不用主人招呼就主动去看着他们。小白是伤口感染导致体热，还有他现在虚弱，应该是伤口失血过多所导致。稍后我给他用上药，调理上几天应该就没事了。对于莫九叶夫妻俩来说，小白可是大功臣，最近帮了他们不少忙，而且这小东西的忠诚程度也是他们夫妻十分看好的。莫家神不知鬼不觉地化解了这次危机，一家人暂时安稳下来，知府却被吓得腿都软了。孟大人，你看看，这可如何是好啊？孟怀宁也装出一副受到惊吓的样子。大人，为何会有这么多人遇害？本官也不清楚，正在睡梦之中就被人喊来这里了。大人，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要上报给朝廷？你说的对，要上报给朝廷。可是死了这么多人，即便上报给朝廷，也要有个说辞，不是？大人的意思是想要查出凶手以后再上报。你们去给本官查这些人的死因。这些人的死因还用查吗？身上伤痕累累，到处都是血迹，明显就是被人打死的。尽管心中腹诽，孟怀宁并没有表现出来，他巴不得知府愚蠢一些呢，最好是什么都查不出来。反正墨家没有打扫现场的目的，就是要给皇后一党一个下马威。亲家母，看看我的乖外孙醒了，竟然还会皱眉头。祖母的乖孙儿，要是不高兴就哭出来，不用硬撑着。想想他的9个儿子，哪个不是从小就这般坚强？长大了去战场，无论受多重的伤，都没有见他们掉过一滴眼泪。这种坚韧又换来了什么？换来墨家被下旨满门流放，儿媳刚进门就被暗中下药，男儿一个个被人暗中陷害。我们柱儿就是硬气，像墨家人这么小不会轻易掉眼泪。在看到柱儿之后，立刻就有村民夸赞道：妈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白胖的娃娃呀！是啊，瞧这娃娃的眉眼，怎么看都好看的不得了。先不说莫九叶与贺知冉的容貌都称得上是人中龙凤，这种优质的遗传基因就是别人没有的。这个时候，刚出月子的贺知冉就被自家嫂嫂们簇拥着过来。我们柱儿和明珠都满月了，还没有取大名呢。这2个宝贝可是上天对我墨家的恩赐，这大名无论如何都不能太含糊了。是啊，我们家柱儿和明珠一定要取个有意义的名字。冉冉，柱儿和明珠出生的时候，你爹就说了，孩子的名字由你和九叶来取。
前几天我问过九叶了，九叶说听你的，不如你现在就给我的宝贝孙子和孙女儿取个名字吧。是啊，九弟妹，你是咱们妯娌当中最有见识的，取出来的名字一定好听。贺知染忽然想到了刚刚大嫂说的话，2个娃娃就是上天对墨家的恩赐。既然大家都觉得珠儿和明珠是天上的恩赐，不如珠儿就叫天赐吧，明珠嘛就叫敬恩。九弟妹，为什么叫敬恩呢？敬是指女子身材苗条、美丽大方、又有才华横溢的意思。我希望明珠长大以后能做一个美丽、大方又才华横溢的女子。这个恩字与珠儿的赐字组合在一起，她们兄妹俩就彻底体现出了上天恩赐的意思。还是九弟妹有学问，给宝贝取的名字有意义又好听。是啊，天赐，上天的恩赐。敬恩，美丽大方又才华横溢。好名字，珠儿就叫天赐，明珠就叫敬恩。明日带你八哥上职，就让他帮2个小家伙把户籍落上。贺知染虽然是临时起意给一双儿女取的名字，自己也是很满意的。他的孩子名字不需要多华丽，只要寓意好，叫着顺口就成。娘，我不打算回京城了。你不打算回京城？娘，我到现在才明白，官场那些尔虞我诈并不适合我，尤其是到了西北以后，我看着墨家那些兄长们每日过着朴实又不失充实的日子，我喜欢这种自给自足又无拘无束的生活。母子俩说话间，兰儿提着一篮子飓风葡萄走进院子。贺子明看到兰儿，脸有那么一瞬间的红了。兰儿看贺子明的眼神有些躲躲闪闪。贺夫人，贺大公子，这是九公子和九夫人在山上种的葡萄，今日我见葡萄成熟，便喊了玉儿一起上山摘一些给大家品尝。贺夫人并没有立刻回应兰儿的话，眼睛则是在贺子明与兰儿的身上来回打转。作为一个过来人，他好像明白了些什么。好，辛苦兰儿了，这么大个头的葡萄，一会儿我要多吃几个。他应了一声，便一头钻进了厨房去洗葡萄。子明，你和娘说实话，你和兰儿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娘？你年纪也不小，若不是出了玉郡主那档子事，娘和你爹也打算今年帮你物色一个合适的姑娘。娘，我的婚事不急，眼下被九王府牵连的事情还没有解决，这个时候谈这种事情并不合适。娘知道你是想找一个心仪的姑娘共度一生。娘，我觉得兰儿姑娘秀外慧中，端庄有礼，而且没有那些大家闺秀身上的娇柔造作。思明，你的意思是只有和兰儿在一起你才会开心？儿子之前没有喜欢的姑娘，娘若是看好了谁，我自然没有话说。可如今我心里已经有了人，若是再娶他人，恐怕我这辈子也无法释怀。兰儿虽然是婢女，可若是在皇宫之内，贴身伺候公主的也是有品级的女官，她的言谈举止有度，端庄礼仪绝不输那些大家闺秀。我也从来没有觉得她比我的身份卑微。娘，我赞成大哥的观点。冉冉，你也觉得你大哥和兰儿合适？娘，只要大哥喜欢，我看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兰儿心思细腻，接人待物比京城的那些大家千金还要稳妥。别看她只是四公主身边的婢女，她的学识与心思通透的程度，做一个当家主母丝毫没有问题。娘，人生短短几十年，如果可以的话，谁都想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活。不光是大哥，我自己也一样。尤其是到了西北，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置办土地，开垦荒山，建造家园。结果我发现，这些都是我喜欢的生活。比起京城那些世俗的规矩，我更喜欢现在这样充实的日子。娘最近也一直在纠结，不想回京城。一方面是舍不得你和初儿明珠，更重要的是，娘喜欢这里的生活。娘，您说儿子留在西北有什么不好的？咱们也建一个和冉冉家一样的院子，再养上一些家禽和家畜。不但这样，我离冉冉近，我们兄妹之间还有个照应，不是？贺夫人不得不承认，儿子这些话都说到了他的心坎里。娘，顺武帝昏庸，他的儿子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还有皇后一党祸乱朝纲，这样的局势，爹那个官呢，不做也罢。冉冉，这种话可不能随意乱说。
娘，这里又没有外人，我只是说出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而已。如果您这里没意见，我打算过几天将家里安排妥当，就和夫君动身去京城。这些话我会亲自和我爹讲，如何选择看他老人家自己的意思。您和大哥也不用着急着回去。大哥，你的心意兰儿知道吗？他好像不知道。大哥，这件事你先别着急表明心意，我找时间试探一下兰儿。两个人在一起讲的就是你情我愿，如果兰儿不愿意，咱们也不要强求。这个我明白，如果兰儿姑娘不愿意，我保证不会纠缠。兰儿，你和玉儿有没有想过以后的日子要如何过？总不能一辈子在墨家做这些粗活吧？况且你们也没有什么卖身契，都是自由之身。兰儿听到贺知染这样说，扑通一声跪在了他面前。九夫人，当初我和玉儿跟着您回西北，就是想等到公主大仇得报的那一天，去她的坟头祭拜，将这个消息告诉她，从没想过其他。本来兰儿已经对世间没有什么留恋，可感念墨家人的优待，我又重新燃起了对生命的渴望。此时，兰儿愿意永远留在墨家，哪怕做牛做马也在所不惜。人活着不能总为了心中那点执念，你就算嫁人也可以住在西岭村，一样可以和墨家多多走动。有了四公主大仇得报的消息，第一时间可以听到。九夫人，就算是住在西岭村，兰儿也不嫁。嫁人不好吗？你看看我，夫君疼我，婆家人倚重，还能拥有2个那么可爱的宝宝。你是优秀的女子，我觉得优秀的女子就该拥有这一切。九夫人的福气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兰儿不敢奢望这些。贺知然感觉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到位了，没有必要再兜圈子。我大哥贺子明从小便被父亲带在身边亲自教导，不但文采出众，样貌也是没得说。今日我与他交谈，知道他不喜欢官场那些尔虞我诈。九夫人，你说贺大公子不想回京城了？他不得不承认，他现在满心满眼都是贺大公子，只是他更清楚自己的身份根本配不上对方。我大哥说喜欢西北的生活，而且这里还有让他念念不忘的姑娘。大哥说喜欢西北的生活，而且这里还有让他念念不忘的姑娘。九夫人，兰儿此生人生在世，很多事情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我也了解你的初衷，你嫁不嫁人都不会影响你曾经许下的誓言。你在墨家这么久，墨家哪一个人把你们当成下人看待了？眼下九夫人的话已经说得很明显了，也表明了贺家不嫌弃他的身份。贺大公子家世显赫，仪表堂堂，又学富五车，这般美好的男子世间少有。若是兰儿说不心动，肯定是假的。可兰儿只是个婢女，嫁给贺大公子，恐怕污了她的身份。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你只要回答我愿意或者不愿意，其他事情全部交给我去处理即可。九夫人，能嫁给贺大公子是兰儿3生修来的福气，只要不离开西岭村，兰儿愿意嫁给贺大公子。好，有你这句话就好。看着兰儿出去，莫九叶将房门关好，贺知染就主动将刚刚的事情讲给莫九叶听。夫君，你讲真心话，如果你喜欢上一个和你身份相差悬殊的姑娘，你会如何做？在娶你以前，我没对哪个姑娘动过心。在我的观念里，婚事全凭家中长辈做主，我也相信父母的眼光，而且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我娶了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事，而且通过与你的接触，我越来越喜欢你。为了你，我甚至可以付出生命。夫君，我是在问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没有让你说我们之间的感情。莫九叶上前将贺知染拥入怀中，宠溺地在他额头落下一吻。因为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想法，我只知道不管出身是否富贵，两个人又是否门当户对，我只知道有爱情存在的婚姻才是最幸福的。如果我不是尚书家的千金，只是个普通百姓，亦或是个婢女，而恰巧又与你相爱，你会如何做？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和母亲说要娶你，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是我莫九叶要携手共度此生之人。那如果母亲不同意怎么办？母亲的为人你也了解，她在京城时候虽然威严了些，可她也是最通情达理。我喜欢上的姑娘，只要人品和性情好，她是不会反对的。莫九叶此时的身体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原本正常的体温在与媳妇儿亲密接触以后渐渐变得燥热起来，
那股子发自身心的原始欲望让他本能地锁住了他的樱唇。这是贺知冉发现怀孕以后夫妻间第一次举动如此亲密。这一夜，莫九夜再也无法控制这种身体上的原始欲望。他意念一动，进入空间，在淘宝宝购买了一盒小气球，有些害羞地将使用方法告知莫九夜。莫九夜多少清楚一些，医馆里都有那种避子的药物，只是他担心媳妇儿经常使用会伤身子，才没有动那个念头。令他意外的是，媳妇儿的淘宝宝商城内竟然有这种好物出售。莫九夜打开了一个小气球的包装，露出了一抹坏坏的笑。冉冉，我现在就想试试这个东西。贺知冉沉默，刚刚他已经被折腾的没什么体力了，本来是为了莫九夜考虑，告诉他有小气球这个东西的存在，谁知这头饿狼竟然如此等不及。一夜已拟，夫妻俩睡得比往日都要香甜，两个小家伙也特别的懂事，知道爹爹和娘亲好久没有玩过游戏，一夜都没有哭闹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爹，各位兄长，我打算今日就和冉冉一起去京城。九弟，大哥知道你担心人多了容易引起他人注意，就让我一个人跟着你一起，万一遇到什么事情也能多个照应。是啊，九弟，我们其他人都留在家里等消息，就让大哥陪着你们夫妻一同前往吧。莫九夜与贺知冉已经商量好了，他们趁着天亮的时候离开允城，天黑以后就将空间内的大计取出来，连夜赶路，就如同去南境那样，夜里开车赶路，白天进入空间休息。这样原本快马加鞭需要赶半个多月的路程，他们3、4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大哥，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不过这件事我经过再三考量，况且我也和爹说过，我一个人先去，如果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会让小白第一时间送信回来。我一个人先去，如果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会让小白第一时间送信回来。君瑞啊，这件事就听你九弟的安排。既然如此，你们此行一定要将自己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如果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千万不要着急，让小白送信回来，咱们大家一同想办法。九弟妹头脑不输我们这些男儿，九弟做事你一定要多提点些。大家放心，夫君做事很稳妥。如今的莫九夜可不是兄长们印象中家里最小的小屁孩，经历过这么多事情的他，对待事情已经能够做到沉稳有度。时候不早了，我打算和冉冉立即出发，赶在天黑前抵达州府休息一夜。明日一早，我们就在州府出发，快马加鞭赶往京城。爹，各位兄长，我和夫君去京城，我母亲一直反对，因此我这次出门不打算跟他老人家告别，这件事儿就得拜托大家帮我应付一下。还有2个孩子就要辛苦娘和各位嫂嫂帮忙照看一段时间，他们的奶粉准备的十分充足，不用担心没有吃的。这个你不用担心，2个娃娃是咱们莫家的宝贝，大家一定会照顾好的。只是你母亲那里……莫晴不知道要如何说，让莫晴去和亲家母解释。贺知冉偷偷跟着莫九夜一起离开，而且还是在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他真不知道要如何开得了这个口。不光莫晴，莫家兄弟对此也感觉到有些为难。以贺夫人的性子，要提前知道他跟莫九夜一起去京城，不吃不喝不睡觉，也得天天守着他。爹，各位兄长，我知道这件事让你们很为难，这样吧，我写一张字条留在这里，我母亲若是问起，你们就说是看到字条才知道我跟着夫君一起进京的。见九弟妹字条写好，五哥又问道：从京城来的那位周老八，如今身子已经养得差不多了，九弟打算如何安顿？如今他已经无家可归，五哥稍后去问一问他，如果愿意在西北安家的话，就在西岭村帮他购置一处院子。还有他的生计问题，周老八人品不错，如果他还想去衙门任职的话，就跟妹夫打个招呼，安排他去做个官差。如果不愿意，就问问胡大哥那里是否需要人手。还有，请五哥转告他，彭大哥的仇我一定会报，让他安心留在这里即可。什么人呢？冯叔，是我。大小姐。冯叔，父亲在书房吗？还不待冯叔回答，贺尚书已经率先推开书房的门。你们到底是何人？为何冒充本官的女儿？爹，我是冉冉啊，为了进城，我和夫君乔装了一下。
真的是冉冉，爹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爹，小仙隔墙有耳，咱们进去说。见过岳父。爹，我和夫君是为了进城方便才如此装扮的。你们还没有用完膳吧？爹这就让冯叔去安排。爹，我们在路上已经吃过了，您最近身体可还好？你爹这把老骨头还不错，只是京城如今局势十分不好，你们为何会选择这个时候来此？老爷，宫里来人了！不用贺尚书提醒，莫九叶拉着贺知染快速躲到了屏风后面。你们好大的胆子，连尚书大人的书房都敢闯！刘公公深夜带人来本官府邸，有何事？哟，前些天皇后娘娘不是提醒过您，会派人来府上与您谈谈吗？咱家不才受皇后娘娘口谕，来与贺大人聊一聊。刘公公，满朝文武都知道我，向来只听皇上一个人的话，从来不会参与那些储君之政。如果你今日来，还想劝说我什么的话，就免开尊口吧。贺大人，皇后娘娘说了，今天有2条路给你选。第一，你以后只要按照娘娘和薛丞相的意思办事儿，保你高官厚禄，未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待四皇子坐稳了那个位置，您就是元老级别的大功臣。贺大人，皇后娘娘说了，今天有2条路给你选。第一，你以后只要按照娘娘和薛丞相的意思办事儿，保你高官厚禄，未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待四皇子坐稳了那个位置，您就是元老级别的大功臣。反之，您若是继续一意孤行，与皇后娘娘作对，说着他指向桌上的小瓷瓶，这也是皇后娘娘的厚爱，给您最后的体面了。自古以来后宫不得干政，皇后这是奉了谁的命令，竟敢想取本官的命？贺元明，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你不愿意加入皇后娘娘的阵营，咱家劝你还是不要做无谓的挣扎，服下桌上的毒药，这样还能不牵连你的家眷和府中下人。本官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因此早早将家眷和下人全部遣散。老夫即便是死，黄泉路上也不需要人来陪伴。你好大的胆子！你不要忘了，你的女儿还在西北，只要皇后娘娘一句话，派出一队人，你觉得她还会有活命的可能吗？他与莫九叶同时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两人行动十分默契，一左一右上前，将他身侧的2名内侍打晕。想杀我，不用去西北，我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刚刚不是还在威胁我父亲，让皇后派人去西北取我的性命吗？怎么，我人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认识？冉冉，你到为父这里来，休要与这种人浪费口舌。阉狗，敢欺负老爷和大小姐，我打死你！莫九叶看到冯叔气势汹汹的进来，迅速将眼看就要被他捏死的刘公公丢了过去。这一下，冯叔用足了力气，刘公公被打得连哼都没有哼一下，就背过气去了。爹，这些人是皇后派来的，他想要你的命。大小姐，求您劝劝老爷吧。前天他就将府中下人全部打发掉，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若不是老奴执意留下，老爷连我也一并赶走了呀。你住口！不要跟冉冉说这些，她一个女孩子，不适合参与这些事情。大小姐，你无论如何都要劝说老爷离开呀。如今皇后一打，已经彻底容不下他。刚刚您也看见了，若不是您和姑爷在这里，老爷恐怕已经丢了性命。爹，我和夫君这次进京就是为了解决皇后一党而来。另外，娘和大哥都想让你跟我们一起回西北生活，也为了这样的朝廷牺牲自己的性命，根本不值得。爹一辈子为朝廷效力，即便是爹有办法偷偷离开京城，你觉得皇后和薛家能放过爹？爹都活到了这把年纪，该享的福已经享过了，就算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
只要你们兄妹俩都好好的，爹也就没有什么牵挂了。岳父，我和冉冉这次过来京城，就是要将皇后一党全部铲平的。你相信我，我莫九爷一定说到做到。想必你应该知道这件事。前不久西北州府送来的折子说，那里有200多百姓被杀。这件事真的和墨家有关？那些人的确是墨家所杀，但却不是什么百姓，而是皇后派去歼灭墨家的杀手。为了家人的安危，哪怕是担上个谋反的罪名，我也在所不惜。你想要过安稳日子，除非皇后和薛家人全部死绝，否则以皇后那种睚眦必报的性子，又怎么可能放过墨家？的确如此，所以我此次来京城，就是想将皇后以及薛家彻底铲平。岳父知道你的本事，可你毕竟是孤家寡人一个。岳父知道你的本事，可你毕竟是孤家寡人一个。爹，你什么都不用想，就安心留在家里，明日早朝也不必去参与。爹，我自从跟着墨家流放开始，一路上的确吃了很多苦。那些不知是谁派出来的杀手追杀就不说了，风餐露宿的时候还能碰到恶狼袭击，为了能够自保，夫君教我一些防身的功夫。爹刚刚也看到了，你女儿的身手如今也不错。冉冉，你和爹说这些话，是不是要跟着九爷一起去找那些人的麻烦？我和夫君虽然是想解决掉那些人，可也没想过要鲁莽行事，定然是会将自身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岳父，今日就是个好机会。说话间，他弯腰在刘公公身上摸索起来，很快他的手中就多出了一块和进城时候所用类似的牌子。岳父，有了这块牌子，我可以不费什么力气进宫。娘娘你醒了，九公子来看您了。副本宫起来。贵妃娘娘身体不适，就不要动。内子懂得一些医术，先让她帮您看看。九夫人，拜托您帮娘娘瞧一瞧，皇后那个恶毒的女人，控制了皇上和太后还不算，还将整个宫殿封锁，不准任何人来送食物，就是要活活把娘娘饿死。冉冉，娘娘的情况如何？的确如嬷嬷说的这样，她首先受惊吓过度，导致精神崩溃，后来又饿了这么久，身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脱水情况。冉冉，能救吗？贺知冉朝他眨了眨眼睛，莫九夜秒懂他的意思。嬷嬷，内子帮人治病有一个习惯，不喜欢有外人在场，所以没有我的吩咐，你一定不要进来打扰。王嬷嬷对莫九夜就是无条件的信任，甚至比对曾经的南齐还要信任。贺知冉那边已经用银针扎了袁贵妃的昏睡穴。夫君，这里不比其他地方，可能会随时出现突发状况。你带着贵妃进入空间治疗，我守在外面。袁贵妃的身体严重脱水，导致虚脱，现在最需要的自然是葡萄糖、营养液以及血浆。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危险，贺知冉不敢带着袁贵妃在空间内久留。冉冉，袁贵妃的情况如何了？已经没有生命危险，剩下的就是要养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袁贵妃很快就会醒来。老奴谢过九公子与九夫人的大恩大德。嬷嬷不用客气，我也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九公子，老奴现在说的事情可能会有些匪夷所思，但这一切都是真的。贵妃娘娘和王嬷嬷怕是误会了，我是如假包换的墨家人，并不是贵妃娘娘的亲生儿子，因为我知道贵妃娘娘的亲生儿子另有其人。九爷，刚刚你说的是什么意思？难道你真的不是本宫的儿子？贵妃娘娘，我真的不是您儿子，您的儿子如今也在京城，在南齐手下做幕僚，还有费嬷嬷也在他的手里，只是因为费嬷嬷和南齐有亲缘关系，他才不愿意出来作证。如今的南齐就是费嬷嬷的亲侄子。原来他竟然是为了让自己的侄子成为皇子，隐瞒了这么多年。九公子，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也谢谢你帮了南羽。如果我有机会见到皇上的话，我一定说出当年的实情，让南羽拿回原本就该属于他的东西。贵妃娘娘，既然您的身体已经没有大碍，我和内子便不打算在此久留，
你们说昨日本宫派去尚书府的人至今未归？奴才刚刚派人去小刘那里查看过，根本没有人。大胆张德福，这么大的事儿，若不是本宫问起，你竟然敢隐瞒！皇后娘娘恕罪啊！奴才从今早便开始带人去问皇上玉玺的下落，刚刚才从密室离开。跟本宫说说，你可问出了玉玺的下落？回皇后娘娘，奴才无能。为了给皇上一个下马威，奴才命人将他身边的齐长顺给带走了。就这样，皇上都没有要说的意思。哼，没想到他一辈子懦弱无能，到了这个时候竟然硬气起来了。本宫今日就亲自会会他，倒要瞧瞧他什么时候骨头变得如此硬。怎么，朕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宁愿死也不会告诉你玉玺在哪里，你就不要再来了。这是顺武帝的声音，若不是还有一丝丝理智在，莫九叶现在都恨不得取了他的脑袋。正对着他们的位置，一个十字木架上，顺武帝四肢被牢牢地绑在上面，在他身旁的角落处有一具尸体，不用问，这一定是太后的尸体无疑了。没想到皇后如此狠毒，活着不放过也就算了，死了也如此没有尊严。就在他打算说些什么的时候，贺知然已经从空间取出了银针，在顺武帝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的银针已经扎在其昏睡穴上，小手一挥，将人送进了空间。你们到底是何人？贺知然知道莫九叶一旦开口，很容易被顺武帝听出来。我们是来救你的人。是谁让你们来救我的？是谁你不用知道，我只想了解宫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如实说的话，对你有好处。是朕大意，着了那个贱人的道。皇后收养四皇子之后不久，朕发现身边的侍卫都换了，正准备叫人来询问的时候，那些侍卫竟然不容分说的将朕抓走，关押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你不知道你被关在哪里吗？因为朕刚刚被抓的时候想呼救，被那群人给打晕了，再次醒来就是你们今天救走朕的地方。后来朕才发现，抓走朕的人竟然是皇后派来的。朕在被抓以前做了一个梦，梦到朕的玉玺丢了，我担心梦会变成真的，就将玉玺给藏了起来。也幸亏这是个梦啊，皇后的人没能找到玉玺，才让朕活了下来。你放心，我们对你的玉玺没有兴趣。如今朝中已经基本被薛丞相所控，你若想拿回大顺江山的话，就不能再坐以待毙。朕现在恨透了皇后和她的族人，如果朕能够重振朝纲的话，朕定然要把他们千刀万剐。你跟我们说这些狠话没有意义，要拿出实际行动才是。贺知然的语气有些不屑，这种事情不是说说就能成的，尤其是现在整个朝堂已经被薛家控制了大半，想拿回来哪有那么容易。只要他们拿不到玉玺，这辈子就别想成为皇帝。即便是皇后收养了四皇子，没有朕盖过玉玺的圣旨，也无济于事。我劝你还是想一些实际点的办法，单单一个玉玺，若是遇到能工巧匠，完全可以复刻出来。那你们说要如何？如何？难道你不承认自己的无能吗？在你的统治下，百姓贫困潦倒，日子苦不堪言。边关的战事若是没有墨家，想必用不了多久，敌国就会打进来，彻底将大顺吞没纳入自己的版图。墨家的事情，朕心中自有定论。朕希望你们能想办法让南齐来见朕一面，朕交给他一些东西，可以助他力挽狂澜。其实你不知道，你有一个非常有才能的儿子，只是这个人从出生就流落民间，受尽苦难。你们究竟是何人？是不是薛氏那个贱人派你们来的？要从朕口中套出玉玺的下落？我们可没那闲工夫管你的玉玺在什么地方。我刚刚说的话都是真的，不相信的话，你可以亲自去询问袁贵妃便知。这和袁贵妃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你的这个儿子是袁贵妃所生。他只是大致说了一下费南宇的情况。顺武帝听了个大概，愤怒不已。愚蠢！如果真的是这样，朕愿意将皇位传给他。只不过在这之前，朕必须亲自见到他以后，才能决定。今夜我们会想办法带着费先生来见你。莫九叶与贺知然敲门的同时，报出自己的名号。费南宇连忙将人迎了进去。九夫人请放心，贺尚书已经被我安排在了客院休息，稍晚一些我带你们过去见他。
九夫人请放心，贺尚书已经被我安排在了客院休息，稍晚一些我带你们过去见他。多谢费先生照料我父亲。我们这次进宫先见到了袁贵妃，已经将你的大致情况说明。我可以看得出，袁贵妃对当年的事情很是后悔，而且如今她迫切地想见到你。太后已经死在皇后的手里，皇上被皇后藏在她寝宫的密室。莫九业一口气将进宫后的情况讲给费南雨听。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计划了许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恢复自己的身份，结果这件事却被莫九业与贺知染歪打正着办成了。今日之事，多谢九公子与九夫人成全。如今皇宫戒备森严，九公子可有什么好办法让我进去？考虑到费南雨的精明，莫九业有些犹豫。如果费先生信任我们的话，就什么都不要问，我和夫君保证安全将你送到顺武帝与袁贵妃的面前。如果我连九公子和九夫人都无法做到信任的话，恐怕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值得费某相信的人和事了。能证明我身份的关键人物就是费嬷嬷，我想若是能带着她一起，对我证实身份能够多一些说服力。这个没有问题，我们打算今日入夜后送费先生进宫，费嬷嬷只要在天黑以前接来这里即可。昨天听了莫九业的讲述，如今又亲眼见到费南雨的容貌，想让人不相信他们之间是血亲的母子关系都很难。你叫什么名字啊？费南雨，费不用说，是随了那个奴才。南是哪个字？因为南是国姓，普通百姓不可随意使用，因此家父在给我取名的时候选择了木字南。孩子，你受苦了，当年都是母妃的错。母妃为了一己私欲，派人把你送去民间受苦，这一切都是母妃的错。如果需要滴血认亲，我可以配合。要人证的话，此人就是当年贵妃娘娘身边伺候的人，我与南齐调换，全是他一手所为。老奴有罪，求皇上娘娘饶命。你的确该死。费南雨带着费嬷嬷来，可不是想让她立刻就送死的。费嬷嬷，当初我答应过你的事情一定能做到，今日皇上和袁贵妃都在你的面前，你是不是也要履行我们之间的承诺呢？老奴有罪，当年都怪老奴被鬼迷了心窍，将刚出生的小皇子抱回了家里，与我那刚出生的亲侄子兑换。如今的齐王殿下就是老奴那不争气的侄儿。说话间，他有些心虚地看向费南雨。眼前这位在费家受了很多年苦的人，才是皇上与贵妃娘娘的亲生骨肉。既然如此，我们就开始滴血认亲吧。他当着顺武帝的面咬破了手指，将几滴鲜血滴入碗中，在所有人的注视下，2滴鲜血很快融合在一起。孩子，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待朕拿回大权的时候，就是你恢复皇子身份之时。眼前之人虽然是他的亲生父母，但他还是觉得很陌生。从今日起，你就不再姓费。南雨这个名字也不错，想必你自己听着已经习惯了。以后你就叫南雨。待朕成功拿回大权，第一件事情就是将你的真正身份公之于众。先祖曾经留下一块令牌，这枚令牌可以调动2万精锐。这支军队自从大顺建国后从未启动过。唉，如今是朕无能。他当着所有人的面从发冠里面取出了一块小巧又精致的令牌，他将令牌送到了费南雨的手中。这就是先祖给咱们南家子孙后代留下的最后一道保命符了。你拿着这枚令牌去京城东郊70里以外的山坳内，就可以找到这支军队。通过刚刚短暂的对话，顺武帝已经可以确定南雨的才能绝对比在他身边长大的那几个儿子强100倍。三皇子是因为出城的事情烦恼。的确，如今皇上在密室内失踪，皇后一党定然会加紧安防措施。三皇子想要出城，这件事我帮你。我相信九公子，令牌就交给你了。你按照父皇说的位置找到那支军队。如果再如现在这般坐以待毙，大顺江山恐怕就要更名换姓了。瑞王已经知晓我的真实身份，他早就已经表明态度，无论我做什么，都会选择无条件的支持我。他们2人手中虽然都没有多少筹码，可毕竟都是皇子的身份，出面谴责皇后一党的话，比任何人都有说服力。九公子成功找到那支队伍以后，
就带着他们埋伏在京城外围，同时发射信号给我，我会利用南齐和南瑞手中的势力将京城搅乱。到时候你就带着那支队伍杀进城。既然三皇子信任我，我就帮三皇子这一次。在他的心里，墨家满门男儿可以顶起大顺朝的半边天。大顺失去他们的护佑，江山想要坐稳太难了。如此，南宇就多谢九公子与九夫人大义相助。两位王爷是打算抗旨不遵吗？齐王殿下，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程度，根本容不得我们退缩，只能说成败在此一举了。他们的人明显比我们的多，这如何能取胜？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并不是动手，而是要询问薛老贼皇上的情况。就在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准备开口的时候，南瑞已经从容地走到了薛丞相的对面。薛丞相，本王今日没有别的目的，圣旨上说父皇身体抱恙，作为他的儿子，我和三弟都有这个义务去床前尽孝。你带着这么多人拦住我们兄弟，这又是什么道理啊？难道父皇他根本不是身体抱恙，而是已经遭到了你们的毒手？既然瑞王殿下今日当众问出口，老臣今日不妨有话直说。皇上许久未露面，原因是身体抱恙不佳，但他也亲自对老臣说过，他对瑞王殿下与齐王殿下两位皇子的能力极其失望，希望老臣凭借自己的能力好好辅佐四皇子，将他培养成为合格的储君。就因为皇上对两位王爷失望，身体有恙后特意吩咐老臣与皇后娘娘，事急的时候不需要两位王爷出面，让你们好好反省一下这20几年自己的无能。这话说的如果是真的，可以说南瑞和南齐的脸被打得啪啪响。谢学长，你不要在这里信口雌黄。前不久父皇还说过，待中秋过后就立本王为太子。皇上的确说过此话，当时我们二人也在场，根本做不了假。与此同时，南瑞已经吩咐自己带来的私兵时刻做好动手的准备。既然有了选择，眼前两位皇子就不能再留。几乎是南瑞同时，薛丞相朝着身后的队伍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做好战斗的准备。莫九叶看到薛丞相，立刻就能想起他对莫家做的那些阿杂事情，心中怒火无法控制地燃烧起来。夫君，此人今日就解决掉。贺知染刚刚从空间将狙击枪取出来，却被莫九叶接了过去。冉冉，让我来。夫君，你……薛老贼与我莫家有不共戴天之仇，他的命必须由我来解决。更何况在莫九叶的心中，媳妇儿就是个娇滴滴的大家千金，不适合做这种打打杀杀的勾当。好，你别紧张，用瞄准器定准位置再开枪。在他的话音落下的时候，莫九叶手中的狙击枪已经瞄准了薛丞相的眉心。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果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贺知然也在被人发现以前，拉着莫九叶一起闪身进入空间。薛丞相已死，正是攻进皇宫的好时机。薛丞相的死讯很快传到了皇后的耳中。听说自己的父亲死了，皇后非但没有什么担忧的表现，甚至还露出了一抹阴毒的笑容。听说自己的父亲死了，皇后非但没有什么担忧的表现，甚至还露出了一抹阴毒的笑容。就在这个时候，屏风后面走出来一个人，这人若是被莫九叶看到，定然会吃惊不少，因为此人就是薛丞相。而刚刚被他用狙击枪爆头的，只是薛丞相找来的替罪羊。只能说薛丞相为人还真是老奸巨猾，步步算计。父亲，看来他们真的已经对你起了杀心，下一步我们该当如何？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已经没有退路，只要把南齐和南瑞一头拿下，我们以后做事也就没有什么忌惮了。启禀皇后娘娘，不知道那些人在哪里调来了大批援军，现在已经杀进了皇宫。你说什么？所有人跟着本宫一起出去，本宫倒要看看那两个草包王爷究竟有何本事，竟然敢带人杀进皇宫。对此薛丞相也并没有反对，他就不相信了。
区区2位王爷手里养的那点子私兵还能翻出天来不成？朕总算没白等啊，终于有了个让朕满意的儿子。这句话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除了袁贵妃与王嬷嬷以外，全都大眼瞪小眼的盯着顺武帝。父皇，您受苦了，儿臣一直在想办法打听您的消息，历经千辛，今日终于将您解救出来，没想到却被费南雨这个吃里扒外的给捆绑起来。父皇，你快救救儿臣！顺武帝如今已经知道了南齐不是他亲生儿子的事情，况且他更清楚这次危机能够解决，完全是南雨这个亲生儿子出的力。来人，将南齐押入天牢，等候发落。父皇，你这是何意？难道儿臣救驾还错了吗？皇上，齐王殿下救驾有功，把人关进大牢不合适啊，请皇上三思。疼爱了20几年的儿子竟然是别人家的，这让顺武帝越想心中越不是滋味。眼下看到南齐，就愈发的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被人玩弄于股掌的傻子。哼，既然你们都想为这个孽障求情，就陪着他一起押入天牢好了。皇上，刚刚是费先生和瑞王殿下身先士卒，带着一队人马救您于水火，如今薛家余孽已经大部分落网，您看此事要如何处置？哼，今日朕就暂时放过你们，再敢为南齐求情，小心你们的脑袋！顺武帝扫视了一圈，最终将视线落在了皇后和薛丞相的身上。皇上，臣妾也是没办法呀，都是薛丞相怂恿臣妾才这样做的呀。薛丞相见亲生女儿将罪过全部推到自己的身上，当初若不是为了让你坐上太后的位置，我又怎会如此？若说顺武帝如今最痛恨谁，那就非皇后莫属了。如果眼神能够杀人，估计皇后都死上好几次了。无父，你伙同母族一起软禁朕，又害死了朕的母后，如今你竟然还大言不惭的为自己开脱。毒妇，你说藏着太后遗体的密室在什么地方？今日事情如此顺利，九公子与九夫人功不可没，请受南雨一拜。这一拜，莫九夜与贺知染都欣然接受。若是没有他们夫妻俩鼎力相助，南雨想扭转局势根本不可能。因为历史记载的是，南齐登基为帝之后，南雨才夺位成功，而前面发展并没有出现皇后一党做出这些事情。三皇子不必客气，作为大顺的一员，做这些都是应该的。可见九公子并没有忘记大顺的黎民百姓。南雨在这里恳请你重回朝堂，为我大顺江山继续出力。南雨在这里恳请你重回朝堂，为我大顺江山继续出力。他想都没想的拒绝道：我墨家经此一事，对于那些高官厚禄已经彻底看淡。如今我们一家人在西北生活得很好，不想再与朝堂有任何的牵扯。可以说他拒绝的语气十分的坚定，丝毫不给南雨反驳的机会。三皇子，我们来京城的目的你也很清楚，如今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手刃那些对墨家心怀不轨之人。这个没有问题，等我将案子全部审理完毕，上报给皇上以后，会安排你去处理的。九公子放心，我答应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而且我还会尽快，不耽误你们赶往西北的时间。还有，如果我有了掌权的那一日，第一件事就是要为你墨家平反。如今他墨家全家团圆，若是没有那些奸人惦记的话，日子比谁过得都要安逸。那我就先感谢三皇子了。你我之间经历了这么多，我早就已经把你当成好朋友、好知己，能为你做些什么，我感到很荣幸。冉冉，九爷，爹已经决定了，答应你们去西北生活，不过要等辞了官以后才可以。爹，到了西北，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后悔的。爹主意已定，不会后悔。顺武帝因为此事大受打击，回到自己的寝宫内就一病不起。无奈之下，他只能让南雨暂时掌管朝政大权。为了帮南雨树立起威信，他命人召来了朝中的几位重臣，当众公开了其皇子的身份。别说把南齐关进大牢了，就算是当众杀了都不为过。经过3日的连续审问，费南雨连夜整理好了皇后一党的犯罪卷宗。没想到南雨交给他的卷宗里面竟然审问出来薛家一族如此多的罪证。
顺武帝子嗣单薄，原来竟然都是皇后做的手脚。薛丞相以及他的族人们收受贿赂，私自扣押边境的粮草，科举舞弊，私吞军饷。总之，薛家满门，包括皇后在内，可以说是无恶不作。最重要的是，这次南宇还问出了他们陷害墨家的全部事实。薛丞相在严刑逼供之下已经招认，墨家并没有做出通敌卖国之事，而真正与南疆有勾结的人是薛家与南横。有了这份证词，墨家完全可以彻底洗清冤屈。传朕旨意，薛家满门抄斩，3日后执行，株连9族。与此同时，顺武帝也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没有人比他这个皇帝更清楚，墨家男儿一个个是如何命丧疆场的。玉儿，朕错怪了墨家呀。父皇也是一时糊涂。在他的安排之下，莫九夜当晚便进入关押薛家人的牢房。南宇早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命人将薛家几个骨干以及皇后送到一起。莫九夜到的时候，那里只有薛丞相、薛伯与皇后，这几人是墨家最大的仇人，也是他跟南宇提出的人名。薛丞相满脸错愕地盯着莫九夜，仿佛自己已经出现了幻觉。这不可能，不可能是莫九夜。爹，莫九夜明明就是在西北，他是流放犯人的身份，无照此生都不能离开那个鬼地方。一定是咱们这几天受了太多的罪，出现了幻觉，才会认为是莫九夜出现了。和这对父子比起来，皇后倒是显得镇定很多。莫九夜，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如果你现在离开的话，本宫就当没有见到过你，否则我逢人便会说你已经来了京城，让你墨家罪加一等。恐怕你已经没有逢人就说的机会了。说完，他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瓷瓶，将里面白色的粉末倒在了几人的身上。这白色粉末正是贺知然研制出来的痒痒粉，即便是今日取了他们的性命，莫九夜也不打算让他们死得太痛快。莫九夜，你对本宫做了什么？本宫可是一国之母，你这样就是死罪。莫九夜，要死本宫了！本宫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莫九夜双臂抱胸，冷眼盯着几人饱受折磨。莫九夜，有本事你就杀了本相！莫九夜，当年的事情我也是受我爹指使，并非我的本意啊。所谓冤有头债有主，你即便是讨债也找不到我的头上啊。薛氏，你个毒妇，我莫家哪里对不起你？你竟然派人给我那些可怜的嫂嫂们下药，这还不算，我莫家已经到了含冤流放的地步，你还狠毒的派人在我们的早餐里下毒。谁让你墨家与南齐为伍？但凡挡我横二路的人，本宫一概不会放过，甚至可以让你们断子绝孙。他抬脚踩在皇后的一只手上，用力碾压着。看来今日还真是不能便宜了你这个毒妇。莫九夜，你竟敢对本宫动手痛死本宫了！莫九夜，我知道我对不起莫家，求你别再折磨博儿了。莫九夜，你竟敢对本宫动手痛死本宫了！皇后惨叫，本以为可以惊动天牢里面的狱卒，谁知她叫了半天没引来什么狱卒，倒是把牢房里面的老鼠吓得四处乱窜。莫九夜再次取出一个小瓷瓶，对准薛伯的一处伤口，将里面的药物倒了上去，随即他将薛伯拉到了薛丞相的眼前。薛伯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溃烂，随即露出一个深可见骨的血窟窿。爹，我好疼啊，你快救我！薛丞相亲眼看着莫九夜将药粉撒在宝贝儿子的伤口上，又眼睁睁地看着那伤口可怕的变化。莫九夜，你到底又怎样？老夫承认做了很多对不起莫家的事情，那也都是老夫一人所为，与博儿毫无关系。你可曾想过，让薛伯在边关出卖情报给南疆人，我大顺因此损失了多少保家卫国的好男儿？你可曾想到他们因此死在战场上的惨状？莫九夜，
我知道我对不起墨家，求你别再折磨博儿了。父亲，莫九夜是不会放过我们的，你不要再求他了。这种因为心疼亲人的痛彻心扉，他一定要让薛老贼体会的深刻一些。他取出一把锋利的匕首，狠狠扎在薛老贼的左眼上。这一刀是替那些因你而牺牲的将士报仇。莫九夜丝毫没有手软，手起刀落，再次扎在他另一只眼睛上。这一刀是为了我墨家满门曾遭受过你的迫害。拔出匕首，莫九夜再次割掉了薛老贼的一只耳朵。这一刀是为了被你薛家人残害过的百姓。薛老贼终于没了气息。莫九夜没想到老东西竟然如此脆弱，没折磨多久就彻底凉凉。当年在京城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时候，可没有这么胆小。还有在边关偷偷为敌人送情报的时候，被严刑拷问也没有如此怯懦过。今日为何这般没有骨气？我是没有骨气，我不想死。莫九夜，只要你能放过我，让我为你做事。薛伯，你给本宫闭嘴！不要用这种让人作呕的眼神看我。手起刀落，同样的方式，薛伯的双眼已经变得血肉模糊。莫九夜，你杀了本宫吧！这些对墨家不利的事情都是本宫安排的，本宫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本宫！杀了你？会的。你们父子三人今天谁都别想活命。莫九夜，本宫知道今日必死无疑。不管如何，你也是曾经大顺的战神，没必要对我一个女子再如此下狠手吧。你恶贯满盈，还想善终？想都不要想。莫九夜，你要是个男人，就给本宫个痛快。你不配。你要做什么？皇后在看到他拿出小瓷瓶的那一刻，眼神中已经满是惊恐。做什么？当然是要让你先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莫九夜将薛伯提了起来，让他处于靠坐的姿势。莫九夜将一小瓶的硫酸全部倒在了薛伯的脸上。皇后看着弟弟脸上那血肉模糊的可怖模样，吓得差点背过气去。然而接下来的就是莫九夜再次取出一瓶硫酸，倒在了他的脸上。牢房内姐弟俩的惨叫声一声高过一声。总之，但凡能够让人生不如死的办法，莫九夜都会让他们承受一遍。直到牢房内的3个人彻底没了气息，已经是1个时辰以后。莫九夜整理了一番自己身上的血迹，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出牢房。岳父，家父信中消息称，蛮夷已经集结了大批兵马，正在攻打我国的西境。你说什么？蛮夷进攻我大顺了？为何朝廷还没有接到这个消息？岳父，前些日子我让小白带信回家里报平安，小白刚刚赶回来，带回来的这个消息，朝廷不知道，是因为西境那边送信的人没有小白的速度快。我父亲写信是在4日以前，那时候蛮夷人已经开始大举进攻西境2天，也就是说，西境已经进攻我朝6天了。虽然大顺朝也在派兵在西境镇守，可蛮夷大举进攻的话，这些人根本抵挡不住。九爷，你说此时该如何是好？岳父，我打算去三皇子那里走一趟，将这个消息告知他。对，这件事是要跟三皇子说，毕竟咱们得到的消息途径比较特殊，没办法拿到明面上来讲。南宇正在书房内批阅公文，莫九夜到了并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将得到的消息告知。九公子，消息可准确？消息绝对可靠，估计再过10天左右，西境那边报信的人就到了。从西北到京城，快马加鞭赶路，差不多需要半个月的时间，而小白只用了4天，因此西境送信过来的人最快也要7、8天之后才可以到。多谢九公子告知，我立刻进宫面见父皇去商量对策。如今西境有蛮夷进攻，对于南宇来说就等同于在夺他的江山，这样的事情他怎么可能听之任之？第2日早朝的时候，顺武帝就在朝堂上提及了此事。你们当中可有人愿意带兵出征西境的？启禀皇上，臣愿意做征讨蛮夷的先锋。
听凭主帅指挥。顺武帝差点被这样的话气得背过气去。他现在需要的是能够统帅三军的统领，而不是什么先锋。难道除了墨家和金老将军，我堂堂大顺朝就无人可用了吗？其实顺武帝这话也是明知故问，虽然他昏庸无能了一些，自己手下这些人什么德性还是清楚的。玉儿觉得给墨家平反罪名，让莫九业在西北挂帅，如何？南羽沉默，他也想这种事情他已经试探过好几次了，人家彻底对朝廷失望，如今到了无人可用的时候，又想起了人家。父皇，儿臣觉得莫九业不会同意。怎么？他莫九业身为大顺的子民，大顺有难的时候，他不是应该鞠躬尽瘁，肝脑涂地吗？况且朕还可以为墨家平反罪名，难道这样还不行吗？南羽何尝不是希望墨家人能够带兵出征，剿灭蛮夷？可作为莫九业的好朋友，甚至好兄弟，这种事情他绝对不会去勉强。父皇，不瞒您说，墨家在流放路上的时候，儿臣偶然与他们相遇，当时儿臣亲眼看到墨家女眷们一个个破衣烂衫，如同一群乞丐一般，被官差押解着去西北。那一路上，他们不但要风餐露宿，还要时不时面对皇后一党派出的杀手追杀。换作是谁遇到这样的不公待遇，恐怕都会变得心灰意冷吧。而且据儿臣所知，墨家在西北已经过起了普通百姓那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由此可见，他们已经对朝廷彻底失望。他也多少了解一些莫九业的性子，遇到这样的情况，即便是换做其他人，恐怕也不会再愿意为朝廷效力。玉儿啊，朕稍后就拟一道圣旨，平反墨家罪名。你派一名得力的人负责赶往西境传旨，另外再备上一些厚礼，当作朕对墨家的补偿。朕这次不但要平反墨家的罪名，还要让莫九业官复原职。啊不，单单的官复原职还不行，朕要给他加官进爵。不对，莫九业曾经已经是1等国公，这再加就得是王侯了。父皇的意思是，莫九业如果愿意领兵压制蛮夷，您除了给他赏赐以外，还要封他为异姓王。如果他愿意重返朝堂，朕愿意给他个异姓王的爵位。如此，儿臣立刻就安排与莫九业取得联系。尚书大人是不想莫九业再参与朝堂之事？的确如此。我虽然和九业接触的不多，但我能够看得出，他对朝廷已经彻底失望。别说给他个异姓王了，说句大不敬的话，恐怕给他个龙椅他都不会想去做。南羽何尝不清楚这个道理？他之所以能够有事实的想法，就是在赌莫九业是否愿意为自己的后代谋些福利。贺大人的话南羽都清楚，这是朝堂正是用人之际，我只是想再努力一次。想必贺大人也看出来了，父皇迟迟没有封我为王，就是打算局势稳定一些之后，直接立我为储君。未来大顺的江山都是他的，他又怎么可能舍得失去莫九业以及莫家男儿这些勇猛的又对朝廷忠诚的将才？九公子、九夫人，南羽希望莫家能够重返朝堂，为我分忧。他说的是为我分忧，而不是为国家亦或者为顺武帝，就是希望莫九业能够念及他们之间的这份友谊，来帮一帮他。三皇子，你也知道墨家的遭遇，更清楚墨家的冤屈。如今我们墨家好不容易在西北安顿下来，从来没想过再继续趟朝廷这浑水。既然如此，九公子和九夫人重新考虑一下此事也无妨。我今日在此保证，如果墨家愿意重返朝堂，我可以向父皇进言，封你们一个王位，如何？当然了，我也知道墨家人对这些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不过你们也要为墨家的后代考虑，是不是？贺知然想要的是希望墨家能够拥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地盘，表面上是受大顺的统治，但是真正的是属于墨家自己的天下。这个王位要来的同时，必须要附赠一些其他东西，这才是他给南羽留出一线希望的真正目的。两人刚刚回到自己的住处，莫九业就迫不及待地追问：冉冉，你刚刚为何要给南羽留希望？夫君，你有没有想过将西北纳为自己的地盘？你的意思是说王爷的封地？夫君，你想一想，我们墨家如今在西北生活安稳，手里不缺银子，更不缺赚银子的办法，唯独缺少的是什么？冉冉，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墨家重返朝堂，条件就是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封地？贺知冉嫁给莫九叶最欣慰的一点就是对方懂他，懂得他在想什么，并且能够做到一点就透。冉冉，你觉得顺武帝会答应咱们的要求？朝政的事情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顺武帝昏庸，可能想不到这么多，但南羽不一样，他高瞻远瞩，怎么可能不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顺武帝昏庸，可能想不到这么多，但南羽不一样，他高瞻远瞩，怎么可能不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一旦蛮夷与南疆一起进攻大顺，大顺可以说是腹背受敌，朝中又没有能够统帅三军的将领，到时候的大顺会面临什么，不言而喻。如果夫君同意我的意见，稍后见到南羽的时候，我会提出墨家重返朝堂的条件。如果他不同意，我也会将未来的利害关系讲清楚。我就不相信以南羽的精明，他会算不清楚这其中的得失。再者说，西晋划分出来给咱们做封地，又不是让顺武帝割让疆土，表面上看，西北仍旧是归大顺所管辖，唯一的区别就在于那里有了可以带动新生活的主人，有了封地，我们还可以名正言顺的养兵，谁也说不出来什么错处。况且我们也没有背叛大顺的意思，只是想让自家人的生活多一重保障而已。当然啦，日子久了也不排除引起一些上位者的忌惮，不过即便是忌惮，恐怕也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羽翼已经彻底丰满，况且我们手中又掌握着炸弹这种杀伤力极强的武器，无论是谁想要动我们墨家，恐怕也只能有来无回。既然如此，咱们就和南羽直接摊牌，我们要抱着不强求的态度。好，我们现在就去找他。我也不和三皇子兜圈了，刚刚三皇子说了，如果我墨家重返朝堂，可取王位，这个我没有意见，但前提是我打算要西北地区作为封地，只要满足我的这个要求，墨家父子会立刻披甲上阵。南羽听话听音，的确被他的话震撼到了。九公子，你刚刚说墨家父子披甲上阵，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将墨家男儿全部在世又如何寻到的经过大致讲了一遍。没想到墨家满门忠良竟然遭遇这么多。九公子的意思是以后仍旧留在西北？我墨家留在西北有何不好？西北属于大顺制衡蛮夷的关卡，有我墨家在，朝廷将永远不用担心蛮夷的骚扰。九公子与九夫人提出的条件没有问题，稍后我就会进宫亲自向父皇禀明此事。不过，三皇子是不是打算让墨家人帮忙镇守南境？这样你向皇上提出此事的时候会更加有说服力。在下的确有这样的想法。如今朝中局势，想必二位也清楚。虽说现在还没有收到南疆出兵的消息，但这也是迟早的事情。大顺早晚会有腹背受敌的那一天。想破解这种困境，我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墨家人的身上。这样做有些强人所难。九公子刚刚能够答应重返朝堂，我已经觉得受宠若惊了。不过你们也清楚我眼下的情况，父亲对我还算看重，刚刚认祖归宗就委以重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必须要全力以赴。换句话说，这次是否能保住大顺国土，也是对我的一场考验。以贺知冉对历史的了解，南羽在位期间不光将国家治理的强大，更是被人人称颂有情有义的帝王。莫九叶不看别的，就算念在与南羽的这份情谊上，也会出手相帮。只要墨家人带着炸弹上战场，战事也定然会以摧枯拉朽之势快速解决。而且墨家人已经对南疆痛恨至极，墨家男儿那么多的苦难，不管直接还是间接，都与南疆有关。三皇子说的事情，我墨家可以考虑，但前提是要看看朝廷对我墨家的诚意。南羽办事效率飞快，次日早朝刚刚结束，贺尚书回来就带了新的消息。不知道南羽是如何跟顺武帝讲的此事，他今日在早朝上直接下了旨意，彻底洗清了墨家的冤屈，并且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承认当初让墨家流放西北是他自己受到了奸佞小人的挑唆。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顺武帝这是在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向墨家表示歉意。不但这样，顺武帝还下旨封莫九叶为镇西王，同时将西境地区作为镇西王的封地。
贺知然与莫九叶扮成了刚来京城那日的商人夫妇模样，刚刚出城不久，遇到了云游来京城的元清道长。难怪，大顺的命运自此会发生改变。没有人比他们夫妻俩更清楚，这段历史的确与史书记载的发生了很多的改变。敢问道长为何会如此说？贫道只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喜好夜观天象。通过观察，贫道发现大顺的命数发生了变化，而主导这一切的就是一名女子。刚刚贫道观察了施主的面相，现在完全可以确定，施主就是改变这一切的人。被看穿也不可能对一个陌生人承认什么。道长恐怕是认错人了，我只是一个普通妇人而已，怎么可能如道长所说改变什么命运？不管施主如何想，贫道想在此替大顺的黎民百姓感谢你。道长恐怕是认错人了，我们只是普通人，并不是道长说的什么改变大顺命运之人。千年魂，千年宝物出现在我大顺，的确是大顺之福，百姓之福。千年魂，它不就是来自千年之后的一缕魂魄吗？千年宝物说的必然是他那逆天的空间。道长请留步。施主可愿意与老衲一叙？倒是有很多事情想向道长请教。今日既然已经被道长看穿，贺知然索性让莫九叶更加了解他一些。道长请放心，我夫君是可信之人。难怪，妙哉，妙哉！道长此言何意？元清道长也没有卖关子的打算。已死之人如今还活着，难道不妙哉？本该死去的人还活着，不单单只有你一个，怕是还有很多。难怪天象有变，症结就在此。大师的意思是说，这些本该死去的人还活着，扭转了大顺的局面。大顺气数已尽，3年后明君出世，改朝换代。可以说，因为你们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明君可以提前登基，而且还会延续大顺的传承。他们两人都清楚这一段的历史，况且这段历史也的的确确因为贺知然的到来发生了很多改变。其实贫道也好奇，1000年以后的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贺知然已经想好借此机会向莫九叶摊牌。1000年以后，男女平等，不再有男尊女卑的观念，人人都靠自己的双手自给自足，种田用的都是机器，不但彻底解救人类的双手，而且效率极高。那里的人不再吃不饱穿不暖，遇到天灾人们会自发去救援。那里无论男女，在6岁以后便开始9年义务教育，必须做到人人识字。1000年以后，医疗发达，大大减少了人类的死亡率。刚刚道长说了一句千年魂，夫君知道这千年魂是何意吗？被这样问，莫九叶已经想到了什么，但他还是忍不住想要确认一下。何意？这具身体原本的主人已经死去，而我是来自1000年以后的一缕魂魄，附身在这里。贺知然将自己魂穿的全部细节毫无保留地当着两人的面讲出来。夫君，现在你应该知道了，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么多这里没有的东西，而且我治病救人的医术也是在1000年以后的世界学来的。冉冉，我知道了，你就是上天安排来这里拯救墨家，拯救我的神仙，对不对？神仙的名号贺知然还真不敢当，但他的到来的的确确拯救了墨家满门，这一点无可厚非。夫君不要忘了，我也是墨家的一员，自家人有难，哪有袖手旁观的道理？这和神仙不神仙的可一点不沾边儿。贺知然本来还担心说出实情之后莫九叶会认为他是鬼，结果人家直接把他定义成了神仙。大师，既然你已经算出了明君出世，此行再推波助澜一番如何？上天待朕不薄啊，让朕在有生之年得到了可以继承皇位的明君。既然是天意，岂有忤逆的道理？
朕今日就宣布，立三皇子南宇为太子，3日后，朕正式让位于他。朕就安安心心做个不问世事的太上皇，颐养天年了。父皇，您身体康健，继续坐在这个位置上也无可厚非。儿臣年纪尚轻，还需要多多向您学习治国之道才是啊。哎，朕要顺应天意，此事无需在意了。南宇今日显得尤为兴奋，因为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最大目标会如此容易的实现。哈哈哈哈！九公子，没想到事情比我预想的还要顺利。想必你已经听尚书大人说过了，上天竟然如此眷顾我。恭喜太子！既然京城的事情已经成定局，我和内子也打算明日出发赶回西北。这件事的确要尽早提上日程。宣旨的人明日一早就已经快马加鞭赶往西北了。看来书中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历朝历代的皇帝最终都会成为孤家寡人。三弟放心吧，你、我和九公子3人之间的情谊不是说说那么简单，是共同患难一起走过来的。一旦你这里需要我们定然会义无反顾的来帮忙的。九公子放心，我南宇一言九鼎，只要有我在一天，定然会保墨家人无忧。九弟妹，怎么会是你们呢？二哥、三哥，你们怎么会在这里？九弟和九弟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京城那边的事情都解决好了？我们刚刚从京城回来，见西北情况不妙，本打算查看一番再回西岭村的，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二哥和三哥。如今蛮夷人大举入侵，我们不在西北也就算了，在这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百姓们因为战乱变得流离失所。在家中与父亲和兄弟们商议过后，经过大家的一致同意，我们才带着一队人埋伏在这里。万一边关那边抵挡不住蛮夷人的攻势，让人家攻打过来，我们也能在此进行阻拦。爹做主，让大家每个人带了5颗炸弹，炸弹的威力咱们是有目共睹的。别看来的人数少，想阻拦蛮夷人进入城中还是可以做到的。二哥、三哥，我到京城的时候，圣武帝已经被皇后一党控制。他事无巨细地将京城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九弟，西北真的可以作为封地？我本来已经对朝廷彻底失望，如果不是南宇答应将西北作为封地赐予我，我是不会答应他请求的。所谓树大招风的道理人人皆知，我们光有能力和头脑，因为营生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不值得。如果有这个王位和封地在身，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发展产业，更可以光明正大的养兵。尤其是父亲和各位兄长死而复生的事情，也不用再去隐瞒谁。二哥与三哥本来就不反对莫九夜的决定，听到他这样一说，更是赞许有加。九弟，还是你们2口子心思缜密，能把事情利弊分析得如此透彻。回到家里，刚刚的话自然要清清楚楚地和家人再次解释一番。果然如同莫九夜预料的那般，家人对他的做法无一反对。莫九夜答应南宇做这个镇西王，不但世袭罔替，还有封地，对于莫秦来说简直是两全其美。他们一家人不但能够继续团团圆圆地生活在西北，柱儿将来的爵位也有了安排。总之，贺知染提醒莫九夜做的这个决定，算是取悦了莫家所有人。你这孩子，还真是长大翅膀硬了，连娘的话都不听。京城那么危险的地方，你一个妇道人家去了能做什么？你个没良心的，海娘为你担心了这么久，你也真狠得下心呀！丢下2个这么小的宝宝就敢往外跑，你就不想他们？若是换作以往，明珠这个娇气包醒来以后，定然会委屈的哭几声。今日她不但出奇的安静，盯着爹爹的脸看了一小会儿，小唇角一扬，竟然笑了起来，甚至还发出了一阵让人软到心底的咯咯声。柱儿是一如既往的严肃，不过从她那清亮如水的大眼睛中可以判断，她是喜欢娘亲的。贺夫人看到这一幕，欣慰得不得了。瞧瞧这2个小人精，1个月没有看到爹娘，竟然一点也不陌生，还真是血缘大于一切呀！外祖母每天都要抱着你们，也没见你们对外祖母如此亲近。还真是，我每天都会抱着明珠玩一会儿，也只能是她特别开心的时候才能赏我一个笑脸。没想到小家伙在自己爹的怀里
竟然能笑个不停。这种事情呀，你可妒忌不来。想要有个也朝你这样笑的孩子，就自己生去。大哥和兰儿的事儿发展的如何？其实你娘也不是那种冥顽不灵的人。通过最近一段时间观察，兰儿那姑娘的确不错，就如同子明说的那样，不但人长得漂亮，又知书达理。无论从哪方面衡量，她的言行举止绝不输京城那些大家闺秀。你大哥喜欢，姑娘家各方面都让人满意。我这个做娘的没有必要去阻拦。娘，你真觉得兰儿这么好吗？你娘可不是随便夸赞什么人的。莫九夜与贺知染到家的第3天，圣旨便到了。毫无疑问的，里面的内容都是按照莫九夜的要求。莫秦见莫九夜将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9个儿子都有了自己的事情做，唯独他这个老家伙仿佛被遗忘了一般。九爷啊，你看爹需要做些什么？爹，你和4哥就负责制作炸弹，必须保证前线供应。莫九夜知道父亲的性格，若是不将任务说得紧张一些，他会以为自己不让他参与太多。莫家人有一个算一个，从来都不会因为做事情多了而产生争执，一个个恨不得自己多做一些。好，这件事就交给爹去做，保证供应得上。莫九夜将事情全部安排下去，在确定没什么遗漏以后，莫家兄弟当日便开始点兵出发。贺知然早就想到了，圣旨一到，莫家男二就会立即领兵上战场，他来了就绝不允许莫家人再有危险。因此早在回到西北的第2日，他就在淘宝堡内购买了大量的防弹衣。总之，但凡是贺知然能够想到的，全部帮出征的家人们准备齐全。有了这么多保命的东西，还有那样一支拥有炸弹这种逆天武器的队伍，他们这次出征想不大获全胜都难。还不带他们出村子，大部分西北境内的官员就如同约好了一般来到西岭村。知府和那些同来的县令以及官差等见到这些穿着盔甲的人之后，连忙撩袍跪地磕头。西北已经成了他的封地，官员的调动也是他的管辖范围，不作为的知府莫九夜是不会用的。婉宁，我打算让你来做这个知府，你觉得如何？九哥，你为何要如此安排？真没想过做什么知府。莫寒月喜欢西岭村，他在允城做县令，每天还能骑马往返。若是州府的话，距离西岭村太远，这样他就不能和小娇妻朝夕相处了。这个知府必须要有能力者为之，目前看来你最合适。媳妇儿空间的历史记载里面，孟怀宁可是南越府国的第1人。还不等孟怀宁开口，远处就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圣旨到！传旨之人骑在马上，高举圣旨。允城县令孟怀宁接旨。孟怀宁也是一头雾水，不过他还是恭敬地跪在传旨之人的面前。臣孟怀宁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允城县令孟怀宁文韬武略，德才兼备。总之，前面将孟怀宁各种夸奖，最后的正题是命他在1个月内赶往京城辅佐皇帝，而且职位还是1等公首辅。首辅可不得了，这可是比丞相还有权力的官职，可见南羽是多么有魄力，慧眼识珠的能力也是不一般。他就知道孟怀宁会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一道圣旨将其召回京城，直接封了首辅之位。皇上如今正是用人之际，他登基第1道圣旨就是召首辅大人入京，还希望首辅大人不要辜负了皇上对您的厚望啊。好，我准备一番就立刻进京。妹夫是有大才之人，留在小小的西北定然会埋没了你的才华。如今皇上看重，是你孟家的荣耀，同样也是莫家的荣耀。他们虽然都希望妹妹跟妹夫能留在西北跟他们一起生活，但谁都不想因此耽误了人家的前程。有能力的人就要到合适的位置。你小子一定要记好了，韩月有我们9位兄长为他撑腰，我们若是听说他在京城过得不舒心，小心我们兄弟几个过去踏平你的府宅。各位兄长放心，我保证会将韩月照顾好，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莫家祖坟冒青烟，被封王就算了，这平时和他们平起平坐的允城县令孟怀宁竟然也发达了。
皇上亲自下旨召他进京，竟然还是首辅之位。首辅大人，当初是下官有眼无珠，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放过下官这一次吧。啊！哼，你做错的事情多了，稍后我会整理好卷宗，交给镇西王来处置。这话一出，知府都被吓尿了，不停地向孟怀宁磕头求饶。九哥，方叔叔与谢叔叔可都是为官多年之人，尤其是方叔叔，他可是从一线父母官做起的，他绝对有这方面的能力。九哥，凡事无绝对，虽说两位叔叔情况特殊，无法成为官员，但若是换一个王府管家的身份，这样也算名正言顺啊。不愧是新皇看上的能臣，脑子就是活泛。二位叔叔想必也听说了，皇上将西北赐予我作为封地，这封地管理需要得力的人手，虽然是大材小用了一些，但我还是想恳请二位叔叔帮我这个忙。王爷是打算让我们以何等身份帮你管理封地呢？稍后我会写信给皇上，请他命人帮两位叔叔翻案，在两位叔叔洗清罪名以前，只能委屈你们一些了。王爷请放心，哪怕让我以王府管家的身份去做这些，我也毫无怨言。现在终于有了报答墨家的机会，两人还真是不遗余力。管家又能怎样？能为墨家做事，别说管家了，就算家丁他们也干。如此，就多谢两位叔叔了。说完，莫九业带着二人来到那群地方官员面前。刘知府为官不力，暂时罢免，听候发落。这二位从今日起便是我王府的管家，本王出征的时候，封地内一切事宜由他们负责。两位叔叔，如今我刚刚接手封地，马上又要出征，这里的事情就都拜托你们去处理了。我希望在我回来的时候能看到明显的改变。请王爷放心，我二人定当竭力所为。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去家里询问我父亲拿主意。其实莫九业也不是完全无人可用，贺子明文采了得，又从小学习治国之道，若是将这个知府的位置交给他，完全可以胜任。人家对仕途没什么兴趣，一心只想钻研医术，他不能因为自己的事情将大舅哥捆绑在一个他不喜欢的位置上。本王不需要你们送什么礼物，你们能够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就是送给本王最好的礼物。你们都起来吧，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如果觉得自己财富多，可以用来救济那些吃不饱饭的百姓们。墨家的女眷也纷纷跑出来为男人送行。贺知染怀中抱着柱儿，莫老夫人抱着明珠，两人一同来到莫九业的面前。贺知染拉起柱儿的一只小手，朝着莫九业做出打招呼状。柱儿，你告诉爹爹，我会在家乖乖等着你凯旋而归。柱儿就仿佛听懂了娘亲的话一样，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看向莫九业，同时还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儿子，爹为你去打江山，以后守护这片江山的职责就交给你了。明珠看到爹爹就笑得眉眼弯弯，然后也学着哥哥的样子咿咿呀呀的，像是在与爹爹告别。莫九业看到这两个可爱的娃娃，心软得一塌糊涂，他不舍得摸摸这个又摸摸那个。莫家男儿上战场以前，这种和家人分别的场面，对于除了贺知然以外的莫家女眷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虽然他们的丈夫都还活着，可曾经听到他们阵亡消息时候的那种痛不欲生，仍旧让他们感觉到胸口闷闷的。我莫家男儿没有孬种，娘也知道你们不畏生死，但这次你们必须全虚全影的回来，一个都不能少，否则我就会当你们是不孝之子。这话一出，不光莫家女眷落泪，就连这些铁骨铮铮的汉子都不禁红了眼眶。夫君，我和两个孩子等你平安归来。你放心，你夫君现在家有娇妻，又儿女双全，这条命可舍不得随便送给别人。总之，你万万不能大意了去。他指着莫九业战马上挂着的一个狭长黑色袋子，这狙击枪的子弹充足，能利用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冒险。我知道，擒贼先擒王，我会妥善利用的。莫家兄弟出征一走就是2个月，贺知染在这2个月内收到了几次小白送来的消息，
莫九业在西境攻打蛮夷人，可以说是势如破竹，每场战役都是以胜利收场。不但这样，大顺的将士几乎没有任何伤亡的情况。贺家人千盼万盼的贺尚书终于带着冯叔抵达西北，结果他揣着让其满意的银票抵达西岭村之后，发现墨家生活哪里困苦了，明明就是豪气，真好，西北真好。这是贺尚书来到西北以后的真正心声，尤其是他那一对可爱的外孙和外孙女儿。幸亏皇后一党闹的事情让他彻底看淡了一切，幸亏他没有像以往那般固执，也幸亏他能够将亲情摆在第一位，否则他此生去哪儿过这么舒心的日子？九嫂，这也是火锅吗？贺知冉就知道这个满脑子都是想着如何赚银子的家伙会问，这铜锅是前些日子请胡大哥帮忙打造的。指着铜锅的各个部位帮唐明瑞介绍起功能。九嫂，兄弟我真是佩服你佩服到五体投地，这么巧妙的点子你是怎么想出来的？简直太神奇了。这个很简单的，只是你没时间琢磨罢了。亲家，这是羊肉，口感鲜嫩，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蘸上一些料汁来食用即可。贺尚书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吃法。那羊肉刚刚放入锅里才多久？虽然看上去已经断了生，但这样就能吃了。老爷，亲家公没有骗你，这羊肉可口得很。一看那些人享受的表情，甚至连话都懒得说的样子，这东西就一定很好吃。贺尚书这一吃不要紧，根本就停不下来，难怪老七和儿子来了都不想走。时间飞逝，眨眼间进入了腊月。进入西岭村的乡路上，莫九业带着一队人快马加鞭的往家赶。听到门外有脚步声，贺知冉立刻打开了房门，看到朝思暮想的小娇妻，莫九业根本顾不得许多，上前将人抱进了怀里。两人就这样彼此相拥了许久，直到床上的明珠发出一阵咿咿呀呀的声音，两人才不舍得分开。明珠，珠儿，我是爹爹，还认识爹爹吗？贺知冉连忙上前将他的斗篷取下，莫九业顺势脱掉身上的盔甲，两个小娃娃不哭不闹，就坐在那里看着爹爹和娘的互动。珠儿是不是觉得爹爹特别威武啊？珠儿发出一串外人根本听不懂的小奶音，随即咧开小嘴笑了起来，还露出两颗刚刚长出来的小乳牙，简直能萌化众生。娘的珠儿真聪明，知道爹爹是大英雄对不对？珠儿继续保持笑容，一会儿看看抱着他的娘亲，一会儿又看看爹爹，朝着莫九业递出两只小手。他这一抱珠儿不要紧，床上的明珠竟然撇撇嘴哭了，那样子别提多委屈了。明珠不哭啊，爹爹也喜欢明珠，爹爹一会儿抱过哥哥就会抱明珠的。看着哭得可怜兮兮的女儿，莫九业可心疼坏了，但他又舍不得放下儿子，最后他只能单手抱着珠儿，腾出一只手来抱明珠。明珠的哭果然是在妒忌哥哥，因为爹爹回来没有第一时间去抱他，宝宝委屈了。到了爹爹的怀里，明珠立刻停止了哭泣，只是那双含泪的大眼睛仍旧提示着莫九业，刚刚爹爹偏心了。莫九业抱着一对日思夜想的儿女，心中满足感已经爆棚。莫九业几兄弟从西境回来的第3天，赶往南境战场的五哥等人也回来了。这次因为有莫家男儿的参与，大顺朝的战役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而且军队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伤亡。以后大顺的百姓可以在南羽的带领下努力发展经济，再也不用担心有人进犯。忙忙碌碌中，日子过得飞快。莫家迎来了在西北的第2个春节。莫老夫人今天最高兴，因为看到夫君和儿子们都在，更重要的是今年贺知冉为莫家添丁进口。恰逢这一日秋高气爽，莫九业与贺知冉各自穿着一身便装，走在人流涌动的西北商业街上。商业街常年行人不断，但大多数都是外地慕名而来的客人。因为封地内的百姓这个时间都忙着工作，根本没有时间来逛街。因为他们的王妃太厉害，开设了无数的工厂和作坊，治下百姓们只要愿意付出劳动，就可以找到一份稳定且收入高的工作。孩子们也同样，每天无论男女都要去上学。如今莫家所有作坊和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都与唐明瑞进行合作。去年的时候，在孟怀宁的引荐之下，他将手中赚来的银两上交给朝廷，作为大顺修建大运河以及堤坝的费用。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南羽定然不会让唐明瑞失望。
亲赐金色匾额，上书“大顺皇商”几个大字。唐明瑞也成为了名正言顺的大皇商，这比莫九叶与贺知染了解的历史早了5年。夫妻二人正惬意地往前走着。九公子，九夫人，这声音无比熟悉，两人转过头，脸上同时露出了惊讶之色。叫我三爷即可。三爷是什么时候到西北的？怎么没通知我们夫妻去迎接啊？南宇摇着手中的折扇，脸上盈满笑意。我今日刚到，本想着先逛一逛这大顺最有名的商业街，没想到就与二位遇到了。我今日刚到，本想着先逛一逛这大顺最有名的商业街，没想到就与二位遇到了。说起商业街，贺知染满眼的自豪，这可是他花了无数心血打造而成的。三爷觉得这商业街如何？这商业街绝对可以成为我大顺的一个最大亮点。不光商业街，我看整个城内既干净又整洁。若不是我亲眼所见，还真想不到城池建造成这样。看来他这一趟还真是不虚此行，因为这封地内有太多他要采纳的好点子。我刚刚看到商业街上各种小吃和馆子，九公子和九夫人不打算尽一尽地主之谊吗？莫九叶与贺知染这次出门没有带随从，无法派人先去排队。他又严令禁止过了，任何人不准因为私人关系去插队，即便是他这个镇西王也不行。怎么，九公子是不愿意请客？九弟、九弟妹，你们也在啊？九弟，这位是……摸出韩与南宇没有过接触，自然不清楚眼前之人的身份。这是大街上，别说南宇了，就连莫九叶与贺知染都在尽力隐藏身份。是京城来的一位贵客，称呼他三爷即可。既然是京城来的朋友，九弟是打算请他在这商业街用餐吗？这到了饭口啊，想在商业街用餐还真是难办。难道九公子在自己的地盘上也要排队才可以用餐吗？这是九弟与九弟妹定的规矩，无论是谁，在封地内用餐或者购物，必须要排队。就算是他们，也不能有什么特权。无规矩不成方圆，想要秩序好，就必须人人遵守，以我做起。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朕受用了。南宇以拳抵唇，轻咳了一声，示意莫九叶快些为他解围。八哥，你先不要纠结这些，等回家以后再和你解释。不知三爷喜好什么样的吃食，今天中午我做东。做东可以，但必须排队。反正刚刚八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即便是皇帝来了，莫九叶也不会为此破例。在路上就看到很多唐记火锅店人满为患，我不想耽误时间排队，就没有去品尝。不如我们这次就尝尝火锅吧。既然如此，那就请三爷不要见怪，咱们一同过去排队就是。排了差不多半个时辰，火锅店内终于有了几个人的一席之地。九公子、九夫人，比牛奶还要好喝的奶粉就是在这里生产的。九公子、九夫人，比牛奶还要好喝的奶粉就是在这里生产的。是的，如今我们在封地和满邑那边饲养了大量奶牛，奶牛的产量庞大，而且不容易保存。用我独特的技术制成奶粉后，可以销到更多的地方。不但如此，牛奶还分为很多种，适合各类人群食用。贺知染特意说独特技术，就是明着告诉南宇，你即便看出了奶粉的利润大如天，也休想在我这里打主意。九嫂放心吧，我知道封地也需要银子来建设，我是不会有什么想法的。反正他与莫九叶没什么好担心的，他们手中握有大量的炸弹，这一点在6年前打败南疆与蛮夷的时候，南宇就知道。南宇选择没有过问，说明他有脑子，因为即便是他说了，莫九叶夫妻俩也不会把制作炸弹的方法交出去，还难免让人心存忌惮。这就是罐头厂？是的，西北山上自产的水果数量庞大，为了能够销售到更远的地方，我便想出了这个点子。那这个是糖厂，专门制作那种绵白糖的地方？对啊，我发现蛮夷那边的耕地不适合种植庄稼，甘蔗倒是产量极高，就让那边的百姓多多种植甘蔗，用来制作绵白糖。还有谁挑战？而且他心中清楚，莫九叶可没有这样的头脑。这些点子定然都是贺知染想出来的。试问娶妻如此，夫复何求？再想想自己那后宫，虽然人数不算多，可那些人每天只知道打扮的花枝招展，去勾引他。
总之，南宇跟着莫九叶夫妻在西北转了一圈之后，可以说是受益匪浅。刚刚走进王府，便听到一阵孩童们的叫好声：“帅哥哥威武！帅哥哥好厉害！”只见偌大的空地中央，演舞台上站着一名看上去6、7岁的小男孩。柱儿身姿笔挺，手握一把与他身量相配的长剑，满脸严肃地盯着台下一众大大小小的孩子。还有谁挑战？这声音虽然稚气未干，可语气中却带着一股子上位者那特有的肃然气息。世子，你已经带着各位少爷和小姐们练了一下午，快来吃些水果解解渴。饭团儿，小白，过来吃小苹果了。小白那是箭一样的速度，俯冲过来之后，直接站在了柱儿的肩头。柱儿先是摸着肩头的小白，随即又丢给了饭团儿一个小苹果。你们2个真乖，这些都是墨家的后代子孙。这6年来，除了贺知然以外，嫂嫂们连续有孕，为墨家添了30几个后代。眼前这些孩子都是大一点的。这6年来，除了贺知然以外，嫂嫂们连续有孕，为墨家添了30几个后代。眼前这些孩子都是大一点的。弟弟妹妹们已经自觉排好队伍，由柱儿哥哥发放给他们每人一个大苹果。到了最后，篮子里只剩下一个最小的，被柱儿自己拿了去。这样兄友弟恭的场面，在墨家已经司空见惯。九公子，这些都是墨家的孩子？这些一大部分都是墨家的孩子，还有我舅兄的2个儿子，他们每天都在一起念书习武。莫九叶讲话的时候，腰杆子挺得特别直。这些孩子从小就生活在一起，莫老夫人每天都会教导他们一番，一家人必须谦让和气，力气往一处使。这些孩子也争气，将祖母的话牢牢记在了心里。即便是多顽皮的孩子，都不会因为一点小利益与家中的兄弟姐妹失了和气。南宇简直羡慕得要命。他曾经听京城那些老臣讲过，墨家9个兄弟从小便兄友弟恭，从来没有因为利益关系像其他大户人家的公子哥那样整日勾心斗角。就因为听说了这些，他也希望自己的几个小皇子能够效仿，尤其生在皇家，为了那个位置兄弟相争的现象十分常见。他心中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九公子，我膝下如今有4个儿子，想送你这里来教导，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南宇没有多想，只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如同墨家孩子这般懂得亲情和谦让，只有这样，将来才不会因为那个位置自相残杀。这让莫九叶与贺知然都感到很意外。莫九叶毕竟是异姓王的身份，手中有封地还有军队，换成其他上位者都恨不得让他们送个儿子去京城当质子。南宇这是得有多信任他们夫妻。他将儿子送到了西北，就相当于将自己的把柄给了别人。3爷把小皇子送来西北，就没有什么顾忌吗？如果我连9公子都信不过的话，那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找不到什么可信之人了。因为他清楚墨家的为人，从来不会怀疑他们会做出什么对不起大顺的事情。他想让几个小皇子感受墨家的气氛是一方面，他还有另外一个私心，就是希望他的儿子能与墨家的孩子从小建立起友谊。将来无论是他们其中哪一个接替了自己的位置，墨家兄弟都会成为一个助力。当然这一点，莫九叶与贺知然也能想得到。既然3爷有这样的打算，我们夫妻自然是没有意见的。反正莫九叶就是这样，你真心待我，我也会以诚相待。当然这一点，莫九叶与贺知然也能想得到。既然3爷有这样的打算，我们夫妻自然是没有意见的。反正莫九叶就是这样，你真心待我，我也会以诚相待。他太喜欢西北的一切，尤其是墨家人那平淡且温馨、令人向往的生活，他还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等他培养出一个合适的儿子即位之后，就来西北颐养天年。西北有他的好知己，还有他的亲二哥，更有他梦寐以求的平淡生活。如今到了制高点，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什么叫做孤家寡人。如今看到自己登基这6年来创造的功绩，也算是一种最大的心理安慰。3个月后，南宇果然派人送来了他的4位皇子。莫九叶与贺知然抱着负责的态度，虽然几位都是皇子的身份，但墨家不会因此而区别对待。墨家孩子们有的他们也有，墨家孩子们没有的他们也不会有，坚决做到一视同仁。10年之后，镇西王府的演武场正中央的位置坐着莫晴与莫老夫人，两人如今头发花白，看上去却仍旧精神抖擞。他们两侧的位置，左侧坐着贺尚书夫妻，右侧则是南瑞与德妃。
依次往下排列是墨家除了墨九叶以外的8位兄长以及各位嫂嫂。墨家的后辈们无论男女，全部按照长幼的顺序依次排开，其中也包括4位皇子。挑战开始，九叔，我先来。这小子随我，就是有个勇猛劲儿。随你有什么好？你看看九弟家的柱儿，从小就文武双全，从来不会逞这种匹夫之勇。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莫初寒的种念书会好，就怪了。8哥夫妻俩在这儿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着自家大儿子，演武台那边已经有人跳了上去。墨家六哥哥，南书豪不才，想要和你比试比试。这是南宇的大儿子，刚来墨家的时候，一副什么都不放在眼中，高高在上的模样。10年过去，墨家孩子兄友弟恭、求上进的思想已经彻底改变了他。如今4位皇子之间的兄弟情谊，深厚的就如同一奶同胞一般。不但这样，兄弟几个都觉得南书豪最有才能，又是大哥，储君之位本就应该由他来做，其他人只要尽量辅佐即可。今日墨九叶在演武场举办这场比试，就是在为皇子们送行。前不久南宇来消息，声称大顺如今已经国泰民安，他也坐够了那个位置，便想着叫几个儿子回去考察一番，然后好早些让位，他就可以来西北，过着和墨家人一样惬意且舒心的生活。在演武场上是武比，下午的时候到后花园进行文比。武比的夺冠者是柱儿，镇西王府的世子爷。文比要数明珠最为出类拔萃，小姑娘从小就聪明，无论学习什么都能够做到一点就透。明珠不光文采出众，可以说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一对孪生小兄妹是家中弟弟妹妹们最仰慕的对象。不止如此，兄妹俩的外貌完全继承了父母的优点，男俊女俏。2个孩子从小就跟着爹娘在封地内走动，很多百姓们都见到过2个孩子的模样，2人漂亮的就如同年画上走下来的娃娃。甚至还有些迷信的孕妇希望多看几眼小世子和小郡主，这样他们生出来的娃娃也能如此好看。墨家孙辈的数量不少，算上刚刚学会走路的达到了40几个，但墨九叶信守承诺，不舍得让媳妇儿再遭罪，即便是贺知然想再多生几个他都不同意，以至于2人如今已经是30大几的人，膝下只有这么1儿1女。幸好的是兄嫂他们没有他们这样的想法，好不容易能生了，要生的越多越好。九叶信守承诺，不舍得让媳妇儿再遭罪，即便是贺知然想再多生几个他都不同意，以至于2人如今已经是30大几的人，膝下只有这么1儿1女。幸好的是兄嫂他们没有他们这样的想法，好不容易能生了，要生的越多越好。孩子们从小就孝顺，比试结束之后，纷纷带着自己获得的奖品，朝着墨琴与墨老夫人的方向冲了过去。大家争着抢着想将自己努力获得的礼物孝顺给祖母和祖父，这样的画面在墨家经常会出现。即便是这样，墨家2老仍旧乐此不疲地夸赞着孙儿们的孝顺。站在回廊远处的墨九叶拉着贺知然的手，2人一同看着眼前的温馨画面。然然，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的到来，给了我这一切美好。都说过了，我们是一家人，不要和我客气。要的。你是墨家的恩人，也是我墨九叶此生的挚爱。然然，我想趁着还年轻，带着你四处走一走。墨九叶这么多年以来，对于贺知然的感情始终没有变过，2人在私下里仍旧如蜜里调油的新婚小夫妻一般恩爱有加。他揽住贺知然的腰，夫妻俩静静地看着花园里的一群后辈。然然，柱儿已经长大了，而且这小子的心性比他老子还要沉稳，智慧也在我之上。你要做什么？贺知然似乎想到了什么。我觉得我这个镇西王做了10几年已经够了。柱儿才这么小，你就忍心？16岁不小了，我16岁的时候已经带兵出征了。哪有你这样做爹的？然然，我想趁着还年轻，带着你四处走一走。要去云游四海吗？